严可儿扶墙而出的场景。刚下夜班的叶欢坐在路边小摊子上，喝着肥宅快药水，吃着僵尸小烧烤，想着领导新画的大饼以及足浴房里等着他的小丽，然后莫名其妙的撞了大运。醒来之后就穿越到了这个能修仙的白虎世界，成为了合欢宗的一名外门弟子。刚刚才穿越过来，吸收完原主脑子里的记忆之后，还有些懵逼的叶欢就听到了一声电子合成音，叮咚，检测到宿主穿越到了白虎世界的合欢宗门，请问是否绑定长生系统？叶欢揉了揉太阳穴，我穿越了，还叫叶欢，而且还有系统。抬头四望，房间里装饰古朴，自己一身长衣长衫，再结合脑子里多出来的记忆，慢慢的满脸都是欣喜的泪水。终于轮到我了。现实世界里老子活着窝窝囊囊，看的小说里面整天这个穿越了那个穿越了，现在老子穿越了。去你妈的傻逼领导，去你妈的恶毒房东，我要放下个人素质，享受缺德人生，我要左拥右抱，生杀夺羽。来，系统，你有什么本事说出来，本穿越者未来的先帝至尊，先审视一二。叶欢端坐床上，那气势霸气无匹，仿佛已经把整个修仙界踩在脚下。本系统为长生系统，主要的能力是破妄之眼，能看破万事万物，阵法、丹药、功法、符篆，甚至与人争斗，全都可以看破，以此助你成为帝君，甚至长生。叶欢心里一个咯噔，破妄，这什么系统，不是太给力啊？这就没了。还有呢，系统还会不定期发布任务，宿主完成之后可以获得奖励，不过要是完不成也会有处罚。叶欢叹了口气，还有吗？没有了，请确认是否绑定系统。叶欢脸一黑，请求更换系统，请求失败，只有这一个系统，请问是否要绑定？不绑我可就走了。妈的，一个破系统还学会威胁人了。叶欢咂巴了一下有些干裂的唇，算鸟，穿都穿过来了，总不能真的不要系统吧？没系统那还玩个屁啊！暗暗下定决心，以后的人生还是不要那么张扬为好。总之猥琐发育别了，苟着吧，苟着终会无敌的。叶欢一声长叹，不情不愿道，好吧，绑定系统，绑定成功。一，由于获得破妄之眼，破妄之眼检测到宿主所修功法存在缺陷，请问是否需要系统提供重新修订版的合欢大法？需要提供。好的，已经为您修订了新合欢大法，效率提升 50%， 请接收。然后一股暖流涌入叶欢的脑海，果然不一样了，有好几个行宫穴位节点，和记忆中的功法不同。叶欢马上盘坐运功，按照新的行宫路线运转一个周天的效率，居然能提升 50%， 这破妄之眼能看破自己身上功法的缺陷，是不是别人的功法也能看破？阵法、功法、符法、丹法、气法，一切皆可看破。注意，是一切，这尼玛好像有些屌啊！那不就是说自己能看破这修仙界所有的一切？宗门老祖拿一个破顶残片出来，只有自己能看懂那是虚天顶的残片。路边上摊上一个白玉残片，只有自己能看出来那是大帝用过的腰牌。与人争斗之时，对方攻击路线自己清清楚楚，100%闪避。别人还在打生打死的时候，自己已经看破进入副本的最佳路线，偷偷卷走一切机缘。那还不横着走？对不起系统，我错怪你了，你绝对是天下最强的系统。哼，算你识货。砰砰砰，有人敲门，请问叶师兄在家吗？声音有如银铃悦耳动听，声线还暗含着一丝天然魅惑，听得叶欢心中一荡。打开门，一个青春无敌、十分美丽诱人的少女蹦蹦跳跳地走了进来，然后用她那双有如秋水的双眸目不转睛地盯着叶欢。叶师兄，怎么今天那门师兄来讲座，你没有去听呢？哦，对，今天是有一个讲座，不过自己刚穿越过来，还在归纳整理记忆，所以没有去。搜索了一下记忆，顿时明白来的是谁了。严可儿同样是外门弟子，但是入门3年就已经是炼气8阶的天骄了，只要过了宗门大比成为前10，他就能进入内门，成为一名内门弟子。可儿妹妹，我今天想休息一下，所以没有去，你来找我是？严可儿顿时不高兴了。叶师兄，这就是你不对了，收了我的零食和材料好几天了，东西还没有做好，这宗门大比在即，可不要误了我的事啊。叶欢连忙回想，哦，对，原主不只是合欢宗的外门弟子，他还有另一个身份，符篆师。在外门讨生活，没有一技之长是不可能的，本身资质一般，修炼需要依靠灵石，而外门弟子又不像内门弟子那样有月俸灵石可以拿，所以在这外门，有的人炼丹，有的人制符，有的人炼气，还有的人专门给人做炉鼎。毕竟这里是合欢宗
合作修炼才是王道。浑浑噩噩10几年，叶欢的元身勉强在这外门之中用符篆闯出了一些名堂，成为了一名2级符篆师，日子倒也过得去。前些日子，这严可儿在叶欢这里订了5张独门特制起爆符，这是来催货来了。于是急忙在身上摸索了几下。哦，对，东西已经备好了，给。严可儿接过那5张起爆符。叶师兄手脚就是快，在外门这些个符篆师中，就属你交货及时。我走了。说完，轻盈地转过身就要走。等等，严可儿回过头，怎么了？师兄还有何指教？看着眼前美得不可方物的严可儿，叶欢突然想起来，我他妈穿越了啊，还老老实实的做什么？不是说好要放下个人素质，享受缺的人生了吗？上辈子牡丹25年，除了在办公室和商业街上世间一下清凉美女，就只有夜深人静之时操练手艺活了。岛国72式那种东西，叶欢整天都有这种想法的。虽然这严可儿是有道理的，但这白虎世界本就无所谓忠诚，忠诚只不过是因为背叛的筹码不够罢了。严可儿这脸、这胸、这身材、这气质，放在前世那绝对是1线大明星的水准。别说找个这样的道侣，能看一眼都算是有福了。要是能跟他……想着想着，气血逆流，叶欢一下子变得脸红拘谨了起来。啊，我想那个第一次提这种要求还是当面，牡丹25年的叶欢还真有些紧张。不过叶欢的这种神色，严可儿在合欢宗里可没少见。从一脸的不解到心中了然，只用了数息。毕竟这里是合欢宗嘛。于是嫣然一笑，让我猜一猜，叶师兄，你不会是想要找我吧？严可儿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的，还不等叶欢开口，就微笑着拍了拍叶欢的肩膀。叶师兄，这事儿没什么不好说的，我们合欢宗讲究个你情我愿，你能喜欢可儿是可儿的福分，不过我已经有道侣了，所以不好意思了。说完微笑着转身就要走。等等，严可儿被叫住，再次转过身来，这次脸上却没有了笑容。我说叶师兄，叫你一声师兄，是因为你比我早几年进宗门，但是论实力，你10几年也才修到5阶，我入门3年都已经8阶了，眼看就能入内门，所以你我根本不是一类人。再说了，银货两讫，你3番5次叫住我是什么意思？此时的严可儿脸上真的是半点笑容都欠奉了。叶枫终于调整好了心态，毕竟决定了要放下个人素质，享受缺德人生，那又何必如前世一般唯唯诺诺的？于是脸色也冷了下来，不紧不慢地开口：可儿妹妹，我是想和你做个公平交换，生意嘛，谈得成自然好，谈不成就算了。叶欢突然冷脸，反而让严可儿产生了兴趣，不是想白嫖，而是谈生意，那听听无妨。什么交换？叶欢凑上前，在严可儿发间深深嗅了一口，一脸陶醉状。可儿妹子现在应该是和我们一样修炼的合欢大法吧？此功法，师兄我最近悟出了几个关键点，把运功路线做一点点修改，就能大幅度提升效率。结，难道你不想在宗门大比之时，马上就是宗门大比了，前10名是有机会入内门，成为内门弟子的。现在凡是觉得自己有点希望的人，个个都在奔走准备。虽然严可儿有些信心，但毕竟竞争太过激烈了，有准备丹药的，有准备法器的，有准备符篆的。总之8仙过海，各显神通。要是大意了，阴沟里翻船也不是没有可能。但凡有一点增加胜算的可能，严可儿都不会放过。功法修改，提升周天运转的效率吗？能提升多少？行宫路线一共有5个节点可以修改，每修改一个，能提高10%的效率。哪怕只是这10%的提升，半年时间也能在宗门大比之前助你增长1大截的实力吧？什么%？你是想说1成？对，1成。1成啊！严可儿眼珠一转，开始盘算。行宫效率提高1成，虽然不是直接提高实力，但这可是功法效率上的提升，是可以带来长期稳定实力上涨的。这可比什么丹药都强。而且叶欢说了，有5个节点，也就是说最多是可以提高5成的。5成！严可儿一下子认真了起来，眼底难掩兴奋之色。我凭什么相信你？先给你一个节点，让你现场验验货，你满意了，这交易再继续。严可儿眼珠滴溜溜地转个不停。叶师兄，你具体是什么条件？来了，放下个人素质，享受缺德人生。叶欢按捺住心底的激动，那眼神真勾勾地盯着严可儿，仿佛下一秒就要把她给吞进肚里去。陪我1个月给一个节点，一共5个月。严可儿脸色一下子煞白，眼前他喊了2年的叶师兄，长相平平，资质平平，实力更是平平，放在平常他看都不会看上眼。要不是他在符篆上有独到之处，做出来的起爆符威力比别人高3成，他和叶欢完全就是2个世界的人，一点交集都不会有。
现在居然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妄想做他道侣，还是包月的道侣？呸！脸色一正，叶师兄可儿是有道侣的，道侣之间最重要的就是忠诚。你看能否换个条件？灵石、功法、法器，任由你挑，或者可儿出钱给你雇一个炉鼎。哦不，两个如何？叶欢坐在位置上，战术性一个微微后仰，眼神微冷，连妹妹都不叫了，一脸非你不可的样子。严可儿，我叶欢也不是什么人都看得上的。嚯，一会儿可以先让你验，不满意包退。但是人，我只要你。说话间，叶欢的目光上上下下，把严可儿是见了个遍。若你不愿意，那我就只有找别人了。比如惊鸿仙子沈惊鸿。惊鸿仙子沈惊鸿基本上是和严可儿同时入的合欢宗，两人一路相恨相杀，你踩我一脚，我踢你一腿，绝对的敌密。这在整个外门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更可怕的是，这一次宗门大比，沈惊鸿居然和严可儿同时起了拜入九长老门下的心思，为的正是九长老的独门功法长春功。但内门有人传出话来，九长老只想收一个弟子。要是叶欢真的和沈惊鸿合作，半年后的宗门大比，自己前10名没有问题，但是他拜入九长老门下的事就落空了。输给谁都可以，就是不能输给他沈惊鸿。算了，就当被狗咬了。严可儿心一横，生意可谈，但我要先验货的真假。叶欢把第一个需要修改的行宫节点告诉了严可儿，当场他就坐在叶欢的床上验证了起来。叶欢也不怕他反悔，只要试过一个点，就不可能抗拒50%的实力提升，毕竟这可是功法上的改动，是长期的提升。1个周天之后，严可儿满脸震惊地睁开了眼，全是真的，这叶师兄居然真的有本事改动功法。也就是说，如果5个节点全部拿到，那就是5成，那他可以迅速完成从第8阶到第9阶，甚至于第10阶，然后更进一步。一下子，严可儿就像是一朵盛开的花，拉着叶欢的手臂就甜腻了起来。师兄也不叫了，直接改口叫哥哥。我说叶哥哥，哪个人家可以答应陪你，就不能把一次性把所有的节点都告诉人家吗？不但发着点，还不停地拿胸磨磨蹭蹭。那不行，一下子全告诉你了，后面我找不到你了怎么办？严可儿心里已经有决定，可是还想讨价还价一番。5个月，时间太长，万一被可儿的道侣发现。叶欢脸上一冷，不好意思，一口价。你要是害怕，那我们可以偷偷的嘛，平时在外面见到我时，我摸一摸耳朵，你晚上就想办法来找我。哦，别想着避而不见哦。你也不想让你的道侣知道这件事吧？严可儿脸色一僵，微微后悔。不过一想起沈惊鸿那个小贱人，脸色变了又变，一咬牙，此事万万不可让我那道侣知道。自然。严可儿红唇一咬，含羞带俏，成交。叶欢一下子来了精神。那可儿妹妹请。1个时辰之后，严可儿扶墙而出，叶欢则躺在床上回味。合欢大法运转足够支撑他运转几10个周天而不倒，吸到的原因更是能让他修为增长1大截。最开始严可儿想的还是闭着眼就当被狗咬，忍一忍就过去了，没想到情况根本不受他控制。叶欢的手段上来后，后半段干脆直接就晕过去了。合欢宗功法本身对双方都有利，按理说双方经此一战，双方的修为都会有提升才对。但严可儿后期神魂失守，莫名其妙被叶欢当成炉鼎用了一回，而叶欢炼气5阶，厚积薄发，直接升到了6阶。叶欢躺在床上哼着小调，感受着体内的变化。原身啊原身，让我说你什么好呢？10几年才勉强修到5阶，我穿过来1天就升第6阶，还上了这么有质量的严可儿。唉，虽然手段卑鄙了一点，但是真的很爽啊。回味的差不多了，叶欢开始继续盘点脑子里原主的那些记忆。虽然自己外貌不变，但毕竟灵魂不同了，要想不引起别人注意，那原主会的东西自己也必须会才行，甚至还得更上一层。特别是符转，所谓符转其实就是把人体内这些气海、路线、频率以符转的形式进行模拟记录下来，使用的时候激发，再丢出去就能达到人体施展一样的效果，甚至更强。想象一下，身为炼气境，在你和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生死搏杀的时候，你突然丢出一张起爆符，没有前摇，直接起爆的那种，威力相当于10阶炼气高手的全力一击，炸得对方人仰马翻时，顷刻扭转乾坤，是不是很带感？当然，符转的制作材料很贵，贵到一般人在与人战斗中根本不敢大量使用，只能把它当作压箱底的杀手锏，在关键时候用出来改变战场的颓势，可想而知，这东西又有多贵。叶欢的前身
也是偶然间一次练功时差一点自爆而亡。事后他把当时练功错误的路线记了下来，反复修改，阴差阳错的居然让他搞出来独树一帜的起爆符，威力比别人做的传统起爆符强了足足30%。这也是为什么严可儿会来找他定制起爆符的原因。说干就干，叶欢翻身而起，拿出前身制作的起爆符认真研究了起来。毕竟不能一直给别人修改功法来换取双修的机会，这么干实在太扎眼了。那么符篆也是可以的啊，纯手工分3层绘制，然后叠加合成一张。叶欢开始头大了，看着上面那些弯弯曲曲的线条，这要是拉直了，能织一件毛衣吧？怪不得前身10几年了，练气才5阶，这画一张起爆符就得花小半天的时间，天天忙这个还修炼个屁啊！作为一个21世纪的超级牛马，跑个马拉松都恨不得超小道的旷世奇才，让叶欢一笔一笔的画，做梦！第一时间，叶欢就在房子里找起了材料。作为一个理科生，最原始的丝印技术还是难不住他的。忙活了一会儿，一台简单的丝印机就手搓了出来，然后是制模板，破望之眼功力全开，稳稳当当，一丝错误都没有。模板 OK， 然后开始印刷，上中下3层符文分开印制。最后合符的时候，叶欢还是小小的紧张了一把，毕竟中间那层全是灵石粉末，那是代替人体气海给爆炸功能的板块，稍不注意，那差不多1公斤 TNT 当量的爆炸威力还是很吓人的。所以平时原身绘制这起爆符的时候，必定给自己加一个小型防护阵。而且原身做这个东西还有一定的失败率，只要手一抖，1张的材料就废了，通常做5张必废1张，结果到了叶欢这里，只要上中下3张模板没有出错，那便绝不会有错。于是刷刷刷，批量开始印制。好家伙，原身小半天才能制出来1张起爆符，叶欢2个时辰却搞了100多张，效率提升100倍，而且失败率为0。直到把所有的材料都耗光了，叶欢这才停了下来，看着满满一桌子的起爆符，成就感爆棚。从材料上来说，卖出去1张换回来的灵石能够买10份制作的材料，但是原身有失败率的，再加上耗时耗力，能挣的有限，就是个苦力钱。但是叶欢不同啊，有了这一神技，还怕没有美人？区区一个眼坎怎么够？我要凿10个，要凿10个，凿10个，10个。叶欢心情变得愉悦，对未来充满了期待。于是收起桌上的起爆符，准备去集市上转转。合欢宗的外门是有专门的交易市场的，当然宗门也有窗口收这些东西，不过收购的价格就压得很低了，所以更多外门弟子选择自行交易，于是就自发地形成了这样一个市场。叶欢找到地方，轻车熟路地在市场上找到一个角落，摊开包袱摆起了摊，然后闭目养起了神。咦，这不是叶师兄吗？叶欢睁眼，一个绝世美人走了过来，青丝如瀑，墨色薄纱裹着玲珑曲线，肩若霄玉，腰似若柳，眼波流转间似有桃花酿样开，红唇微勾时，连阳光都在她锁骨处逡巡，一步一摇曳，衣袂翻卷处皆是勾魂摄魄的风流。惊鸿仙子沈惊鸿，沈惊鸿，哦，惊鸿仙子啊，怎么看上我的符了？叶师兄的符自然是极好的，不过今天小妹是来向师兄打听些事情的。闻言，叶欢顿时有些兴致缺缺。打听事情？这惊鸿仙子说笑了，叶某卖符篆，不卖消息。沈惊鸿也不管叶枫使脸色，自顾自地说道：听说严可儿那小浪蹄子在叶师兄这里买了些起爆符，不知道具体买了几张，是不是叶师兄独门的那种大威力版本？可否告诉小妹啊？叶欢懂了，惊鸿仙子这是来打听消息，毕竟他和严可儿的竞争已经摆到明面上了。9长老只收一个徒弟，知道严可儿手里有几张起爆符，在比斗之时就能有计划的去针对了。不过叶欢做生意还是很有原则的，不透露买卖的最基本信息是底线之一，但是底线具体在哪个位置，叶欢说了算。眼珠一转，计上心来，仙子来打听消息，空着手啊。言语之间，叶欢上下不停地在惊鸿仙子身上扫视。惊鸿仙子明显愣了一下，叶欢今天的表现和以往那种唯唯诺诺的样子很不一样啊。怎么说呢？狼性十足。叶师兄，你想要什么才愿意告诉我呢？不如你让我 X 一下。惊鸿仙子立马脸就黑了。呸！本仙子就想问一下，那小贱人买了几张？你居然就想 X 我？白日做梦！甩完脸色，转身就想走人。慢着！叶欢不慌不忙。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惊鸿仙子，你身上练功出了点岔子，小腹位置是不是隐隐有些疼啊？沈惊鸿满脸震惊。你怎么会知道？
大约10夕之前，叶欢和沈惊鸿一边聊着天，一边让系统启动了破望之眼。系统破望之眼发动，系统检测到沈惊鸿的所修功法同样为合欢大法，但是他最近应当在修习一种独特的战技，急功近利，不慎反噬自身，丹田气海有残留的逆行灵气影响行功，起码需要静养1年才能自然恢复。有什么解决办法吗？有一个特殊的行功路线可以交给他，让他自行运功，只需10个周天就没事了。叶欢眼前一亮，他自行运功，那怎么行？这事儿得我亲自来啊！路线传给我吧。好的，宿主正在上传行功路线。没有理会惊鸿仙子沈惊鸿的震惊，叶欢继续说道：我不但知道你那个地方疼，而且我还知道你是练一种战技，太过真功近利，不慎反噬自身造成的。我讲的可对？沈惊鸿满脸不可置信，随即眼里突然冒出了星星点点，和之前他对待叶欢的态度简直判若两人。师兄还懂岐黄丹顶之术，可有办法替小妹解决这个问题？叶欢故作高深，此事倒也不难，我能看出来，自然也有办法给你解决，只是需由我亲自为你行功引导，至少数10个周天才行。不过嘛，不过什么？不过这行功期间，我需感受你体内灵力运转的关窍，这个穿的也不能太多，难免会有肌肤相侵啊。叶欢图穷匕现，沈惊鸿扶额无力道：叶师兄，你这还是想要找我吧？叶欢神色一怔，非也非也，只是我知晓仙子你与那严可儿正在竞争9长老的弟子身份，就凭你现在身体的状况，你也不想被那严可儿领先吧？真是直接戳到了沈惊鸿的痛处，他可以输给任何人，就是不能输给他严可儿。心一横，牙一咬，凿就凿！叶师兄，你可不要诓骗我啊！有门儿！叶欢一下子整个人就明媚了起来。我爱白虎世界，我爱合欢宗，就是天道来了要把我塞回地球，老子也不走了。摊子也没有心情摆了，于是收拾收拾，就准备回去亲自给沈惊鸿坦诚相见，运功疗伤。叶欢那急吼吼的样子，把沈惊鸿闹了个大红脸。哎呀，叶师兄不要着急嘛，你先回去，我晚上再来找你。这大白天的，沈惊鸿这种级别的美人，在整个合欢宗的外门也是很拔尖的那一类。他与严可儿那是同年入的宗门，因为他2人貌美，当时还得了外门双绝的称号。同样也因为这个称号，导致这几年2人之间不管什么事情都要比一比，都要争一争，慢慢的也就变成了敌密了。晚上沈惊鸿如约而至，惊鸿仙子请。连番大战之后，沈惊鸿颤颤巍巍下了床。多谢叶师兄，小妹的伤的确好转了很多，不知道要治疗多少次才能完全复原。这个嘛，有个50-60次应该就可以了。闻言，沈惊鸿不乐意了。我说师兄，小妹的身子你也得偿所愿了，就不能替小妹的事情上心，早点治好了伤，才好应对半年后的宗门大比啊。叶欢点头，好像是不能太贪了啊。这个我想了想，努力补点天才地宝，也许再有个10几次也就差不多了吧。见叶欢这样说，沈惊鸿脸色才阴转晴。不就10几次吗？10天半个月差不多也就行了，这比原先预计的1年时间要快得太多了，而且也基本上不会对半年后的宗门大比产生什么影响。那以咱们俩现在的关系，叶师兄能不能告诉小妹，那严可儿到底在你这里买了几张起爆符？这是另外的价钱。沈惊鸿一愣，真是转眼无情啊。想了想，眉目一转，缓缓拜道：仙子你这是……仙子不必如此，我这身体也吃不消。仙子，我是一个有底线的人，我绝对不会告诉你是5张的，绝不会。临出门前，沈惊鸿擦了擦嘴角，再次确认道：师兄没有骗我，当真是5张。当然这一次他就买了5张。正准备满意而归的沈惊鸿突然愣住了。等等，这一次？是啊，这一次。之前也有来买过，用没用完就不知道了。沈惊鸿的小脸由粉变红，由红变青，由青变紫，想发作但是又不敢，怕叶欢后面不给他治了。想摆脸色，但是又不能怪叶欢，好像自己从头到尾问的都是这一次卖了多少，所以人家之前万一有剩的，还能怪叶欢提供的情况报不准吗？只好狠狠一摔门走了。沈惊鸿一走，叶欢开始查看身体的情况。系统全面检查一下我的身体情况。沈惊鸿体内元婴较少，所以修为只提升到了炼气第6阶后期，现在宿主你身体虚弱状态，需进补。同时系统提醒宿主，虽然吸收女子元婴的确能让你修为精进，但还是请注意身体。好吧，听劝。接下来接连2天，叶欢都没有出门，连床都没有下，一直在床上研究前身留下来的符篆之道，不研究还好，越研究越心惊。
这是什么符篆之道？这明明就是白虎修仙界版本的大规模集成电路啊！翻译成叶欢听得懂的语言，那就是门、与门、或门、非门、存储单元、线路、输出单元、压力阀、电极、电阻之类的东西。叶欢妈了，尼玛的！上一世给老板做牛做马，天天画这些东西，怎么到了这里还得研究这些？操！但是毕竟是自己的老本行啊。2天时间，叶欢不知不觉之间将自己的符篆水平从3层堆叠提到了5层堆叠。原身从1级到2级花了10年，叶欢2级到3级只用了1天。也就是说，原身原来是2级符篆师，现在是3级了。这升级速度说出去简直会吓坏一堆人。一旦达到3级，就不只是能做起爆符这种低端的东西了，像是炼器境界使用的能瞬间100%恢复巅峰状态的回春符，也可以开始试着做了。只要不是致命伤，哪怕伤得再重，就算灵气也耗光了，拿出1张贴身上激活，立马原地满血复活。这要是在擂台之上，你的对手眼看就要倒下了，结果给你来这一死出，谁都会崩溃。所以这东西的抢手程度还有它的价值，堪比一些灵气了，绝对属于一符难求。可惜外门根本没有人能做出来5层堆叠的回春符，会做这东西的早早的就已经被宗门吸纳为内门弟子了，怎么会还任由这种宝贝疙瘩在外门闲晃？叶欢正全身心的沉浸在科学的海洋里，搞了好几天，终于成功的用丝印机把回春符也给印了出来。只是回春符需要的材料特殊，所以只印了几张就没材料了。姓叶的，你给老子出来 ！TMD 挖墙脚，挖到老子的头上来了！今天老子不打爆你，就不姓荣！哐啷一声，叶欢小院的门被踢破了，一个彪形大汉闯了进来。你就是叶欢？放下手上的东西，走出房间来到院子里。叶欢神色不善，我不管你是谁，院门损坏，10个灵石，拿来。叶欢拿斜眼一瞥壮汉，霸气的一伸手。壮汉当然不会给，不给，那我就上报执法堂，你破坏私人财物，取消你本次宗门大比的资格。每3年一次的宗门大比，外门弟子都很重视，毕竟错过了就得再等3年。但是这3年期间被宗门处罚过的不能参加，所以拿这个来威胁这莽汉，太合适不过了。啊呸！还敢问我要灵石？区区一个炼器5阶，也敢打我道侣的主意，老子要宰了你！匆忙间，远处奔来一人，正是沈惊鸿。冲进小院子就是一声暴喝：荣有路，你做什么？我做什么？你居然还护着他？说是不是他？大汉看着惊鸿仙子，手却委屈地一指叶欢。叶欢明白了，这是发现自己头上顶了绿帽子，来找叶欢兴师问罪来了。不过叶欢一向嘴硬，没有证据的事他是不会承认的。不过他很好奇，这莽汉到底是怎么发现的，而且还这么快就发现了。喂，你怎么发现的？闻言，壮汉荣有路更受伤了。你他妈还敢承认？我打听过了，之前他就在集市上见过你，然后晚上就不见了，第2天就骚得不成样子。办事儿的时候花样换了一茬又一茬，不是你搞的鬼，还能有谁？还 TM 咬我耳朵。叶欢明白了，岛国72世这小浪蹄子10岁之位了，还偷学了2招，结果在和自家汉子办事的时候不小心漏了底，被怀疑了。沈惊鸿羞得满脸通红，你放屁，你胡说！叶欢伸手制止2人，他忙着呢，没有心思调解家庭矛盾。先是一个责怪的眼神递给了惊鸿仙子，意思很明显，怪他太不小心了，学了那岛国72世也不要马上回家就用在自己道侣身上，不怀疑才怪。然后又转过头冷冷地看着荣有路，首先你没有证据，其次我睡了又怎的，再有门你依旧的赔，最后如果你想动手，我就把今天的事儿捅到执法堂去，所以留下10枚灵石，滚吧！叶欢霸气地说完，一挥手就要进房去，他要继续研究前身留下来的那些符文玉简。和欢宗是严禁私斗的，叶欢不怕他乱来。至于那院门，赔也得赔，不赔也得赔。不过合欢宗也是有地方供内门或外门弟子解决恩怨的。荣有怒气得直发抖，指着叶欢：你敢跟我上站台吗？站台就是内门或外门弟子解决恩怨的地方，常年有执法长老在那里守着。上了站台，打死无怨。叶欢直接2个字丢下来：没空。我出100枚灵石，与你赌斗，滚！我出1000枚灵石，你这个有胆子做没胆子承认的东西，上站台！叶欢觉得如果再不答应，荣有路可能会原地爆炸。不过1000枚灵石确实让他动心了，毕竟前身是个穷光蛋，靠符篆挣点小钱，
除开修炼和用来买符篆材料之外，就没有剩什么钱了。1000灵石足够支撑叶欢研究符篆很长一段时间了，而且这么多灵石，就是荣有路这个土财主来说，都是一笔不菲的开支。叶欢他没有理由不动心，转过头来看了一眼这个因为生气而导致气息外露的炼气8阶壮汉，在那里明明白白地暴露着自己的等级，看样子是真被那顶帽子给气坏了。1000枚，这还差不多，走吧。惊鸿仙子一脸的焦急。叶师兄，你何必？他已经是炼气8阶的高手了，我记得你才炼气5阶的，你如何能打得过？看得出来他是真的怕叶欢受到什么伤害，真的是一日那啥百日恩了。虽然还没有百日，但也有恩了。当然也可能是担心叶欢要是伤重，后面可就没有人给他治疗了。叶欢点头，放心，我自有计较。荣有路先行，叶欢随后，惊鸿仙子紧跟。来到站台处，向执法长老说明了情况，然后荣有路交了1000灵石给长老，就迫不及待上了台。这1000灵石不是给叶枫的出场费，这是赌斗的钱，谁赢了谁带走。荣有路算盘打得很响啊，以他8阶的实力暴打5阶的叶欢，气出了不说，1000灵石也依然是自己的。叶欢正要上台，耳边传来了沈惊鸿的声音：叶师兄，荣有路是体修，一身功夫都在肉上，抗打击能力极强，而且跟他3年了，他的命门所在一直没有告诉过别人，连我也不知道，你可不要大意了。叶欢点了点头，虽然自己有把握战而胜之，但是沈惊鸿这宁可出卖道侣，也不能让拼夫受到伤害的做法，让他感到十分的窝心，顿时好感倍升，决定下回轻点儿。叶欢一跳上了台，执法长老一声唱门，开始了。站台比斗，生死各安天命，开始吧。荣有路见到叶欢上台，长老喊了开始，顿时就是一声怒喝，半身衣衫砰的一声爆开，向前几步，步步都在站台之上踩出足足有1寸深的脚印，向叶欢杀来。临近了就是一个正拳轰出，直砸叶欢面门。叶欢的破望之眼从刚才开始就已经启用了，现在他的眼里荣有路全身都是破绽，一个侧身避过荣有路的一拳，同时伸出手，两指一并在荣有路腋下穴上点了一下，那个位置已经被系统标记了出来，别人看不到，但是叶欢眼里却就像在眼前伸手可及一般。两人错身而过，叶欢站立不动，荣有路轰然一声倒在地上，生死不知。站台之下一片哗然，我看到了什么？快告诉我，我是不是眼花了？5阶，姓叶的才5阶，荣有路都8阶了，一招，这开玩笑吧？而且他基本上没有用灵力，没有灵力外放，没有用招数躲避，就侧了个身，然后出了一指。他到底怎么做到的 ？TMD， 这下宗门大比又多出来一个高手。叶欢看着自己的手，感到十分不可思议。刚才对战之时，破望之眼启动，荣有路所有的进攻路线，包括可能的变招路线，全都在他对攻的瞬间就印在了叶欢的脑子里。还有那个被大大标红的弱点，他本能的顺着上去点了一下，就完了。尼玛，神技啊！这才是破望之眼真正的用法。系统，我再次跟你道歉，你真的是最强系统，宿主过奖。注意你的对手，他还没有死。叶欢转过身，却看到严可儿也夹杂在人群中，正神色复杂的看着台上两人视线，刹那间对视。台上叶欢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耳朵，台下严可儿浑身一软。叶欢向严可儿发完信号，就低头看向荣有路，毕竟现在还在站台之上，按理站台之上，这个时候他要冲上去暴打一顿也是合情合理的，但叶欢并不屑于这样做，打人要打疼，不然他下回还要来缠着你。荣有路，你不会就这点本事吧？被刺激到了的荣有路艰难地爬起来，叶欢做了一个来的姿势，勾了勾手，荣有路再一次扑了上来，只不过这一回他咬着牙火力全开，灵犀冲撞，炼气8阶，说明他后劲足，加上又使出了战技，这一下基本上没有人看好叶欢了。身法灵活又如何？这可是在站台之上，方寸之间腾挪，总有那么一不小心的情况出现。何况刚才那种一指就戳倒的情况，一旦有了防备，要想再复现基本上不可能。果然接下来破望之眼虽然第一时间找出了破定，但是叶欢身体速度却跟不上了，而且荣有路还把自己的弱点给保护了起来，弱点就在那里，但是戳不上有什么用？何况体修最厉害的攻击方式就是他们的身体，那身体如铁似钢，比一般的法器还要更加坚硬。现在的荣有路冲撞起来，叶欢只能避其锋芒，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叶欢拿出来了一张起爆符，在一次错身而过的瞬间激发，然后丢向了荣有路。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响彻云霄，
整个擂台上都烟尘四起，然后就看到荣有路飞出了站台，死死地嵌在了一旁的山石之上。出气多，进气少了。沈惊鸿吓得连忙去扣人，这就是1公斤 TNT 当量的威力。叶欢自己也是勉强站立，这起爆符用的不熟练，刚才那阵冲击波差一点连他一起给掀翻了。现在虽然能站着，但要再打一场的话就很勉强了。台下众人此时齐齐倒呼了一口凉气，然后开始了蛐蛐。这威力第一次见到啊！听说这是他独家研究的起爆符，比宗门里的那种威力要高3成，价格要贵1倍。不对，怎么看上去他自己也受伤了？这姓叶的不会是被自己的起爆符给炸伤了吧？哈哈，没错，叶欢把自己给炸伤了，但也算是赢了。正要下台，突然台下传来一个声音：“慢着！”台下众人分出一条小道，走出来一人，英俊潇洒，相貌堂堂的样子令人作呕。在下陆景然，荣有路是我好兄弟，阁下在这站台之上与我兄弟对战，却使用身外之物，此战有失公平。叶欢抬头一看，陆景然，这不是严可儿那道侣吗？严可儿和沈惊鸿两人斗得死去活来的，你和荣有路因此3天2头的不对付，还搞得火气十足，昨天还在捅刀子，这会儿变成好兄弟了。呸！不要脸！叶欢想起来了，站台之上有规则，有财物的赌斗，双方最多是可以出3个人的，毕竟谁没有几个好兄弟呢？一边3个人一直站到最后，还有人站着的才是胜者，方能拿走赌斗双方押上的财物。但那是平常比斗的规则，防的是双方战力不均衡而出台的一种平衡之法。但是这陆景然，这是看叶欢受了伤，想摘果子来了啊！严可儿拉着陆景然的衣袖，像是在说着什么，却被陆景然甩开了，然后继续向台上走来。叶欢耳边突然传来声音：“叶师兄小心，他擅长远攻，你近不了他身的话，起爆符是没有用的。”我的好可儿，真是没有白疼你，下回我也轻一点。叶欢看向站台边上的执法长老，眼神之中充满不悦。长老，这是我和荣有路2人之间的私事，不涉及外人。那长老耷拉着眼皮，头都没有抬一下。刚才荣有路上台之前只说站台比斗，可没有说这一句，所以按正常规则进行。得，意思是要站满3场，因为叶欢这边只有1个人，而那荣有路倒下了，所以最少还有2场。叶欢恨不得扇自己一巴掌，居然把站台这么重要的规则给忘了。陆景然终于上了台，哼，姓叶的，我与荣兄生死之交，你借外物伤他，我自然是要出手为他讨一个公道的。叶欢有些不耐烦了，摘桃子就摘桃子，还他妈扯什么胡皮？再度转头看向执法长老，长老，这站台可有规矩，不能用外物。这回耷拉着眼皮的长老回答，很让叶欢舒心。放屁，爱用什么用什么。这下子站在台上的陆景然脸皮臊得没处放了。哼，你爱用就用吧，陆某只是看不惯罢了。今天我陆景然要为荣兄报仇。台下的人一片嘘声。你报个屁仇啊，还真当我们不认识你吗？你前天还在思过言，和荣有路2人对骂不休。兄台，真有此事，可否慢慢说来？当然是真的了，我跟你讲，他们俩的道侣。台下闹他们的，台上的进程可没有停。很快执法长老喊了开始。正常来说，叶欢受了伤，就算不受伤，他一个表面5阶实际6阶的人也很难对抗一个9阶强者，所以最好的选择是叶欢认输，只要跳下台，后面自然不会追杀他。但是那1000灵石可就归陆景然了。叶欢站直了身体，眼神开始变得锐利。老子最讨厌那些平时不出力，项目一完结就跳出来摘桃子的人了。上一辈子职场之上我没有办法，但是现在……陆景然一脸冷笑。规矩如此，现在你又能有什么办法？叶欢好整以暇，拿出一张回春符贴在了自己胸口上，然后发动，只一瞬间3阶符转的威力尽显，一道流光在他身上闪过，伤势尽去，叶欢恢复了全盛状态。那是回春符？他妈的，叶欢疯了不成？一次比斗罢了，他居然用了回春符？那东西很贵吗？贵算什么？关键是没有，就算是内门弟子也很难搞到一张。那可是3阶符传，是保命的压箱底宝贝，3000枚灵石才能换一张，还得有货才行。败家子啊！台下众人继续倒吸一口凉气。等陆景然反应过来那是什么的时候，已经恢复全盛状态的叶欢又拿出来了一把扇子出来，轻轻地给自己扇着凉风。台下众人一看，这他妈那是扇子，那是一打起爆符，整整一打。叶欢亮出那一打起爆符的时候，陆景然眼神一缩，
危机感促使他第一时间做出了最直接的反应，弹上高空就要远离。炼气境还不能飞，但是9阶了，可以短暂的滞空，这是他的优势。再加上他修习的战技都是火球术之类的远攻法术，所以他一般都习惯拉开距离，拉得远远的，再像放风筝一样吊着对方打就是了。火球术不费力气，磨也能磨死叶欢，毕竟自己可不是脑子里长肌肉的体修，而正经的法修一脉。可惜叶欢预判了他的预判。叶欢的原身学的那些术法很杂，但有一样用的特别溜，搬运术。因为他是符篆师，坐在那里画符的时候经常要这个要那个，起身去拿又要中断绘画，容易出错。于是他就用这个术法，把他需要的东西从别的地方直接搬运到自己的手上。所以这是一种隔空操控物品的术法，很低级，但却很实用，能快速的把东西搬到自己的手上。当然也可以把手上的东西搬运到别的地方去，甚至于原身把这一术法练到了近乎瞬移的地步，东西越小瞬移的越快，快到人眼都无法识别。现在叶欢手上的起爆符少了一张，而他又刚好出现在了陆景然跳起来的那个高度上，没有前摇，甚至没有任何征兆。一道巨大的爆炸响起，又把陆景然重新炸回了地面。叶欢手再一摇，余下的11张符又少了7张。陆景然落地的位置7个方向上各停留着1张，只留了一个方向是空的，为7却1，还是没有前摇。但叶欢明显是故意停顿了半秒，让陆景然心里的恐惧无限放大，然后再引爆。7张起爆符产生的巨大的爆炸，当场把没有反应过来的陆景然给生生炸晕了过去，而且巨大的冲击力正好把他从那个缺口位置抛了出去，也嵌在了容有陆待过的那块巨石边上。吓得严可儿急忙上前，如法炮制，把陆景然从石头上扣了下来，一前一后。容有陆和陆景然两人都同样的被炸飞，还嵌在同一块石头上。很难说叶欢不是故意的，至于为什么没有弄死，毕竟是宗门内切磋，虽说上了站台是生死勿论，但做人留一线，日后也好相见。陆景然背后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背景还没有搞清楚，贸然弄死的话有些不智。若是在野外相遇的话，叶欢根本用不了9张，3张就能弄死他，然后挫骨扬灰，连魂魄都不会留下一丝丝。碾压，绝对的碾压，一个5级炼器对9级炼器境的碾压。台下所有人只看到了一件事，那就是叶欢亮出起爆符，然后陆景然就跳了起来，再然后就被炸回原地，又被炸飞到了石头上嵌着。陆景然9阶炼器士，术法强者，居然连一颗火球术都没有发出来，就直接晕死过去了，还是被自己的道侣严可儿从石头上扣下来的，太丢人了。台下鸦雀无声，就连执法长老那一直耷拉着的眼皮都睁开了。慢慢的，声音开始出现：1张回春符，8张起爆符。不对，打荣有路还用了1张，差不多4000枚灵石的符篆了。这小子为了1000灵石的赌物搭上了4000灵石，值得吗？你说的不对，打荣有路是为了那1000灵石，但是叶欢打陆景然，纯纯的就是泄愤了吧？起爆符虽远不如回春符贵重，也是100枚1张的。所有没有值不值得的说话，只有看他爽不爽了。爽！叶欢没有听这些议论，只是看向台下四周，那犀利的眼神犹如一把钢刀横扫四方。毕竟按照规则，还可以跳出来一个人摘桃子。还有谁？没有人再上台了，但台人观战的人群中却突然响起一个声音：叶师兄神武，只是不知道那回春符，叶师兄手上还有吗？我等想求购1枚。对，想求购1枚。还有那起爆符，我等也有兴趣。开玩笑，回春符自己也只有几张了，得省着用，怎么可能出售？见无人再有上台的想法，叶欢这才松了一口气，抱拳向四周一礼：各位同门，回春符已经用完了，不过起爆符倘有余，有兴趣来我居所洽谈即可。然后从执法长老那里取回灵石，头也不回地走了。一边走，心里一边在滴血，冲动了，太冲动了，4000灵石啊！冲动是魔鬼。叶欢越走越远，2个少女模样的女子却站在远处，一直盯着他的背影。回春符有多少张，宗门都是有数的，他手里那1张绝对不可能是宗门流出去的。他自己就是符篆师，难不成他已经升为3级符篆师了？完全有这个可能。看来这一次的宗门大比有热闹可以看了。怎么我们的符道长老起了爱财的心思，想收个关门弟子了？随缘吧，看他能不能进前10。叶欢的身影飘逸远去，2个少女也消失在了原地，只留下众人依然在津津乐道刚才看到了2场挑战。严可儿和沈金红2人的道侣都在家里养伤，也不知道这俩美人是找了什么理由才能跑出来见叶欢的。
总之，结果是叶欢睡了他们俩，还胖揍了两人的道侣一顿，还挣了一笔零食，最后还得到了9长老和10长老的青睐，简直是秦始皇摸电线，赢妈了。叶欢把近期发生的事情都盘点了一下，修为增长因为两女元因暂时耗尽的原因，所以慢了下来。不过合欢宗又不是只有这2个美人，只要你有实力，美人多的是，前提是你得有钱。今天是合欢宗不远的鬼市营业的日子，叶欢想要依靠大量的制作回春符来挣灵石的话，所缺的灵玉髓这一样材料得去鬼市上看看。于是把所有近期印刷的起爆符，还有余下的几张回春符都带上，准备去鬼市上碰碰运气。按照记忆里的路线，出了合欢宗的山门，向前连过2个山头，来到了一处山谷。传说那里的主事人是一方大宗门的巨擘，有他护佑，这鬼市才能一直繁荣至今。而鬼市之所以存在，则是因为在那里能经常交换到一些很稀少的材料或者物品，而且受那巨擘庇护，不用担心市场内黑吃黑。在门口照例交上10块灵石作为入场费之后，守门的2人放叶欢进去了。叶欢拿出一个易容用的面具，先伪装了一下才进入。这山谷还是挺大的，里面已经挤满了人，洋洋洒洒的，居然有5、6千人在谷中。叶欢简单算了一下，光看到的这些人所交入场费就有几万枚灵石，鬼市的主人真的是赚翻了。而且从山谷入口到山谷底部，基本上都被各色摊位给占满了，卖阵盘的，卖丹药的，卖符篆的，好不热闹。时间还早，叶欢一个摊位一个摊位的逛了过去，却没有看到自己想要的灵玉髓，无奈只能找了一个角落，把自己要卖的那些起爆符还有一张回春符给摆了出来，同时还有一块牌子，收灵玉髓，然后就开始闭目养神了。没办法，不会吆喝，要是在鬼市都找不到灵玉髓，就只有等下1个月再来了。至于宗门里面的灵玉髓，不是没有，只是宗门那个德性都是低价收高价卖的，那黑暗程度令人肉疼。以起爆符为例，普通版的起爆符宗门里收1张给20灵石，但是宗门卖1张出来要50灵石，净挣30灵石。像叶欢这样威力超出30%的，收1张也才给30灵石，但是卖1张出来要100灵石，70个灵石的利润黑，那是真黑。而叶欢制作的这种独家起爆符，每1张成本虽然才10灵石的样子，卖给宗门虽说有挣，但是能卖多一点不好吗？在这黑市中卖70或者80灵石1张，也比拿回宗门让那帮子吸血鬼用31张的吐血价回收来的强吧。这就是黑市存在的意义，也就是这黑市主人实力强横，不然周边的几个宗门早就出手把这里给端了，因为这里的存在简直就是断个大宗门的财路啊。这位师兄，这是回春符吗？敢问如何交换？一少年站在了叶欢的摊位前面，指着那唯一的1张回春符，有些激动地发问。叶欢没有说话，只是伸手指了指牌子，上面写收灵玉髓。灵玉髓东西倒是不贵重，但稀少啊，兄台是想1张回春符换1份灵玉髓吗？叶欢不语，只是点了点头。黑市上做生意就是这样的，尽量不要被别人认出来，能不露脸就不露脸，能不说话就不说话，不然被人盯上的话，给你在回家路上来个灵元垢，哭都哭不出来。毕竟匹夫无罪，怀璧其罪。那少年想了想，师兄可否容我去筹备，先给我留着，可好？黑市上一般都是以物换物的，但没有那么巧，刚才别人就有你想要的东西，所以通常这种情况要允许别人一点时间，对方会先用东西去别的摊位，或者是自己同行的人身上换来叶欢想要的灵玉髓，然后再来和叶欢进行交换。叶欢点了点头，伸手把那张回春符折了一个角，这是鬼市通行的做法，符类的折了一个角，就代表1个时辰内暂时有主，其余人要换就只能稍后别人弃交易之后了。其余的像阵盘、丹药或是别的东西，就是拿个东西压住，也表示同一个意思。那少年欢欢喜喜的去了。叶欢重新闭上了眼睛养神，看来今天大概率不会空跑了。一个少女的声音在叶欢的摊位前响起：咦，这鬼市上居然还会出现回春符？喂，这符我要了。叶欢还没有睁眼就知道自己碰上一个厨了。鬼市里常有各个宗门或世家的公子小姐之类来看个新鲜，他们其实并不缺少资源，但新奇的没去过的地方却总想来凑凑热闹。虽然方室之内安全得很，但是来回的路上却危险万分，所以平常各宗门是不许自家那些娇小姐或者公子哥来的，怕的就是有些不长眼的会把他们当肥羊给宰了。叶欢睁眼，龙离摊位前是一位娇俏可人的少女，以叶欢和欢宗混迹10几年的眼力，一眼就看出还是个厨。细看一副讨喜的娃娃脸，额前碎发下是饱满的额头，衬得那双杏眼愈发圆溜，像浸在清泉里的黑葡萄，
眼尾还带着点天然的上翘，像猫科动物撒娇时竖起的绒毛鼻梁小巧挺翘，鼻尖缀着粒若有似无的小雀斑，脚踝上还系了一个银色的小铃铛。果然，一脸不谙世事的邻家小妹模样。看在对方长得漂亮的份儿，叶欢破天荒地解释了一句，俯角折起，代表此物有人看中，正在筹备款项当中。1个时辰之后，若他不来，则别人方可竞价。这是黑市的规矩。叶欢特别把规矩2个字咬得重了些，意思很明显，这幅已经有人看上了，交易失败才轮得到你。可是那少女却没有领会到叶欢的意思，自古买卖价高者得，我出2份灵玉髓，如何？叶欢长叹一口气，原来不只是个厨，还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厨。叶欢顿时兴趣缺缺，闭上眼不再理他。远处行来一人，翩翩公子打扮，与女子衣衫款式相近，一眼就能看出2人师出同门。师妹在此停住，可是看到喜欢的东西了。看上什么？师兄买给你。那就这个回春符，可是他说有主了，我出双倍他都不卖。哼，回春符，师妹真是好运气啊。喂，你这小子，我们龙葵宗的少主龙离小姐看上你的东西，那是你的福气，给你2倍还不满意？如此不长眼。叶欢眉头皱了起来。呸，什么龙离凤离的，老子今天出门没看黄历吗？怎么碰到的买家一个个的这么不长眼？叶欢睁眼，眼里已经没有了半分善意，正要开口赶人，之前那个少年上气不接下气的回来了。摊主，我回来了，没有超时吧？尚在时限之内，我所要之物或等价之物，你可寻来了。灵玉髓确实没有换到，不过我师兄偶然得了一枚上古玉符，虽然已经损坏无法激发，但是从品质上来看，绝对是很有研究价值的，不知可否交换？说着，拿出了那枚玉符。以玉为符，这是上古先民的手段，那是人族刚刚脱离妖族的统治，学妖族的制服手段搞出来的东西。但是这以玉为符的制作方法，在人妖2族战乱之时失传了。这里能看到一枚，也是意外之喜了。叶枫直接发动了破妄之眼，玉符内层层叠叠，全都是没有见过的字符和符文。宿主可以交换，这玉符虽然破损，但内里却含有一门极为厉害的上古符文，很有价值。等等，人家要的是灵玉髓，不是这什么破损的玉符，你这东西不合适，交易作废。现在轮到我们了。龙葵宗的龙离大小姐不等叶欢开口，直接就说人家拿来的东西不合格，然后伸手就想去取叶欢摊位上的那张回春符。先前在一旁给龙离帮腔的男子慌忙拉住龙离的衣袖，大小姐且慢，这黑市是有一些规矩的，比如这符类的物品未达成交易之前不可以用手碰，因为只要碰触就有激发的可能，商品损毁的话，责任是谁的就不好说了。叶欢刚才出手的准备都做好了，敢乱伸手，他不介意教训这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无知少女。冷哼一声，自顾自地拿走那张回春符，递给了那小年，同时接过了那枚残破的玉符收入囊中。一枚不知作用的玉符换叶欢一张价值3000枚灵石的回春符，大赚一笔。那少年千恩万谢地走了，龙离在一边气得直打哆嗦。然后叶欢好整以暇的又取出一张放在了面前的摊位之中。龙离眼前一亮，你居然还有？莫非你是3级符篆师？这回春符是你练的？回春符是保命的东西，谁也不会嫌它多，所以黑市之中只要出来一张，那基本上是出一张抢一抢，分分钟卖完的。之前叶欢的面前就摆了几张，也不吆喝，所以没什么人注意。龙离这一惊呼不要紧，现场一下子炸了锅，边上的人一下子就凑了过来。回春符？哪里有？是真的回春符吗？怎么换？我要10张。10张？这等宝贝，能留出来1张都算稀奇了。你想屁吃呢？别急，我看看摊主要怎么换。叶欢也没料到这回春符能这么受欢迎，怪不得刚才那小子急吼吼的就去找东西来换了，也不管是不是叶欢要的。这么受欢迎，早就知道来的时候就直接吼一嗓子，喂，我先来的。龙离都快要哭了。啊呸，什么你先来的？我看那幅上面还没有折角呢，你凭什么说你先来的？少年，我有灵玉髓，我跟你换，1张回春符换1份灵玉髓，本来就是黑市里的正常行情。不过今天有龙离这个厨在，价格怕是会上涨了。龙离小嘴巴恶狠狠的一撇，声调拔高，我出2份。你谁啊你？男的嘴上没毛，女的胸无2两，就你这样子，你说2份就2份，你给得起吗？说话的这人背上背着一把长刀，很典型的天刀门特征，不愧是毒蛇天刀之名。
这个宗门出来的人个个都是骂街好手，他们的对手很多都是被那一嘴毒舌骂的实在受不了，和他们硬拼也不逃命，最后被一刀劈成两半的。可想而知那嘴有多毒，一句话就对得龙离七窍生烟。话说在龙葵宗里，自己那可是小祖宗一般的存在，要风的风，要雨得雨，还从来没有人敢当着他的面说他胸无二两，还说他买不起。这怎么受得了？二话不说，拿起储物袋就往叶欢的摊子上倒。我买不起，让你们这群土豹子看看谁买不起。哗啦哗啦的一连倒出了好几件东西，件件价值超过了回春符，最有价值的居然还有一件符宝。符宝啊，灵气级以上的法器，经5级符王之手才有可能从灵气上面分出来的保命之物。这东西分出一份就会减少原品一定的威力，通常都是宗门大能为了自己的晚辈安全才专门找人制作的。像天刀门的门主手上的那把天刀灵器，用它为蓝本制作出来的符宝，至少也有原身30%的威力，关键之时丢出去，一般的元婴都挡不住这一击。像这样的符宝换100张回春符都够了，毕竟回春符只对炼气境有用，3000灵石也能买1张的。符宝可是花钱都买不到的好宝贝。元婴看了都说好。以叶欢摊位为中心，凡是看到了的都变得安静了下来。师妹，师妹，大小姐，才不入白。一边的小子手忙脚乱地拉住龙离，一边帮龙离把东西往回装。一声大小姐把龙离像是叫回了魂。回过神来的龙离看了一眼四周，没人和他争了，但全是贪婪的眼神。龙离知道自己闯祸了，只能硬着头皮问叶欢：这位摊主，2份灵玉髓换你1张，可以吗？声音越来越低，都不敢看周围人的眼睛了。叶欢冷笑，现在才想起来黑市的可怕，有些晚了吧？反正卖给谁不是卖。我那回春符虽然值点钱，但是你那符宝怕是保不住了。拿起那张回春符递给了龙离，同时接过2份灵玉髓，就不理他了。不知天高地厚，活该。龙离拿起回春符，拉着他师兄逃也似的跑了，但是他的身后默默地跟上去了几条尾巴。宿主系统测到，此女是十分难得的先天元婴圣体，体内元婴旺盛，如果能和她双修，你可以连跳2阶，达到至少8阶的实力。叶欢心里一个咯噔，一声暗骂，不早说，刚才他离开的时候后面跟了几条尾巴，怕是活不过今晚了。系统推算，那些尾巴大概率会在他离开黑市之后，在回城的路上伏击他。为了那枚符宝，千金易得，符宝难求，多半如此。宿主要不要跟上去看看？不过死了的少女身上可没有元婴之气可以吸哦。呸，你这系统胡说八道些什么？虽然嘴上这么说，但是叶欢还是默默收起了摊子，反正余下的起爆符也卖得差不多了，要是能救人一命，再要求对方以身相许什么的，不算过分吧。叶欢收起了摊子，几百张起爆符卖了几十张出去了，手里还剩一大把。不过回春符卖了2张，还顺利交换到了自己制作下一批回春符所需的灵玉髓。今天的目的已经达成，就只剩那个身怀先天元婴圣体的龙离小妹妹了。出了鬼市的门，远远跟在那波尾巴的后面。最前面的龙离师兄妹2人时不时的回头向后面观察，跟来的尾巴里面筑基期的都有3个，炼气8、9阶的也有10来个。龙离2人还没有筑基，根本没有什么反抗的余地，甚至于后面那波人跟得越来越近，有些明目张胆了。2人走的这条路正是回龙葵宗的路。放心，我已经给宗内发了信号，宗内高手已经出发，正在来接应的路上，我们不会有事的。对于师兄安慰的话，龙离稍稍有些安心。都怪我，财不露白的道理我懂，当时就是。师兄一边小声的安慰着，一边加快了速度，但是后面有没有更多的尾巴也不知道。突然，前面几个黑衣人拦住了2人的去路，一个手拿长刀的结巴汉子跳了出来：此路是我在，此树是我开，若想从此过，留下符宝。哎，尼玛，装都不装了，开口直接要符宝，这是抢劫的吗？这摆明了就是鬼市里面黑吃黑的。龙离师兄妹2人脸一黑，师兄将龙离护在身后，开口呵斥：可知我们是何人？敢抢我们？活得不耐烦了？我管你们是何人！后面跟着的尾巴也围了上来，前面后面一共10几个人把2人团团围住了。看来这就是今天的所有人了，其中还有3个是已经筑基的高手，连叶欢看了都直咂舌。我的个乖乖，系统看一下是不是有3个筑基？宿主，系统检测的确有3个筑基。如果宿主不准备捡尸，那就要考虑用强硬手段抢人了，毕竟这种黑吃黑是不会留活口的。妈的，10几个人里还有3个筑基，怎么抢？有了，这师兄妹2人
顶个一会儿还是能够做到的。叶欢慢慢绕到了前面去，然后偷偷布置了起来。很快，龙离两人扛不住压力了，两人直接把符宝掏了出来，做出防御状。龙离的师兄居然也有一枚符宝，符宝的攻击力无双，元婴都能伤到，所以根本不是区区筑基能抗得下来的。符宝在手，两人这才安心了许多。但是一枚符宝鼎多用3次，内存的力量就会耗尽，一共6次，面对10几个人根本不够用。不过谁先扑上来，谁就得先死，所以一时之间倒也僵持了下来。正好也给叶欢在前面布置陷阱拖延了足够的时间。远方又飞奔来一人，众人齐喊：老大！完了，这批人的头头来了。叶欢刚好布置完成，过来看情况，就看到了这一幕。看那来人的周身灵力波动，这新来的头头至少也是个筑基后期了。现在一共4个筑基。那人一来，劈头盖脸的就是一顿骂：娘西皮，怕什么？我们10几个人，他们就2个人。老大，他们手上有符宝。符宝又怎么了？符宝一般都是进攻的，咱们远程攻击，拉开了打，让他们进不了身不就行了？老大说的有理。火球术、冰剑术、落石术，一堆的基础法术向两人头顶落下，都是一群练气，筑基也只有4名，远攻的手段也有限的紧。但就算是这样，龙离两人一顿左闪左突也好不狼狈。如果场上没有别的力量介入，两人最终的下场就只有死了。最终，龙离的师兄为了保护龙离，承受到的攻击最多，最终被落石术给砸死当场。临死前，把他手上的符宝也给了龙离，希望他能撑到宗门来源。只剩下龙离一个人，一边流着泪，一边苦苦支撑。符宝攻击距离有限，敌人不近身势不能乱用，毕竟只有3次机会，而冲出去几步就会被火球给砸回来。眼见龙离也要不敌，我是龙回宗的少主，周围是否有前辈有此？若前辈能救我龙离一命，我龙回宗必须100倍相谢。哈哈哈哈！你喊啊，喊破喉咙都不会有人来救你的。老大，这小妮子长得这么水灵，一会儿先让兄弟们尝尝鲜如何？行，别让他有机会用符宝，浪费任何一次，价值都会下降很多。嘿嘿，明白，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出场，应当正好。叶欢慢慢从一棵大树后面转了出来，脸上的面具伪装一直没有摘。哼，一群大男人用这样卑劣的手段对付一个小女孩子，太无耻了吧！领头的那人斜了一眼叶枫：你是谁 ？TMD， 敢坏我好事，敢不敢留下姓名？叶欢抬头，经过伪装的脸顿时露了出来。喽啰中有人认了出来：是你，是那个卖回春服的。龙离也认出来了叶欢的身份：摊主，不，恩人，救我一命，我龙回宗必须100倍相谢。叶欢本就是冲他来的，于是直接给他传音，让他一会儿爆炸升起之后什么都不用管，朝自己跑过来就好，他自有安排。虽然看上去叶欢只是明练气，但是莫名龙离心却渐渐安定了下来。一会儿的大战，叶欢要把人活着带走，有些压箱底的东西就得用出来了。虽然说痕迹太明显，他们早晚能查到自己头上，但是能先误导一下也好啊。哼，本人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合欢宗陆景然。对不起了，严坎的道侣，谁叫你和我一样是法修呢？借你名字用用吧。那领头的一声冷笑：合欢宗陆景然，哼，看你那样子还在练气劲吧，也敢学人家英雄救美？兄弟们上，给我弄死他！叶欢伸手一打起，抱符在手，想弄死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得罪谁也不要得罪一名符师，因为你不会知道他到底有多少压箱底的宝贝。搬运术施展，几个冲过来的喽啰每人面门一掌，轰然炸响，突如其来的巨大爆炸声又是同时起爆的，简直震耳欲聋。全场众人俱是一愣，叶欢一瞪龙离，快！毫厘之间，龙离就已经跑到了叶欢的身后。叶欢一把抓起龙离的手，就往自己刚才设下的陷阱方向跑去。后面烟尘之中传来一声怒吼：娘的，给老子追！老子要剥了他的皮！跑出不过几百米远，叶欢拉着龙离的手就来到事先布置好的大阵当中。作为一个符转师，基础阵法是必须要研究的，因为有些阵法也是可以用符转的方式来体现。好的阵法师未必是符转师，但好的符转师必定会是一名好的阵法师。来到阵中，叶欢动作慢了下来。龙离正在奇怪为何要慢下来，后面的人就追了上来，只一瞬又将两人团团围住。跑啊，怎么不跑了？再跑一个给爷看看！他娘的，合欢宗陆景然是吧？恐怕你今天要把命交代在这里了。给我上！龙离紧紧地抓着叶欢的衣角，
眼里全是恐惧。如果叶欢死了，那他最好的下场就是马上死；如果活着落到这群人手里，他一定会生不如死。龙离暗暗下定决心，哪怕是死了，自己的身体也必须是碎片。不知道身后的龙离在想些什么，叶欢只微微一笑，只觉一捻，方圆上百米范围的地上顿时亮起了一套阵法。不好意思，你们中计了，8门金锁阵。且阵法亮起，将10几个人连同叶欢和龙离都被困在了阵中。但是叶欢和龙离待的地方是生门不远处，而那10几个人待的地方很快就会非伤即死。不好，我们被困了，是8门金锁阵。这是合欢宗弟子常用的阵法，不算高级，他果然是合欢宗的人。没事，这阵困不了我们多久，快找生门，找到生门就可以出去了。阵法之内人声鼎沸，乱哄哄一片。生门附近的叶欢不慌不忙，拿出了2把起爆符。没错，是2把，起码是几百张的量。起爆符这东西，就算价值不如回春符，但是几百张加起来也是几万枚灵石了。叶欢的行为把身后的龙离都看呆了，哪怕是身为龙葵宗的少宗主，也没见过有人拿几百张起爆符砸人的，太奢侈了。丢出去之后，叶欢迅速把龙离压在了身下护住，然后整个8门金锁阵每一个区域都开始了大爆炸，练气期的一个都没跑得了，全部被当场炸死。至于那4个筑基，包括那个筑基后期的头，则是重点关照对象，每一个人至少安排了30张360度无死角轰炸。不过叶欢知道，筑基境界的可没那么容易死，毕竟1张起爆符只相当于1公斤 TNT 当量，要能靠数量就堆死1名筑基，那这里也就不是修仙界了。所以首批爆炸发生后，他就拉起龙离从生门离开了。至于场中余下还能活几个，那就看这些人谁的命大了。2人一口气狂奔100里开外。记忆中这附近是有一个天然小山洞的，以前叶欢路过这里看到过。到了小山洞里，龙离终于支撑不住晕了过去，叶欢则在洞外除味消除痕迹，同时观察了一会儿，确保没有人追来，这才进洞开始检查龙离的伤势。洞里有一些草垛，可能是附近山民储藏的干草，还好龙离就是虚脱了，加上有些惊吓过度。宿主预计还有3分钟他就要醒了。3分钟，那得加快计划了。叶欢拿出合欢宗秘制媚药给龙离服了1颗，然后就躺在他边上一起装晕了。龙离悠悠醒来，发现自己倒在山洞里，身边一男子还在昏迷之中，是恩公。用他原本是要在黑市里销售的价值好几万灵石的起爆符救了他，那可能是恩公的全部家当，不由得心头一暖。恩公，你醒醒，快醒醒！叶欢醒来，先咬破嘴里的一节鸡小肠，吐了一口里面装的鸡血，整个一副重伤濒死的样子。恩公，你没事吧？你怎么样？叶欢艰难起身。我没事，爆炸威力太强，我当时为了保护你，把你压在身下，但是背上还是被冲击波扫到了。都怪我。没事，你快检查一下你自己的身体情况，看有没有受伤。龙离马上检查了起来，一切完好，不过就是有点热热的。我好像没事，但是身体热热的，好想脱衣服。叶欢脸色一变，什么？燥热？快看看，是不是中了毒？我听他们说要把你那啥，他们会不会在攻击你和你师兄的时候，不知不觉间给你下了春药？叶欢一脸凝重，龙离一下子就慌了。什么？那怎么办？还真的是越来越热了，龙离都快要哭出来了。我给你看看。叶欢伸手给龙离搭了一下脉。不好，是天下第一媚药，男人的奶，此药无解，必须。说到必须，叶欢一下子住了嘴，脸上神色古怪。龙离这会儿已经热得满头微汗，心跳加速，而且已经有些恍惚了。看叶欢说到关键的时候卖起了关子，于是急得催促：必须什么？你快说啊！他们好狠毒的手段，中了此毒必须与男子某某方可解毒，否则就会七窍流血，爆体而亡。这一时之间荒山野岭的，我上那儿去找男人来给你解毒啊！龙离脑子嗡的一声，不断回想着叶欢的话：七窍流血，爆体而亡，七窍流血，爆体而亡，七窍流血，爆体而亡。不行，我不能死在这里，不然师兄就白死了，我还要找他们报仇呢。龙离的眼神慢慢变得坚定，然后果然来到了叶欢的身边，开始扒起了叶欢的衣服。喂，龙离小姐，你这是在做什么？对不起了恩公，这里只有你一个男人，我只能……不行，你我仅一面之缘，而且我有意中人了，我可是刚刚才救了你，你不能恩将仇报啊！对不起了，
温公。很快，叶欢的衣服就被龙离给撕了个精光。明面上，叶欢刚才还吐了血，伤重未曾痊愈，所以没有多少力气来抵抗龙离的动作才是正常的反应。温公，事急从权，龙离以后会给您补偿的。不要啊！不要脸！系统，你说什么？哦，我说不要让他动你的脸，上面的伪装要是掉了，将来人家找上门来，你陆景然的马甲也是会掉的，到时候你最好是这个意思。哼！两人这一番大战可以说无比曲折。龙离根本不通男女之事，动作青涩也就算了，只是抱着脱光光的叶欢狂亲个不停，搞得叶欢一身的口水。无奈最后还是叶欢巧妙的引导之下，他这才成功。合欢大法运转不休，缕缕先天元应吸入叶欢体内。6阶后期，7阶初期，7阶中期，7阶后期，8阶初期，8阶中期，8阶后期。对龙离，叶欢可不像对严可儿和沈惊鸿那样的粗暴，未经人事的少女特别让叶欢心疼。不过吸起对方的先天元婴来，那可是一点都不带手软的。大补啊！一夜之间，叶欢连跳2阶，直接到了炼气8阶的后期巅峰。清晨的阳光透过洞口照进来了一丝丝，就那一丝照在了龙离光滑的背上，照得他雪白又透光的肌肤显得那样圣洁。昨夜太过疯狂，令两人精疲力尽。最后龙离就这样扑在叶欢的怀里，紧紧地贴着，沉沉睡去，睡梦中还眼角带泪，呢喃不止，真是令人心疼。那帮天杀的黑吃黑的家伙可把龙离吓坏了。龙离醒来，两人一丝不挂，昨夜的事还历历在目。想到最后奔宫极力挣扎，还是被自己给，就有些脸红，轻手轻脚的起来，穿好衣服，看沉睡的叶欢眼角还带着泪痕，忍不住轻轻给他拭去。奔宫，对不起，龙离昨天晚上是不得己的，将来我一定会补偿你的。说完，从身上拿出了很多的灵石，还有各种宝物，包括师兄身死后留下的那枚符宝，也一股脑的全堆在了叶欢的身边。一转身，扶着墙，艰难的挪动着脚步走了。系统，他走远了吗？走远了，这里其实离龙葵宗已经不远了，他应该很安全了。还有，宿主你眼角的那一滴泪实在是太没有必要了，我这不是为了表示自己是被迫的吗？画蛇添足，演技实在太烂了。叶欢起身，看着那一堆的各色珍宝和灵石，有些恍惚。睡完了，留下些钱财，穿上衣服，拍拍屁股走人。妈的，到底是自己被睡了，还是他被睡了？不过看在那一堆的值钱物件上，叶欢还是忍不住收了起来。唉，没想到这个刁蛮公主还是个性情中人。叶欢手拿着一瓶18边灵酒，一口一口补充着昨夜损耗的体力，一边得意地哼着歌，悠哉悠哉地回了合欢宗。到了小院，第一时间就把那无名少年用来交换回春符的玉符拿了出来，准备好好研究研究。玉符通体长5寸，阔4寸，略圆，像个手把剑一般，直接用灵石制成的，上面布满神秘的线条。不过这块灵石本身已经没有什么灵力了，而且叶欢隐隐有感应，这些符文绝对不止表面，整块玉符的内部也应该是充满了符文才对。破望之眼启动，玉符里面的内容马上清晰地出现在了叶欢的脑海中。果然，里面层层叠叠，居然有13个符文。看上去每一个符文都很简单，而且一个符文就是一个阵法，13个符文互相之间还有关联，太神奇了。大致推断，这13个符文一起发挥作用，才应该是这枚玉符完整的功能。叶欢震惊了，在这白虎世界中，阵、药、符3大辅助职业，1级、2级、3级、4级，前4级只要努力，用资源堆也能堆得出来。但是后面第5级为符王，6级为符圣，7级为符帝，想成为这3个等级，那就得拼天赋和机缘了。有些符传师好手穷经，家财散尽，几百年时间，终其一生连第5级符王的水平都达不到，更别说后面的符圣和符帝了。叶欢原身10几年才升到2级，可想而知符传师的晋级路线到底有多难。但是叶欢手里这枚玉符里面居然是13个上古符文，一符文一阵法，13个一起构成的一个综合性的阵法。13层阵相叠是什么概念？可能需要7级的符帝才有可能弄得出来。在此之前，叶欢连听都没有听过。再仔细一看，这些符文还都不认识，顿时头大了。系统，出来干活。宿主，这枚玉符已经损坏，里面的13个符文破碎严重，目前只有一个是比较完整的，可以提出来复制到符纸之上，查看它的作用是什么。操，连有什么功用都不清楚，你就让我用回春符交换。叶欢骂骂咧咧的准备好好研究一下。下一秒，系统把整个符文连同这个符文的大道印记的感受
直接复制进了他的脑子里。上古符文是先民为奴之时从妖族那边偷学到的知识，极为简单，但是却与大道相合。正因为如此，却又极难参透，因为他每一笔都能和大道共鸣。大道感悟这种东西，一个炼气境的小卡拉米怎么可能悟得了？所以把大道感悟像系统这样直接给叶欢传进脑子，简直跟作弊没什么两样了。叶欢取出一张空白的符纸，一笔一笔将脑子里的符文艰难地画在了符纸之上。平时他画符都没有这么艰难，今天整得快虚脱了，才勉强把这个并不是很复杂的符文给复刻出来。眼前符纸跟平时他画的还有复印的那些符纸不一样了，具体哪里不一样，叶欢说不上来。大道神韵，果然神奇。于是休息了一会儿，又画了2张出来，直到灵力和精神力完全耗尽，得找个什么东西先试一试。叶欢带上3张上古符文，来到了后山湖边，这里有很多小动物喝水。宗门里有些内门弟子，甚至长老们都把自己的灵兽放在这里放养。不过叶欢一个外门弟子，可不敢打这些家伙的主意，于是盯上了在石头上晒壳的一只小王八。这王八应该不是杀灵兽吧？贴上一张，激发，然后躲得远远的观察，没什么动静。奇怪，叶欢再次上前才发现那王八就没醒，还在睡。于是敲了敲王八壳，喂，醒醒！慢悠悠伸出来一只龟头，随着龟头慢慢伸出，原本龟头后方的褶皱皮肤也慢慢拉平，真是好不惬意啊！绿豆大小的王八眼看了一眼叶欢，发现不是熟人，吓得立马又缩了回去。然后下一秒，叶欢根本没有反应过来，那王八四肢一滑，就像一道流光一样飞了出去，笔直且狠狠地撞在了树上。龟甲边缘因为极快的速度带来的势能，稳稳地嵌在了树上。王八本身则很干脆地晕了过去。叶欢嘴巴都快成 O 型了，神形、速度类的。叶欢兴奋了，这尼玛真是想瞌睡就有人送来枕头啊！原身这些年大部分的精力都花在符篆上了，修为没有多少进步，连与人争斗的手段也没有几样。有了这神形，至少不会被动挨打了吧？迫不及待地贴了一张在身上，然后激发，一道从未有过的玄奥感觉布满全身，整个世界在叶欢的眼中都慢了下来。叶欢奔跑、跳跃，甚至在水面狂奔而不坠，最后一脚蹬在了树上，把树上嵌着的王八都震了出来。在他落地之前，叶欢就带走了他，只空留一阵清风吹过。为了庆祝自己又得一神技，晚上炖王八，叶欢正在院子里享受自己的晚酌时光。后山一阵龙吟虎啸，百兽震惶。谁？是谁吃了我的金钱神龟？让老娘查出来，老娘要剥他的皮！远在前山的叶欢浑身一个机灵，感应暗声，有人念叨我。算了，不管，这到底是什么王八？龟甲边缘锋利不说，背上龟甲纹还是金钱型的，味道是真好啊！而且吃了身上暖暖的，好补的样子。不行了，得找人来泄泄火。当天晚上，先是严可儿，然后又是沈惊鸿，两美人扶墙而出之后，待两人走后，叶欢一查，自身的境界从炼气8层后期又提升到了炼气9层后期，下一步就是10层炼气大圆满了，那就可以筑基了。这进步速度，内门的那些天骄也没这么快的。到这个时候了，叶欢就是再愚钝，也猜得出来那龟不是一般的灵物了，莫名有些心慌。第二天出门去打听，广场上站台下，那里可是八卦集散地。喂，你听说了吗？九长老那只灵龟被人给宰了吃掉了。真的吗？谁这么大胆？天啊！九长老的长春宫都是从这只灵龟身上悟出来的，那只金钱神龟，他宝贝的不得了。我的天，谁干的？叶欢心中暗道不妙，自己带回家偷偷宰杀的，没人看见啊？不是应当按失踪论吗？先打听打听吧。哦，各位同门，你们说的那只龟，确定是被人吃掉了吗？万一是那王八自己跑出去玩了呢？说不定10天半月后就回来了。一资深外门老油条斜了一眼叶欢，切，内门传来的消息，那王八的魂灯都灭了，还不是被人吃了？那金钱神龟可是大补之物，像我们这样的炼气境界吃了，最少都要凭空长一个境界。魂灯不是内门重要弟子才有资格在宗门密地留下的吗？以方便宗门掌控这些核心弟子的情况，你一只王八有必要给他留一盏魂灯？莫名其妙。突然和欢宗内门奔来几名弟子，九长老有令，内门外门所有弟子马上去演武广场集合，速去，不得耽误。九长老有令，内门外门所有弟子马上去演武广场集合，速去，不得耽误。九长老有令，内门外门所有弟子马上去演武广场集合，
速去，不得耽误。看着那传令的弟子全宗门跑着圈儿，一遍遍的喊着，叶欢冷汗一下子就下来了。完了，怎么办？之前和叶欢聊得正嗨的同门一脸诧异。九长老，看来是要全宗清查了。走吧走吧，看热闹去。咦，这位同门，你不去吗？啊，我要去啊。我灶上还炖着肉，我先回去把火灭了，不然糊了。哈哈哈。入了仙门，你还没有辟谷啊？不过偶尔满足一下口腹之欲也很正常，只要你炖的不是那只王八就行。哈哈哈，说笑了，说笑了。叶欢回到院子里，把里里外外一切罪证消灭了个干干净净，一会儿查起来打死都不认就行了。这都一晚上了，那王八早就变米田共了，还查个鬼啊！万事俱备，放心去广场上集合。哟，这不是叶师兄吗？稀客稀客。哈，叶师兄，听说你前段时间一连将荣有路和陆景然两人挑下马，可是修炼有所精进。可惜那天我外出了，未曾见到叶师兄的风采啊。叶欢一边打着哈哈，随口应付着热情的众人。和欢宗那本就是强者为尊，要么你境界高或者地位高，不用出手自然也有人尊重你，要么你实力强，能越级挑战更强者，一样有人尊重你。以前的叶欢就是个小透明，今天也享受了一把万众瞩目的感觉。广场之上早已经人满为患了，不远处荣有路正对着沈金红小心地陪着不是，偶尔看向叶欢这边，眼露凶光。也不知道沈金红到底是怎么把荣有路给安抚下来的，看那样子这舔狗比以前舔的还更凶了。沈金红见叶欢在看，冲着叶欢就是一个媚眼，完全不顾荣有路还在眼前，急得荣有路哇哇叫，但又毫无办法。陆景然和严可儿也在场上，严可儿看向叶欢这边的时候心虚的不行，见叶欢又在用手摸耳朵了，小脸一红，双腿一紧，差点又是一软。陆景然则一直是恨恨地盯着叶欢，上次站台之上他丢人可是丢大发了，不过叶欢没有理他。广场之上共分3层，内门弟子站在中间的平台上，外门弟子则站在第1层的平台上，最高的那一层应当是师门长辈们站的位置。过了一会儿，时间差不多了，合欢宗的10大长老出现在了台上，个个不是俊男就是靓女，尤其是9长老和10长老那一对姐妹花，更是光彩照人，艳压群芳。他们的身后还走出了另外几个着装风格完全不像合欢宗的人，其中赫然便有龙离在内。叶欢心中一声咯噔，龙离，暗自思索，完了，来这么快，那晚的计策属实不够高明，演技也不行，不知道小妮子是不是回过未来了。叶欢正在胡思乱想间，合欢宗大长老信步走出，肃然开口，各位内门外门弟子，今日召集尔等前来，是因为一件大事。数日之前，龙魁堡的少主龙离从宗门外返回时被歹人迫害，是我宗内一位外门弟子出手相救，他才幸免于难。众所周知，龙魁宗与我和欢宗两宗有数万年的交情，大长老在台上巴拉巴拉，从几万年前两宗如何建交，后来友情如何发展，又是如何的有渊源，一路讲了下来。叶欢则在台下天人交战，他当时报的可是陆景然的名字，想着以后有锅可以让他背，但叶欢万万没有想到，先找上门的不是那10几个人的宗门，而是龙离这一边。看大长老这架势，像是要表彰啊，要站出来吗？但这并不代表后面那10几人的宗门不会来找麻烦啊，毕竟实打实的死了10几个人的，要是其中有个什么重要人物的话，算了，还是得先苟着，反正只要自己不承认，就算陆景然站出来说不是他，那也没有关系，顶多这一功劳没人认领罢了，怎么样也不会怀疑到他叶欢头上的。那晚自己从头到尾可都是有伪装的，没有露出过真容。大长老猛然把话一收，那位弟子就是我和欢宗外门弟子陆景然。全场震惊，齐齐看向陆景然，陆景然则比所有人还要震惊，一脸的不可思议，调门都拔高了好几度，指着自己的鼻子问，我？大长老一脸微笑，对，就是你，陆景然，好小子，上前台来。陆景然疯狂回忆自己什么时候救过人。哦，是了，前几天自己因为被叶欢暴打，还被自己的女人从石头上面扣下来，觉得丢了脸面，所以独自一人去外面凡俗小城里喝了次花酒。从花楼里出来时候，的确看到有几个人想欺负一个弱女子来着，当时随口呵斥了几句，救了那女子，然后也没有细看，自己就回来了。难道那女子就是龙魁宗的少主？可为什么龙魁宗的少主那天会功力全失，在花楼的门口被几个凡俗世界的小流氓欺负？也太光怪陆离了些吧。而且他居然认得我的脸，知道我是陆景然，我这张帅脸真的是俊名远播啊！哎呀，
想什么呢？快上前！大长老开始催促了。陆景然只能硬着头皮上去了。刚一站好，龙离上前见礼：“恩公，多谢那晚搭救于我，若不是恩公，那晚我……”陆景然这才看到龙离的样子，眼前一亮，绝色佳人啊！那晚自己怎么就没有多看两眼？喝退那几个混混之后，直接就回来了，真是太浪费了。陆景然恨不得扇自己2个耳光。如此佳人，与自己那道侣严可儿相比，也不遑多让啊。不过自己是从花楼出来的，要是被当众捅出来，陆景然有些不好开口，期期爱爱的不知道怎么说。哦，那晚在下其实……龙离上前一步，伸手制住了陆景然接下来的话，尚未开口，就是小脸一红。恩公真是的，那晚的事怎么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呢？那多羞人啊！恩公，那晚之事不必多言，总之还是要多谢你的。我今天来就是专程来答谢你。懂了。龙葵宗少主不知什么原因功利权力，被几个凡人混混调戏，这的确也不方便在这种场合说出来的，太影响名声了。陆景然一脸了然，于是脸色一正，双手抱拳，一脸淡然。举手之劳，少主不必挂怀，任何一个合欢宗弟子见到都不会无动于衷的。恩公高义，龙离再次拜谢。陆景然连忙虚服了一下，龙离顺势就起来了。龙离认真看了一眼陆景然，没想到恩公的真面目居然如此英俊，要不是他那晚说他有道侣了，倒不失为一个好的夫婿人选。反正我俩都那样了，可惜……大长老又站了出来，我合欢宗弟子个个都是好样的，我宣布，因龙葵宗宗主的请求，合欢宗破例将陆景然直接纳入内门，将由我亲自教导。小子，你可愿意啊？陆景然反应了一下，才明白这是大长老要收他为徒的意思。外门奋斗数年，还不如自己随手在路边就一个人来的福报大，当即就跪了下去。徒儿愿意拜见师尊。好，我合欢宗众弟子当勉励之。全场一片祝贺之声。恭喜大长老又得一家徒，贺喜陆师兄得入龙门。唯有叶欢下巴差一点掉地上了。要脸吗？是你的功劳吗？你就认？这他妈也可以啊！叶欢的下巴都快要脱臼了。突然，远方一艘法宝楼船飞来，在合欢宗门大阵之外停住。远远的，只见船头站一人，身后跟着几十名弟子的样子。天刀门大长老周云帆，邪门人前来合欢宗拜会。天刀门外号毒蛇天刀，天刀门的人嘴都很毒，因为其修行理念特殊，不管是和强敌，他们都讲究一往无前，一气而破，一刀断一切。虽然他们刀法威力惊人，却也缺点明显，蓄势时间太长，但是又讲究一刀断一切，那只要对方一直躲，就能轻易把他们耗死，一刀都发不出来。所以他们的弟子常常激怒别人，一旦成功，对方就会面红耳赤的和他们硬对硬拼命，这样他们的刀法就能发挥最大威力。久而久之，就发展出了他们一套特别的作战方式。先骂人，骂到对方失控，等对方冲上来，再一刀斩之，最终才成就了他们毒蛇天刀之名。这也导致没有一个宗门喜欢他们。听到天刀门的大长老带人来拜会，合欢宗的大长老一下子就黑了脸。不过各宗门间带着弟子上门切磋是修仙界的传统，除非你封山拒客，否则同级别宗门之间的正常上门切磋请求是不能拒绝的。一旦拒绝，万一被对方满天下宣传说你怕了他们，那合欢宗的脸都要丢尽了。合欢宗大长老林玄风随即哈哈一笑，哈哈，天刀门周大长老，欢迎，不知前来所为何事啊？合欢宗山门大阵放开一个口子，对方楼船进来，然后刷刷刷一群人跳了下来。至此一切正常，就是下来的天刀门人个个眼高于顶，傲气凌人。林玄风看着下船来的这些天刀门人，太阳穴青筋直跳，脸上笑嘻嘻，心里麻麦批。毒蛇天刀就是一坨臭狗屎，谁家好人修仙第一课是先学如何骂人的。林大长老，我天刀门许久未曾登门切磋过了，今日贸然前来，失礼了。然后就是毫无营养的商业互吹。但是叶欢心里却突突直跳，那天刀门大长老周云帆的身后跟了几个人，其中就有那晚围杀龙离的4名筑基。那不用想了，被叶欢几百张符炸死掉的那10几个人也是天刀门的了。刚刚发生了那样的事，这才几天，天刀门就直接来合欢宗切磋了。切的什么磋？这是冲叶欢？哦不，这是冲陆景然来的。叶欢心里一下子就舒爽了，我就说嘛，坑不能白挖。台上龙离还有那几名龙葵宗来人已经默默退到了林大长老身后，不过龙离却对着天刀门的人怒目而视，牙龈都要咬出血来了。很显然，龙离也把那4人认了出来。下一步，
龙离正打算要去追查围杀他们的人是谁，没想到得来全不费功夫啊。不过今天是在合欢宗，他们龙葵宗只是客人，而且只有5、6人在此，人数少，不便翻脸。知道的是天刀门就好，自然是要回去让龙葵宗的宗主爹爹好好与天刀门计较一番的。陆景然这会儿已经回到了严可儿身边，正兴奋地跟严可儿说着什么。叶欢眼睛一转，计上心来，走上前去一个抱拳：陆师兄逾越龙门，成为内门弟子，居然还拜入了大长老名下，想那大长老已经多年不收徒了，陆师兄可是关门弟子啊！恭喜陆师兄，贺喜陆师兄！陆景然浑身一僵，这声音他可太熟悉不过了。缓缓转过身来，果然看到了叶欢那一张平平无奇的脸。叶欢，哼，这一声师兄，陆某人可担不起啊！入内门者为师兄，这是宗门规矩，哪里像我，在外门15年了，靠年龄混了升师兄，惭愧啊！陆景然脸色一暗，哼，战力强又如何？老子入了内门，从此天高任我飞，你还不是得乖乖来拍马屁？于是语气傲然道：你有何事？叶欢掏出100张起爆符，这些符按宗门的回收价都值3000枚灵石，正常找叶欢私下购买也是要6000多灵石的。就算入了内门，他陆景然1个月的灵石供应也就只有30枚罢了，这一下子就是200个月的量啊！不过对叶欢来讲，100张也就几个时辰的印刷罢了。前段时间叶某多有得罪，这是叶某一点小小心意，特以此为陆师兄贺，还望笑呢。叶欢笑嘻嘻的递上这100张起爆符，陆景然有些异动。200个月的内门弟子福利，之前为了1000灵石，他陆景然就敢上台摘叶欢的果子，现在6倍。要干嘛？不要，不要白不要！陆景然的脸色一下子就多云转晴，不动声色地把叶欢的这100张起爆符收入囊中。哎呀，误会误会，那点小事我早就忘了。以后有什么事情尽可以来内门找我，帮得上的我一定帮，言下之意帮不上的就算了，但是帮不帮得上那我说了算。说完还拍了拍叶欢的肩膀，以示自己大度。叶欢顺势把头凑过来，那以后就要麻烦陆师兄了。哦，对了，陆师兄，你看台上那龙葵宗少主龙离，他看向天刀门那几个人的眼神可不太对劲啊。陆师兄该不会就是从那几人手上救了龙离少主吧？叶欢开始挖坑了。陆景然心里直犯嘀咕，看了一眼台上，果然如叶欢所言，龙离一直盯着那几个人，脸黑的都要成锅底了。难不成那几个凡俗世界的小混混是这几个人安排专门的？那自己坏了人家的好事啊！叶欢适当的添了一把火，恐怕一会儿这天刀门切磋会直接点师兄的名字啊！陆景然脸色都变了，虽然他现在是内门弟子，不过还只是个练气8级啊，要真点自己的名字，自己是上还是不上呢？此时台上天刀门大长老周云帆开始挑事儿了。咦，今天龙葵宗的人也在啊？难不成你们正在切磋？林玄风笑着摇头，非也非也，我宗门弟子救了龙葵宗少主，他们是来道谢的，顺便我也收那小子做了个徒弟。原来如此，不知是合欢宗那位英杰，我周云帆是否有这个荣幸认识一下这位小英雄啊？天刀门周云帆图穷匕现，叶欢心头一紧，林玄风毫无所觉。他叫陆景然，还是个练气8阶，就不必耽搁周长老的时间了。贵门要切磋的话，咱们就直接按惯例挑人开始吧，正好我内门外门弟子都在，也让他们开开眼啊。也好也好，不过正好我带来的弟子也有几个练气的，这第一场就让他们领教一下高徒陆景然的高招吧，能让林长老看上收为徒弟，必有过人之处啊。陆景然心里一个咯噔，完了，真的是冲我来的。叶欢看到陆景然脸上的精彩，心里爽透了。陆师兄不必担心，叶某刚才给你的100张符足够你应对了，用完了叶某再给你补上就是。你这刚刚才拜师的关门弟子，要是输了，丢的可是林大长老的脸啊，还有我和欢宗的脸面。不过你要是赢了，人前显胜的机会啊。叶欢的话犹如恶魔的低语，句句击中了陆景然的心房。对啊，陆景然回想起上次叶欢几张起爆符就把他炸得七荤八素的那威力，台上林玄风有些举棋不定，自己新收的这个弟子才练气8阶而已，什么战绩啊法器啊都还没有给过他，万一输了。正在权衡间，就看到陆景然大步流星向台上走来。师尊，既然天刀门的道友想找徒儿切磋，那就如他们的愿吧。林玄风脸上露出笑容，虽然新收的这个弟子是看在龙葵宗的面子上，但这份胆气属实上乘，心性如此，将来成就必不会差，徒儿有把握。陆景然一脸傲然，师尊放心，铜镜之中我无敌。
内门弟子，还上诸位长老、龙葵宗的众人，还有那一众天刀门的人，齐刷刷看向了陆景然。同境无敌，好大的口气！台下合欢宗的外门弟子则齐刷刷地看向了叶欢，当着你的面儿吹牛逼，谁给他的勇气？叶欢心里狂吼：尼玛，看我干鸡毛！看他！周云帆气笑了：同境无敌，好，好，好！我天刀门炼气境弟子陈天，炼气大圆满，领教贵弟子高招。说完，他身后走出一人，台下一片哗然。炼气大圆满，对炼气8层后期，倒是想看看他陆景然怎么实现自己吹下的牛逼。场上迅速空出一片区域，地下缓缓升起一站台。广场上的站台设置本身就是为了应对各宗切磋的，此时正好用上。两人齐齐上了台，台下众人开始给两边各自阵营加油。陆师兄，干死他！陈师弟，加油！站台是有利于天刀门功法施展的，因为能躲的空间有限，不用骂人他也能斩到对手。但是空间有限，对于手执起爆符的陆景然来说同样也是有利的。两人的战斗开始了，陈天一刀力劈华山，当头就是一斩，气势雄浑，无人可挡。天刀门的威势尽显，陆景然侧身躲过，然后掏出了起爆符。数十息之后，炼气大圆满的陈天被陆景然一连用了10几张起爆符轰出了站台，死死地贴在广场边上的大石头上，犹如一片锅贴。出气多，进气少了。台上烟尘散尽，陆景然负手立心头狂吼：爽！台下欢呼一片。原来这就是轰人的快感，原来这就是人前险胜的舒爽。观战台上，天刀门一方的4名筑基期面对自家周云帆长老递过来的问询眼神，狠狠地点了一下头。没错，确定了，就是他干的。10几名师弟就是他用起爆符杀的，这种独家秘制的起爆符不会认错。周云帆缓缓转过头，看陆景然的眼神已经变得冰冷，因为那死去的10几个弟子中有一个是他的私生子。今天他来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为了确定仇家。令徒真是好手段啊！林玄风得意大笑，哈哈，虽说用的是外物，但是善用符篆也是一种本事嘛。承让了。台下严可儿站在叶欢身边，看着这个与自己有过好几次肌肤之亲的男人，传音道：叶师兄，为何要帮他？哎，毕竟睡了人家的道侣，让人家风光一次又有何妨？哦，对了，刚才我的暗号看到了吧？晚上记得来哦。严可儿轻啐一口，惊觉这是在公共场合，四下一望，发现并没有人注意到，这才放下心来，脸又红的就跟苹果似的，如蚊子叮一般，轻轻嗯了一声。周云帆缓缓开口：也罢，不过下一轮我希望贵宗还是出一个不用起爆符的弟子来应战为好，不然这切磋就没有意义了，是吧？锁定了仇人就好，私生子的仇可以以后再报，今天天刀门的脸面还是要想办法保住的。林玄风正在兴头上：行啊，不过陆竟然是你们自己挑的吗？怪不得我哦。这第2轮你们又打算怎么比？还是要挑战炼气境吗？浑然不知自己已经被叶欢坑了的陆景然听到了台上师尊与天刀门的对话，眼珠一转，抬手一礼：师尊，外门之中的炼气境人才辈出，可不止我一人。叶欢叶师兄，上次站台切磋之时，我以1招之差败于他手，如此英杰，当可代表我和欢宗炼气境弟子与天刀门一战。台下观战的合欢宗众弟子倒吸一口凉气：谁？炼气5阶的叶欢吗？人家上次就是用起爆符把陆景然打败的。陆景然推荐叶欢不用起爆符去对战天刀门下一个强者，陆景然真是黑啊！不过台下也没有人点破，毕竟没有必要为了一个外门弟子得罪一个大长老的关门弟子啊。本已经躲到了众人身后，准备抽身离开的叶欢闻言，心里也开始骂娘了：操！陆景然这小王八蛋，还是不打算放过我啊？不用起爆符的比斗，这是想赢我一个大的？老子那100张起爆符是为了狗吗？想归想，但还是不得不转过身来。林玄风一脸的惊喜：哦，还赢过你那倒是不错。周长老，你天刀门意下如何？哼，谁来不是来，只要不用起爆符就行。陈的，你上。陆景然下了站台，那名叫陈的男子上了站台，又是一个炼气大圆满。林玄风看向台下，见众人正盯着一个人，想来那便是叶欢了。台下可是叶欢？叶欢见过大长老，若是由你出战，你可有把握？叶欢当然有把握，不过被宗门里面仅次于宗主的大长老点名了，要是还藏掖着，以后暴露实力的话，万一人家一个不爽，怕是自己会被针对啊。算了，已经被关注了，那就小小的险胜一下吧，让陆景然这小子知道自己也不是好惹的。
于是昂头回大长老，铜镜之内，我亦无敌。话毕，飞身上了站台。叶欢和那叫陈的男子在站台之上遥遥对立。台下陆景然大声吼着：叶欢师兄，这一局的规则是不能用起爆符哦，加油！叶欢没有去看陆景然的嘴脸，想必他很期待自己惊慌无措的样子吧。对不起，要让你失望了。叶欢一身灵力开始调动，炼气9层后期巅峰的实力展露无遗。台下原来叽叽喳喳的，突然死一般的寂静。9层？是9层？还是后期巅峰的9层？没错。可是前段时间他不还是5层吗？之前他的确是5层，不过那是很久以前了。和荣有路、陆景然打那一场，他好像并没有暴露过自己的修为啊。天杀的，居然藏这么好！马上宗门大比，又要多一个竞争对手了。娘西皮，我有一局里麻麦皮，不知当讲不当讲。观战台上，9长老上官婉和上官如玉看着站台中间的两人，齐齐眼前一亮。上官婉看向自己的姐姐上官如玉，姐，3级符师还是个炼气9层后期巅峰，你要是真的不动心，那我可要动心喽，我那长春宫还没有男弟子会呢。上官如玉一脸不屑，怎么想让他学会了和你交流？你要真收了他做徒弟，师徒这层身份摆着，你好下手。上官婉顿时哑然，良久才叹一口气，那姐姐你收了他。上官如玉看了看场中，等他进了前实再说吧，我那符道虽不是顶级，却也不可轻传。执法长老喊了开始，叶欢左手背在身后，右手拿至胸前捏了一个剑指，然后冷冷地看着对手，看清楚了，这一指会很帅。随后叶欢左手的神行符静悄悄地在手里画，为了虚无，世间的一切都慢了下来。陈的一声冷笑，看不起我，连把兵器都不屑用，那行，有种老子的刀砍下来的时候，你他娘的别躲。取出长刀，炼气大元满境界全力催动，舞得水泄不通。但是那动作在叶欢眼里慢得跟3岁小孩差不多。叶欢觉得自己就连破望之眼都不用发动，轻松就可以找到对方的破绽，然后一击破之。不过出于对自己对手的尊重，他还是启用了破望之眼。一瞬间，对方的刀法路线甚至于发力的方式都被系统印在了叶欢的脑海中。如果此时拿一把刀给叶欢，他甚至能原封不动比划的和陈帝一模一样。胜负其实一开始就注定了的。叶欢顿觉索然无味。陈的这套刀法自13岁起，每日就要练习至少100次，每天砍桩都至少10根。单论刀法，他有这个底气，不会输给任何人。可惜他碰到了叶欢，一片树叶随风划过两人的视线，在他们视线被树叶切断的一瞬间，两人的身形在站台的中央完成了一次交错，然后都停了下来。这就是真正的高手过招，一招就足以定胜负了。好快，怎么可能这么快？天下武功无坚不破，唯快不破。陈的失去了意识，哐啷一声倒在了台上。叶欢站在原地，迎风独立，右手还捏着那一道剑指，果然很帅。赢了，你们看清了吗？没有，太快了。叶欢不是体修，他就应当是法修才对。他怎么做到和那个陈帝一样快的？是符，加快速度的符篆。但这加速的程度，怕是……台下和欢宗和天刀门的人一片骇然，台上所有的人则不由自主地向前了一小步。没多少人看清了叶欢的动作，但是长老这个级别都看清了。两人相错而过时，叶欢的剑指以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切入了陈的怀中，点中了潭中穴，断了陈帝所运功法的气路。错开之后，陈的自己体内的灵气乱涌，生生把他给憋晕了过去。虽然叶欢用的那符可以加快他的速度，但最可怕的是那份眼力，那是金丹境界的弟子都不一定会有的洞察力。可是他现在才练气啊！许久之后，众人才反应过来，叶欢赢了，而且如此干脆利落。严可儿和沈惊鸿虽然和叶欢有过好多次肌肤之亲，但两人就像从来没有认识过叶欢一样，上上下下看个不停。台上龙离不知道为什么心脏狂跳，满眼都是星星。上官如玉和上官婉两人就那么定定地看着，然后脸色一变，齐齐开口：叶欢，我乃第9长老，长春功法开创者，你可愿入我门下？叶欢，我乃第10长老，合欢宗唯一符王，你可愿入我门下？林玄风大长老上前一大步：我是大长老，我先说，叶欢，入我门下，我全力栽培你，20年内必入金丹。然后是第2长老、3长老、4长老，台上七嘴八舌抢开了。林玄风、冲周云帆还有龙葵宝宗等人一个抱拳：对不住了各位，宗内有事，
改日再回叶欢留下。内门弟子、外门弟子都散了。周云帆冷哼一声，一般切磋以3场为佳，连输2场，也没有脸再留下来战第3场了，带着天刀门的人跳上楼船走了。龙葵宗的人也回了1里之后走了。龙离还有些恋恋不舍的1步3回头，偷偷把叶欢看了又看。林玄风则转过身，继续和几个长老争辩不休。叶欢和陆景然相比，陆景然是因为救了龙离，人家宗门来感谢他才被收入内门的，而叶欢入内门，但他却是凭自己的实力硬生生打进去的。两人高下立判，陆景然这下子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黑着脸也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场面，顷刻之间烟消云散。看着台上争论不休的众长老，叶欢无奈地摇了摇头：“各位长老，可愿听弟子一言？”几人停了下来，看着叶欢：“对啊，我们抢个屁啊，得人家自己愿意才行。来，你说你是怎么个意思？”“我自然是想拜入内门的，若能拜一名长老为师，那更是我9世修来的福气。只是拜师一事重大，还请各位长老容我思虑一番，再做决定。众长老你看我，我看你，只得作罢。行，依你。”选好之后，自正门直香而入，10大长老的门前见礼即可。多谢各位长老。叶欢回到了自己的小院子，今天的一切太奇幻了，需要好好梳理梳理。首先，天刀门认为杀了他10几名弟子的人是陆景然，当然是因为什么被杀的，他们心知肚明，所以不好放到明面上来说，现在这锅是陆景然背了的。其次，龙葵宗也认为救了龙离的人是陆景然，这就形成了闭环。但是自己也暴露了神行符和自己已经9层后期巅峰的实力，当然以后合欢宗内门任由自己进了，对于自己的修行很有利。夜半时分，叶欢还在桌前喝着酒，一边等着严可儿过来交流，一边想着心事。咚咚咚，门又响了，但来的却不是严可儿，而是上官婉儿。来的是上官婉儿，合欢宗的9长老。严可儿和沈惊鸿心心念念想拜的师傅，上官婉儿往那里一站，就是一幅绝美的画。上官婉儿，她墨发如瀑垂落，额前碎发拂过光洁玉额，眉似远山寒带，眸若秋水寒星，琼鼻挺翘，唇似樱瓣染霞，肌肤胜雪7霜，一袭素白仙纱裹身，肩披淡紫霞帔，腰间玉带缀着一枚莹润玉坠，身形窈窕如若柳扶风，周身似有月华流转，一颦一笑皆凌尘绝俗。叶欢都看呆了，怎么不请我进去？回过神来的叶欢这才把他请了进来。两人坐定之后，叶欢的心还扑通扑通跳个不停，只因这上官婉儿实在是太美了，哪怕是叶欢2世为人，也没有任何一个美人能在颜值上胜得过她。定了定神，叶欢才开口，不知9长老深夜前来，所谓何事？上官婉儿却没有顺着叶欢的话回答，而是反问了他一个问题：叶欢，我且问你，你是否已经晋级为3级符篆师了？这不是什么秘密，有心人只要推算一下就能得出这个结论，毕竟回春符只有3级符篆师才能造得出来。于是叶欢承认了。上官婉儿含笑点头，果然如此，没想到外门还有你这样精彩绝绝的人物。9长老过奖了。9长老，您今天漏夜前来，是想收弟子为徒吧？叶欢一语道破来意。上官婉儿却笑着摇了摇头，白天我与姐姐争抢，只不过做给别人看的，你福道如此有天分，当然是拜入我姐姐门下更好啊。来给自己姐姐说情的，还真是姐妹情深啊。功法方面虽然重要，但只要能过一下叶欢的眼，他立马就能通过破妄之眼学会这门功法，甚至于还能修改出更强大的功法来。所以符之一道对自己的帮助的确很大，甚至于超过功法。其余的长老又能给叶欢什么？无非也就是些功法、丹药、阵法之类的。不过叶欢又仔细看了上官婉儿一眼，如此美人，系统上官婉儿的元阴之气是否充足？系统检测到上官婉儿还是元阴之身，元阴之气自然充足。处女，合欢宗9长老还是个未经人事的厨子，这说出去谁信？宿主上官婉儿和她的姐姐都是元阴之身，而且他们都修习有上官婉儿独创的长春功，所以元阴之气会生生不绝，与之同修极为有益。叶欢眼神一下子就亮了起来。不过事情得慢慢来，急不得啊。上官婉儿看叶欢半晌没有吭声，以为他有什么顾虑，忍不住开口道：叶欢可是有什么顾虑？又或者你有什么条件想提？叶欢顾惊喜，抬头直视上官婉儿那有如秋水一般的双眸。可以吗？当然可以啊，只要别太过分，我和姐姐都能满足你。叶欢舔了舔嘴唇，伸手指了指上官婉儿腰间玉带上坠着的那枚莹润玉坠。我喜欢9长老和10长老腰间这玉坠，不知道女子腰间之物向来都是贴身私密物品，
哪怕是在风气开放的合欢宗，公然向人索要此物也是极为孟浪的行为。除非你想和他有什么，而且叶欢可不是只要了他上官婉的，言语之间更是连他姐上官如玉也一并包含在内。上官婉的脸一下子就红透了。呸！我可是九长老，将来你入我姐门下，还要叫我一声师叔呢。叶欢试探着问道。那一点可能都没有吗？意识到叶欢是认真的，上官婉也不由得神色一正。我和我姐对于道侣的要求可是很高的，对功法的研究要超过我，方可入我眼，而符道造诣要超过我姐，她才会对你另眼相看。你自己想想，你能搞定我们俩个中的那个？叶欢不语，就目前来说，可能2个都达不到。不过嘛，虽然上官婉独自一人就开创了长春宫，但是叶欢有破望之眼在手，功法造诣上超过上官婉只是时间问题。而符道一途有系统帮忙推演其余12个符文，将来有一天成为符王，甚至于超过符王也不是白日做梦啊。见叶欢不语，上官婉松了一口气，他还真怕这叶欢死脑筋，非要提出那不可能的想法，那到时候他和姐姐就只能放弃这个最佳弟子人选了。行了，我也知道这2条件很高，不然我和姐姐也不会这么多年一直孤单了。至于拜师一事，看缘分吧。上官婉言语之间甚是落寞，准备起身离去了。叶欢抬头，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伸出手，手心向上，无比真诚地看着上官婉的眼睛。我想试一试。试一试？那当然在你，不过我和姐姐可不会给你任何承诺的，当然也不会管束于你。你当真要试一试？叶欢不言，只是把手再向前伸了一寸。上官婉愣住了，明知希望渺茫，叶欢也要坚定一试，让他有些动容。冰封多年的那颗心竟然有了一丝松动，一咬牙摘下了腰间那枚还带着自己体温和余味的淡紫玉坠，放在了叶欢手心之中。叶欢接过那带着体温的软香温玉，送到鼻子边上，深深吸了一口，顶级过肺，顿时把上官婉闹了个大红脸。呸！要死啊你！起身夺门而出，然后又返回来探出半个身子。记得约定哦。然后就消失不见了。叶欢望着空空的门口，久久没有回过神来，直到严可儿鬼鬼祟祟地出现在门口，说了要考虑2天，自然不能第2日就马上去拜师啊。于是第2日，叶欢的小院就热闹了起来。一会儿这个长老托人来打听情况，一会儿那个长老隐晦的让人前来许诺。总之8仙过海，各显神通，却没人想到昨天晚上叶欢就已经被人拿下了。至于这些长老为什么对于叶欢的出现如此欣喜，纯就是因为优秀的人才实在太少了。就叶欢在站台之上表现出来的那份从容和敏锐，大地之姿。过了2日，叶欢终于决定要拜师了。于是他手执清香离开了小院，从合欢宗正门而入。一路之上引得外门弟子围观，都想看看叶欢到底选了哪位长老，为此差点把路都给堵了。叶欢一路前进，穿过正门，穿过子午道，来到了合欢宗内门那高达几10米高师祖塑像之前，恭恭敬敬地把清香插在了的香炉中，抬头打量合欢师祖的塑像。叶欢一直以为是个白胡子老头呢，没想到是个17、18岁女子的模样，这就是数万年前创立了合欢宗的师祖，还是个美艳不可方物的清丽女子，太年轻了一点吧。收拾心神，3拜之后起身，然后继续前进。外门弟子非照不得入内门弟子的居所，所以现在观看叶欢拜师的就只剩内门的弟子了。叶欢信步前行，不断有人把叶欢经过的地方向自家师长汇报，禀报师尊，那叶欢经过了5长老的门口，没进去，还在继续前行。好，再探，再报，禀报师尊，那叶欢经过了7长老的门口，也没进去，还在继续前行。老5老7不知道是不是正在生闷气，哈哈哈。再探，再报，禀报师尊，那叶欢刚经过了我们门口，没进来，还在继续前行。操！叶欢几乎是穿过了所有长老的居所小院，径直到了10长老上官如玉的门前，然后稳稳停了下来。果然，那小子还是选了10长老，我就说他的胜算最高吧。人家毕竟是符王，天南这一区域一共就3个符王，当年他们姐妹能看上咱们合欢宗，也是合欢宗的福气了。可惜了，如此良才美玉，让老师捡了便宜。叶欢对于边上那些议论充耳不闻，单膝跪地，手捧弟子书，朗声报门。外门弟子叶欢求入合欢宗10长老上官如玉门下，望前辈那弟子为徒。叶欢的声音传了进去，上官如玉和上官婉迎了出来。上官如玉，上官如玉，一袭月白流仙裙，墨发松挽间缀着碎钻流苏，眉如远山寒带，眼若秋水横波，琼鼻樱唇不点珠。
肌肤莹润似雪，鬓边斜插的白玉兰随步履轻颤，周身光晕流转，恍若月中谪仙踏云而来。一出场就是全场焦点。正常来说，应当是上官如玉在里面应一声，同意他进去，然后他进去，在里面关起门来行拜师礼。没想到这姐妹俩居然直接迎了出来，这是什么意思？就在大门口，当着宗内所有人的面收徒，要好好显摆一下。其余长老们不高兴也没有办法，谁叫叶欢没选他们呢？好，收你为徒也是为师之幸，无知绝学，当倾囊相授。谢师尊。叶欢3拜起身，然后从怀里掏出一个卷轴，徒儿有拜师礼呈上，此为改良版合欢大法，能将每个周天的运功效率提升1成，是弟子10年苦思所得，今献于师尊，还望师尊笑纳。这是苦思2日，叶欢的决定。既然都已经入了宗门的眼了，不藏拙了，干脆直接大大方方的争取最大利益。不过也不会全献，5个能改的行功节点，只献上去1个试试水仙。但是叶欢此话一出口，周边就炸了。什么？他还能改进功法？吹的吧？敢在拜师礼上拿出来，怎么可能是假的？咱们宗门里有本事自创或者修改功法的，好像只有9长老啊。那他干嘛拜10长老为师哦？对了，符传，这他娘的，叶欢到底还能给我们多少惊喜？上官婉儿一把将叶欢手上的卷轴抢了过来。好啊，你有这本事，干嘛不选我？哼，也不管上官如玉这个姐姐还在一边，直接就打开看了起来。这里，好，的确，如此改进能提升1成，天才啊！上官如玉溺爱的看了一眼自家妹妹，也不管她抢了自己拜师礼什么的，自顾自的进行下一步。此礼我收了，为师赐你周天符文12卷，龙骨伏笔1支，内门弟子法袍1套，还带你师叔赐你长春功法1卷，望你勤奋修炼，早日修成大道。叶欢没有作声，伸着手捧着那些东西，没有动作。一般说到望你早日修成大道的时候，这话就结束了。弟子应当回一句，谨遵师命，收回手，这拜师礼全套就算完成了。叶欢听到这一句，却一动不动的没有反应，顿时周边又炸了锅。啥意思？师尊的赐物他不满意？操，这小子，周天符文12卷是什么级别的宝物？还有那长春功可是地级功法，他还想要什么？长春功都给他了，等于是9长老和10长老2人的绝学都传给他了。他妈的！上官婉儿瞥了一眼现场的情况，看到上官如玉和叶欢2人僵在那里了。叶欢瞪着个牛眼，一眨不眨的看着上官如玉。上官如玉脸开始微红，叶欢想要什么，他怎能不知？上官婉儿回来后就全告诉他了，但是这么僵着也不是个事儿啊。于是有些不自然的把自己腰间的玉带上那枚贴身玉坠取了下来，一并放进了叶欢的手心之中，然后转身快步进了屋。此时那一声迟来的声音终于响起，谢师尊赏赐，谨遵师命。周边明白过来的人中，有人哆哆嗦嗦的指着场中询问，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这小子想屁吃呢？我要杀了他！我要杀了他！来，让开，我尿黄，我来自省他。放开我，别拦着我，老子的女神啊！给了贴身的玉坠，不代表同意成为对方的道侣，但至少也是同意对方展开追求的啊。合欢宗双燕之一的上官如玉把自己的贴身玉坠交出去了。好事者看了一眼还沉溺在合欢大法修订版中的上官婉儿，等等，9长老上官婉儿腰间那枚玉坠呢？长春宫也给他了？难道9长老你说话，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姐妹俩一起操啊！我要杀了他！这下子真的是群情激愤了。后知后觉的上官婉儿卷轴一合，逃也似的跑回了姐姐的院子。叶欢也觉得后背一阵发凉，自己都是徒弟了，进师尊小院不算失礼吧？紧跟着上官婉儿也跑了进去，杀叶欢夺上官，杀叶欢夺上官，杀叶欢夺上官。外面人群激愤，口号都喊上了，不过却也没有一个人敢闯进上官如玉的小院。5级符王的居所，要是人家真的生气了，怕是要喝一壶。入内门第1天，叶欢就成了全合欢宗的公敌。上官2姐妹当初受了合欢宗祖师的恩惠，这才答应入的合欢宗。从他们入宗以来，一个把合欢宗上上下下的功法全梳理了一遍，修改功法无数，最后成了9长老；一个以扶起家，把合欢宗扶到水平，从3流一直拉到了1流，最后成了10长老。重点，这是2个绝世美人啊！宗内多少人想一清芳泽都铩羽而归，但又没有办法，因为人家找道侣的条件是公布了的。
比对功法的理解又比不过上官婉儿，比对符篆的理解又比不过上官如玉。现在好了，叶欢一个刚刚才入门1天的小子，这2朵合欢之花腰间的贴身玉坠就归了他。不知道这小子会躲在被窝里对那2枚玉坠做什么。叶欢进了上官如玉的小院，又跟着进了大堂。咦，拜师礼完成了，你跟进来做甚？上官如玉和上官婉儿好奇地盯着叶欢。哦，这个外面的人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变得好有攻击性，这个徒弟进来躲一躲。听着外面整齐划一的口号，2人顿时失笑。活该，还是上官如玉这个师尊疼叶欢，想了想丢给叶欢一个玉牌，这是天字10号院亲传弟子才有资格居住，给你了，可免去你很多烦恼。亲传弟子，这普通弟子只能师尊召见之时方能前来受教，亲传弟子则是可以随时过来请教的。姐姐，你对叶欢够好的啊。上官婉儿在一边惊叹。叶欢马上明白捡了一个大便宜了，立马收了起来。多谢师尊。等外面的人散得差不多了，叶欢这才出了上官如玉的小院，往天字10号院走去。修仙之人一身的家当都在储物袋里，根本不用搬家，直接去住就行了。风头出尽的叶欢接下来的日子怕是不好过了，先苟一段时间吧。就是现在搬到内门来住了，晚上见严可儿和沈惊鸿2人不太方便了，因为他们俩进不来，要办事就只能去外门之前住的小院了。反正是叶欢的私产，没人住也不敢有人去占的。安顿好后，叶欢直接调系统了。系统破妄之眼。破妄之眼检测到宿主手上的长春功法有一些缺陷，如果系统进行修改，预计可以提升 15% 至 30% 的效率。不过此功法等级为地级推演修改之法，需要1个时辰推演完毕之后会自动传给宿主。地级功法等级黄、玄、地、天4个等级之外，还有传说中的仙级、圣级、神级功法。合欢宗目前的功法最高只到了天级。好，我等着。说完之后，叶欢就开始研究别的东西。一晃就到了深夜。咚咚咚，有人敲门。奇怪，今天是我入住这里的第1天，严可儿和沈惊鸿不可能知道自己住在那里。这么晚了，会是谁？叶欢起身打开房门。上官婉儿。叶欢，你老实告诉我，你对合欢大法的修改并不止于此，对吗？叶欢呆住了，这9长老还真是为了功法痴狂啊，这么晚了觉都不睡跑别的男人房里，就为了问这个。的确不止于此，不过我只打算先这一点出来，后面的我想留着。上官婉儿一下子跳了起来。我就知道，这种修改思路简直跳出3界外，不在5行中，如此天马行空，绝对不可能才修改一点。快告诉我，后面你是如何修改的？上官婉儿步步紧逼，实在太近了，叶欢只能步步后退，最后一屁股顶在后面供台之上才停了下来。此时连上官婉儿那甜腻的呼吸都喷在了叶欢的脸上，他身上的体温都隐隐能感觉得到。小叶欢慢慢站了起来。9长老，上官婉儿，婉儿，你离得太近了，我没办法思考。上官婉儿急忙后退一步。叶欢深呼吸一口，这才稳住了心神。婉儿长老，我刚才差一点就忍不住了。其实要不是怕上官婉儿一掌把他拍扁，刚才就直接顺势上手了。但人家毕竟是长老，元婴境的高手啊，自己连筑基都没有完成，后面还有个金丹，再然后才是元婴，人家一掌就能灭了他，所以不是不想，是不敢。哼，忍不住。但是你闻到我的味道了，你轻薄了我，得赔我。什么？明明是你自己凑上来的，还要我赔？对，赔。不赔不行，就罚你把后面修改的节点告诉我吧。上官婉儿目光炯炯，似笑非笑，盯着叶欢的眼睛不放，像是只要叶欢敢撒谎，他立马就能看出来似的。那一汪秋水差一点又把叶欢给俘虏了。算了，给你。哼，算你识相。不过我也不算白要你的，我那长春功可是地级，可比这黄级的合欢大法强多了，你又不吃亏。叶欢也不回怼，急忙把合欢大法的修改处拿了出来，递给了上官婉儿。接过之后，上官婉儿就直接坐上了叶欢的小床，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一点要离开的意思都没有。一尊元婴大神在自己房间里面还霸占了你的床，你能怎么办？凉拌。第一，系统已经完成了长春功的改进，改进之后的功法效率提升 25%， 请宿主接收。一流数据流涌入了叶欢的脑子里，不愧是地级功法，果然比合欢大法强多了。也不管上官婉儿了，看他那样子时间还早得很。叶欢就在蒲团上坐了下来，开始运转周天，尝试修炼。一个周天接一个周天。东方鱼肚大白。叶欢收工，一睁眼，
上官婉那双大眼睛正滴溜溜地对着他脸看个不停。你还改了我的长春宫？叶欢心里咯噔一下，完了，忘了这小魔星还在屋里，这下要暴露了。说，改了多少？叶欢脸上顿时精彩了起来。说，还是不说？这是个问题。哎，算了，形势比人强。哦，昨天晚上我看了一下下，觉得有几个地方要是调整一下的话会更好。不用你说结果，我都看到了，每个周天2成半的效率提升。你直接告诉我改了哪里，怎么改的？不行，不行。为什么？因为这是我留给我道侣的。叶欢和上官婉大眼瞪小眼，然后婉儿长老气鼓鼓地蹦出来一句：那不行。叶欢下巴一抬：那我也不行。小燕儿，我现在是你亲姐姐的亲传弟子，你顶多就是个师叔，还能强迫我不成？上官婉试图从别的方向说服叶欢。小欢欢，不是我要求高，我的道侣必须是在功法造诣上超过我的。你虽然修改了2门功法，但也不能证明你就比我更强啊。是吗？那你想我怎么证明？再来2本。哦不，10本。这10本我要是都能改动，而且改得更好，你就认可我在功法造诣超过你，你就会同意做我的道侣。上官婉眼珠转了转，一咬牙，行，一言为定。青木长生诀，以木属性灵气滋养肉身，侧重恢复与生机，修炼者周身萦绕青芒，施展法术时草木疯长，提升 15%。 玄水淬体篇，借水之柔劲重塑筋骨，将液态灵气引入经脉冲刷杂质，修炼大成者肌肤如琉璃般通透，提升 13%。 赤焰焚天诀，操控火焰之力，修炼时体内燃起赤色灵火，可焚尽万物，施展法术时热浪席卷数丈，提升 19%。 金刚破虚劲，凝练金属性灵气为锋芒，强化攻击与防御，运转功法时体表浮现金色纹路，坚不可摧，提升 17%。 后土镇月功，引大地之力入体，修炼者下盘稳健如山，施展术法时能引发地动山摇，提升 20%。 阴阳九转玄功，调和阴阳2气，每修炼1转，体内阴阳鱼便旋转1分，可衍生出多种变化，提升 25%。 太虚游云诀，主修身法于隐匿，运转时身轻如燕，能隐匿于云雾之中，踪迹难寻，提升 23%。 万兽听令咒，初步沟通灵兽，修炼者可驱使低阶妖兽为己所用，施展功法时兽吼之声回荡，提升 10%。 周天星辰影，吸收星力淬炼经脉，修炼者夜晚修炼事半功倍，体内星辰虚影闪烁，提升修为，提升 15%。 清风化雨经，掌控风之力量，修炼者可踏风而行，施展法术时狂风呼啸，能将敌人卷入空中，提升 25%。 现在上官婉看叶欢的眼里全是星星，他这一生痴迷功法的创造与改进，本就立志不谈儿女私情，立的那个必须要超过他的誓言，实际上也只是一个拒绝别人的借口。但他没有想到，这样的人居然真的存在。他拿出来的这些功法虽然都是黄级的，但本都是他重新修订过的，本就已经没有什么提升空间了。没想到金叶欢的手还能进行再一次的提升，单就这一点来讲，叶欢的却远胜于他。不过要让他一个元婴境的委身于一个炼气境的，连筑基都还没有筑的人，还比自己矮1倍，怎么都下不去这个手啊？要是被人知道了，天啊！但是眼前这个男子是那么的令人心动，他改功法时的投入劲儿，他把一个一个有误的节点指给自己看时，简直迷死个人。怎么办？怎么办？叶欢似乎看出来上官婉的迟疑。那婉儿长老，这件事情你也不想被人知道吧？你要是不同意，我把今天的事情往外面一说，解。上官婉白了他一眼，这么低级的胁迫之术也敢在他面前拿出来用，这个夫君一定要好好调教调教，不然放出去一定会丢自己脸的。行了，我可以做你道侣，不过什么？不可以告诉我姐。行，也不可以告诉别人。没问题，任何人都不能告诉，起码在你成为元婴之前绝对不能说出去。好婉儿，我保证。我保证可以了吧？叶欢忍不住了，伸手去解上官婉腰上的玉带。别这么猴急啊，你洗澡了吗？先施个洁净术，胡子也要刮一刮。已经猴急的不行的叶欢哪里还听得进去？知道，一会儿刮一会儿刮，是不是忘了上官婉长什么样？看图就长这样。整整3天，两人都没有出房门一步。原本打听到叶欢新住处的众人，在天字10号小院的外面等啊等，等来的却是一个披头散发的上官婉出来。
哀嚎一片。天塌了！上官婉儿一声娇喝，但又有些底气不足。呸！想什么呢？我们只是在探讨功法。3天后，你们自行前去传功殿，可以重新学习合欢大法。此功法已经由黄级升为玄级，周天运转效率提升5成。去登记吧。先到先得。说完，也不管众人反应，扶着腰，自顾自地走了。对，他们一定是在探讨功法。我就说嘛，老子宁愿相信自己是头猪，也绝对不相信9长老会和那姓叶的小子在一起。就是，合欢大法提升5成，真的假的？管他真假，先排队吧。万一是真的。叶欢躺在床上，3天时间也并不全在做那事儿。长春宫的改动，他们也探讨了很多次，探讨完了又来了之后又讨论。看得出来，上官婉儿是真的很热爱功法。上官婉儿是元婴境界，元婴之气十分充足，叶欢根本就吸不完，现在还存了好多在体内，哪怕是筑基之后，都还能供应他修为增长好长一截。而现在，叶欢的修为已经到了炼气大圆满了，长春宫的效用是生生不息，也就是说，元婴之气会永不枯竭。叶欢捡到宝了。随后的日子里，叶欢去了一趟外门，被严可抓了个正着，那一脸的幽怨。原本他用身子换来的功法，现在满大街都是了。叶欢也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于是给了他12张回春符，价值几万枚灵石的东西到手，严可儿顿时就眉开眼笑了。不过叶欢说以后不用他再包月了，严可儿顿时就黑了脸，还声称自己是个守信之人，绝对不会食言而肥的，要求叶欢必须继续包月，把叶欢唬得一愣一愣的，有些拿不准到底是谁睡谁了。沈惊鸿那边也不用急，其实他的伤早就好得七七八八了，谁让他勤奋呢？隔3差5的就来找叶欢，有时候还差点和严可儿撞上。这一天，叶欢正在小院子里给花浇水，一内门弟子前来见礼。叶师兄，大长老在会员厅议事，让我通知内门所有尚未筑基的弟子前去，好像有事要宣布。多谢，我随后便去。不过去之前，还是要先去找一下师尊的，毕竟现在是有师尊的人，因为不知道是什么事情，也许师尊知道内情，这样也好提前做个准备。当然，绝对不是贪图师尊的美色，所以找借口去看两眼，绝对不是。上官如玉告诉他，秦朗小世界要打开了，这个世界只有炼气境界的修士才能进入，里面很危险，但是也有很多的机缘，比如里面有很多奇珍异宝，像是筑基丹的主材通天石乳，方圆万里就只有秦朗小世界里有一些产出，所以就有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炼气境进去抢机缘，谁能从里面带出来通天石乳，谁就能得到筑基丹。但是各个宗门的人为了增加自己门派得到通天石乳的几率，他们都会偷偷让进去的炼气大圆满弟子直接带上筑基丹进去了，马上冲击筑基境，然后再去抢通天石乳。叶欢明白了，筑基丹其实花钱也买得到的，就是贵了些，就算花钱买不到，他也有。上官婉儿对他简直好得不得了，比上官如玉这个正牌师尊还要贴心，筑基丹都给了他2颗，跟他说先别服用，以后用得着，说原本是给他弟子准备的，就先给他这个情郎了。然后刚才顺路去上官如玉那里打听事情的时候，上官如玉顺手也给了他1颗，搞得叶欢还不好拒绝，总不能说你们已经给了2颗了吧，于是只好收下，等于说数十万枚灵石都很难买到1颗的筑基丹，叶欢现在有3颗，最难销售美人恩啊。站在会员厅里，叶欢左右观察了一下，已经来了一些内门弟子了，发现自己来的还算早的，无聊之下只好和别人吹牛打屁。哎呀，你们听说了吗？陆景然最近出山门办事，2次都被人伏击。谁？陆景然吗？叶欢听着名字耳熟，就凑了上去。这位师兄请了，你们说的陆景然是3个月前才拜入大长老门下的那位吗？可不是。哦，你是叶师弟吧？10长老的高徒。过奖过奖，小弟听各位师兄在这里聊陆景然，所以好奇。叶欢很上道的从储物袋里拿出1袋瓜子，一人抓了一把，准备开始吃瓜。这是前世他在职场上学来的，要打听事情先递烟，小烟抽上了就什么都好说了。这个世界没有烟，叶欢闲得无聊，就去凡俗世界找了些瓜子回来炒成5香的备用，这不正好派上用场了。众人见叶欢拿出瓜子，一人抓了一把，还有些懵逼，但是随着叶欢一边嗑着瓜子，一边和他们聊着八卦，瞬间觉得相当放松，于是一人一把学着叶欢嗑了起来。哎，刚才说到哪里了？哦，陆景然。对，他出山门去办事儿，2次都被人围杀，勉强才逃回山门，那叫一个惨。
叶欢心智来了，知道什么人干的吗？众人也想知道谁干的，于是看着发言那人。当时不知道啊，但对方好凶残的，简直是不死不休。后来龙葵宗传来消息，可能天刀门干的。天刀门，毒蛇天刀，你是说当初陆景然有可能是从他们的手上救的龙葵宗的少主？可不是吗？然后呢？然后应龙葵宗的要求，大长老给陆景然带配了2个护卫，还给了他一些保命的东西。现在陆景然可牛气了，来了来了，别说了，正主来了。陆景然带着2个金丹护卫，踱着方步进了会员厅，顿时满场寂静无声。最近也真是倒霉到家了，原本想去凡俗花楼再去玩玩的，上回去了一次之后，那滋味真是让人难忘。凡俗世界的花楼女子，那予取予求、欲拒还迎的花样，陆景然尝过一次之后就食髓知味了。没想到这2次去，2次都被天刀门的围杀，要不是自己机灵跑得快，铁定就交代在那里了。尼玛，不就是坏了你们一次好事吗？至于这么下狠手，还好事后师尊的奖励还有龙葵宗送来的那些物品，多多少少还是抚慰了一下自己受伤的身体。自己还因祸得福，从8阶后期一下子进入了炼气大圆满，还得到了进秦朗小世界的机会。可惜这2名金丹护卫带不进去了，不然一定要让天刀门的好看。陆景然进了大厅之后，就靠着柱子养神，也不和谁说话，傲气凌然。妈的，装什么装，也就是走了狗屎运，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啊。哼，进了秦朗小世界，没那2个金丹护卫跟随，看他到时候还能傲得起来。好像天刀门的人也要进秦朗小世界吧？大长老道。叶欢等人迅速把瓜子收起，一挥手把地上的瓜壳一并扫空，静等大长老发布任务。白衣白发白胡子的大长老林旋风走了进来，各位都是炼气大圆满的弟子，是我合欢宗的未来。叶欢脑子自动过滤大长老的那些废话，只听到了重要的部分。这一次进入秦朗小世界夺取通天石乳的宗门达到了19个，每个宗门有10个名额进入，也就是一共有190人进入其中。外部各宗门贡献的灵石能供秦朗小世界的入口打开，并支撑至少1个月才会关闭。这1个月的时间就是各宗门在里面找通天石乳的时间。除了通天石乳之外，要是能找到别的机缘，则不用交回宗门，而是归自己所有。所以每一次只要秦朗小世界开启，不管有没有筑基丹，所有炼气大圆满的弟子都会抢着进的。好了，事情就是这样，一共就10个名额，谁去谁不去，怎么确定资格，你们自行决断吧。大长老说完，潇洒的一个转身走了，留下厅里几10个人大眼瞪小眼儿。怎么个意思？这会员厅里来了起码了30几个人，但只有10个名额，大长老还让自己决定资格，这就有意思了。叶欢看了一圈，各怀鬼胎，不过明显开始有人抱团了。叶欢这边倒是特别简单，刚才一起嗑瓜子的几人聚在了一起，紧紧地团结在了叶欢的周围。这就是前世来自地球的智慧，一把瓜子居然自动地形成了一个小团体，不过人数少了些，只有6个。叶欢看了看场上的形势，率先开口：各位同门，看来要动手了，站着的才有资格去，我想大家没有意见吧？厅中回应之声此起彼伏。行，没问题，开搞吧。大长老正躲在后厅的一扇屏风之后，一边喝着茶，一边听着前厅的动静，一边用只有自己才能听到的声音嘀咕着：哎，别怪我，同门之间都争不过，难道还能指望你们和别的宗门争得过？打吧打吧，赢家通吃才是王道。叶欢带着的几人先缩到了角落。叶师兄与天刀门陈的那一战，我是看过的，对于你的实力，我是服气的。我们这一队以你为尊，各位意下如何？众人应诺，很快统一了意见。叶欢成了他们这一小队的临时头领。叶欢也不怵，前世他玩山口山、魔兽、永恒的时候，下副本他就是指挥，连自己在内才区6个人的小队罢了，直接指挥就是了。把那一只先抓过来，清空前方扇形区域，保持阵型，缩边边。奶妈不屑？哦，没奶妈，你们自己把军粮丸咬在嘴里，体力不支的时候马上吃，实在支撑不住的就吼一声，我有回春符。等等，回春符是那个快4000枚灵石一张的保命神器回春符吗？周边几人看叶欢，眼神都变了。公若不弃，愿拜为你义父。对不起，6月27日那天作者手伤了，养1个月才能恢复，请先将本书加书架，手好点了会恢复更新的。叶欢的小队一直在边缘保存实力，等到场中站得差不多的时候才开始发力，从边缘开始，一支一支的攻克，哪怕小队中有人受到重创，无妨，一张回春符当即生龙活虎。
直到全场除了叶欢的小队之外，就只剩4个人还站着，这才慢慢停了下来。站着的人中，赫然就有陆景然。不得不说，大长老给他的宝贝还真不少。刚刚入大圆满境界，就能一直硬刚到现在。只剩10人的时候，大长老又出现了。好，看来你们已经决定了名额。不错。林玄风抬眼把叶欢上上下下打量了一圈，满眼的欣赏味道。没想到叶欢你不但修为天赋高，符篆天赋高，对战敏锐，你居然还精通指挥，未能将你收入门下，平生之憾啊！此行由你带队，你可愿意？带队？叶欢进秦朗小世界，除了帮宗门拿点通天石乳之外，就是想去碰一碰自己的机缘。要是带着小队行动，怕是没那么自由了吧？像是看出来叶欢的顾虑，林玄风笑着解释：不用担心，进了秦朗小世界之后，你带着他们抢完了通天石乳之后，就可以自行散去，碰属于你们自己的机缘了，历来都是如此的。叶欢放下心来，点头应下此事。哦，对了，陆景然入了前10，自然也是要去的，但我这个弟子他处处都不如你机敏，替我多多照顾他。叶欢看了一眼恭恭敬敬站在大长老身后，一脸低眉顺眼的陆景然，点头称是。师出同门，那是自然的事。大长老放心。好，3日后广场出发，自去准备吧。林玄风转身离去。叶欢和余下的4人分别见过之后，也转身走了，却没有注意到身后陆景然看向叶欢那危险的目光。3日后准备停当。叶欢准时来到了广场之上。出门在外，自然是要统一着装的，这是宗门的要求，所以今天叶欢穿上了内门弟子的专属法袍。这衣服寒暑不侵，刀枪不破，而且衣服上有一个特别炼制的铜坠子，输入灵力就能感知到其余弟子的大概位置，这是大宗门的弟子的标配。大长老很快出来了，身后9长老和10长老也一并跟了出来。叶欢见上官婉儿和上官如玉也都出来了，急忙上前见礼。师尊，9长老，你们是担心我，所以专程来送我的吗？上官婉儿小脸微红，他知道叶欢这话是说给他听的，不过2人的关系没有公开，所以他不好单独来送叶欢，只好把上官如玉一块拉来了。上官如玉只好一脸无奈，此去凶险，为师担心你，这是为师专程给你准备的保命之物，随机瞬移符。叶欢伸手接过，小袋子里面是一枚玉符。玉符，这不是上古先民手法吗？这东西用一个就少一个，如此珍贵，徒弟不敢收。上官如玉一脸无奈，收吧收吧，你要是不收，回头我又得被某个人唠叨。叶欢明白了，这东西实际上是上官婉给的，说不定还是他自己的保命之物，可能他自己也只有这一枚。看来上官婉对叶欢是真的上心了。抬头对上师尊上官如玉那有些狐疑的眼神，叶欢有些发慌，把人家亲妹妹吃干抹净了，还得装无事人一般，实在是有些不好意思。等以后把上官如玉一块收了，估计就会好一些了。上官如玉又递出来一个小袋子，这是为师另外给你准备的。这句话里另外2个字上官如玉咬得特别重。叶欢秒懂，这些就不是上官婉送的了。你入我门墙时间太短了，那周天符文12卷想来你还没有参透，的确需要一些东西防身。那随机瞬移符虽好，却只是个回避的法子，为师觉得这袋子里的东西应当更合你的心意，收下吧。叶欢接过，向里面一看，好家伙，5级符王出手就是狠。紫霄神雷符2张，十方往生符2张，这是要干嘛？去搞大屠杀吗？元婴境都不一定能扛得住的紫霄神雷符，还有一砸一大片的十方往生符，这东西果然合叶欢的心意。上官婉给的东西是怕他回不来上官如玉，这是怕他回来的不够风光吧？收起2人给的东西，叶欢上了停在广场上的楼盘，挥手一一惜别，和欢宗的楼船飞在天空之中。下方的山川湖泊飞速向后掠去，叶欢和很多第一次坐楼船出行的同门们站在船舷处向外眺望。楼盘很快穿过浓雾一般的云海，飞翔在了云层之上，一路向南而去。飞了好几日，终于大长老的声音在船舱之中传来：好了，都出来看看吧，我们到了。众人随着大长老出了船舱，来到了甲板之上，向外看去，已经有别的宗门提前到达了。叶欢抬头看去，一个不大的山谷之中却有一个巨大的石柱凸起，石柱顶端的平台有上万平方大小，石质平台边上已经有7、8艘楼盘悬空靠在平台边缘，而平台的中央，一个10几米高的树眼裂缝正向周边扩散着空间之力，看来那就是秦朗小世界的入口了。平台边缘那些楼船中，龙葵宗的船、天刀门的船，还有一些别的宗门依稀可辨。大长老飞身而起，去别的船上串门了。叶欢等人只是炼气境界，
还不能御空飞行，于是就在船上等着。又过了几日，19个宗门终于全部到齐。大长老从怀里掏出一物，是一个已经用灵石排列制作好的阵盘，中间一个小空洞，隐隐传来空间波动感，与情郎小世界散发出的波动十分相近。看来这是开启的关键。其余的宗门也都拿出来了一个相似的物件，众人一起将手中物件抛向了平台中央的入口。很快，一道白光亮起，那入口一下子扩张到了原先的10数倍大小。大长老回过头来，好了，入口已经开打，记住，这些阵盘只能撑1个月。如果1个月后入口关闭之时你没有出来，就只能永远留在里面，等下一次有人再来开门才能出得来了。不过不要想着留在里面，这里是情郎小世界，是情郎仙生活的地盘，没有人能在无穷无尽的情郎仙攻击之中坚持到下一次开启的。切记切记，我等明白。大长老点头，去吧。进入之后，一切听叶欢指挥，拿到通天石乳之后方可散开行动。听清楚了吗？是。大长老。叶欢一行10人下了楼船，直接往入口而去。一起进入的会被传送到同一个地方，如果进入的时间前后不一致，那就会出现在不同的地点。所以19支队伍都是分开进入，每进一支就停一会儿，再进下一支。轮到叶欢这一支的时候，已经进去了7、8支了。进入之后有些眩晕，眼前一亮，叶欢众人就已经出现在了情郎小世界里面。一处小平台上，小平台上有一个小了很多的传送口，他们完成事情之后可以原路返回，再从这个传送口回去。所以在接下来的1个月时间里，身后的这个入口会一直保持开放状态。当然也不怕情郎小世界里的情郎仙会通过这里跑出去，因为眼前这个小平台也是一个防御性的设施，只有人类和他的灵宠能通过。看来无数年来这情郎小世界早就被人类摸透了，也不知道这一次进来的190人最后能有多少人活着出去。叶欢看到几10公里之外另一个平台上也有人冒了出来，要抢时间了。叶欢看了一眼自己的队员，特别是陆景然一眼，后者明显有些心虚。各位有筑基丹的都拿出来吧。齐刷刷的10个人全都拿了出来，一起服下，开始筑基。情郎小世界的入口只允许炼气境的通过，但是进来之后在这里筑基的不受影响。叶欢同样席地而坐，服下了筑基丹。能来到这里的人哪一个不是准备了多年，有的入大圆满境界好几年了，一直压制着境界，就等着这一次机会呢。所以这些人都不存在筑基失败的可能性，只有2个人是刚刚才入的大圆满境，叶欢和陆景然。叶欢其实也不用担心，他上次从上官婉身上汲取到了远超需要的元婴之气，别说是筑个基了，筑基完成之后还能继续一路提升很长一截。只有陆景然，果然所有人顺利筑基完成，身上一层厚厚的泥垢，那是身体里面排出来的废物，身体里面的灵气已经浓缩液化。叶欢试着出了一拳，拳风烈烈。筑基成功之后战力提升至少3倍。瞥了一眼唯一的一个没有筑基成功的陆景然，叶欢有些想笑。陆景然，你可不要拖后腿啊，你筑基失败的话，我们9个人还得带着你一个累赘去拼杀。是啊，你努力一点啊，不行的话就原路返回吧，反正那门开着呢，哈哈。陆景然心一横，又掏了一颗筑基丹服下，看得众人一愣一愣的，没想到实力最弱的居然带了2颗筑基丹，最终堪堪筑基成功。好了，大家休整差不多了，向目标前进吧。叶欢掏出一张地图，这是出门前大长老给他的。通天石乳只在一个地方有产出，但是这一路却凶险异常，因为情郎小世界的情郎仙要是被他偷偷咬上一口，他就会在你的肚子里面产卵，然后孵化之后破体而出。如果救治不及时，你就等着做情郎仙小宝宝的育婴床吧。不过好处也不是没有，情郎仙咬过之后，为了提高孵化成功率，它的卵会释放一种很特别的毒素，可以激发宿主的潜力，使得宿主战力提升1倍以上。在它的卵破体而出之前，宿主就是一个人形杀戮机器，相当的厉害。而所谓的通天石乳，其实是他们没有找到宿主，所以只能把卵产在石头上，时间久了卵死了，化成的水，然后顺着石头缝流下来，汇集到一处石凹处的东西，那些东西在天长日久之下，能激发人体潜能的毒素就会浓缩、风化、发酵，最后形成通天石乳浮在水面之上，成为筑基丹中一种绝不可少的主药。当然也有一部分的卵很幸运的能孵化出来，于是就成为了守护那处卵巢的力量。这就是情郎仙。叶欢感叹了一下，当年人类的先祖到底经历了什么，才会发现这情郎仙的卵还能有这样的作用。出发吧，真正的搏杀开始了。19支队伍
基本上就在这1-2天之内，开始了向秦郎仙的巢穴进军的步伐。叶欢这边10人成队形，叶欢一个人居中协调，一路向前行军。突然，边上窜出一只人形大小的螳螂，挥刀就向众人砍来。秦郎仙现出了真容，当头一人，抬手挥刀挡住。秦郎的2把大刀居然坚硬有如法器一般，巨大的撞击声音当即回响。是秦郎速战速决，边上2人念术腿咒，一道气环飞出，将那秦郎2只大刀固定住。居中一人，一个大火球术直接砸在了他的脸上，然后这只秦郎的整个头都没有了，软软的倒在了地上。晋级到了筑基之后，众人都是实力暴涨。之前一个火球术表现平平，现在发出来就是大火球术了，击中之后的爆炸威力惊人，都快赶上叶欢的起爆符了。众人顿时信心大增。叶欢四下观察，发现旁边树林里隐隐有晃动，眼神一凝，不要停，继续前进。一路之上，时不时有一只秦狼跳出来袭击，还好都是单只的，没有成群的出现。但是很快叶欢就知道为什么全是单只的了。前方一片小树林里，一大队的秦狼仙围上了一队修士。后方是何人？我们是天师门的，若能出手相助，必有重谢。眼见那一队修士陷入了苦战之中，叶欢这一队人停下了脚步，望着叶欢，意思是等他拿主意看救还是不救。天师门前一段时间还上门切磋来着，而且这个宗门名声本身就不太好。叶欢还在思考，陆景然却一个箭步冲了上去。我辈修士怎可见死不救？合欢宗陆景然来也。在9个人目瞪口呆之时，陆景然的身影烟没在了秦狼仙的身影之中。这傻逼救人就上瘾了，还以为是龙回宗的少主被困吗？操，他难道没有听清楚吗？对方是天师门的，天师门啊，人人喊打的天师门。那陆景然脑子是有病吗？这样的宗门躲都来不及，还凑上去。叶欢头疼了，他妈的，陆景然这脑子纯有病。但是自己又不得不管，毕竟答应大长老了。思索半晌，正准备出手，却听得前方密林之中响起了一连串的爆炸声。是起爆符，叶师兄专版的。他在叶师兄那里买了很多吗？叶欢点头，很多，然后心里默默的又念了一句，买个屁，全是老子送的。叶欢这么一耽搁，前方密林之中就传来了阵阵起爆符的声音。于是叶欢又放下心来，听那声音密集程度，陆景然那小子应该撑得住。然后不管陆景然的呼救声，9人继续在原地吹牛打屁，一点要去支援的意思都没有。许久，陆景然狼狈的回来了，冲着叶欢就开炮了。姓叶的，你什么意思？叶欢翻了个白眼儿，我能有什么意思？要是我们一起上，岂能显出你陆大公子的威风啊？可是，叶欢两手一摊，可是什么可是？我看你表现很棒啊，不需要我吗？可我们毕竟是名门正派，见人有难，怎可不救？叶欢有些不耐烦了，我们合欢宗怎么会见死不救？我们不是派了你去救了吗？而且你也救得很好啊，我看他们应该平安无事了吧？就是有些不懂礼貌，对于我们这些救命恩人，也不知道过来见个礼。切！陆景然指着叶欢，气得哆哆嗦嗦的，话都说不出来。明明是自己一个人主动去救的，却被叶欢说成是他派自己去救的。如果以后真的有功劳，他叶欢屁股都没有动一下，就会分走一大半，太气人了。边上几人看着叶欢当面对陆景然，心里那叫一个爽。大家都是千年的狐狸，你在这儿玩什么聊斋啊？明明叶欢才是队长，刚才陆景然根本不等叶欢指令，直接就冲了上去，还煞有其事的大吼了一声，报的还是自己一个人的名字。他这是笃定了合欢宗的众人一定不会眼睁睁的看他死在秦狼仙的围攻之中吗？必定会出手救援的，对吧？如此名声他得了，出力的却是整个团队，而且还狠狠扫了叶欢的脸。看吧，老子不是队长也能指挥得动团队。现在众人一下子把陆景然的为人看了个清清楚楚，透透彻彻。陆景然是真没想到啊，没想到叶欢在后面根本不为所动，左等右等都不见叶欢带着人杀过来。他有些慌了，这才动用当初叶欢给他的那些起爆符，生生炸退了那些秦狼仙。天师门的人冲他道过谢，拍拍屁股就走了。他陆景然起码损失了30张起爆符，1万多枚灵石啊，所以冲回来就想熊叶欢一顿出气，结果搞了个自讨没趣。叶欢心头暗爽，他妈的，想道德绑架我，老子没有道德，你绑架个屁！鸟都不鸟陆景然，直接大步向前，继续出发。行到一半，真正的残酷战场出现了。叶欢等人穿过了一小片草地，地上满是人类的残肢断臂数了数，
应当有5个人永远的留在了这里，余下的可能突围出去了，但也绝对是个个带伤。叶欢蹲下查看，看起来像是扩建门的人，起码上百只情狼先围攻了他们。怪不得我们这一路过来如此轻松，原来前面有人躺雷啊！100多只那种超大号的螳螂挥舞着2把大刀冲过来，那画面太可怕，都不敢想象。虽然现场情狼仙的尸体比人类的多好几倍，但最终还是让那一队人在付出了5人的代价之后，才冲出了包围圈，并且一路向前去了。叶欢想了想，陆景然，你去前面探探路，看看有没有危险。陆景然脸色顿时变得十分精彩。什么？为什么是我？叶欢微微一笑，因为你最勇敢啊！你这是针对我？你明明知道那是一大队的情狼，你就是报复我。叶欢脸一黑，那你去还是不去？我不去又怎样？叶欢调门一下子拔高，脸上抑制不住的笑意。不去，在场所有人都是人证，你贪生怕死，不服指挥，不听调动，老子出去之后先找你师尊大长老告你一状，然后回了合欢宗再请执法堂给你松一松筋骨。怎么？你当真不去？陆景然气得直哆嗦，不就是自己没有听指挥，爱出风头，喜欢表现自己吗？为什么要针对自己？但是自己还真的不敢违抗命令，衣服一甩，气冲冲的去前面探路去了。见他走远，叶欢和几人一个对视，哈哈大笑。众人上前纷纷接过叶欢递过来的瓜子，磕了起来。过了1个时辰，陆景然脸色铁青的回来了，前方无异状，可以通行。叶欢满意的点了点头，这才号令众人继续出发。又行了2天，这一次叶欢等人没那么幸运了。陆景然，你他妈的探的什么路？探到情狼仙的窝里来了嘟。这一回上百只情狼仙把叶欢等人围住了。陆景然一脸的委屈，我探过了，我咋知道他们那里冒出来的？实际上陆景然并没有好好探路，前出1-2公里，时间混满了就缩回来了。他想着一群人进陷阱总比他一个人进陷阱的强，探路探个屁的路，所以回回都只是装了个样子。但没想到才2天就把整支小队都坑了。叶欢直呼尼玛大意了，没想到陆景然这小子是个连自己都坑的主。叶欢眼神阴冷，看着围上来的情狼仙们，行了，准备冲出去。老规矩，没蓝了就告诉我一声，回春符我有的是。虽然大家没有听懂蓝是什么意思，但回春符是听懂了的。虽然回春符对于炼气期是可以100%恢复状态，但是对于筑基初期的人却只能恢复到70%。不过应付眼前的局面还是够用了。10个人顿时变得肃杀了起来，一声令下，直接向前冲杀了起来。绝对不能在原地等死，必须冲起来，因为只有冲起来了，那压力就只有前边了。另一边是后边，只需要不停地丢起爆符就行了。所以这丢起爆符的活儿归叶欢，而在正前方冲锋的活儿归陆景然。谁叫这小子探路偷奸耍滑，把大家陷入危险境地了呢？不一会儿，陆景然灵气耗尽了。姓叶的，我灵气耗尽了。叶欢反手就是一张回春符贴了上去，对方马上生龙活虎。但是叶欢眼神并不友善，陆景然，你他妈的再喊我一句姓叶的，老子当场把踢出去，你信不信？陆景然脖子一缩，不再吭声。已经恢复70%状态的他继续拼杀了起来，一路冲杀，终于到了一处山洞。洞口很小，只有一道黑臭的泉水从那洞口流出来，形成了小小的一柱。冲出刚才那个山口之后，情狼仙就不再进来了。一身是伤的众人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到这道黑臭泉水，马上拿出地图研究。我们到了，就是这里。那小小的一柱黑臭泉水下方则是一个小水池子，池水上面浮着一层白白的像是油花的东西，就像是石头的乳汁一般。怪不得它叫通天石乳，就是发酵过的情狼仙卵汁水罢了。不过就是少了些，估计能装个10几瓶。一群人瘫坐在地上看着叶欢。收集通天石乳是队长的活儿，取通天石乳的规矩是每一支到达这里的队伍只能取一半，必须把余下的一半留给后来者，以此类推。每一支能到达这里的队伍取走的都是上一支队伍余下的那一半的一半，既公平又很有创意。每一支到达这里的队伍都不会空手而归。至于有没有人作假多取一些，出去之后各宗门是会对账的，要是那家队伍被怀疑了，下回开启就不会再带他们玩了。所以叶欢只是取走了约定好的那一半，装进了一个一个黑色的收纳器具里面。别看小小的一只瓶子，这可是专门装通天石乳的。7、8瓶通天石乳装入囊中，叶欢长舒一口气。宗门的事情告一段落，接下来就可以自由探索了。看了看众人期盼的眼神，叶欢挥了挥手，行了，那通道还有20天才关闭，各自散开去碰机缘吧。
别忘了及时出来就成。众人一声欢呼，各自散去。叶欢倒是不着急，从怀里取出一块羊皮，认真看了起来。情郎小世界远远不像表面那样简单，因为那个入口只能允许炼气境的进入，所以进来的人实力都不强，而且每一次打开入口都需要各宗门费尽心思制作足够多的阵盘，这些阵盘能支撑1个月。等阵盘灵力耗尽了之后，那入口又会重新关闭。所以人类修士其实从来都没有真正的把情郎小世界摸透过，但还是有宗门经过历年的积累，发现了里面的不同。人类的上古先民遗留的玉符，偶然出现的修炼洞府，各种灵花异草，还有上了年份的灵药等等，所以慢慢的发展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各宗抢夺完通天石乳之后，各宗的弟子会散开，展开对情郎小世界的探索，所得之物归个人所有，但是探出来的地图以及产出物的地点都要标记好，要回缴宗门，这才是各宗组织情郎小世界秘境采药的真正重头戏。但是状元这个东西，俗话说1个和尚挑水吃，2个和尚抬水吃，3个和尚就没水吃了。要是成团行动，功法还好说，1人学1次，要是个法宝的话，总不能砍成3段，1人1段吧。所以状元向来都是单独行动的，除非宗门有指定任务要求他们这一次去探明一下某个地方，否则不会有人成团行动。叶欢也是如此，看了看手上的羊皮卷，接下来的日子他要去几个秘的查看，寻找烟雾品，那是上官如玉交给他的任务。用上官如玉的话说，他要晋升6级符圣必须此物。虽然在情郎小世界里面也不一定能找到，但总得试试吧。只不过上官如玉划定的范围有些广，需要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慢慢查看。筑基成功没多久，对于飞行还不太熟练，何况飞在空中风险更高，所以叶欢还是采用了步行。不过有神行符在手，速度比飞行还是要更快一些。刚翻过了几个山头，就看到一群人正被数百只情郎仙围攻。不过这30几人早就偏离了取通天石乳的路线，所以他们应当是放弃了取石乳，进来就直接去了宗门要他们去的秘地。叶欢心头一阵打鼓，这是碰上别的宗门在做联合任务。当中那人手上端着一盆长得像梨子的盆栽，周边众人护着他，正浴血奋战。那盆梨子，叶欢猛然心头一颤，我操，焦梨！焦梨也被称为仙梨，传说具有非常神奇的功效，食用后可增加修为、延年益寿，或者提升修炼者的体质等，特别是会提升空间属性的体质，是一种非常珍贵的灵果。但也因为其果子含有空间属性，所以这果子无法被收入储物袋中。这东西的价值10倍于那通天石乳啊，而且根本买不到。虽然它可以炼制6品丹药交泰丹，但是仙石功效更强，所以基本上采下来就会下肚，少有人能忍倒带回去炼丹的。这伙人一定是给宗内的大人物带回去的。看那群人，起码是5个宗门联合在一起的行动。这东西只有1枚，应该没有办法分享，所以是其中一个宗门邀请了另外4个宗门联手行动。想来这个宗门付出的代价一定非常惊人。不过碰上了，那就是有缘啦！状元吗？叶欢把脸一遮，跳了出去，远远的一声大喊：各位，可需要帮忙啊！正在激战中的30多人明显一愣，连带着围攻他们的情郎仙们也回头看了叶欢一眼。见叶欢只有1人，顿时松了一口气。居中端着盆栽指挥的那个人脸色一暗，不用，师兄自行走就是了，我等能应付。叶欢看了一眼，的确能应付，要不了1刻钟的功夫，这些情郎就会被杀光了。那怎么行？叶欢脸色一正，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身为名门正派，怎可见死不救？我来了！说完，叶欢就冲了下去，然后掏出一把起爆符就一顿乱丢。情郎仙们已经很弱了，就不要浪费在他们的身上了。所以叶欢准头不太好，一张一张的全丢在了下方人群之中。他妈的，你往哪儿丢呢？快护好焦离！混乱之际，叶欢拿出神行符偷偷激活，然后一个闪现穿过人群，搬运术发动，隔着5米远就一把将那焦离抢在了手中。各位，我那起爆符不便宜，帮了你们一把，也要收点报酬啊，多谢了。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啊，谁？他到底是谁？我要杀了他！想去追又追不上，速度没有叶欢快，而且身边还围着几百只情郎仙，30几人只能在原地无能狂怒。小子，别让我知道你是谁！叶欢坐在一个山头上，一口一口品着那焦梨，他算是明白那伙人为啥要端个盆儿了。这焦梨离了枝，灵力就一直在缓慢的消散当中，又不能放进储物袋，还不如吃了算了。一口一口化为能量进入了叶欢的身体，一点一点改变着叶欢的天赋。食用完毕，一个周天行过。
叶欢就从筑基初期进入了筑基中期，吓得叶欢一个机灵，这果子功效也太强了吧！正常修炼，就算有天才地宝的辅助，从初期到中期也至少是10年之功，有些天赋差一点的要20年甚至更久。而且叶欢之前只是中品精灵根，资质一般，吃完自己身上居然隐隐散发出了空间波动，运转周天，详查自身，居然莫名其妙多了一道极品空间灵根，异灵根，而且还是极品，怪不得那队人拼死也要护着这东西。我滴个乖乖，叶欢也不怕他们报复，反正有陆景然把这口黑锅顶着。现在的陆景然动不动就把叶欢给的符拿出来丢，那口锅也是越背越紧，扣都扣不下来了。叶欢想了想，把身体内面存着的上官碗那里抽取到的先天元婴调动了起来，然后用长春宫运转周天开始炼化。上次两人完事之后，叶欢直冲大圆满，但根本用不完，几十个周天的运功终于炼化完成了。叶欢从筑基中期一路又升到了筑基后期，元婴级高手的先天元婴果然大补叶欢咂巴了一下小嘴，开始回味起了那几晚的春情，心里开始打起了小算盘。什么时候上官如玉也？远方一座高山突然轻轻抖动了一下，叶欢最初还以为是看错了，但是很快又抖了一下，不是错觉，是真的在抖。然后叶欢就看到那座山站了起来，没错，站了起来。1000丈高的身体，躯体覆盖着厚重的珐琅质鳞片，赤焰红的身体，鳞片边缘泛着金属光泽，然后像是打了个哈欠，张开了它巨大的蝙蝠翼魔状巨翅，一股成指状分叉，展开时如破叶黑帆，头颅类似马首，却更狰狞，额间矗立弯角，鼻孔翕动时溢出硫磺气息，琥珀色树瞳嵌于骨脊之下，四肢粗壮带钩爪，尾部如带刺的鞭索，末端生有角质毒锤，背脊沿深至尾的棘突可随情绪膨胀，口内獠牙交错，吸气时胸腔会泛起灼热的红光。这他娘是啥？这不是地球上西方神话里的火龙吗？面前好像还有一排咪咪，还是头目的大母龙，那体型之大有如山岳。叶欢从来没有见过此凶悍生物，脚下有些发软，转身就想在对方发现自己之前离开这里。但是那火龙向叶欢这个方向看了一眼，只一眼，那深入灵魂的感觉，叶欢知道完了。一道风起，远方那巨大的火龙身影随风而逝，犹如一道幻影，消失得无影无踪。叶欢一个压力骤减，松了一口气，但是却全然没有注意到身边那突然出现的女子。大母龙，小敏妖。那女子身着黑金华服，红带束腰，黑发垂瀑，眉眼寒霜，背后羽翼如墨染赤霞，立于云雾间，冷艳与神秘交织，尽显超凡风姿。正冷冷地看着叶欢，人，你身上有我熟悉的味道。叶欢一个转身，身后5尺不远，那女子浓烈的女性气息充满了对异性的赶迫感，那种感觉就像刚才那只巨大的火龙。没错，那只巨龙不见了，然后这个女人就出现了，用脚趾头想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不是一个级别的。叶欢甚至根本就无法准确推断出对方的等级。不过修仙嘛，通常只有3个等级，蝼蚁、道友、前辈，明显只能是前辈了。前辈，没想到这晴朗小世界还有人居住，小子冒昧了，我这就离开。等等，那女子款步上前，围着叶欢转了2圈，一边转还一边在叶欢身上嗅来嗅去。随着她的靠近，一股浓烈的女性气息混杂着强烈的龙威，压得叶欢喘不过气来。你和一名龙人交合过？叶欢有点懵逼，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沙哑地开口：龙人？什么龙人？那女子伸出一指，轻轻挑起了叶欢的下巴。龙人就是龙族和人类结合生下的后代，不过他应该血脉稀薄，但你认识的那个人却又幸运地拥有先天元婴圣体。双重加持的天之骄子，没想到被你小子占了便宜。叶欢明白了，龙离，龙葵宗少主龙离，先天元婴圣体，且与叶欢有过夫妻之实。那眼前的这位女子10有8九就是刚才远方那头巨大的火龙变化的，难不成是龙葵宗的先祖？前辈，您是他的？那女子把胸一挺，高傲地开口：人，我允许你直呼我名字，我叫卡珊德拉、暮霭之翼、流金、科瑞尼亚、薇薇安、暗翼流光、伊斯特兰。叶欢是真记不住这么长的名字啊。前辈，我叫您小敏，如何？女子当即一愣，这个新鲜，还有人敢给自己取新名字？这倒是简单，只是为何是小敏，不是小红、小蓝、小绿？叶欢心头狂喊，因为你是大母龙啊。当然他不敢把这话说出口，只是敷衍了2句。这个名字好听呗，像我的一位故人。
不过你没有他胸大。小敏，我喜欢，不过你刚才嘀咕什么？没什么没什么。小敏前辈叫住我，是有什么事情差晚辈去办吗？没什么，你跟我讲一讲和你交合的那名女子，她的家族史吧，讲一讲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实锤了，这女子绝对就是龙离的先祖，不然她怎么会对龙离的家族那么感兴趣？小敏一挥手，面前就出现了一座小亭子，还有石桌石凳等物，然后一屁股坐了下来，满脸期盼，静等叶欢开口。这一手成功的将叶欢镇住了。凭空生物可不是从储物袋里取东西出来那般的简单。不过叶欢那里知道多少龙葵宗的历史啊？知道的一点点，也只是与龙葵宗的龙离发生交集之后才听到的一些东西。整理了一些思路，叶欢开始讲述，讲龙葵宗的来历，讲他人的历程，讲他们这几万年以来在东部大陆上的种种传说，还讲了他们现在的一些情况。大母龙小敏坐在亭子中，单手托腮看着远方，一幅绝美的图案展现在叶欢的眼前。小敏只是默默地听着叶欢讲，也不插话。等叶欢讲完，才缓缓开口：你是说现在人类已经完全占领了东大陆？虽然这话听起来怪怪的，但是叶欢想了想，好像这么说也没有什么问题，于是点了点头。只是怎么感觉怪怪的？大母龙小敏看了看远方的山川，没想到数万年后的白虎世界格局会是这个样子。不如我给你讲一讲你们不知道的那段历史吧，你有兴趣听吗？小家伙，叶欢脱口而出。我家伙可不小哦。小敏前辈你讲，白虎世界地图西边是妖族领地，东边是人族领地。接下来小敏让叶欢见识到了一段完全不一样的历史。几十万年之前，那个时候人类刚刚诞生，他们生活在丛林之中，艰难求存。那时的天下还是妖族的天下，天空是异族的，土地是兽族的，而人类则是他们的附庸。人类很弱很弱，弱到只能依附于各种各样的妖族生存，而那些妖族则享受着人类的各种服务。有时兴趣来了，人类还不得不将自己族内的少男少女送给他们食用，以满足他们的好奇心。甚至于人类本身的寿命也短得可怜，只有区区几十年。有的妖族睡一觉起来，依附于他们的人类首领都换了好几轮。所以妖族从来都没有真正的人类放在眼里过。但是人类很能生，妖族一胎要怀很多年，孵化又要很多年，而人类只需要怀10个月就能生一胎，有时是2胎，而且只需要10几年就能长成壮年。最可怕的是，有的妖族只有修炼有成之后，智慧才能成熟，而人类只需要成年，智慧就远超很多的妖族。慢慢的，人类学会了妖族很多的东西，比如修炼之法，比如炼丹之法，符篆之法，阵盘之法，甚至于人类那原本短得可怜的几十年寿命也在不断的延长。炼器、筑基、金丹、元婴、化神、合体、大成、渡劫，人类之中最强大的存在，甚至能与妖族之神相媲美。最终不愿再忍受妖族残酷统治的人类选择了反抗，人妖之战爆发了。毕竟妖族是大，漫长的10万年岁月，人类几次差点灭绝，但总在绝境之时，有人族站出来继续带领剩下的人类前行。小敏的讲述听得叶欢心潮澎湃。人类10万年抗争史就是一部血泪史，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爱上了一个人类。小敏又用手指挑起了叶欢的下巴，眼里一片迷乱，两人的脸近得就只有几厘米，那灼热的气息轻轻扑打在叶欢的脸上，被他吸入体内，挑起了最原始的欲望。叶欢只需要轻轻向前一点点就能吻上他的唇。他就像你这么帅。小敏清醒了过来，眼神重新变得冷厉，但是最终他还是离开了我，说要带领他的族人去远方。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也随他走了，再也没有见过。叶欢想了想，有些忐忑。所以龙葵宗应当是你和他的儿子建立的家族，龙离是小敏你的后代。小敏舒展了一下身体，哼，你小子吸了人家的原因，吸也就吸了吧，不用担心我生气，血脉稀薄成这样，都不知道是多少代的后代了，没什么感情的。哦，对了，照你刚才的说法，现在人类已经占据了东大陆，西大陆现在也只有妖族，没有人族了，是吧？叶欢点头。东大陆只有妖兽，没有妖族了，而西大陆的妖族恨透了人族，所以西大陆应该也没有人类生存了。不过两族现在还在以中央那片乱星海为战场，一直在激战之中。突然之间，小敏展颜一笑，睡了几万年了，有些无聊，我想出去看看。不过现在东大陆是你们人类的地盘，我有点怕怕。突然叶欢的邪恶人格占了上风。系统检测一下小敏体内的元婴之气是否充足。宿主，
建议您慎重考虑成为龙骑士的这个想法。你要是玩活把自己给玩死了，可别怪我没有提醒。为什么？对方境界太高，系统都无法测出来，实力太强，万一对方翻脸，你的生还机会为0%。我有上官婉做的随机瞬移符，算上它呢，生还机会上升到30%。系统一盆冷水浇下来，叶欢突然觉得成为龙骑士的吸引力也没有那么大了。小家伙，你刚才在想什么？小敏注意到了叶欢的走神，饶有兴趣的把叶欢上上下下都扫了一遍。叶欢回过神，发现了小敏的扫视。哦，没什么，就是在想怎么能把小敏前辈你带出去。小敏似是有些不幸，看了叶欢某个部位一眼，部分充血，而且心跳加快1成半，身体略红温。你在想那事儿？这下子，叶欢搞了个大红脸，咬着牙不吭声。我们好像才刚认识吧？人类啊，果然是1年4季都能随时随地发情的物种。当然，这是你们的种族天赋，也是你们这个种族能生存下来的原因之一。不过，你真的对我感兴趣吗？小敏冲着叶欢眨了眨眼睛，还顺便坐上石桌，若隐若现摆了个非常撩人的姿势，一股女帝风范扑面而来。小敏的坦诚让叶欢退无可退。不承认吧？实在是有些丢人，因为你连承认的勇气都没有。承认了吧？更丢人。见叶欢不语，小敏噗呲一笑。行了，逗你的。就算你想，现在也没有办法。你小敏阿姨我还没到发情期呢。小敏伸出一个指头，轻轻把叶欢的额头戳了一个后仰。就算到发情期了，你的表现不能让我满意，也别想。鬼使神差的，叶欢咽了下口水，下意识的把心里话问了出来。如何才能让你满意？小敏转了转眼珠，轻轻掩嘴一笑，眼睛弯成了月牙。起码大成境界吧。你现在就只是个筑基。小敏有一些嫌弃。叶欢掰起了指头。炼器、筑基、金丹、元婴、化神、合体、大成、渡劫。得，这龙骑士的身份短时间内是别想了。叶欢长叹一声，唉，还是想想怎么把小敏前辈你带回去吧。出口那边是有人把守的，而且出去之后是要查验储物袋的，伪装成别人的话也不行。好像出口那个传送通道，除了人类和人类的灵宠之外，别的生物都出不去。叶欢有些头疼了。小家伙，你有灵宠吗？叶欢茫然。灵宠？没有，一头好的灵宠可金贵着呢。呵呵。叶欢有些尴尬的挠了挠头。等等，你是说？小敏开始转身，一阵仙雾之后变成了一只迷你小火龙，1尺来长，半尺来高，和完全体的时候简直一模一样，但实力只有炼气3层的样子，简直一脸的人畜无害。然后小敏飞身而起，把自己的额头贴在了叶欢的额头上，一道明雾流过叶欢心头，小敏的额头也出现了一个六芒星的图案。叶欢觉得自己好像和小敏建立了一种特别的联系，但是也仅仅只是联系罢了，连感应一下小敏的位置都做不到。叶欢有些纳闷，这不是灵宠契约啊，正常的契约不是应该有绝对的控制权吗？小敏抬头用危险的目光看着叶欢，你想绝对控制我，然后对我做什么？叶欢尴尬地笑了笑。小敏前辈，出去之后你想去哪里？要不要去看一看你的后代们？说不定你男人还活着呢。算了，人类活不了那么久的，10万年前我就感应到他陨落了，暂时跟着你吧。怎么？你有意见？叶欢脑子里面迅速闪过了小敏身高1000丈的原身，连忙摆手，不敢不敢。接下来的日子，叶欢带着小敏前辈开始了晴朗小世界的扫荡。叶欢根本不用出手的，带着小敏往那里一站，要什么拿什么，只要你知道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就可以了。灵气韭菜、黑泽草、阶驴草、洗髓灵果、神行草、开阳花、星元果、雷元叶、月木灵叶、碧水珠、赤灵石、青玄石、墨宝沙、紫玄水、白真露、青宝水、定慧乌古晶、碧仙石、灰宝岩、珠果，只要是能薅的，全让叶欢给薅了一遍。可惜上官如玉要的那东西这里没有，问了小敏阿姨，她也说没见过。作为这里的原住民，连小敏阿姨都没有见过的东西，看来是真的没有。这一日终于是要出晴朗小世界了。叶欢心满意足的带着搞来的这些天才地宝，把小敏装进了自己披风衣服的帽兜里，用自己的长发盖住，再往身上拍了一张神行符，一溜烟的向那30来个传送台而去。叶欢的身影离去之后，无数山头上冒出了一个又一个无比强大的气息。走了吗？走了。天啊，终于走了。这小魔星应该不会回来了吧？不知道，希望那小子让他多开心一段时间，别那么早想着回来。可惜了我那朱开阳花。
你心疼什么？老子的黑泽草也一根没剩啊！喂，你听他说了没？现在外面的妖族把东大陆都搞丢了，现在乱星海上僵持着呢。早就告诉过那帮子智力低下的玩意儿，让他们不要小看人类，要尊重每一个物种。结果你看，半壁江山都没有了。像我们晴朗小世界这样的妖族养老地，不知道在这东大陆还能剩下几个？操心这干嘛？老子可以去睡个好觉了。同去同去。叶欢不知道他走之后发生了什么，现在离传送通道关闭只剩最后的半天时间了。那么多的传送通道，任意的一个都可以出去，只需要找到最近的一个就可以了。远远的看见了一个，果然传送通道在慢慢变小当中。叶欢一个闪身进入了通道。小敏阿姨额头六芒星一闪，那个假的灵宠印记通道没有识别出来，顺利通过。再出通道时，平台之上剑拔弩张，所有人分成了两边吵个不停。把陆景然交出来。凭什么？你说交就交啊，你那根葱啊！叶欢一出现，顿时停止了争吵。琪琪看了过来，两边马上就有人围了上来。兄弟，你在里面待这么久，你是最后一个吗？有没有看到陆景然？叶欢回头看了看身后，那已经缩小了一些但还没有完全消失的传送通道。自己是最后一个吗？那可说不准。叶欢抬头举目四望，果然陆景然还没出来。和欢宗这边带头的林玄风大长老气得胡子都冒烟了。好了好了，晴朗小世界的规矩不要了吗？此间所得各凭原法，你们有什么脸面前来索要？林玄风的脸绿了，不过别的宗门也没惯着他。一个宗门的大长老跳了出来。凭什么？凭他陆景然不要脸，我们五大宗门几十号人拼死拼活的来的东西，他轻飘飘一句话就给弄走了。虽然自始至终他们也没说是什么东西，但也正因为如此，彻底的激发了其余宗门的好奇心。喂，他和欢陆景然到底拿了你们什么东西？你们倒是说一说啊！你先说说到底拿了什么东西？其余宗门七嘴八舌的围了上来。叶欢看了一眼就明白了，那样东西不会是焦梨吧？还好自己吃掉了。查，随便查。这小子虽然不是陆景然，但也要查一查，宁可错杀3000，不可放过一个。说着，那几个宗门长老就要动手。只要你们敢动我和欢宗任何一个人，那就是不死不休之举。大长老林玄风上前一步，死死地将众弟子护在身后。刚刚从传送门出来的叶欢也同样被他护在了后面。但是对方有5个宗门，接近40个人，而合欢宗这边只有7、8个。不过合欢宗也是有盟友的，很快龙葵宗的人也过来了。正在此时，最后一人从门内出来，那巨大的传送门一个闪烁，慢慢消失于虚无，晴朗小世界彻底关闭了。而最后一个出来的正是陆景然。陆景然懵逼地看着两方正在对峙的人马。你是陆景然吗？正是在下，不知各位找陆某有何事？陆景然还没有搞清楚现状，不过已经有人不阴不阳的开始套他的话了。没什么，听说陆少侠为人特别仗义，喜欢到处出手帮助别人，对吧？陆景然心里咯噔一下，自从上次救龙离有些上瘾之后，碰到有人遇险时，他就会习惯性的出手救一下，鬼知道会不会碰上什么大人物？难道这次又阴差阳错？陆景然脸上顿时绽放出了笑容，一个抱拳。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身为名门正派，怎可见死不救？举手之劳，举手之劳。这话听得耳熟，叶欢的出场之时说的话简直一模一样。一瞬之间，全场鸦雀无声。那几大宗门的弟子突然身上煞气爆发，陆景然觉得不对，条件反射的掏出一把起爆符捏在手里。不料他这一动作反而让现场的氛围更加的诡异，众人死死地盯着他手里捏着的那一打起爆符。自从焦离被抢之后，他们多方打听，喜欢出手助人而且最爱用起爆符的就是眼前这一位。好吧，现在证据确凿了，果然是你。就算陆景然再怎么愚钝也反应过来了，这一次可不像是什么好事。几十号人齐刷刷的恶狠狠地盯着他。陆景然，把东西交出来。对，赶紧交出来，否则你这一生都将受到我们5大宗门的追捕。那东西你吃不下，速速吐出来。林玄风大长老终于是忍不住了，平地一声惊雷，给我滚！有我在，不管陆景然他得了什么东西，你们都休想染指。合欢宗大长老林玄风元婴境界爆发，凌空而立，须发皆张，立时就镇住了场子。不过5大宗门谁家来的不是元婴？当场先后5大宗门5大元婴纷纷亮出了自己的实力，同样凌空而立。龙葵宗的长老也亮明身份，站在了林玄风的身边。2v5，叶欢肚子都要笑痛了。不过出门在外，宗门都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
虽然乐于见到有人帮他背锅，但该出手时他也不会吝啬。自己这一方在对峙之中处于弱势，除了龙葵宗愿意帮合欢宗之外，其余的宗门都是远远的站在外围看热闹。无奈，叶欢摸出了2张上官如玉送给他的紫霄神雷符，也迅速飞上空中，站在了林玄风的身旁。诸位，莫非是想以多欺少？小子手上的紫霄神雷符，不知道是否能抵2位元婴。最初之时，叶欢上场，很多人并不明白，这种场合一个筑基期弟子上场能有什么用？现场19个宗门，就算在秘境当中损失一些弟子，也有将近150人在场带队的中文长老，基本上都是元婴，也就是19个元婴。当然，绝大部分宗门都在看热闹，看这5大宗门和合欢宗、龙葵宗的恩怨到底要如何解决。一个筑基没多久的少年，你飞上去做甚？直到看清楚了他手里的紫霄神雷符，这东西可是5级符王出品，白虎世界有阵、药、符3大辅助职业，1级、2级、3级、4级、5级为王，6级为圣，7级为帝。紫霄神雷符正是5级符王的代表作品，只要叶欢将它激发，不管是谁挨上一击，不死也要重伤，哪怕是元婴高手下场，其结果也是一样。这就是5级符王的威慑力。当然，这样的符篆制作1张极为不易，故而价值也是十分昂贵。没人想到，区区一名筑基期弟子的身上居然能够带2张。4v5，场上形势迅速持平。林玄风大长老赞许地看了叶欢一眼，然后继续与对方对峙。看样子对方并不打算息事宁人。领头的那位长老恶狠狠地看着合欢宗众人，哼，就算高端战力能够持平，我们人多，堆也能堆死你们。东西不交出来，你们一个都别想走。没错，普通弟子的比重，对方有接近40人，合欢宗这边加上龙葵宗也不过才10多人。毕竟一场晴朗小世界之行，双方都有人员陨落，现在还在对峙当中的就是双方的全部人马了。这么一比，合欢宗又落入了下风。修仙世界就是这样的，没有什么公义可言。当你落入下风的时候，周围的人会恨不得上来再给你补2脚。周围的100来号人，差不多10个宗门，就这么静静地看着热闹。然后叶欢一声冷笑，好整以暇的又掏出了2张十方往生符。哼，不知道2张十方往生符又能抵得了你多少人马？此言一出，整个平台之上所有人顿时一惊，掉根针在地上都能听得清楚。原本观战看戏的10几个宗门都坐不住了。喂，你这个就不太好拿出来了吧？十方往生符，你是要搞大屠杀吗？这位少年，你冷静一下，我们都只是看个热闹，你先让我们这些人后撤100里。对，冷静，有什么事不能商量着来？当然也有不知道十方往生符是什么存在的人，还在天真的向身边人打听，那玩意儿很可怕吗？怎么他一掏出来，你们就跟老鼠见了猫似的？啊呸！那东西对付元婴高手没什么用，但是金丹以下一个都别想活，而且方圆100里都在他的威力之下。询问之人顿时打了一个冷战。操，这小子是要把现场这些人全部一网打尽吗？叶欢一声冷笑，傲视全场，扬了扬手上4张符篆。紫霄神雷符2张，十方往生符2张。在下合欢宗弟子叶欢，不知道凭他们，我能不能有说话的资格？还要怎样才有资格？林玄风现在都只能站在叶欢的背后偷偷咽口水。上官如玉还真是疼爱自己的这个徒弟啊！宗门曾经和他谈了很多次，让他交几张十方往生符给宗门，一直推3阻4的。没想到他居然把这样的杀气交给自己的徒弟。对面5个宗门虎视眈眈，却又无可奈何，只能静静地看着叶欢，看看他到底要说什么。叶欢冷冷一眼，你们丢了什么东西？既然你们不愿意说，那我也不问。不过你们围着我和欢宗索要，却也是绝不可能给你们。要打，我和欢宗就算没有龙葵宗的帮忙，以1家之力独扛你们5家，也不是不可能。要谈，那就规规矩矩地坐下来谈，平等对话，别想骑到我合欢宗的头上，可懂？叶欢一席话，掷地有声。虽然叶欢的话不是真理，但他手上可是实打实的真理。全场顿时安静了下来。良久，对面5大宗门的话事人上前，星眉剑目，身背一把阔剑。老夫阔剑门大长老赵晨阳，没想到合欢宗的弟子当中还有你这样的人物。行，我给你个面子。不过那东西由于其特殊性，是装不进储物袋，看你们两手空空，想来让你们交也交不出来了。但是诞生那东西的灵根却可以正常放在储物袋里带出来，只要你们把那东西的灵根交出来，我保证不再追究。当时那焦离吃完之后，那灵根袋盆被叶欢随手扔进了储物袋。原本叶欢也没有多想，
没想到这群人还想要灵根，应该是想通过这一节灵根，花费一些时间和灵液，再培育一份出来。叶欢暗暗后悔，怎么没连灵根一块给吃了？现在要是拿出来，岂不是向所有人证明自己就是那个抢东西的？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承认啊！叶欢的眼神变得阴冷，冷冷地瞥了一眼赵晨阳。情郎小世界的规矩，所有人获得的通天石乳上缴宗门，其余物品则各凭原法，个人所得，任何人不得过问。今日我和欢宗的陆景然师弟得了那东西，就该由他得，这是他的原法。若是你三言两语就想让我和欢宗低了这个头，从此以后岂不是只要有人想，都可以上来在我和欢宗的脸上踩一脚？周围围观的人群顿时炸了锅。是啊，这规矩已经有几千年了，在里面斗死斗活都行，得不到只能说自己没本事，怎么能出来之后向人家索要呢？是啊，这几个宗门也忒不要脸了。话说到底是什么东西，能让他们脸都不要了？之前就一直在问，他们一直不说，想来那东西一定很重要。听他那话里的意思，哪怕没有了宝物，就算只剩一节灵根他们也要。只有陆景然一脸懵逼，你们说清楚，我到底得了什么？我什么都没有得到啊！你们先别忙着讨论，先告诉我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可惜没人理他。赵晨阳眼见叶欢不肯低头，场上舆论也对他们不利，但那些东西实在太过重要，扩剑门的门主还等着这东西回去救命。前段时间门主渡劫失败，需要一枚蛟离入药，境界才不至于跌落，如此才能够震慑四方，否则被人知道了，那扩剑门就危险了。幸好宗门内知道哪里有这东西，只是没想到联合了5个宗门，付出了偌大的代价，却依然被人中途抢走。赵晨阳心有不甘，看了一眼合欢宗的大长老林玄风，看样子他并不反对让叶欢来代表合欢宗答话，又看了一眼叶欢手上的那几张散发着恐怖波动的符篆，只得叹了一口气。叶欢，那你要如何才愿意交出此物？叶欢一声冷笑，哼，先不说那东西是不是在陆景然师弟的手中，就算是在他的手上，我也会让他不要承认。陆景然此时也终于明白了情况，头一抬，脖子一梗，没错，虽然不知道你们要的是啥，但是那东西本来也不在我手上，你们找错人了。叶欢微笑着冲陆景然点头，同时递过去一个赞许的笑容。对，陆景然师弟就是要这样，莫要堕了我和欢宗的威名。然后转过头来重新看向赵晨阳，不过你们信誓旦旦想要那东西，若不给你个机会，想来你们也会心有不甘。不如现场我们来一场比斗，你们赢了，则陆景然师弟就清空储物袋，让你们看个究竟，看到底有没有那东西。若是你们输了，留下你们储物袋里面的所有东西，当作赔礼道歉，然后有多远滚多远，如何？叶欢的这一番话也算是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不过合欢宗这一边筑基期的战力只有10几个，元婴期实际上也只有2个，对面接近40人是筑基，元婴期更是有5个。若不是叶欢手上的那4张符篆镇住了场面，单单论双方实力的话，合欢宗这边的确不够看。赵晨阳想了想，那你们合欢宗要如何比斗？叶欢眉毛一挑，哈哈，上钩了。简单，你我两方各出5名筑基期弟子，轮流上场，谁最后站着的人多，谁就赢，如何？赵晨阳眼珠一转，陆景然能够从40多人当中抢到蛟离，实力一定是合欢宗当中年轻一辈最强的，只要排除掉他，胜算应当很大。哼，那陆景然身上的物品有争议，所以他不能上场。还有，你手上那4张符篆并非你本人实力，若你出场不可使用，除此之外我没有意见。此言一出，叶欢愣了一下，随即才反应过来，这赵晨阳以为合欢宗这边陆景然是筑基期当中的第一高手，不然怎么能万军从中抢走蛟离，以为把他排除，自己那一方胜算就会加大，真的是笑掉大牙。合欢宗大长老林旋风在后面终于忍不住了，上前一步冲着叶欢低声问道：叶欢，评级比斗，他们不让你使用那4张符篆，如此一来你可有把握？叶欢看着林旋风的眼睛，重重地点了一下头。大长老放心，我一人足矣。叶欢转过头扫视全场一周，抱拳为礼。诸位，今日我和欢宗和扩剑门的恩怨来龙去脉，各位都是见证。今日一战，无论结果如何，此事就算了结。若以后扩剑门再以此为由找我和欢宗的麻烦，还请诸位说句公道话。放心，我等都可以作为见证。合欢宗若是输了，陆景然就亮储物袋；若是发现奈物，则归扩剑门。扩剑门若是输了，留下所有人储物袋里的物品。双方各出5人，轮流上阵，谁剩下的人多谁就胜。对，就这规则，快点吧！看热闹的10几个宗门，唰的一下把场中空了出来。合欢宗大长老林旋风一把将叶欢拉至一旁，
我们这边也就10几个人，挑选5个，他们30多个人挑选5个，这样的阵容恐怕比我们要强了。你既提出比斗，可有什么对策？大长老放心，无论他们出什么样的人物，在我眼里都是土鸡瓦狗，其余私人随便安排就好。实际上场仅我一人足矣。叶欢言语之中的自信把林玄风给镇住了。回想起一路走来，叶欢好像真的还从来都没有落入过下风。如今这场上也是靠着叶欢手上的紫霄神雷符、十方往生符才勉强镇住了场子。既然叶欢说有把握，那就相信他吧。行，如此，你点4个人吧。此战事关我和欢宗荣辱，只许胜不许败。叶欢踱着方步来到了场地中央。第一场由我出场，为了节约时间，你们的5个人一起上吧。扩剑门大长老赵晨阳眼神一缩，最先不干的反而是他下面的那些5大宗门的弟子。什么？让我们5个打他一个？这是不把我们5大宗门放在眼里啊 ？TMD， 刚才各出5人轮流上场的规则是他定的，现在让我们5个一起上也是他。他从一开始就打算以1敌5，5大宗门那边喧嚣一片，喊骂量极高。如此狂徒，让我刘西瓜来会会他。人群中飞出一人，人还未到，重剑先行。一把巨大的重剑在叶欢的眼中不断放大，几乎是同时，叶欢手中的神行符化为了灰烬，周围的一切都随之慢了下来。原本来势汹汹的那把重剑渐渐停在了叶欢面前1尺处，看上去是停在了面前，实际上是因为叶欢的速度无限变快的原因，在现在叶欢的眼中可不就停了下来吗？哈哈，相对论，爱因斯坦撑不起我。叶欢微微侧了下身子，巨剑的后方顿时显露出来一名绝色女子。此女子之美，居然丝毫不亚于严可儿。一身劲装，长发飘飘，那双有如秋水般的眼眸正坚定地看着前方，手还保持着手掌前伸，抵着巨剑的剑柄向叶欢刺来的样子。刘西瓜，这什么破名字？不过还真是一个难得的美人呀。一时兴起，叶欢将嘴凑了过去，亲了一下对方那柔嫩的双唇，那冰凉的触感激得叶欢心中一荡，身体居然开始燥热。正当叶欢打算再亲一次的时候，一个戏谑的声音传来：微微充血25%，体温升高，血液流速加快。不对啊，一般的人类性欲没你这么旺盛啊，怎么稍微有一点姿色的雌性你都想和他来上一次？是你的功法在影响你，还是你自己本身有这样的想法？又或者……叶欢一个机灵清醒了过来，妈的，大意了，居然忘记了自己帽兜里面还蹲着一尊大神。那刚才自己的动作不是被他看了个一清二楚？神行符居然不只是作用于自己的身体，连同帽兜里的大母龙小敏也一并给加速了。而且的确很奇怪，明明自己在和别人生死搏杀，为什么还能想到那事儿？这就好像孙悟空3打白骨精的时候大喊吃俺老孙一棒，然后孙悟空解开了他的虎皮裙。这 TMD 要是不解释一下，以后在小敏的面前还能抬得起头吗？帽兜里的小敏给了叶欢一个白眼。好了，不要狡辩，专心应敌，不要觉得你现在处于急速状态就赢定了。战斗之中还有时间调戏自己的对手，你也算得上是一朵奇葩了。急速状态，之前叶欢使用神行符的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快的速度，应该是叶欢的境界提升了。筑基后期不同凡响，灵气在体内从以前的气壮变成了液态，现在的叶欢各方面的身体素质、战斗实力都远胜从前。叶欢定了定神，按小敏所言，沉下心神专注应对，同时系统自带技能破妄之眼也自然而然地启动了。眼前的少女身上顿时出现了几处破绽标记，就像印在叶欢的脑海里一般。破妄之眼，破除世间一切虚妄，破除世间一切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前世今生等等皆可破除。区区一个筑基期少女的身法破绽，又怎么可能会看不透？一个错身而过，叶欢停在了刘西瓜的身后，神行符的力量刚好消失。以前用神行符至少可以坚持10几个呼吸，现在居然不到一半的时间。看来自己实力变强了，神行符起作用的时间也相应的变短了。一阵微风吹过，刘西瓜与叶欢背对立，两人的交手其实就一刹那。刘西瓜的重剑剑尖距离叶欢还有1尺的时候，对手就消失不见了。然后自己躯干灵力运转的4大必经之路，穴位也尽数被封，整个身体连带着重剑一起重重的摔倒在了地上。不过在他失去意识之前，脑袋里面却充满了问号。我不是在打架吗？怎么自己的嘴唇香香软软的？刚才那一瞬间的触感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才彻底失去意识。叶欢伸出4根手指，还有4个，别怪我没给你们机会，4个人一起上吧。叶欢只花了一个瞬间，没有使用兵器，也没有动用那2种非常厉害的符篆，只是一种近乎诡异的速度侧身而过。
就把刘西瓜全身经脉封住，一招制敌。剩下的人当中，不管是谁和刘西瓜对战，都没有人说自己能够做到一招制敌。如果剩下的4个人还是一个一个的上，那他们输定了。预定好的4个要上场的人齐刷刷地看向了赵晨阳，脸色青一阵白一阵花一阵的赵晨阳这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叶欢提出来的这一场比斗就是为他自己量身定制的。场上19个，宗门近150人，这才回过味来。合欢宗这边实力最强大的年轻一代，很可能根本不是什么陆景然，而是眼前这个叶欢。就连那些元婴长老们都没有一个人看清楚叶欢和刘西瓜错身而过的那一瞬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可想而知叶欢的速度到底有多快。这种急速之下，除了他们这些元婴长老，任何筑基期的弟子都不可能独自一人战胜叶欢。是为了那点脸面，依然一个一个的派弟子们上去填，还是放下面子直接派4个人去围攻？傻瓜都知道该怎么选择了。于是赵晨阳从怀中掏出一物递给了身后的弟子，又低语了几句，最后重重的点了点头。随后扩建门中迅速闪出4人，一模一样的着装，一模一样的武器装备，就连脸都长得一模一样，居然是罕见的4胞胎。4人分别占据一个角落，以4象剑阵之势将叶欢围在了正中间。叶欢故技重施，背在背上的手心里面一张神行符悄然化为灰烬，但很快他就发现了不对劲。围着叶欢的4人长剑之上，居然也隐隐现出了符篆的图案，空间记的符篆，周天符文12卷里面有记载。操，大意了！师傅上官如玉给他的周天符文12卷里面记载了所有公开的符文篆刻，这东西基本上是天下宗门所有符篆师必备教材。但是叶欢没想过，这里面记载的那些普通符篆，居然可以结合阵法一起使用，居然能对自己的神行符产生一定的效果。那种天地之间的急速消失了，而且对方阵法精妙，攻防一体。一时之间，叶欢即便动用破望之眼能查看到对方阵法的破绽，但这可是一套剑阵，自己也没有好的兵器能够使用，如何破阵？对了，自己包里好像还有一件符宝，是那天早上叶欢与龙离一夜春风之后，龙离给他留下的补偿之一，想来拿出来用用应该没什么关系，反正这一次龙葵宗来的人里面没有龙离。叶欢将它掏出来握在手里，一般的符宝只能使用3次，3次之后就会灵力散尽而自毁。毕竟符宝其实是神器仿制出来的东西，除了实力只有元剑的3成之外，一般也就只能使用3次。而且制作一次符宝，神器还会有一段时间的虚弱，甚至是不能使用，需要恢复之后才可以重回巅峰。所以一般只有大宗门给自己的核心弟子或者是直系血亲才会舍得提供那么1-2件防身。而叶欢手里的这件符宝是一节龙角，而且这龙角之中散发的波动和叶欢身上帽兜里面的小米阿姨身上散发出来的波动居然同源。符宝一击与元婴全力一击相差无几，有了它的助力，就算叶欢的速度优势被压制，要破开此阵也并非难事。只是叶欢取出此符宝之时，林玄风身后龙葵宗的那位长老眼神一缩，此物应当是少主龙离赠予陆景然之物，为何会出现在叶欢的身上？反观陆景然，他对此居然一点反应都没有，也就是说他可能并不知道那龙角是什么东西。正在思索间，叶欢动了，看准东南角一人，手中符宝激活就扑了上去，一道红色闪电从龙角符宝中发出，犹如天降雷霆一般向东南角扑去。只要这一击奏效，4象阵被破，以叶欢的急速余下的3人自然也会如土鸡瓦狗一般。但是叶欢没有注意到背后那人同样取出了一物，狰狞的脸上发出阴狠的邪笑。去死吧！一把长得像一片叶子的小型扩剑，巴掌大小，向叶欢背后飞去。这是从扩剑门阵宗神器汉月剑上面制出来的符宝，全场都惊了。叶欢手里的很明显也是一件符宝，但是龙角符宝很少见，显然没人能认出来。但是扩剑门的汉月剑可是很出名的，场中一片惊呼之声。叶欢小心，符宝偷袭！叶欢警觉，正待回身应对，突然帽兜里的小敏说话了：“专心对敌，后面交给我。”叶欢一下子心安了，大母龙小敏，那可是连系统都测不出来等级的存在。10几万年前，人类还在满大陆逃亡的时候，就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强者了。对付一件小小符宝的偷袭，那还不是手到擒来？片刻之间，叶欢手中的龙角形符宝发出的红色闪电击中了对方，那人惨叫声中飞出老远，失去了战斗力。只是比试，所以叶欢没有下死手。不过，啵的一声，4象震破。而叶欢背后那一把扩剑型符宝，刚刚才接触到叶欢的后背，眼看就要将叶欢斩成2段，突然就像是泥入大海一般，凭空消失不见了。随后，神行符
终于起作用了，虽然浪费了一点时间，还好效力还没有完全消失。借着神行符的余威，叶欢急速再现，破望之眼标铸出的余下3人的破绽，也同样演在叶欢脑中显现。爽！砰砰砰3声，3人同样飞了出去，生死不知。1对5，叶欢全胜。好，虽然叶欢整体上是依靠自己的急速才完成的一穿5，但是那把福宝小剑诡异的消失，依然深深的震撼了全场。合欢宗大长老林玄风第一个带头，高声喝彩。管他怎么赢的，只要是自己这一方赢的就好。赵晨阳一脸震惊，飞身上前，一手抓向叶欢。不可能，你把我的福宝汉月剑怎么了？林玄风怎么可能让他放死？同样飞身上前，一掌打向他的手。问话就问话，你动手是几个意思？怎么当我不存在？林玄风将叶欢护在身后，冲着赵晨阳怒目而视。周边10几个宗门同样大步向前，威势前压。这是由他们见证的公平决战，要是让赵晨阳把叶欢怎么样了，丢的可就是这10几个宗门的脸。没错，赵晨阳你是不是霸道惯了？众目睽睽之下，你想干什么？ TMD 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你扩剑门这样不要脸的。本来情郎小世界的东西能者居之，你们强行拦着人家要查，现在打输了还想要做什么？赵晨阳身边他请来的4个类拳的宗门心中也是暗暗思索，我们也就是收了点零食来帮帮忙，惹众怒这种事儿可不在你扩剑门的约定范围之内。也齐齐后退了一步，远离了扩剑门的人，眼神之中也精彩纷呈。一时之间，全场竟没有一个宗门支持他扩剑门。眼见自己这一方众叛亲离，赵晨阳的脸终于完全变黑了。呸！这场比斗我们输了吗？刚才有高人出手替他拦下了我的福宝，全力一击，否则此时躺在地上的应该是他叶欢才对。你们都瞎！赵晨阳的话还没有说完，叶欢的帽兜里面，小敏拨开叶欢的头发飞了出来，小奶狗大小的身形，扇动着一双肉翅，头上还顶着2个小龙角，就这么飞在空中，扑扇着翅膀，一双 Q 版的大眼睛非常无辜地看着众人，额头上的6芒星图案向众人展示着他的身份，小爪子上还抓着一把残破的福宝小剑，时不时地啃上一口。围观的宗门们不淡定了，灵宠，叶欢在里面得到了一个灵宠，还是龙系的，这他娘的还有天理吗？情郎小世界之行收获最大的是他，合欢宗这是踩了什么狗屎运？龙葵宗的主上沾了一点龙族血脉，成就了一个宗门10多万年的威名，合欢宗直接捡了一头。看这体型应该是刚刚孵出来的，能一剑斩杀元婴的福宝，他当零食吃。速速回报宗门，情郎小世界里面发现龙族身影。这一下子赵晨阳无话可说了，牙都要咬碎了，但是场上的情形他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抬手一个抱拳，好好好，算我扩剑门认栽，咱们青山不改，绿水长流。说罢一甩衣袖，转身就想离开。慢着！赵晨阳转过身来，脸黑得像锅底了。怎么？你和欢宗10几个人还想留下我们这5宗门吗？林玄风针锋相对，丝毫不带退让，声音之大，足够全场所有人听清。赵长老，你是不是太健忘了？按照约定，你们输了是要留下物袋里的物品赔罪的，怎么要装傻？赵晨阳举目四望，10几个宗门的长老和弟子看着他们，众目睽睽之下，想要赖账是不可能的，气得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请了4个宗门来助拳，焦离没有得到，连焦离的灵根也没有得到，还被人家的弟子以1打5，啪啪的打脸，临走还得丢下10几个储物袋赔礼。从此以后，扩剑门的名声在天南这一块算是丢尽了。赵晨阳带着10几名弟子走了，临走之时的确抛下了10几个储物袋，不过他们每一个人头上都花花绿绿的插满了剑形的发簪样物品，没有人规定头上只能插1根簪子，所以多插几根也很正常，他们也只能用这种方式带走身上最值钱的剑形法器。至于储物袋里的其他东西，像灵石之类的，要是也拿出来顶在头上，那就真的是脸都不要了。叶欢对于他们的行为也无所谓，反正让他们留下储物袋也只是为了羞辱一下，挽回一下合欢宗的面子罢了。当着众人的面把储物袋里的剑形法器取出来插在头上，再把储物袋丢在地上，这种掩耳盗钟的行为只会让他们更丢脸。各大宗门的带队长老也纷纷上前和林玄风打招呼，眼神却时不时地飘向叶欢那边，还有他身边的那头奶龙。经此一战，合欢宗叶欢之名天南将一时无两，提前打好关系也是有必要的。可惜了，那头灵宠额上的6芒星闪耀，说明他已经认主，而灵宠一生只能认主1次，现在什么手段也抢不走了，真是便宜了合欢宗。
合欢宗的众人也围了上来。叶师兄，你实在太厉害了，这奶龙我能抱抱吗？它咬不咬人呀？哎呀，好可爱啊！女弟子们满眼的星星，争着抢着想要去抱。男弟子们满眼的求知欲，试图掰开小敏的腿，想看看是公的还是母的。小敏一脚将那人踹了一个趔趄，然后飞回叶欢的帽兜里面，不再理众人一边。陆景然也被人围上了。陆景然师兄，你在里面到底得了他们什么东西，让他们动这么大的干戈，连名字都没讲？对啊，跟我们讲讲吧。讲什么讲？直接拿出来我们开开眼吧。就是，陆景然一脸懵逼，这一趟的确得了个稀罕玩意儿。难不成阔剑门带着那4个宗门闹这么大的事，就是想得到他？不至于吧？大长老林玄风过来拍了拍陆景然的肩膀。行了，是你得的东西，那就是你的。阔剑门费尽心思都要得到它，想来那东西也是十分珍贵的，财不露白，就别拿出来了。在周边的师弟师妹们的惋惜声中，陆景然抱拳为礼。是，师父。虽然心有疑虑，不过也不好在这里追问，管他是不是，回到宗门再说吧。这一趟合欢宗的收获可谓颇丰，10几个宗门对仗，此次获得通天石乳最多的果然是合欢宗，另外还收获了10几个储物袋。叶欢还得到了一头灵宠，还是龙类的灵宠，成长空间巨大。陆景然得了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的好东西，而且一场比斗下来，名声方面更是一时无两。龙葵宗的长老带着宗内的弟子和合欢宗众弟子道别，临走之时，他看着叶欢的眼神充满着复杂的意味。不过关于那个龙角形的符宝，他最终却什么都没有问。林玄风挥手招呼众弟子上了战船。好了，都下去休息吧，返回宗门。是，大长老。一路之上，合欢宗的法宝飞船飞得高高的，欢声笑语不断。只有叶欢把自己关在舱里，开始复盘这一次的晴朗小世界之行的得失。总结之下，才发现自己这一路行来真的是运气爆棚。术法方面，搬运术倒是娴熟无比，但是炼器境能使用的术法当初也没有学多少，现在用处也有限。上了筑基期后，高端的术法自己也是一个都没有学。功法方面，合欢大法筑基期了，用处不大。长春功修订过后的长春功一直在练，没有停过，倒是好用。周天符文12卷就没有认真翻过几次。自己的底牌方面，破望之眼的确很强，能看破世间的一切，但是自己实力跟不上也不行，看得到打不到。就连神行符也能被人用阵法轻易压制。紫霄神雷符只有2张，十方往生符也只有2张，那龙角形的符宝还能用2次。随机瞬移玉符只有1枚，还有大母龙小敏在身边，底牌倒是不少，但细细盘算下来，要是在别外遇到阔剑门大长老赵晨阳，或者天刀门大长老周云帆那种级别的高手，怕是只有想办法逃了。怎么办？老子可不想做个蓝星穿越者之耻，要是一不小心被一群土著给弄死了，那就搞笑了不行。必须变强，更强，才能走得更远。叶欢在船上开始了没日没夜的修炼，回到内门交了任务物品，叶欢就去了师傅上官如玉的小院。上官婉儿也在那里。师傅，您要的那些晴朗小世界里面并没有，不过我倒是收获了一堆别的东西，师傅你要不要仔细看看？上官如玉一如既往的恬静，美得不可方物，拿着一本古卷正在研读。上官婉乖乖地坐在一旁，一边看看叶欢，一边看看他姐姐上官如玉。听到叶欢的话，上官如玉长叹一口气，放下了手上的书卷。花儿辛苦了，此次没找到，那就下次有机会再找吧。至于你得的那些东西，都是你自己的，倒也不必让为师过目。叶欢才不管，一件一件的往外套。灵气韭菜、黑泽草、阶驴草、洗髓灵果、神行草、开阳花、星元果、雷元叶、月木灵叶、碧水珠、赤灵石、青玄石、墨宝沙、紫玄水、白真露、青宝水、定慧乌古晶、碧仙石、灰宝岩、珠果。每掏一样，两人的眼神就震惊一分。等叶欢掏完，上官如玉和上官婉儿两人呆若木鸡。这，你是把晴朗小世界给扫荡了吗？这些东西的生长地方无一不是危险至极，你怎么？叶欢也不着急解释，把自己帽兜里面正在熟睡的大母龙小敏给掏了出来。徒儿之所以能找到这么多东西，多亏了小敏。这些东西生长在哪儿，藏得有多深，他全都知道。不知道是不是闻到了他的龙族气息，那些守护兽全都不见了。所以徒儿在采摘这些东西的时候，也没有遇到什么危险。哦，对了，有些灵根尚在的，我并没有采掘。徒儿把这些东西存在的地点已经制成了图册，上交宗门。大母龙小敏的出现让两人更加震惊。
不过两人也是元婴境界的高手，定力还是很强的，只是接过小奶龙仔细观察了一会儿，叮嘱道：这可算是你莫大的机缘了，你要照顾好，待他长大之后会是你的一大助力，若是还没有成长起来就被某些不怀好意的人给害了，那可就太浪费了。叶欢纳纳无言，这小祖宗系统都识别不出来他的等级，别说有人去害他了，他不害人就不错了。上官如玉想了想，还有，你一人探明的区域敌得了过去数千年宗门弟子的努力，这一本图册可以说是无价之宝。还有这些你采回来的东西，为师替你仔细甄别一下宗门急需的，然后上交宗门换一些宗门贡献点。将来你要去藏经阁换功法，或者是要换丹药换法器可以。至于这些东西里面有些宗门需不着的，你自己可以拿到黑市上去看看能不能卖个好价钱，或者换一些你自己需要的东西吧。叶欢点了点头，上官如玉这师傅为人真的是太高级了。叶欢想在这里面挑一些他用得上的，没想到最后他一件也没有动，倒是上官婉不客气的挑了好几样。叶欢返回自己小院时，上官婉也一起跟了过来，理由也是冠冕堂皇，探讨功法。看着自己的亲妹妹就这么眼巴巴的跟着叶欢走了，上官如玉的白眼都快翻到天上去了。上官婉心知肚明，假装没看见，依然厚着脸皮跟着叶欢回小院了。当晚与上官婉大战300回合之后，上官婉才告诉叶欢近期宗门内发生的事情。宗门已经确定了，宗门大比的召开时间是1个月之后，分外门大比还有内门大比。每年宗门内都会派人去凡俗世界验灵根收弟子，收回来的弟子资质好的像上品灵根，那直接入了内门。像叶欢这样只有中品灵根或者下品灵根的弟子都在外门，如此才形成了合欢宗内门弟子10几万，外门弟子100多万的格局。而一旦入了外门，想要再成为内门弟子，就只有通过宗门大比这一条路了。外门大比前10者可进内门拜师，而内门大比前10者可入魁星阁修炼1个月。内门人数不多，10几万罢了，但也不是什么清净之地。山门内有5大修炼圣的，需要宗门贡献点才能进入。去这些地方修炼，功力增长比外面高好几倍，谁不想进去？像叶欢这样的长老弟子需要的贡献点很少，而普通的弟子就需要海量的贡献点才能进去一次。买丹药、学功法、学符传、学阵法，哪样不需要贡献点？为此，内门也是拉帮结派，派系林立，抱团抢任务、抢资源、抢修炼圣地里的位置。不抱团，那你就等着被人家吃干抹净吧。而作为长老弟子的叶欢，将是一股内门新势力。上官婉躺在叶欢怀里，拿手指在叶欢的胸膛上划着圈圈。所以1个月后的宗门大比，内门的你要参加，最好是进前10，而外门的你也要关注，让尽可能多的前10名投入你的麾下。叶欢不解，微调了下姿势，贴得更紧了些。内门普通弟子中多招一些就是了，干嘛非得盯着外门拼死拼活才挤进来的那10人？他们有什么特殊吗？上官婉嘴角弯起了一个弧度，细细抚摸叶欢那8块。不要小瞧了，能从100多万人里冲出来的10人，论心性，论实力，那都是顶级的。很多宗门长老每次收徒还特地去外门挑呢。叶欢点头，心中了然。内门大量培养资质好的弟子，这是宗门的底蕴；外门则任由那些资质不行的去养蛊，能杀出来的同样也是宗门的底蕴。怎么样都不亏。总之，就算叶欢是长老弟子，要在这内门立足，也得依着内门的规矩来。上官婉意犹未尽的起身，悉悉索索的穿起了衣服。我跟你的事儿，姐姐那里可千万别说漏嘴了。明白。还有那些外门内门的普通女弟子，能不碰的就尽量少碰。我是无所谓，主要是姐姐不喜欢。你的意思是？上官婉回过头来，穿戴整齐的她瞥了一眼木字形躺在床上的叶欢，给了一个白眼。我姐有洁癖，你要打她的主意，最好是别把自己名声搞太臭，懂不？有些东西她不喜欢和别人混着用。叶欢支起身体，洗洗也不行吗？远远的传来上官婉的声音。不行。次日，叶欢神清气爽的出门了。自从入了内门，还没有好好逛过，准备去5大修炼圣地看看，要是对修炼有好处，就去待一待。先去上官如玉师傅那里取了自己的亲传弟子的身份牌，本来只是一般弟子，结果为了免除叶欢一些麻烦，上官如玉直接把亲传弟子的小院给了叶欢住。上官如玉觉得无所谓，亲传就亲传，所以叶欢直接就从弟子升到了亲传弟子。一般弟子要等师傅传召，才能去师傅面前受教学习。亲传弟子只要有空，想啥时候去请教就啥时候去请教，这就是区别。直到今天，叶欢才知道亲传弟子福利
还远不止于此。亲传弟子去5大修炼圣地修炼，扣的是师傅的贡献点，不用扣自己的。而且亲传弟子去兑换功法、丹药、阵法、符篆之类的东西，折扣福利也很大，这便宜可占大了。拿到自己的身份牌，玉质小牌，像是炼制过的，上面除了自己的名字，后面还有一排小数字，那就是这一次晴朗小世界宗门给的奖励，还有自己线图的奖励，还有自己上交那些天才地宝换的奖励。余下的天才地宝，上官如玉又装回储物袋，还给了叶欢。叶欢仔细看那身份牌后面的数字，习惯性的开始数零，个、十、百、千、万、10万、100万，一共500多万贡献点。那么多的零，他只在成都见过。至于那些东西换500多万贡献点划不划算，吃没吃亏，叶欢不在意，反正有上官如玉去和宗门交涉，想来这个数字是划算的。先去灵泉福地试试那里的灵泉功效如何。叶欢一路行去，无数人见到他都停下来行礼。合宗门内人数众多，辈分很难界定，一般要是不明确就会称对方为师兄，也有按地位来。叶欢现在是长老的亲传亲子，地位很高，所以一路行来尽是师兄师兄的声音。直到哎呦，这不是叶欢师弟吗？一个很欠揍的声音在叶欢的耳边响起，然后就看到一个青年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摇头晃脑的过来了，身后还跟着4、5个弟子，也是一脸戏谑。叶欢无语，好经典的反派出场，而且明知叶欢的10长老亲传弟子身份，还上门找事儿，只能说明对方应该也是某位长老的弟子。至于是不是亲传，那就不得而知了。不过是个长老就比上官如玉等级高，就连上官婉这个9长老都比他这个做姐姐的10长老高一级，所以他叫叶欢为师弟倒也不是乱叫。这位师兄何事啊？想通了关窍之后，叶欢笑脸相迎。叶师弟，我乃3长老的弟子姬无常，今日在这里拦住师弟，是因为我师兄莫尘渊想见一见师弟，还请师弟屈尊前往，单刀直入，一点都不拖泥带水的。这姬无常倒是有点意思，不过他这一句话至少透露3个信息，叶欢心里门清。第一，同为长老弟子，他没有自成一派，而是依附于2长老的弟子莫尘渊，而莫尘渊现在是合欢宗现任圣子，势力最大的一派。第二，今天他来是来试探叶欢的，说是莫尘渊有请，但又没说事情的缘由，只要叶欢去了，那自然就会低人一等。毕竟莫尘渊一句话不问缘由，叶欢就得去见他。第三，莫尘渊很重视叶欢这个新出现的竞争对手，毕竟叶欢可是亲传弟子，而且有一头龙系灵宠，虽然只是中品灵根资质，但是一身实力极为诡异，如果不小心，叶欢极有可能会成为下一轮圣子的有力竞争者。好大一个坑！叶欢这个新贵刚刚才进内门，内门许多还没有投奔势力弟子都看着呢，能入内门，谁还不是个天之骄子？不是谁都值得自己依靠的。今天叶欢的选择会成为他们评判是否值得追随的一个关键点。现在叶欢要是去了，那就低莫尘渊一等。原本打算依附叶欢的那些松散弟子，见此情形必会谨慎选择。叶欢要是不去，就等于当众告诉莫尘渊，他是要和莫尘渊对立的，而刚刚起步就数次大敌，十分的不智，更加不会有人敢过来依附。也不是没有第3条路，除非叶欢学姬无常依附别的势力，但如此一来他也就不足为惧了。叶欢皱眉，这他娘的是阳谋啊！仅仅只是派一个人出来，在大庭广众之下召叶欢去见他，这一个动作就能把叶欢逼入两难之地。可想而知，那莫尘渊能成圣子，还真有2把刷子。不过叶欢可不会惯着，破不了局，老子直接掀桌子。叶欢看了眼四周，有意无意地注意着这里的那些师弟师妹们，一声冷哼，不好意思，我比较忙，如果他有事找我，可以来灵泉福德寻我，告辞。说完，叶欢转身就要继续前行。等等，叶欢师弟的意思是以后要与莫尘渊师兄为敌了？那你可要想清楚了，莫师兄一句话，恐怕叶师弟以后在内门会寸步难行啊。这还赤裸裸的威胁上了。叶欢回头看着姬无常，姬师兄每次替莫尘渊圣子带话，都是把人往死里得罪的吗？不知道姬师兄替莫尘渊圣子得罪了多少同门？难道你和莫尘渊圣子有仇？叶欢的声音不可谓不大，周边的人一下子耳朵就尖了起来。姬无常急了，你胡说，我没有，不是我。叶欢轻轻一笑，这样吧，你替莫尘渊圣子得罪的那些人，我来替你向他们道歉赔礼吧。姬无常圆眼一瞪，你要干什么？我说了我没有。叶欢也不回应他，直接抱拳，朗声向四周道，各位师兄师姐师弟师妹，姬无常师兄若有替莫尘渊圣子得罪各位的地方，
我叶欢代姬无常师兄给大家赔礼道歉。路过的一位师弟本来是在赶路，听到这话，抬头问了一句：道歉就算了，补偿是什么？叶欢冲那师弟一笑：我要去灵泉福德修炼几天，凡是墨尘渊圣子得罪过的师兄、师姐、师弟、师妹，可随我一同前往，费用由我出。记住，必须是墨尘渊圣子得罪过的才行哦。你们懂吧？什么？免费去灵泉福德修炼，全场消费由叶师兄买单？真的假的？那去一次就是半个月，一次需要3000的贡献点啊！这么好，墨尘渊圣子得罪过的，懂。喂，快去灵泉福地！你不是看墨尘渊圣子不顺眼吗？叶欢师兄专门请你这样的人消费，快去啊！姬无常脸都绿了，牙齿咬得咯咯响。我说了，我没有替墨尘渊圣子到处得罪人。叶欢一脸无辜，是吗？那一会儿看看能来多少人就行了，反正是我出贡献点，又不是你出，不管来多少，那都是你替他得罪的。不知道是想到了什么，姬无常突然阴冷一笑：阴我是吧？那灵泉福地每去修炼半个月就需要花费3000贡献点，10个人你就得出3万，100个你就得出30万，1000个你就得出300万。就连墨尘渊圣子这么多年了，也没存到这么多贡献点。你一个刚刚进内门的能有多少？请客是吧？想撒钱是吧？行，不如我帮帮你。说完，姬无常往旁边几个人吩咐了一下，帮助叶欢扩散消息。那几人领命迅速散开去传播消息去了。我倒是想要看看你叶欢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多贡献点可以挥霍。我可不像你只是个普通的长老弟子，老子可是亲传弟子，能打折。哈哈！叶欢狂笑着离去，不再理会那姬无常。一路之上合欢宗内简直就快闹翻天了。平常弟子们要获得贡献点，要么去宗门领任务，要么自己制作符篆、丹药、阵盘之类的，交给宗门去换取贡献点。以前在外门的时候，弟子间这样的交易通常都是以灵石进行的，因为外门弟子要修炼，主要就靠汲取灵石里的灵力来进行，而内门弟子的修炼大多是靠宗门内的各种福地，那效率远超灵石，所以在内门里贡献点才是硬通货。一个普通的弟子平常要赚3000的贡献点，起码要耗费半个月时间去完成一个至少是乙级的任务，才能得到这么多。叶欢邀请所有墨尘渊圣子不满的人去灵泉福地消费，这消息就跟长了翅膀一样，迅速飞遍了整个合欢宗内门。而且这同样是阳谋，还是正大光明的阳谋，就是要把所有墨尘渊圣子对立面的人全都收集起来，用来打造自己最初的班底。叶欢丝毫不担心有墨尘渊圣子的人混进来占便宜，想进灵泉福地就得先登记姓名。享受了叶欢的福利，将来叶欢有事招呼的时候，你要是屁股坐在墨尘渊那边去了的话，那不好意思，叶欢只需要把这个事抖露出去，你会被整个合欢宗的人唾弃。再严重一些，宗门以后所有的大事你都不要想沾边，随便哪个长老一句人品堪忧，就能够把你压得死死的。至于刚刚进内门就和圣子对上，别人可能还需要斟酌1、2。叶欢是什么人？穿越之子，系统傍身，还有大母龙护体，自己可是要成仙成帝的人。区一个圣子，算个屁！叶欢正在得意间，灵泉福的到了。灵泉福地有大大小小的灵泉之眼数百口，每一口的功效都差不多，只是有些位置高，有些位置低。通常地位高的用位置高的，地位低的就随便那口泉眼都行，反正功效一样。只不过收费太贵了，所以常年都有位置空着。而此时的门口已经稀稀拉拉的来了20几人，筑基的、金丹的都有，已经在等着叶欢了。见到叶欢过来，齐刷刷的见礼。Triple X 见过叶欢师兄，不知叶师兄所言是否作数？叶欢向四周一个抱拳，当然作数。然后取下身上的身份牌，还拿了一个用于记录的特制符石，一并交给了看守灵泉福地的人。各位师兄、师弟、师姐、师妹，我的身份牌就放在这里了。如我所言，凡墨尘渊圣子得罪过的，在这符石之上录了名字，就可以进去了。今天全场消费由我买单。虽然买单这个词儿大家听不懂，但叶欢的意思很清楚，只要你不是墨尘渊那一方的，愿意加入叶欢这一方，那就可以进。现场顿时欢呼一片。不知叶师兄你的贡献点是否足够支付？我等没有别的意思，主要是叶师兄您才入内门没有多久，想来贡献点不会太多，所以叶欢微微一笑，请看守灵泉福地的师兄弟给大家念念数字，看看够不够。那看守灵泉福地的弟子也是来打工的正贡献点的，闻言点了点头，看了一眼叶欢身份牌后面的数字，顿时眼睛一下子瞪得浑圆。这500、540、541，啥？541？
就这么这儿贡献点，怕是你一个人修炼都不够用吧？哦，叶师兄亲传弟子，费用由石长老支付，不过这请客就……是啊，叶师兄莫不是戏耍我等？正当众人开始质疑的时候，看守调整了一下情绪，重新念了数字。不是，各位，是541万。什么？500多万？这怎么可能？叶师兄才入内门，只出了秦王小世界一次任务，怎么会？正当众人震惊之时，一声暴喝如惊雷一般炸响当场。大胆叶欢，你可知罪？叶欢循声望去，远方行来一人，一身金灿灿的衣袍，白玉为冠，青玉为腰，手上还拿着一柄折扇，就这么踱着方步，一步一步行了过来，身后还紧跟着一群小弟。不用别人介绍，叶欢顿时就知道来的人是谁了。莫尘渊，叶欢师弟，论入门我比你早，论师承我和你都是亲传弟子，所以你该称我一声师兄。莫尘渊这里挑的没毛病，不过叶欢叫不叫这一声师兄，似乎他也不是太在意了。莫尘渊扇着手上的扇子，一步一步地围着叶欢转了起来，一边上下打量，一边开口：叶欢，本圣子入内门36年，历乱星海战场大大小小70余战，完成甲级以及任务不可计数，到如今也才刚刚好攒下这110万的贡献点。你一个入内门2、3个月，只出了一场秦王小世界的任务，你的身份牌上居然有540万。我和欢宗内门贡献点，一宗门铁律，不得转让。那么你这540万从何而来？若是你师父上官长老私下划给你的，那我上报执法堂，他上官如玉不配为长老之尊。若是你私下篡改而来，那我一样要上报执法堂，将你的亲传弟子身份剥夺，逐你出内门，还不如实招来。莫尘渊最后一声咆哮，混合了他金丹后期巅峰修为，一瞬之间声浪滚滚，炸响全场。围聚过来的人群越发的多了。和欢宗规矩森严，任谁违反了规矩都逃不过执法堂的惩罚。何况莫尘渊的怀疑有理有据，还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若是叶欢真的解释不清楚这540万的来源，恐怕当场就会激起众怒。有些弟子辛辛苦苦1个月出任务，累死累活都赚不了几千的贡献值，你一个刚入门的哪里来的这500多万？闻听此言，之前还对叶欢大气挥金充满好感的众人眼神一下子就变了。叶欢现在也是头大的不行，大意了，这个数字的确超出常理了，单凭自己的解释，无论怎么说恐怕都难以服众。不过他也不虚，这些贡献点来源都是清清白白的，所以他只是冷静地看着莫尘渊。师兄，我若不说，你待如何？莫尘渊同样冷冷地看着叶欢。其实他心里有一个大概的猜测，上官如玉做长老多年，他绝对有540万的贡献点，但他不会不顾宗门规矩强行划给叶欢，所以十有八九是这个刚刚入门的叶欢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篡改了这个数字。只要抓住这个痛脚不放，哪怕上官如玉最后拿自己的贡献点来填这个窟窿，叶欢这个始作俑者也必然不能再待在内门。刚刚到手的亲传弟子身份转瞬之间化为云烟。哼，原本以为会是一个劲敌，没想到却是一个不知轻重的愣头青。宗门的贡献点系统何等重要，居然敢私自篡改！若不是有这么多人围观，莫尘渊兴奋的都要发出鹅叫声了。我待如何，你马上就会知道了。来人，围起来，去请执法堂长老。速去！遵圣子令。现场的人已经越围越多了，那密密麻麻的人头看上去已经有了上万的规模。整个合欢宗内门，那些在乱星海战场上镇守的弟子除外，常驻宗内的总共也才10几万的弟子。只要不是在闭关的，都被这件事情惊动了。叶欢老神在在，掏出桌椅，还有茶具茶歇，原地舒舒服服地坐下，开始泡起了茶。想来执法堂长老到来之前，莫尘渊师兄是不会放我走了。虽然叶欢喊了师兄，但却是连名带姓一起喊的，可想而知他很不爽。莫尘渊一边跟着的那群狗腿子中迫不及待地跳出来一人，正是姬无常。呸！别说是走了，茶你都不配喝。来人啊，给我把这狂徒的脸按在地上，等执法堂长老来了再发落。话音刚落，立马就有人应声，刷刷刷弹出5人，正欲把叶欢按下。这要是按实了，就算后面还了叶欢的清白，那脸也是丢尽了。所以叶欢不慌不忙从怀里掏了一张符出来，用2根手指夹着，轻轻扇动着微风，就好像天气有些热一般。紫霄神雷符还是很好认的，通体紫光萦绕，还有隐隐的雷电细纹在游走。传说中一张就能干废一名元婴的神物。合欢宗10长老上官如玉，这名5级符王的成名之作。乱星海战场之上，
10万灵石都难以求得一枚的绝对硬通货。就这么在叶欢的指尖晃来晃去，莫尘渊、姬无常还有原本打算扑上来的那几名狗腿子，齐刷刷的一个弹跳，后退了至少5米远。叶欢，你敢抗法？不要以为有符王给你撑腰，一会儿执法堂长老来了，看你还怎么嚣张。叶欢也不急了，反正等呗。不过他打算坑一下莫尘渊。莫尘渊师兄，如果一会儿执法长老还了我清白，你是不是应该补偿一下师弟我？莫尘渊瞥了一眼叶欢，若你是无辜的，当真是我冤枉了你，那我这浑身上下，你可以看上什么就拿什么。叶欢上上下下看了一圈，最后指了指莫尘渊手上的那柄折扇，就他吧。周围的人倒吸一口凉气。莫尘渊一愣，叶欢居然指了他手上的乾坤扇，这可是他的成名兵器。武器等级：法器、宝器、灵器、圣器、神器。这乾坤扇妥妥的一把灵器，多少元婴级的高手都没有一把趁手的灵器使用，有时候还不得不苦逼地挥舞着一把宝器上战场。这叶欢倒是好眼力。莫尘渊简直要被气笑了。哼，你虽然做事莽撞不计后果，没想到却有一副好眼力。不过就算我点头，这乾坤扇你也拿不走。怎么不敢赌？赌了又如何？你若是输了，怕是会被全欢宗扫地出门。我也不要你身上的东西了，跪下给我磕3个响头便作罢。叶欢点头，行，一言为定。莫尘渊唰的一声收起折扇，眯起眼睛认真地看了看叶欢，同样点头，一言为定。让开让开，执法长老来了。让开让开，执法长老来了。众人分开一条线，一名老者走了进来，独眼独臂，眼神坚定而清澈，就算是仅存的那条手臂上，手指头也只剩下了3个。修真之人肉体受到了伤害，只要天才地宝足够，区区肉身损伤很快就可以恢复如初。但是只有一种情况是恢复不了的，那就是大道之伤。上官如玉在给叶欢讲宗门规矩的时候，曾经提到过这名执法长老。乱星海上孤身一人守防线，死战不退，最后被妖族一名高手以大道神通伤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大道伤痕极难治愈，所以他才退了下来，回到合欢宗做了一名执法长老。其为人公平公正，从不偏私，合欢宗上上下下都很服他，人称铁面长老的顾青瓷。见到执法长老顾青瓷的到来，叶欢也不敢托大，老老实实站了起来，一并还收起了桌椅板凳以及那些茶具茶点。莫尘渊同样不敢托大，和叶欢一起老老实实行礼。见过执法长老。莫尘渊一身金灿灿的衣服，很是显眼。执法长老到来，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他。哦，圣子也在这里啊！我听人来报说这里有人闯下了，塌天大祸，所以来看看。总不会是你莫尘渊吧？长老说笑了，自然不是弟子了。然后才看到了站一旁的叶欢。叶欢比较低调，但是气质卓尔不群，也是一眼就看到了哦。你这小家伙，叶欢是吧？怎么你也在这里？叶欢见过长老，还请长老为我洗清冤屈。执法长老虽然威严无双，但为人却十分的和善，而且现场的2人，一个是圣子，一个是5级符王的爱徒，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掐了起来。不过看现场没有动手的痕迹，顾青瓷这才轻轻舒了一口气，没打起来就好，不然最后搞得2个长老掐架的话，那事情就大条了。又认真看了2人一眼，这才开口：好了，何人首告？所谓又是何事？莫尘渊上前一礼，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只不过他越说，顾青瓷就越头疼。奇怪的是，顾青瓷也不打断他，任由莫尘渊把话说完。事情就是如此，还请执法长老查此奸邪之人。不管是上官长老画给他的，还是他自己篡改而来，都是十恶之罪，万不可姑息。在场所有弟子都是见证的。屁大点事儿，还非得自己亲自来处理。顾青瓷甚至都没有问叶欢那怕一句，只是从守卫那里接过作为证据的身份牌，那后面的确写着541万贡献值。然后一声长叹：尘渊啊，你说有没有可能人家这是正规途径得来的呢？全场上万人齐齐吸了一口凉气，想过各种结果，唯独没想过这一条。莫尘渊更是目瞪口呆，不可能啊，这540多万呢，他怎么可能？紧接着莫尘渊脸色慢慢黑了下来，就算他不是自己篡改的，若是10长老上官如玉私下画给他的，那也违反宗门规矩啊。宗门有规定，贡献值必须自己去挣，不得转让的啊。而且他刚才还向我索要乾坤扇，说如果我冤枉了他，让我把乾坤扇给他。如此大胆，长老您绝不能放过他啊。莫尘渊此刻已经有些慌了。顾青瓷向来说一不二，从不偏私，如果他说叶欢的贡献值是正规途径得来的，那很有可能真的就是正规途径得来的。
情急之下，他甚至连自己的师尊都搬了出来。执法长老，你可一定要公正严明啊，否则我会禀告师尊，让他在长老会上弹劾您的。顾青瓷没有理他的威胁，只是看了一眼叶欢，后者正在数自己脚下的蚂蚁数量，很是认真，顿时就明白叶欢什么意思了。看来叶欢是觉得自己解释了也没有用，人微言轻。不错，估计在场除了自己，没有一个人会相信他能在入门2个月内挣到541万的贡献值。这表情是要自己给他背书啊。行吧行吧，上官如玉和自己关系也很好，背书就背书吧。执法长老顾青瓷用自己仅存的3根手指揉了揉太阳穴，重新看向莫尘渊，面带怜悯，又叹了一口气。行了，也不是他师父画给他的，最后一次希望也破灭了。莫尘渊脸色铁青，正想继续追问，执法长老顾青瓷伸手止住了莫尘渊的继续追问，然后缓缓升空，看向周边洋洋洒洒近万人的弟子，运足功力，声音响彻全场。叶欢所持541万贡献值，系宗门长老会上讨论之后由宗门赐给他的。其一，他改良了我合欢宗基础修行功法合欢大法，效率提升5成。其二，他还改良了包含长春宫在内的其他10多种功法，效率提升1成到3成不等。其三，他探明了晴朗小世界33处新地图，并带回来了10多种宗门急需的天才地宝。其四，他以一人之力以1敌5，在晴朗小世界外面维护了我合欢宗的威严。以上4点经长老会议研究，仔细核算后，决定给予他541万的贡献值。长老会上的讨论，我全程参与。叶欢541万的贡献值，合理、合情、合法。全场一片寂静无声，掉一根针都能听得见。顾青瓷从空中落了下来，伸手从莫尘渊手里抽出那一把乾坤扇，顺手抛向叶欢的怀中，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此时，灵泉福地外边的这一片广场才突然恢复了喧嚣。我没听错吧？合欢大法的改良效率提升5成，是叶欢师兄改的。还有长春宫他也改了，还有10几种别的功法。他还在晴朗小世界里面探明了33处新地图。骗人的吧？怎么可能？这可是铁面顾青瓷啊！他要是说我媳妇光着身子和别的男人在床上是在研究星象，我都会毫不犹豫地相信。那就是说，叶欢他是真的能和莫尘渊平起平坐。什么平起平坐？以上他做的事情，有哪一件是莫尘渊做成过的？现在不投靠，更待何时？等等我也去。叶欢自己是亲传弟子，灵泉福地的花费是直接从上官如玉账上扣的，但是叶欢请客的部分，那可得自己来付。好在亲传弟子付费能打折，亲传弟子的福利还远不止于此。这也是为什么每诞生一个亲传，合欢宗内门就会掀起一阵波澜。这一次不是叶欢，也会是别人。师兄师弟师姐师妹们全都排队去灵泉福的修炼去了。叶欢给了时间，1个月内有效，倒也不必担心花费太多。500多万，估计最花出去200万就已经极限了。至于灵泉福地里面，叶欢进去看了看就走了。他实在是没有那个耐心坐下来慢慢修炼，毕竟还有1个月就是宗门大比。莫尘渊的亲传弟子宅院里，啪，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地落在姬无常的脸上，但是莫尘渊却什么都没有说。他明白，就如同他当初设计叶欢一样，这一次叶欢设计他同样是阳谋，就算提前识破了叶欢的计划，他顶多是不出面少丢人罢了，但叶欢同样能拉起这一股势力来和他分庭抗礼。540万贡献值来拉阵营，简直不要太轻松。眼前的姬无常只不过刚好撞铁板上罢了，但是莫尘渊还是气不过。去传令，1个月后的宗门大比，我要他叶欢1个人才都捞不到。是。接下来的几天，叶欢准备在宗门内好好走动走动，毕竟入内门有一段时间了，连内门有哪些区域也不知道。一路之上，总有人和叶欢打招呼，一口一个师兄亲热地叫着，因为现在叶欢的名声简直如日中天。灵泉福地外面现在还排着长长的队伍呢，排队的是想加入叶欢这一派系的，还有更多加入了别人的派系，现在虽然后悔，却也无法再转头的人正眼红地看着这一切。合欢宗内已经没有人不认识叶欢这位后起新秀了。莫尘渊和叶欢，圣子和亲传之争已经成了定局，而且叶欢还隐隐占了上风。打招呼的人多了，叶欢也是心烦了，越逛越偏僻，越逛人越少。不知不觉走到一处森林，只见一处灌木丛里，一男一女正啃得兴起。见到叶欢出现，女的一脸娇羞，躲到了男的怀里，男的也有些拘谨，不过还是跟叶欢打了招呼。叶师兄，真是巧啊，
打扰了2个年轻人的好事，叶欢也是感觉不太自在。偏偏这里实在是太僻静了，而且路也只有一条，只好顺着话头打着哈哈。哈，就是，好巧啊。然后就是一阵尴尬的沉默。男子明显有些手足无措了，指着自己怀里的女子，要不来2口。面对如此热情的相邀，叶欢反而手足无措了，老脸一红，连忙挥着双手婉拒，不了，家里有。然后和那对小年轻尴尬又不失礼貌的道了别，继续前行。走出老远了，才回头看一眼，2个小年轻又啃上了。叶欢就这么信步在合欢宗里，脑子里面却开始了疯狂的盘算。首先按照这2天了解到的情况，爬得越高得贡献点越容易。那莫尘渊身为圣子，几十年能存100多万，真的是纯的硬存下来的。若他不是圣子，别说几十年了，几百年也存不下这100来万。这就是势力和身份的好处。一路行来所见，藏经阁可以用贡献点换术法、功法，多宝阁可以用贡献点换法宝、武器、阵盘、符篆等等，药王阁可以用贡献点换灵丹、宝药等等。虽然叶欢不必对贡献点太过费神，相比那莫尘渊圣子有破妄之眼在，自己要得贡献点实在是太过容易了一些。或者直接拿那台私印机狂印回春符也行，然后丢给宗门换就是了。但是势力这东西还是得有，万一以后上了乱星海战场，没有自己的势力可不行。有势力你就是指挥官，生死更多的会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没有势力，那你就是被指挥的人，孤家寡人的最容易死战场上了。所以属于自己的势力得见，个人实力也要增强才行。还有不到1个月，宗门大比就要开始了，外门前10得想办法笼络几个到自己麾下，得抽个时间去一次外门，找几个热门选手做交易。至于内门大比，自己也得想办法给一个好名次，毕竟内门大比前10者可入魁星阁修炼1个月，而魁星阁作为合欢宗5大修炼圣地之一，是破境的所在。叶欢现在已经筑基后期了，再升到巅峰就可以去魁星阁里冲击金丹之境了。现在嘛，幸好自己只是筑基境，和莫尘渊那个金丹不会直接碰上，余下的20多天修炼也提升不了多少，不如再去黑市上看看吧。内门大比来临之前，要想快速提升实力，也只有这一个途径了。毕竟上回那神行符就是从黑市搞回来的，对叶欢实力的提升帮助很大。理清了思路，打定了主意之后，叶欢转身向着来时路慢慢回去了。那一对灌木丛里互啃的小年轻也早已经消失在了森林中。叶欢与莫尘渊之争，长老层也传遍了。上官如玉这个做师傅的也大大的长了一回脸，任谁家的亲传弟子1日之间就崭露头角，拉起那偌大的势力，那得合不拢嘴。一时高兴，还亲自下厨炒了2个小菜庆祝，最后连锅一起丢了，还得是叶欢出马，跑后面厨房里就现有的食材给上官如玉还有上官婉炖了一锅8宝如意真情汤出来，其实就是东北的铁锅炖大鹅。作为现代人穿越的典范代表，叶欢很是怀念以前吃过的那些美食，一有空就到处找食材和佐料来复原那些大餐，还真让他摸索出了不少的替代品。区铁锅炖大鹅，哦不，是8宝如意真情汤，简直是手到擒来。上官如玉还有上官婉2人吃的是满嘴流油，就连大母龙小敏也飞了出来，2只小爪子抓着1只腿，啃得呼呼生风。3人一笼，躺在椅子上摸着圆滚滚的肚皮，总结着这一餐的得失。花儿，为师多年未曾食过如此美味了，你这调鼎之术真是一绝啊。听得出来上官如玉是在夸自己，叶欢也有些得意。师傅，今天也就是食材将就，我跟你说，这锅里要是再有1只老鳖，那味道简直了。上次我在后山搞了1只王八炖汤，叫什么金钱神龟，那滋味才真的是……叶欢话还没有说完，上官婉就已经直勾勾地盯着叶欢了。后知后觉的叶欢猛然惊觉，那金钱神龟好像是上官婉养的，当着人家主人家的面说它很好吃，好像有些找打啊。叶欢抓起小敏丢进帽兜，一个箭步就窜远了。师傅，我突然想起来还有事儿，我先回院了。上官婉挺着肚子，咬着牙，恨恨地站了起来。居然是你！跑得了和尚，你也跑不了庙，你给老娘等着！当天晚上，叶欢就直接躲到合欢宗外门自己的旧居去了。不过狡兔3窟，叶欢在外门其实不止1个落脚点，外门弟子100多万人，明争暗斗的情况比内门还要激烈。一个靠卖符篆为生的人，多几处宅子是很正常的。所以这一次他去的是上官婉不知道的一处居所。当晚，叶欢发出了信号，
严可儿和沈惊鸿，一个前半夜，一个后半夜，一前一后的来了。首先交流了一番，其次关于20天后的宗门大比，叶欢该交代的也都跟他们俩交代了。至于其他的种子选手，就交由他们2人去接触。毕竟现在叶欢的身份不同了，也不能什么事儿都自己来吧。许久不见，这2人变厉害了，是他们太想自己了，还是亲传弟子这个身份刺激到了两女，使得他俩格外努力。前半夜严可儿上场，叶欢还勉强招架得住。下半夜沈惊鸿上场，叶欢就有些力不从心了。次日，这一次扶着幕墙而出的人变成了叶欢。叶欢带着忙了几个晚上，用那台简陋的丝印机印出来的上千张2级起爆符，还有上百张3级的回春符，还带上宗门没有看上的那10几样天才地宝一起，这都是准备去交易的。至于神行符，那属于大道符文，需叶欢手动一张一张的画，自己都不够用，怎么会拿出去卖？顺便把成天睡觉的大母龙小敏也放进了帽兜里，这可是叶欢的最强底牌。护身符啊，一切准备妥当，向鬼市出发。昨天晚上你还挺猛的啊。大母龙小敏难得的睡醒了，正躺在叶欢的帽兜里面有一搭没一搭的和叶欢聊着天。小敏阿姨，你是不是觉得像我这样的男人和那么多的女人牵扯不清，很渣？理解了叶欢口中的渣是什么意思之后，小敏却摇了摇头。这也是我对你们人类不理解的地方，明明你们有那么强的生育天赋，为什么要用婚姻这道枷锁把这天赋给限制起来？女性的身体只需要怀10个月就能生产，休息几个月后就可以再次怀孕进行生产，而男人第一次和一个女人见面就能马上发情，努力1个时辰就能让对方受孕，1年让几百个女人怀孕也很容易。所以从生理的角度来讲，一个男人配300个女人才是正常的。要是你们人类不受控制的生育，白虎世界说不定早就被你们全部占完了。但是你们却发明了婚姻、忠诚，还有一个什么？叶欢接过话头，还有爱情。帽兜里的大母龙小敏仰面躺着，目光穿过叶欢的长发，看向天空的朵朵白云，轻轻点了点头。哦，对，还有爱情。这一路到鬼市还有些时间，叶欢也不介意和小敏阿姨探讨一下这个深奥的话题。你和龙葵宗的开派祖师当初的相遇不也是爱情吗？算是吧。当时他挺强大的，细皮嫩肉的，长得也不错，我还给他生了一个孩子。不过后来他想让我跟他一起走，想让我帮着他一起对付妖族，理由就是为了爱情。不过我没有同意。临走的时候他就一直跟我叨叨什么爱情，我跟你学一下吧。然后大母龙小敏清了清嗓子，调成了粗壮模式，一个雄壮又悲凉还带着一丝气愤的声音就冒了出来。爱情，我爱你妈卖麻花情。然后他就带着孩子走了。叶欢才刚刚筑基，只能低空飞行，而且飞行姿态还把握得不好，刚才小敏那一嗓子害得他差一点撞山上。调整了好几下，这才重新恢复平稳，试探着问道：那个龙葵宗的开派祖师，他说话有口音吗？就是那个你刚才学的那个口音。小敏轻轻点了点头。叶欢有些不淡定了，那龙葵宗的开派祖师难道也是穿过来的？而且还有可能是川渝地区穿过来的。但是怀疑归怀疑，一个口音能证明什么？何况那是10多万年前的事了，单个人类个体的寿命还没有那么长。来到鬼市入口，照例缴纳了入门费，戴上了面具之后，叶欢信步走了进去，一边走一边看。叶欢有些想龙离那小妮子了，那一夜的疯狂，很是生涩的动作，半天却只弄了叶欢一身的口水，始终不得要领而入。还是叶欢实在看不下去了，偷偷引导了一下，这才成的事儿。第二天一早还留下一堆零食和材料，还有一枚符宝，说是给叶欢的补偿。在叶欢来到这个世界之后，所有和他肌肤之亲的女子中，龙离是最单纯的一个了。怎么又在想女人？叶欢原本因为想起了龙离而挂满微笑的脸一下子就垮了下来。小敏阿姨，你能不能别再扫描我的身体了？你这样我很被动啊。一路行来我看到的，再算上那个有我龙族血脉的女子，你一共才4个女人，是觉得太少了，有些丢人吗？不是啊，主要是隐私啊，你懂不懂？行啊，不过你要是同意我随时扫描你的身体的话，我送你一桩机缘。听到有机缘，叶欢一下子来了精神，他来这黑市不就是碰机缘的吗？什么机缘？你把从莫尘渊那里得来的扇子拿出来，看看上面是不是少了什么。乾坤扇。叶欢这才想起来自己身上还有这么个玩意儿，走到一个僻静的地方，一言把它从储物袋里取出来。武器等级法器
宝器、灵器、圣器、神器。这乾坤扇明显是灵器级别的物品，而且此物并不挑使用者，因为扇面之上金木水火土五行俱全。那莫尘渊是极品火灵根属性，使用这扇子也不是不行，就是有些浪费罢了。自己只是中品金灵根，连上品都不是，用这扇子就更浪费了。叶欢把扇子拿在手上展开，合上，左看右看，上看下看，也没发现少了什么，于是有些疑惑。大母龙小敏看叶欢摸不着头脑，伸出爪子在他头上敲了一记。傻瓜，你没发现这扇子少了一枚吊坠吗？言哦了一声，这才注意到扇子的底部有一个小圆扣，像是系什么东西的，但现在那里空空如也。如果没有人提醒，估计都以为现在的样子就是乾坤扇的完全体状态了。小敏这么一说，顿时叶欢就觉得，如果在这个位置挂一枚吊坠的话，整把扇子就好像活过来一样，气质上无比的和谐。叶欢心领神会，将乾坤扇拢在了袖子里，然后背着双手向刚才来时的路上走去。但这一次他就走得特别慢，每到一个摊位之前就灌注灵力在乾坤扇上进行感应。一连过了好几个摊位，终于在一个卖杂货的小摊子上感应到了一丝不同。一枚表面有些古朴斑驳的玉佩静静地躺在摊位上，叶欢伸手取在手中，不动声色地观察着摊主。那摊主在一旁靠在一块石头上，正在假寐。当然，叶欢取了玉佩，观察这个动作肯定瞒不过摊主。这边玉佩材质十分坚硬，拿在手上温润非常，可奇怪的是，输入灵力没有任何反应，就好像它是一块普通的玉佩一般。要说玉石的话，在修仙界，灵石其实也是玉石的一种，而不含灵力的玉石通常会被修仙者称为废玉，也就只是好看罢了，并没有实际用途。只有凡俗国家的人喜欢用这种废玉雕刻成各种各样的装饰品或者玉佩来进行佩戴。叶欢将玉佩在手上掂了掂，开口询问：这位兄台，此物我很喜欢，敢问你想交换什么？来这黑市上的物品基本上很少卖灵石，大多数都是以物换物，换自己需要的东西。摊主缓缓睁眼，此物是我偶然得来，材质坚硬难毁，不似一般玉材，上面的花纹更是繁复玄奥，隐隐有道蕴隐含其中。最重要的是，我想尽了无数办法也搞不清楚它到底有什么秘密，但是很显然，此绝非凡物。难道兄台识得此玉？在这黑市之中出现什么东西都很正常。传说曾经有人在这里用几颗丹药淘到过一件神器，也有人说那不是神器，而是地器。总之类似的传说是要多玄有多玄。后来黑市里面就常常有一些莫名其妙但要价奇高的东西出现，反正能坑一个是一个。叶欢一听摊主这话，就知道对方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了。摊主的确没有认出来这是个什么东西，但张嘴就说里面含有道蕴。道蕴个屁，有道蕴还能让你摆在这杂物摊里？这摆明了是想坑叶欢一把。叶欢一声轻笑，从袖子里面把乾坤扇取了出来，指着上面的圆环道：我这扇子还缺一块玉佩装饰，我看你这块玉的材质气韵与我这把扇子很契合，故而相问。你要是想把我当冤大头仔一把大的，那就当我没问。说罢便将那玉佩又抛回了摊子上。哎呀，误会了不是？兄台莫慌，我以为你拿的是边上那块玉呢，原来是这块旧一些的。此物你拿一颗筑基丹来换即可。筑基丹？这是又把叶欢当作哪家公子哥了？叶欢翻了个白眼，抽出一张回春符。筑基丹你就不要想了，回春符一张。换嘛？得得得，看你面善，以后常来光顾。摊主抄起那块玉佩丢给了叶欢，然后接过了那张回春符。叶欢把那玉佩拿在手里，喜不自胜。摊主看叶欢满脸喜色，忍不住打趣道：我看兄台如此喜欢，不如现在就把它挂上，说不定这东西还真是你这扇子的原配呢。叶欢瞟了一眼摊主，看样子对方还不死心。想了想，一件灵器如果不经灵力催动的话，一般是看不出来什么神异之处的，挂上去应该无妨。叶欢轻轻一笑，将那玉佩挂在了乾坤扇上，然后展开又合上，仔细欣赏了起来。真的是特别相配，无论是神韵还是气质，就连上面的花纹也和扇面十分契合。别的不说，光卖相上来看，挂上玉佩之后，这把扇子的颜值提升了好几个档次，把叶欢和那摊主都看呆了。突然，乾坤扇上流光一闪，一道莫名的力量顺着与那玉佩相连的绳索注入了进去，然后玉佩和乾坤扇有如一个整体一般，契机直接连接到了一起，并散发出微微的光芒。糟了，不需要灵力催动，这俩玩意儿居然就这么合体了。叶欢眼疾手快，唰啦一声收入囊中，但是晚了，还是被那摊主看了个明明白白。武器等级：法器、宝器、灵器、圣器、神器。
刚才那把扇子和玉佩合体之后发出的光芒，还有那一瞬间的灵力波动，不光是被摊主看了个明明白白，连周围方圆10丈之内的所有人全部都感受到了这股灵力的波动。那是属于圣气的波动，圣气之上就只有神气了。可想而知，在这黑市之上出现一把圣气会引起多大的轰动。那摊主一翻白眼，嗷呜一声，差点晕了过去。圣气，圣气，那是圣气！不，我不卖了，你还给我，你还给我啊！说罢就想伸手来揪叶欢的衣服，却被叶欢轻轻一掌打掉。随着那摊主凄厉的惨叫声，周围的人群唰啦一下围了过来，同时过来的还有一直在市场里面巡逻的黑市秩序维护人。出了什么事？为何如此喧哗？边上围过来的人中看热闹的不少，看笑话的同样不少。另一边一个摆摊的老头把头凑了过来，哈哈，还能有什么事儿？铁公鸡的摊子上被这少年人捡漏了呗。我说铁公鸡啊，铁公鸡，终日打雁，最终被雁啄瞎了眼吧？刚才那阵波动起码是圣气级别的。这少年真是好运道啊！大家都是修仙的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是最基本的能力，所以也不待叶欢和摊主说些什么，周围的人七嘴八舌就把这里发生的事情讲了个七七八八。可那是圣气啊，是圣气啊！他一张回春符就给我换了。官爷，这不行啊！这回春符你拿回去，把我的玉佩还来。我不卖了！啪的一声，一记耳光扇在了摊主脸上。圣气又如何？就算是神气，我黑市规矩，买卖以诚盖不反悔。你敢坏了这里的规矩，老子叫你竖着进来，横着出去。这里黑市的秩序守护者，实力最高也就是个原因，但这黑市的主人连周边的几个大宗门都奈何他不得，可想而知实力有多雄厚。要是坏了这黑市的规矩，被守护者一刀给宰了，恐怕周边的几个宗门连上门问罪都不敢。这坊间主人要是杀了他，根本不会有任何的后果。闻言，那摊主也只有瘫坐于地，哇哇大哭。叶欢谢过了守护者，匆匆离开现场，心里也是激动难耐。灵气还无所谓，多花点贡献点在宗门内多宝阁里面换就是了，但圣气这东西可没有地方换，不管是哪家宗门，圣气都是非常宝贵的。就连合欢宗内许多的长老入园阴境几百年了，都还用着灵气呢。按理说身怀如此重气，叶欢最好是马上返回合欢宗才安全，但是有大母龙小敏在身边，叶欢倒是不着急了。在里面转了几圈之后，寻了一个隐秘的地方，重新换了一张面具，继续在鬼市里面闲逛。但是一个少年郎捡漏了半件圣气的事，早就已经把黑市给闹翻了天。今夜的黑市怕是安静不下来了。叶欢随便逛了逛，把自己带来的东西能交换的也换了一下，差不多就打算打道回府了。今日的收获已经远超过他的预期。此扇以乾坤为名，金木水火土五行俱全，没想到配上坠子成了完全体后，居然升到了圣气级别。叶欢一边把玩着扇子，一边往合欢宗赶，不时和小敏交流着今夜的收获心得。扇骨之上原有的乾坤二字，竟然变成了逍遥。逍遥扇，这名字好，我很喜欢。奇怪的是，这扇子怎么变了空间属性？这我是能用吗？我是金属性的。一路上，一欢时而兴奋，时而赞叹，现在又变得很遗憾。之前是乾坤扇的时候，他还能用一用，现在变成了逍遥扇，属性都变了，自己还能用吗？小敏狂翻白眼，最后忍不了了，直接一巴掌拍到了叶欢的脑袋上。屁的金属性，傻瓜，你身体里还有空间属性的。这一巴掌差点把叶欢给拍懵了。对啊，胶梨，我吃过胶梨，我有空间属性啊。叶欢仔细把玩着逍遥扇，这才发现已经恢复光泽的那枚玉坠还是一个空间系的法宝。玩得兴起，叶欢把自己身上所有的起爆符、回春符、神行符都装了进去，心神沉入逍遥扇。一个念头，原先需要用搬运术将起爆符搬运到指定位置再起爆，现在只需要心念一动，起爆符就能够凭空出现在指定的位置，没有任何移动的痕迹，完全的凭空出现，而且范围极广，目之所及皆可到达。时至今日，叶欢终于拥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独特技能，但是逍遥扇的能力还远不止于此。只可惜叶欢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修习过任何空间技的术法，无法用逍遥扇来施展看看功效。回到宗门之后，一定要好好往这个方向发展。小敏阿姨，我的空间系灵根是使用了胶梨的原因才出现的，麻烦帮我看看是什么等级的，多谢。小敏慵懒地在帽兜里伸着懒腰，早就看过了，那是极品空间系灵根，以后你那原来的那个精细中品灵根可以放弃了。你小子居然能用它修炼到筑基后期巅峰，也真是为难你了。
行了，别玩了，有人守在你回宗门的必经之路上等你呢。我要睡一觉了，打完之后再叫我。有人要伏击我。叶欢立时停了下来，此时正好处于一处山坳里面，埋伏的绝佳位置。果然，四周的小山顶上缓缓升起了4个人。四象大阵，扩剑门，又来。但是很快叶欢就知道自己错了，而且错得离谱。前后左右4个方向上都不断有人从树林石头后面转出来，不但有扩剑门的大长老赵晨阳，还有一个非常熟悉的身影也出现在了队伍的最前面。天刀门大长老。扩剑门和天刀门合在了一起，叶欢顿时就知道自己的陆景然牌马甲掉了，近10名元婴，金丹和筑基无数，里面还有一些老熟人，比如那使重剑的绝色美人刘西瓜，一共近100人，把叶欢团团围在了中间。这一次主持4象阵的居然是4名元婴级的高手，阵法中隐隐的空间属性波动比晴朗小世界的那次强了无数倍，而且还站得远远的，远到就连龙角符宝这种近身攻击型的法宝都鞭长莫及的地步。叶欢一声长叹，打开逍遥扇轻轻扇了起来，干脆也不装了。天刀门大长老周云帆，扩剑门大长老赵晨阳，我很奇怪，为什么要死咬着我不放？按理说你们查到陆景然身上的时候，事情就应该完结了，到底是什么支撑着你们一路查到我身上的？周云帆和赵晨阳2人一步一步走了出来，周云帆的脸上尤其怨毒。叶欢，你很聪明，如果只是一般仇怨，也许真的到那陆景然为止，我就不会再继续追查。可是那晚死去的人中还有我的儿子，老夫375岁才老来得子，唯一的儿子。叶欢有些恍然，怪不得了。哦，那真的很不好意思了，虽然不知道那晚上被我炸成肉酱的到底哪一坨是你的儿子，但是想来你一坨一坨的找出来再拼凑成型，也应当很是辛苦吧。周云帆的脸上怨毒更甚。至于扩剑门，赵晨阳，你这老匹夫又是为了什么？难道就是为了那一枚蛟离剩下的一节灵根？赵晨阳一脸笑意，没错，就是为了那一节灵根。要不是你横插一脚，原本蛟离到手，我扩剑门的门主就不必要再等，现在就算灵根到手，要再培育出一枚蛟离，至少也要100的岁月。所以你叶欢得罪我扩剑门也是不轻啊。叶欢点了点头，叹了口气，我懂了，今天这个阵容看来我很难逃得出去了，让我做个明白鬼吧。你们到底是根据什么查到我头上的？行，告诉你也无妨。其实很简单，一个喜欢逛花楼的男人，找个姑娘从他嘴里套一些细节出来，真的是太简单不过了。很快我们就查出来，那起报复的源头是你叶欢，他陆景然不过就是背锅的。叶欢点头，没错，这的确是个漏洞。你们还查出了什么？赵晨阳有些不耐烦了，还查出了你只有筑基后期巅峰的修为，紫霄神雷符2张，十方往生符2张，一个只剩2次寿命的符宝，以及你那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急速。行了，不用拖延时间了，没有人会来救你，而且你也绝对逃不出这专门为你量身定制的新版4象阵。现在你给我乖乖的去死就行了。赵晨阳一个眼神，远远的4象大阵微光亮起，叶欢从刚才开始就感觉到的压迫之力现在更加的强大，那无处不在的阵法威压压得叶欢动弹不得。近100人，10几名元婴，几十名金丹和筑基，加强版4象大阵，这一切就只是为了对付叶欢这一个区区筑基境的小子。神仙来了，怕也是难逃一死，可惜却注定要失败。叶欢一声轻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反派死于话多。逍遥扇一摇，远远的那催动4象大阵的4名元婴的背后，凭空出现了4个小球，很公平，每人1颗，那是100张起爆符，按照9宫8卦的方式排列而成，再收缩成团的一颗超级炸弹。当被后脊注出那微弱的空间波动被这4人感应到的时候，炸弹已经亮了起来，巨大有如山岳般的巨大火光形成的爆炸球体淹没了那4名元婴。圣器逍遥扇的空间传送能力、护体罡气、阵盘、符转统统挡不住，哪怕是以元婴之能也同样无法阻挡，这便是圣器。而那100张起爆符做成的组合版炸弹在背后如此近的距离激发，更加不可能阻挡。巨大的爆炸威力将那4名元婴直接炸得失去了意识，生死不知。火光映得叶欢满脸通红，刚才和你废话那么多就是为了制作它，神出鬼没，威力强绝，这是我独家研制的炸弹，我给它取名住手。4象阵顷刻之间告破，叶欢身上一张神行符化为灰烬，
同时破网之眼也启动了，叶欢化身一道流光，就犹如狼入羊群一般，杀得天昏地暗。被他逍遥扇点中破绽的弟子全身经脉尽碎，气海崩塌。逍遥扇每摇一次，就会有一个弟子被不知道哪里飞来的起爆符给炸得断手断脚，有的干脆直接炸成两段一命呜呼。眼见于此，赵晨阳和周云帆两人目眦欲裂，向叶欢杀来。叶欢只是一名筑基后期巅峰的小卡拉咪，自然是不能和他们硬刚的。但是神行符加持之下，他们一时也追不上叶欢。很快，叶欢真气耗尽，毕竟境界实在是太低了一些，于是2张回春符又贴在了身上。炼气境界3级的回春符1张就可以满血，筑基期则不行，只能回一半，所以叶欢贴2张。但是叶欢针对那些杂兵的手上动作可没有停过，于是场上就出现了这样的情景：赵晨阳和周云帆还有其余的元婴高手打得过叶欢，但是追不上，只能跟在他屁股后面狂追。其余的那些人对上叶欢打又打不过，而且还没叶欢快，根本逃不掉。赵晨阳眼见自己带来的人死伤惨重，情急之下大喊一声：叶欢，住手！叶欢回头一脸的不解：你要住手？行啊，给你一颗。于是那颗名叫助手的超级炸弹就这么华丽丽地扑向了赵晨阳的面门。片刻之后，原来还前赴后继向叶欢扑过来的杂兵们终于开始崩溃了。有几个人东瞟西看，想着找机会撤离此地，所以攻击力道大减。明显察觉到的叶欢眼神一冷，想跑？做梦！十方往生符。第一次，叶欢动用了上官如玉给他的防身手段。十方往生符是5级符篆，也是符王能做出来的最强符篆之一。和紫霄神雷符这种单体攻击不同，它是范围攻击，是乱星海那片战场上无数妖族的噩梦。随着叶欢手上的符篆激活，方圆10里全部被满天的雷云笼罩，遮天蔽日。然后就是满天的雷霆落下，速度之快，几乎没有给下方的人群准备的机会。少部分身家雄厚的记起了防身法宝，但也抵挡不了几次。一道雷霆消耗一件法宝，法宝耗尽，则魂飞魄散。虽然这些雷霆伤不了元婴境的高手，但也让这些元婴无暇踏顾。这就是5级符王的威能。而上官如玉这个5级符王的后面还有6级的符圣、7级的符帝。符篆一道，恐怖如斯，雷云散尽，满目疮痍。原本10几个元婴重伤4人倒地，生死不明。还有几个元婴在叶欢激发十方往生符的时候，直接就被吓跑了。速度之快，怕是会破了他们个人记录。现在场上只剩下赵晨阳和周云帆，以及2名同宗跟随而来的元婴境。至于那些金丹和筑基，只有7个人还活着，但也是进气多，出气少了。随着手上符篆耗尽能量变成飞灰，生平第一次，叶欢对自己那位5级符王师傅产生了一丝敬畏。叶欢拿出7张起爆符，准备先把这7个杂兵变成飞灰再说。慢着，你亲过嘴的那个留一下，我有用。叶欢手一抖，差点全丢出去了，这才意识到这是大母龙小敏在跟他说话。叶欢一看，半把重剑替流西瓜挡住了绝大多数的雷霆，烧化的铁汁洒落一地，已经完全没有抵抗能力了。好吧，乖乖听话。杂兵之中最终只留下了流西瓜这一个活口，至于那还活着的4个元婴，要么用紫霄神雷符，要么就只有用符宝了。以叶欢筑基期的实力，要真的面对面硬刚，怕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回头看了看，小敏还在舒舒服服的躺着。小敏阿姨，我手段用的差不多了，这4个元婴有些麻烦，要不您老人家帮帮忙？行啊，不过回去后把你上次做的那个什么什么汤再做一次给我吃。铁锅炖大，哦不，是八宝如意真情汤。汤嘛，简单。叶欢一口气终于松了下来，瘫坐在地上，他也实在是累得不行了。没问题，给你炖石锅。周云帆用一把残剑杵着，勉强支撑着没有倒下。叶欢，我要杀了你，为我而报仇。我们还有4个元婴，今天就是耗，也要把你耗。后面的他就说不出来话了，因为有一只巨大的有如山岳般的巨龙爪子扑通一声砸在了他们的身边，碎石击射，泥土飞溅，数米深坑。众人抬头，2只巨大的龙眼正低着头看着下方的众人。为什么只是龙眼？因为他的身体实在太大了，站在地上这些人的角度根本看不到全貌，只能看到那2只明晃晃的眼睛。叶欢上次看到大母龙小敏的全身是在上千里之外，仅一眼就让他心胆俱裂，而这一次就在眼前。
哪怕他的龙威根本不是冲着叶欢来的，叶欢依然觉得自己动弹不得。龙威压下，4个元婴齐刷刷的晕了过去。叶欢拼尽全力也对付不了任何一个的元婴境高手，仅靠威压就能直接压晕。好吧，叶欢龙骑士的这个想法真的要往后压一压了。下一秒，当叶欢在睁眼的时候，他们每一个人的额头上都有着一个淡淡的6芒星印记。叶欢回头，大母龙小敏已经回到了他衣服后面的帽兜里，就像刚才他现出本体那事儿是个错觉一般。杀了有些浪费，我以龙威强行压制，让他们5个和你签了主仆契约，给你当打手。叶欢目瞪口呆，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主仆契约是可以让人类奴役另一个人类的，怎么听起来有些像邪修？这东西靠谱吗？小敏翻了翻白眼，几十万年之前，妖族就是用这个契约奴役你们人族的，我就不明白了，这么好用的东西，你们人族居然没有传下来，平时就只知道打打杀杀，真的是太浪费了。叶欢感受了一下，自己的识海之中多了5个印记，4个是元婴，1个是筑基，应该是流西瓜。叶欢只要在自己的识海中摧毁这些印记，这几个人绝对暴毙当场。那小敏阿姨他们修为都比我高，万一他们破除了印记，反噬怎么办？以我的威压为引签订的契约，除非他们实力高过我，哼，否则这一辈子都别想了。叶欢摸了摸头上的汗，高过你？一头修炼了不知道多少万年的龙族，那基本上不可能了。休息了一下，叶欢一人一掌把几人都拍醒，准备问话。天刀门大长老周云帆，扩剑门大长老赵晨阳，刘西瓜，哦，还有你们2个，别装了起来回话。几人乖乖在叶欢面前站成了一排，就连叶欢一掌都没打醒的刘西瓜也排着队。这诡异的情况让人头皮发麻。几人的额头上6芒星图案正在慢慢隐去，几人都感觉到了身体的不对劲。叶欢，你把我们怎么了？叶欢眼珠子一转，全体都有。向后转，齐步走，立定，左手扣定，右手扣鼻，舌头伸出来舔自己的左眼眶，右脚单脚跳。屏幕外面的不要学。好了，回来吧。几人一片滋啦哇啦乱叫，但身体却很诚实地执行着叶欢的每一个指令。回来之后，4大元婴已经面如土色了，只有刘西瓜面色如常。当然，因为他自始至终都没有醒过来。相信你们也明白了，现在你们的生死掌控在我的手里，只要我一个念头，你们就灰飞烟灭。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我麾下的仆从，我让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懂？4人互相看了看，脸上一片灰败，齐身弯腰，见过主人。叶欢点了点头，很满意。你们2人也是扩剑门和天刀门的？2个不知姓名的元婴点了点头。好，你们4人回各自的宗门去吧，潜伏其中，待我召唤。在这期间，尽可能在你们的宗门做到更高的位置，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主人。叶欢还有一事不明，周云帆是为了给自己儿子报仇，这才紧盯着叶欢不放。可他扩剑门为何对那焦离的灵根如此执着？那并不是焦离，只是灵根罢了。赵晨阳这才说了实话，原来为扩剑门门主之大道伤势甲，其实是他们发现了一个上古遗迹，虽然不知道是妖族还是人族留下的，但要进入这个遗迹，需要身怀空间属性的人或者生物才可以。最不济，那焦离的灵根100年后再生焦离，也还是有希望能进去一探的。没想到赵晨阳对叶欢如此紧追不放，还有如此原因。叶欢眼前一亮，秘境，一个还从来没有被探索过的秘境，而且和空间系相关。等将来自己实力强大了，再去看看吧。现在这是自己的机缘了。于是叮嘱4人，此事不可外传，仔细的记录下那处秘境的地点以及进入方法之后，叶欢挥手让4大元婴退下了。此4人从此成为了叶欢的暗棋，毕竟是元婴，以后乱星海大战绝对用得上他们。现在只剩叶欢和刘西瓜了。一张回春符贴在了刘西瓜脑门上，然后这个已经脏兮兮的绝色美女才慢悠悠地醒了过来。叶欢冷冷一句，站这里别动。刘西瓜顿时就失去了对自己身体的掌控权。吩咐完了之后，叶欢就没有再理他。小敏阿姨，你让我留着他是有什么用处吗？唰的一下，小敏飞了出来，围着刘西瓜飞了一圈。有用。上次你和他在对决之中亲了他一口，当时我就觉得不对，这回我要好好做个试验。来，你们俩配一个我看看。叶欢一脸懵逼，什么叫配一个？我堂堂穿越者，气运之子，系统之主，白虎世界第一天命人，你说配一个？叶欢深吸一口气，不行，态度之坚决。
拒绝之爽利，世所罕见。小敏飞到叶欢对面，看着他的眼睛，真诚发问：为什么？叶欢大脑里混沌一片，要怎么跟这个不通人性的家伙解释？因为我是人啊，不经过对方同意就直接配，那叫强 X， 懂吗？小敏想了想，一挥手，刘西瓜终于能动了。小敏很是真诚地看向刘西瓜：配吗？不配的话，我弄死你哦！然后隔空抓起一个元婴级的尸体，又隔空一掌捏爆了，威胁意味明显。眼前血腥的一幕过于残暴，刘西瓜明显打了一个寒战。叶欢扶额：得，别吓着人家了，我来说吧。那是这样的，刘西瓜对吧？你刚才也注意到了，你我签了主仆契约，我随时都能弄死你。然后呢，出于某种原因，我这位阿姨想做个实验，就是你让我 X 一下。当然，如果你不让我 X 的话，我这人好面儿，出于保密需要，要杀你灭口。但是如果你同意让我 X 的话，那我们就都满意了。我不会灭你的口， X 完了你之后会放你回去做卧底，为我做事，懂吗？小敏搞迷糊掉了，看了看叶欢，又看看了刘西瓜。你说的和我说的不是同一个意思吗？叶欢也迷糊了，得，这还真他娘的是一个意思。刘西瓜也明白了，让 X 活，不让 X 死，眼泪哗哗的往下掉啊！哼，就算你得到我的人，你也永远得不到我的心。然后眼一闭，头一扭，屈服了。真是我见犹怜。上百人的尸体围着，叶欢也干不出来那事儿，于是带着刘西瓜还有小敏去远处找了一个山洞。这个过程中，找山洞、打扫山洞、布置山洞，叶欢麻利得很。床铺好，把刘西瓜往床上一丢，然后就眼巴巴的等着小敏阿姨指挥。小欢欢，其实你还是很期待的，对吧？我不是，别胡说。拒绝三连，叶欢直接脱口而出。小敏有些不信，这刘西瓜除了名字实在太过搞笑了一些，这长相、这身材、这气质，放在那个宗门都是圣女级别的。你们和欢宗也就只有上官如玉、上官婉这两姐妹能胜人家一筹。你真的不动心？哎呀，是真的，我纯纯的为了科学献身。要不是小敏阿姨，你要做什么实验，我怎会答应这么荒唐的事情？哎，你快指挥吧。天都快亮了，叶欢一边说着，一边解着外衣。大母龙小敏微微一笑，手一挥，一个很奇妙的阵法就把整个山洞覆盖了，整个世界都在他的感应之中。现在一步一步来，叶欢，你正常发挥吧。说完，小敏一挥手，刺啦一声，刘西瓜的衣裙就直接被撕到了腿根，那有如雪花一般的白，晃得叶欢的心突突直跳。叶欢情绪高涨，各方面准备迅速调整到位，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口干舌燥的就要伸向那无助的小娘子。只是叶欢看着那刘西瓜，双手怀抱着一床小被子，缩在床角，楚楚可怜，含苞待泪的样子，又有些心软了。但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哎，别哭了，事后我将合欢宗地级功法长春功传给你，以作补偿吧。刘西瓜迅速拿怀里的小被子一角，擦了擦眼泪，然后目光炯炯盯着叶欢。地级功法，此言当真。虽然目睹了刘西瓜的眼神从惊恐、伤感、受惊一步一步变得发光发亮，有些没反应过来的叶欢依旧脱口而出：当然，我叶欢从不骗人。刘西瓜眼珠转了转，银牙一咬，心一横：好吧，那你来吧。不过我有言在先，我可不是为了什么地级功法，我也是为了这个什么实验，为科学献身。这下子轮到叶欢目瞪口呆了，鬼他娘的才相信你是为了科学献身，你他娘的连科学两个字怎么写都不一定知道吧？这世界真的有这么颠吗？就为了一部功法？之前明明还一脸受害者形象的刘西瓜，这会儿就一脸坦然了。他甚至还看到了刘西瓜主动钻进了被子里，回头还催促了叶欢一声：愣着干嘛？来啊！不是，我是男人啊，你越挣扎我越兴奋的。但是你一副迫不及待是几个意思？大母龙小敏在一旁不停地用小爪子捶着自己胸口，一脸想笑但又不敢笑出声的痛苦模样，那憋的是相当难受。叶欢觉得自己受伤了，脸色由青变紫，由紫变黑，一声恶龙咆哮之后，恶狠狠地撕扯着自己身上的衣服。好啊，为科学献身是吧？老子让你献，今天晚上你给我好好的献，献身献满400声。担心大家把以前的女主角忘了，这里做一个小合集，按出场顺序排列：严可儿、沈惊鸿，早上从叶欢怀里醒来的少女龙离，上官婉儿、上官如玉、剑痴、顾青，
还差一个刘西瓜，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图，如果大家有的话，麻烦评论时带上，跪谢了。叶欢躺在床上，顶着一对熊猫眼望着山洞的顶端，脑海里面闪过的是刘西瓜手持一把巨大重剑的样子，英姿飒爽，风采绝世。那天他从人群中冲出，举剑直刺叶欢。当叶欢侧身让过，看到重剑后面那张绝世容颜的时候，忍不住吻了上去。现在人就这么华丽丽的躺在自己的怀里，昨夜的种种还历历在目。不愧是耍重剑出身的，那狂野的身姿，无穷尽的力量，差点就把叶欢给榨干了。要不是叶欢中途偷偷给自己来了一张回春符，就那个疯狂劲儿，折腾到今天的早上，怕是命都要丢半条。搞清楚好吧，我才是合欢宗的。其实山洞的顶端也没有什么好看的。叶欢又低头看了看怀里的少女，绝美的面庞，健美的身姿，全身上下那真的是一点赘肉都没有，就这么乖乖的趴在自己胸膛上，贴得紧紧的，边上还有一对滴溜溜的大眼睛在看着自己。小敏阿姨，你看了一晚上，不然呢？你这也太变态了，老娘这岁数就只会一招盘龙魔杵，你一晚上能换72个花样的人，也配说我是变态？叶欢顿时语塞，只好转移话题。实验有结果了。小敏一挥手，刘西瓜的五感被隔离，以防他听到自己和叶欢的对话。有一些吧，你昨天晚上动作的时候，白虎世界的大道运痕有很轻很轻的共鸣。大道运痕？叶欢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小敏看向山洞之外那微微的天光，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况。但是你想和他交欢这事儿，也的确是你自己的意愿，大道运痕起到的作用仅仅是推波助澜了一点罢了。叶欢皱了皱眉，对我有什么影响吗？有一点吧，以后你只要看到稍有姿色的女子，就会想和她发生些什么。这算吗？穿越过来之前，抖音上的那些美女，自己哪天不是见个几百遍，还不是稍有姿色的都想上？这算个屁的影响。叶欢在脑海里呼唤系统，想让系统帮忙查查。系统，关注我体内的变化，有情况随时提醒我。是，宿主。刘西瓜悠悠醒来，虽然昨天晚上她很彪悍，但毕竟是个女孩子，叶浓情深时还好，现在天光大亮了，还是有些不好意思的。所以她醒来之后，就把脸埋在叶欢胸膛里，偷偷看着叶欢的反应。叶欢一只手在她光滑的背上抚摸，一边递给她一枚玉简，里面正是长春宫的功法内容。不过这玉简只能读取一次，而且现在刘西瓜完全听从于叶欢，倒也不用担心他传出去。回去后好好努力，你们大长老赵晨阳现在也听命于我，让他帮你当圣女。就说是我说的。刘西瓜眼前一亮，真的，你对我真好。说完，一个吻又落在了叶欢的脸颊上。刘西瓜对叶欢的态度最开始是喊打喊杀的，然后是又恨又怕的。昨天一晚上的事之后，今天就直接上升到难舍难分了。四川的川剧变脸都没有他快。叶欢都走出老远，眼看就要迈进合欢宗的大门了，他还站在那个山头上，远远的挥手眺望。回到宗门，叶欢绝口不提那晚遇袭之事。至于周云帆和赵晨阳两人要如何掩盖手下大量弟子死亡的事，那就看他们自己的本事了。叶欢只是一头扎进了藏经阁，他要在宗门大比之前想办法学会至少一门空间系的神通，如此才能更好的发挥自己新得的空间系极品灵根，以及那把空间系圣器逍遥扇。合欢宗的藏经阁几万年的收藏也是十分的丰厚，据说此楼中4层分别藏有黄、玄、地、天4个等级的功法，最下面一层黄级的不要贡献点，随便学。当初叶欢的原身在外门的藏经楼分楼里面就学到了搬运术以及符篆之法，而这里的是主楼，更加齐全。唯一的天级功法在最顶上的4楼，专人看守也进不去。以叶欢的等级，顶多就上了地级功法那一层，也就是第3层去挑选。那里有5部地级功法，当然也包含9长老独创的那部长春功。转了一圈，第3层5个独立的柜子里面分别放着那5部地级功法，并没有合适的，只好退而求其次，重新回到了第2层，看看玄级功法中有没有合适的空间技了。金、木、水、火、土5大系之外，还有一些特殊灵根合适的功法也能找到一些。找了半日，里里外外都找遍了，依然一无所获。主要是空间系实在太稀少了，以合欢宗数万年的积累，居然一本都没有。难道只能指望赵晨阳提到的那处空间相关的秘境吗？万一那里面也没有呢？垂头丧气的叶欢无奈，只能回到了自己的亲传弟子小院。第一，系统报告，历时5个月，成功在玉符中提取推演出第2套符文，请问宿主是否要接收？玉符，第一次去鬼市，
里面逃还回来的那枚造就了神行符的玉符。当时系统说，只有一个完整的符文就是神行符，其余的需要时间推演才能慢慢整理出来，这就成功了。好，快传来！一阵玄奥的明悟传进了叶欢的脑海里，那是一串符文，就像是神行符一般简洁，而且带着大道痕迹。叶欢急忙坐到篆刻台前，将系统刚才传给他的那串符文一笔一笔刻了下来，又是大道痕迹，依然只能手动一笔一笔刻画。这串符文是第一次画，差不多近1个时辰才刻画完成。终于画完了，神秘符文最后一笔完成的时候，一道幽光亮起，符篆功成，然后又重新归于平静。叶欢长舒一口气，这东西有什么功用，还得找个什么东西测试才行。老规矩，后山。叶欢一手拿着那新画出来的无名符，一边在后山湖边晃荡。上次就是在这里发现上官婉养的那只小王八的，也不知道九长老上官婉气消了没有。咦，又有一只小王八，一只从来没有见过的王八，龟背上还有一个八卦图形，还是先天八卦。莫名叶欢咽了下口水，这东西不会也是上官婉养的吧？这要是再给他弄死了，怕是不会再轻易放过自己。但是那铁锅炖要是能……叶欢的小手不听使唤地伸向了那只八卦龟，突然那龟身上的八卦图形轻轻闪了一下，一道无形的波动瞬间向四面八方扩散。不好，是警讯波，防盗报警用的。小贼，那里跑！一声娇喝声从天而降。上官婉儿。叶欢心里只剩下了一个字：跑。几乎是条件反射一般，叶欢激活了手上的符篆，就想逃跑。不过他忘了手上那张可不是神行符，而是一张未经验证、功效不明的符篆。那张无名符在叶欢的手上启动了。怎么没动？操，用错符了！上官婉落下来的这一掌，在叶欢身前1尺处被一道莫名的力量拦了下来。一道道波纹四散，隐隐出现一口金色古朴的铜钟，将掌力散于无形。叶欢在钟里目瞪口呆，然后那一口因受到攻击才现身的金色铜钟才缓缓隐去。金钟罩。上官婉也一脸吃惊，小欢欢，怎么又是你？说着还拿手轻轻敲了敲。随着他的敲击，透明金色铜钟在叶欢身前1尺处再次出现，又缓缓隐去。上官婉为什么会出现？原来自从上次金钱神龟被人偷了之后，上官婉气不过，又找了一只八卦神龟放在湖里，但是却在上面布了警讯，只要有人再来偷，他第一时间就会发现，必然抓个现行。后来叶欢一时嘴漏，当着他的面承认了是他吃的，所以想着那警讯也没有什么用了，但也没有撤掉。没想到今天还是响了，结果过来一看，偷八卦神龟的还是叶欢。上官婉一脸揶揄：不是，小欢欢，你就那么喜欢吃我养的小龟龟？吃些普通品种也就是了，我这金钱神龟还有这八卦神龟也吃，你太馋了吧？还有你这个金灿灿的是什么东西？老娘可是元婴，居然一掌之下还破不了你的防。见上官婉终于是气消了，叶欢终于松了口气，想了想，当场给这新符取好了名字。哦，这是铜皮铁骨金钟符。上官婉两眼放光，护身符篆，有意思，我来试试强度。也不管叶欢有没有答应，上来噼里啪啦就是一顿输出。一名元婴境高手的全力攻击，声声如雷，招招如虎，砰砰之声不绝，每一掌下去都能激起金色铜钟现形，声声巨响，吓得整个后山养的那些个灵兽滋哇乱叫。无息之后，金钟破碎。上官婉一脸不可置信：我的乖乖，虽然时间短了点，但5息，足5息时间内，连我这个元婴都打不破。你跑鬼市一趟逃来的？叶欢去了鬼市，这他是知道的，但没想到鬼市还真能逃回来好东西啊。叶欢看上官婉误会了，也不言语，总不能告诉他自己有系统吧。再说那玉符的确也是鬼市上得来的，说是鬼市上逃的，也不算骗他。于是点了点头，没错，不过我才第一次试验，想随便找只动物，没想到就碰上了这小王八。上官婉一翻白眼，媚眼如丝，怀里揣上那只八卦神龟，拉上叶欢就往回走。行了，别解释了，下次想吃就直说，咱俩什么关系？别说吃个龟了，想吃别的不也随你。走，让姐姐这个福王看看，他徒弟出息了。哈哈。上官如玉、上官婉坐在叶欢的对面，叶欢默默地喝着师傅上官如玉给他倒的茶，而上官如玉现在正仔细地研究着叶欢当面给他画出来的那道新符。上官婉则拿根草逗弄着他那只八卦神龟的龟头。过了许久，
上官如玉从他的特制符篆工作台上抬起了头，3个特制的高亮阵法灯照耀下，每人额头上垂下了一缕秀发，又贴着他微汗的玉颈，细密的汗珠配合他略有些粗的呼吸声，隔着3个身位远，叶欢都能感受到他呼出来的香风，那充满诱惑力的香甜，然后不自觉地偷偷咽了下口水。看得出来，弄懂这个符文耗费了他不少的心力，毕竟上官如玉可没有系统能直接把符文传进脑海，所以他读这些符文很是花费了些时间，仔仔细细把叶欢看了又看。小欢，这符篆的确是一种防御类的上古符文，而且还带着大道韵味，不像你那种批量印刷的起爆符。叶欢一惊，心中默默竖起了大拇指，厉害，连自己以前用的起爆符是批量印刷的都看得出来，不愧是5级符王。上官如玉在符道上的造诣的确十分强悍。上官如玉的话还没有说完，不过这符文有些特殊，并不像你以为的那样是单纯的防御符文。听上官如玉这样讲，叶欢顿时集中了精神听下文，毕竟这东西在接下来的宗门大比中可能会是他唯一的依仗。上官如玉一手轻轻捻起那张符，用一个特殊的手法向符文里面注入了他的元婴级的灵力，然后一掌拍到了叶欢的身上，再一次激活。这个是使用者越强，这符文的防御力越强。婉儿，全力攻击他！上官婉儿逗弄那只龟头本来已经很无聊了，听到姐姐让他动手打叶欢，一下子就来了精神。好嘞！在叶欢的惊恐声中，上来就开始了暴打，近30息后才最终打破金钟符的防御。上官婉儿累得直吐舌头。不对啊，我在湖边打他5息就破了，怎么同样的符，姐姐你激发我就需要30息才能打破了？虽然上官婉儿还没有明白，但是叶欢明白了，这符的激发手法变了，要注入自己的灵力，这是能配合自己灵力的高低发挥不同实力的符篆，成长型的符篆。对了，自己从炼气境升到了筑基境，神行符的时间反而也缩短了，原来15息变得只能支撑5息，难道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叶欢当即把神行符掏了一张出来，递给了上官如玉。师傅，您再帮弟子看看这张符。上官如玉眼睛都亮了。还有，但是这一次他看得很快，边看边说他知道的，这2种居然如出一辙，这应当就是你前段时间使用的能增加你身法速度的符篆吧？没错，的确是。上官如玉又坐回了工作前台，低头仔细研究了起来。上官婉儿则累得不行，一屁股坐在了叶欢的腿上，拿小手不停地给自己扇着凉风，这动作就有些暧昧了。毕竟2人的关系没有公开，虽然上官如玉注意力不在2人身上，但也不是察觉不到他这小动作。如此轻浮的动作一出，当即就皱起了眉头。婉儿，你是9长老，他是我弟子，你俩叉着背呢，你怎能坐在他腿上？快下来，自己找个垫子去。说完，又低头继续研究起了神行符。上官婉儿不情不愿地从叶欢腿上下来了，心头暗自嘀咕：哼，坐个腿怎么了？你看不到的时候，我还坐他脸上呢。哼，迟早有一天，你也要做。这一次很快，盏茶功夫，上官如玉就看完了。花儿，这符篆应当来自于远古时期的玉符，我一会儿会把正确的激发手法教给你，当能助你在宗门大比之中一举夺魁。不过，这2套符文的运作原理，我还有些没有弄懂，你看能不能？上官如玉叫叶欢也是奇怪的很，一会儿花儿，一会儿欢欢，一会儿小欢，没个定性，说明其实他的心里对于叶欢的身份也没有一个固定的认知。不过他这一踌躇，叶欢还是明白了，这是做师傅想深入研究，但这符文不是他的，他又不好意思占自家弟子的便宜。师傅这是说哪里话？徒弟这就回去再画，2种各画10张给师傅送来。叶欢的乖巧懂事让上官如玉相当高兴。叶欢起身准备回自己的小院，上官婉起身准备跟过去。上官如玉顿感奇怪，你又跟过去干嘛？婉儿头一偏，嘴一撅，哼，你管我呢？找他探讨功法不行吗？说完蹦蹦跳跳的跟着叶欢走了。当晚自是一场大战，不过这一晚上上官婉老是喜欢做脸，这让叶欢相当郁闷。随后的几天时间，叶欢在后山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用上官如玉教给他的新手法来激活神行符和金钟符，果然威力大涨，配合上逍遥扇这种空间圣器，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起爆符送到任何地方。算起来，攻有起爆符以及组合出来的助手，手有金钟符，跑有神行符，还有系统自带的破妄之眼，这种近似于作弊的手段在。叶欢现在已经是一个全面性的高手了，
虽然还只是一个筑基后期巅峰的境界，但就算对上高一个境界的修士，也能有一战之力了。终于，宗门大比的时间要到了。先是外门大比，然后才会轮到内门进行大比。莫尘渊在自己的亲传弟子小院里正在开会，第一狗腿子鸡无常正在小声汇报着。没错，我们仔细打听过了，他在外门没有什么势力。他入门15年了，在今年之前，他在炼气5层待了足足10年啊。平时就靠卖他的独家起爆符混日子。正常来说，再过几十年就会自然老死在外门，终身与内门无缘啊。今年也不知道是怎么了，短短半年时间，实力居然增长飞快，现在筑基后期巅峰了。不但境界提升飞快，而且符传水平大涨。我们怀疑他实力增长这么快，又这么的诡异，一定是得了什么机缘。边上几人跟着附和。对，无常师兄说的对啊，就是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机缘，如此神奇。莫尘渊瞟了一眼几个忠诚的心腹，几人眼中的嫉妒之意都快要写在脸上了，忍不住开始泼冷水。哼，要是没有机缘，你以为那几位长老为什么要抢着收他当弟子？你们都能查到的东西，那些长老又不下，会查不到。机缘也是实力的一部分，有时一份机缘抵过得10个极品灵根。不过我警告你们，和欢宗内部怎么斗都可以，有些底线的事情还是不能做的，不然。莫尘渊从几人的脸上一个一个的看过去，那警告的意味十分浓厚。人族与妖族几十万年来的争斗不休，要是人类内部不团结，早就被灭了无数次了。所以内部竞争可以，内部消耗不行，这是所有宗门统一的底线。嘿嘿，圣子放心，规矩我们懂。几人连忙点头，见所有人都明白了他的意思，莫尘渊这才收回了目光。既然外门那边他并没有什么势力，那外门前十就让他一个都招揽不到。而内门大比，我要让他在筑基境的比试颗粒无收，前十都进不了。宗门大比之后，乱星海战场上10年轮换期制，到时候我和欢宗又要派出一支进行轮换，一定要确保我和欢宗由我独领一军。清楚了，就去准备吧。是，圣子。众人散去，只独留莫尘渊一人，那阴狠的目光散发着危险的味道，喉咙里发出隐晦的咆哮声。叶欢，我的乾坤扇没那么好拿。叶欢这边，严可儿和沈惊鸿也从外门分别传来了消息，最有可能夺得前十的外门弟子都打好了招呼，只要他们进入前十，如愿进了内门之后，愿意投到叶欢麾下者，叶欢会给他们丰厚的加盟礼。不过莫尘渊的人也接触了这些人，许了些什么条件就不清楚了。报给叶欢后，叶欢只说知道了，但是具体的要怎么进一步打动这些人的心，叶欢就让他们不必操心了，他自有安排，专心准备宗门大比即可。终于，宗门大比这外门篇来了。一大早，合欢宗外门钟鸣古镇，外门最大的广场，也就是当初叶欢在那里分别击败严可儿和沈惊鸿道侣的地方。早早的，广场上10个擂台就已经准备好了，而广场高台上2排内门观礼的位置也准备好了。最高那排是给要来观礼的长老们的，稍矮的那排是给长老们的弟子的位置。只是长老和他们的弟子谁来谁不来，一直都没有个定数。毕竟一半的长老们都在乱星海战场长期驻扎对抗妖族，只有像10长老上官如玉这种福王，还有9长老上官婉这种钻研功法的，以及大长老林玄风这样需要在宗内主持事务的长老，他们这样的事不需要去乱星海，就在宗门内一样可以做贡献的。上官如玉每年都有数量可观的紫霄神雷符和10方往生符送上前线，这就是他的手笔。待这一次宗门内的内门和外门大比完成之后，就要进行轮换了，派出新的队伍去把乱星海上和欢宗驻扎了10年的疲惫之师换回来。这就是10年轮换，也是弟子们和长老们争贡献点最多的机会。内门大比谁赢了，谁就有可能被指定为领队，而领队带那些人去轮换，那些人在接下来的10年就能挣贡献点，挣到手软。这才是宗门大比的内门之战争得如此激烈的原因。而今天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外门大比罢了，小试牛刀的场合。叶欢出来了，带着他组建的一支新势力来外门这里观礼。莫尘渊也出来了，带着他历年以来一直号称最强阵容也来观礼了。其余的亲传弟子也来了一些，但没有一个能有他们2人的势力那么庞大和雄厚。叶欢摸了摸腰间的身份牌，那背后原本541万的贡献点，现在只剩220万了。这一次招募势力花了他300多万，但效果也是很显著的，那丝毫不输莫尘渊的场面，就是证明日头一点一点向中天偏移。参加外门大比的弟子们准备好了，
叶欢这些亲传弟子也准备好了。之后，长老们这才翩翩来迟大长老林玄风、二长老杜子腾、莫尘渊的师傅，还有九长老上官婉儿。今天就来了这3位长老观礼。快看，九长老上官婉儿来了。这一次的宗门大比，他要在外门收一个弟子，这传言难道是真的？长春宫啊，地级功法，咱们合欢宗的地级功法只有5篇，他一人独占1篇，是不是太过分了？你要是能自创地级功法，你也可以独占1篇啊。切，这次的外门大比，因为他那可是连一些久不出门的外门怪咖都报名参加了，还有那叶欢师兄和莫尘渊圣子也掐起来了。以前怎么没听说过叶欢有这么猛啊？大比开始，规则简单，一共10个擂台，自觉有希望进入前10的人可以上台守擂。上午只要抗得过3次挑战而不败，那就能获得晋级资格。这就是上午的晋级赛。而所有在擂台上获得了晋级资格的人，下午将进行大擂台的混战。混战中，谁被打出擂台，将失去进一步的资格，直到台上只剩下10人。所以，这种混战最考验的是这些人在外门的人脉，否则任你实力通天，也撑不过一群人的围攻。前10，做梦！以前多少实力强悍的外门骄子，被人组团因得前10都进不去，含恨被踢下了擂台。因为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江湖是人情世故，所以上午的晋级赛更多的是表演性质的。像严可儿一上擂台，上台挑战的都是他自己提前安排好的自己人。当然，如果有竞争对手想安排高手在第1个环节就把他给淘汰下去，那就别怪他直接上杀手锏了。无风无浪，严可儿顺利晋级，隐晦的给叶欢递了个眼色，就跳下了台，把位置让别人上去接受挑战。上午的时间甚是无聊啊，一旁的莫尘渊似是百无聊赖，于是主动找叶欢聊天。反正2人坐的也不远，叶欢师弟今天出现在这里，想来也是存了招揽天骄的想法，对吧？叶欢本不想理他，但身后的3个长老、大长老、二长老、九长老都端坐在场，也不好不接话头。圣子不也是吗？怎么，只许你来招揽，不许我来看看？叶欢这话一开口就夹枪带棒的，是因为他性格使然。莫尘渊一反常态，像是没有听懂叶欢话里的枪棒，继续说道：如此，要不要再来一局？就赌你手上那柄乾坤扇。闻言，叶欢瞥了一眼莫尘渊，感情是冲乾坤扇来的，怎么赌？莫尘渊心中微微一动，叶欢没有拒绝，而是问怎么赌，那就有意思了。今日外门大比前10名可入内门，就赌这10人入谁麾下更多，如何？叶欢眼神一眯，这圣子想屁吃呢？谁不知道自己是刚刚财位的新贵，势力根基浅，个人境界低，外门前10当然是会选他更多一些，搞不好一个跟自己的都没有，这能赌？莫尘渊见叶欢不语，有些担心叶欢不上当，决定加一把火。我知道叶欢师弟贡献点还剩下200多万，这可比我多了足足1倍，实力如此雄厚，还怕赢不了？再说了，九长老早就有言，今日要收一弟子，以10长老和9长老的关系，那位弟子天然就会入你麾下，优势在你。莫非叶欢师弟连这点胆子都没有？莫尘渊话里话外酸的不行，明眼人一听，他就是想套叶欢入局。叶欢回头看了一眼上官婉，他正在对着叶欢轻轻摇头，很明显他也不看好。叶欢却也没有后退，只是接过莫尘渊的话头，继续往下说：那圣子可有什么彩头？要是东西差了，我可没有兴趣。莫尘渊心头一松，来了，问彩头了，那就有戏了。身后的上官婉还有大长老则轻轻皱眉，二长老杜子腾却是眉头一舒，假装没有听到莫尘渊的话。莫尘渊兴奋难耐，哈哈，叶欢师弟有兴趣就好，我有一粒9转金丹，价值和我那把乾坤扇相当，以此为助，可还行？炼气境要入筑基境，将灵气从气转为液态，需服用筑基丹；而筑基境要结成金丹，则需服用9转金丹，历经9转才能将液态的灵气压缩成金丹，9转则需要9颗，需求量如此之大，此丹价值自然也是水涨船高。所以说，一枚9转金丹相当于一把灵气乾坤扇。莫尘渊之言倒也不虚，只是叶欢手上的乾坤扇已经成为逍遥扇圣器，区一枚9转金丹，怕是换不了了。于是叶欢把逍遥扇取了出来，一把展开，在怀里扇着凉风，然后邪魅一笑，故意提高了音量：不好意思，首先我要纠正你一句话，这是我的乾坤扇，已经不是你的了。其次，我在鬼市上淘到了他的另一版，两者合一，现在他的名字是圣气逍遥扇。区一枚9转金丹，
不够。叶欢说完，微微注入灵力，逍遥扇猛然散发出一道独属于圣气的法力波动，全场皆惊。除了在擂台上正打得热火朝天的参赛弟子之外，基本上在场所有人全都敏锐地感应到了这股圣气波动。那是圣气！卧槽！叶欢师兄拿出了一把圣气，我刚才在看场中没听他们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乾坤扇变成了逍遥扇，灵气变成了圣气，这尼玛德莫尘渊圣子上辈子造了什么孽？你应该说叶欢师兄上辈子积了什么德才对。尼玛德圣气啊！林玄风、杜子腾、上官婉三人齐刷刷看向了叶欢怀里的那把圣气。虽说和欢宗里也不是没有出现过圣气，但架不住这东西稀有阿合欢宗10大长老也只有3名有属于自己的圣气，而在场的这几名长老都还用的灵气级别的法宝，几百年了，他们四处求购，硬是连圣气的毛都没有摸到过一根。上官婉更是两眼放光，小欢欢，事后把你这把小扇子借我玩几天行不？林玄风、杜子腾转头看着上官婉，倒吸了一口凉气，当面索要。就算叶欢是你亲姐姐的亲传弟子，你这个师叔直接开口索要，哦不是开口借完，那人家也不可能答应你吧？叶欢回头微笑着点头，九师叔要是喜欢，送给你也无妨啊。全场再次一片惊呼，叶欢这么大方，倒是把上官婉弄了个大红脸。那还是算了。林玄风、杜子腾心里简直忍不住要给叶欢竖个大拇指了，高，实在是高，以进为退。大庭广众之下，上官婉这个师叔怎么可能真的要叶欢这个晚辈的圣气？叶欢这么一说，上官婉就算是事后也不好再去索要了。这下子这件圣气叶欢这小子算是保住了，但是只有上官婉和叶欢自己知道，如果上官婉要，叶欢是真的会毫不犹豫就当场递过去的。上官婉的脸红也不是惭愧的，而是害了一脸的羞。这种大庭广众之下偷偷摸摸交换彼此心意的刺激，你们懂个蛋。没有人注意到莫尘渊圣子的脸都绿了，没想到他输掉的那把扇子居然会是半件圣气，就算只是半件，那也自己的机缘啊。于是脸色变了又变，在心中狂喊，那是我的，那是我的，那是我的！叶欢，你个王八蛋，老子一定要把你踩进泥里，让你永世不得翻身。叶欢把头转了过来，看着满脸绿了吧唧的莫尘渊，所以圣子啊，本来我对这个打赌还是很有兴趣的，可惜了，你这彩头不行啊，要不算了。说完，叶欢从怀里拿出一个小储物袋子，抓了一把瓜子出来，递给莫尘渊，热情地示意他和自己一起嗑。莫尘渊手指抓着椅子的扶手，咔嚓一声把扶手的兽头都给捏爆了。叶欢笑了，随后把瓜子递给了自己带来的随从，都是新势力见好后跟着自己的兄弟，自然知道叶欢这个爱好嗑瓜子的习惯，也是飞快地接了过来，向后面对过去分享。那轻松闲暇的氛围让人恨得牙痒痒。二长老杜子腾给莫尘渊传音，徒儿，你想办法跟他赌，为师还有2个弟子名额可以用，一会儿许出去能为你增加2成胜算。可是师傅，徒儿身上并没有可与圣气相比的彩头了。傻瓜，不是有为师给你的化阴丹吗？反正输不了，拿它去压一压也无妨。莫尘渊有些急着了。可是师傅，徒儿现在金丹后期巅峰修为，马上就可以化丹为阴了，要是输了，怕再难找到化阴丹了啊。怕什么，为师帮你想办法就是了。化阴丹本就是自己师傅给他准备的，师命要他莫尘渊拿出来去赌那逍遥扇，他又怎么敢违抗？心一横，取了出来。叶欢师弟，那这化阴丹可还入得了你的眼？莫尘渊这话一出，场上一下子就开了锅。什么？圣子他有化阴丹？圣子有化阴丹没什么稀奇，稀奇的是他敢拿出来赌。有了这化阴丹，由金丹破入元阴境几乎是水到渠成的事，可省100年之功啊。他也舍得，应当是二长老为他准备的，他敢拿出来赌，二长老要是不点头，他绝对不敢。卧槽，今天还真是开了眼了，这他娘的还是外门的大笔吗？内门也没赌这么大过啊。圣气兑化阴丹，操！不知道叶欢师兄会不会接下这个赌注。叶欢这边也有点目瞪口呆的感觉，他把逍遥扇拿出来，无非也就是想扫一扫莫尘渊的脸面，并没有真的想拿出来赌啊。毕竟后面的内门大比，他还要靠这把圣气参赛的，没了他胜算少一半啊。于是回头看了一眼上官婉，想求个缘。对方把化阴丹给拿了出来，这价值丝毫不比圣气差了，等于是把叶欢架火上烤了。上官婉刚才说过要借去玩几天的，
如果上官婉说不让赌，叶欢就好顺水推舟了。不然，要是自己直接一句不同意，自己胆小的名声怕是要传遍合欢了。但是上官婉有些直球，没有领会到叶欢的意思。别看我啊，东西是你自己的，你决定吧。好吧，叶欢也没有办法了。你嫌弃别人彩头不行，别人拿出了行的彩头，要是自己缩回来了，那真的是不要脸了。如此，那就只有想尽一切办法赢下这一局了。叶欢点头，圣子这么有诚意，那就赌上一局吧。不过要是输了，可不要哭鼻子哦。赌约当场生效，倒也不怕双方毁约。3个长老在现场看着呢。很快，上午晋级赛结束了，所有人中午也不休息，直接原地等着下午场。严可儿和沈金红自然是顺顺利利获得了晋级资格，但是整个上午报名参赛的人中，最终有75人得到了晋级资格。终于，下午场要开始了。原先的10个小擂台被人拆走了，然后几十名弟子携手原地建了一个超级大的大擂台。远方跑来一人，正是姬无常，他趴在莫尘渊耳边嘀咕了好一会儿，然后莫尘渊的心情就好多了。乾坤扇，哦不，是逍遥扇，他将要重回自己手里。虽然看师父热衷的样子，估计最后会被他借走，但只要能让叶欢损失一柄圣器，也算是出了一口恶气。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于是主动找叶欢聊聊天。一会儿赢了之后，也好顺便挖苦他2句。叶师弟啊，下午决赛快要开始了，听说你是第一次来观礼，以前甚至都没有上过台，想必规则不是太熟悉，要不要师兄为你讲解1、2啊？规则，叶欢早就打听清楚了。一声轻笑，手中逍遥扇很是潇洒地摇了几下，这才缓缓开口。75人一齐上场，各自为阵进行乱战，直到台上只剩下10人，即为前10。此前10名在台上继续乱战，谁能留到最后，谁就是第一。唯一的禁令是不可致死。不知道我讲的可对？莫尘渊不置可否，叶欢却也没有停。这一次进入前10的热门人选分别是猎山刀、萧斩、冷月剑、苏清寒、千面郎君、莫独影、汉地府、孟夯、穿云剑、叶金风、焚天老怪、严禁、玉面一仙、落水瑶、奔雷手、雷破、惊鸿仙子、沈金红、祸心神女、严可儿。虽然其余8人都是成名已久，但夺冠热门却是沈金红和严可儿这2个后起之秀。而且叶某听说盛子宁已经给沈金红和严可儿许以重礼，要招入麾下，对吧？啪啪啪，莫尘渊忍不住给叶欢鼓起了掌。原以为叶欢师弟是个不谙世事的独行少年，没想到信息这么灵通，我还真是小瞧了你。不过有一点你说错了。哦，那一点？叶欢偏着头继续嗑着瓜子，一脸不解地等着莫尘渊的下文。哈哈，我不仅给沈金红和严可儿许以重礼，其余8个人我都许了重礼。怕是今天叶师弟的逍遥扇要易主了。哦，对了，上官师叔2姐妹同气连枝，所以9长老今天要收的弟子估计会跟你走，但是再多就不可能了。顺便告诉你一声，为了防止出现意外，我师父把他老人家仅剩的2个弟子名额也给了我，所以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今天的结果会是9比1。莫尘渊看了看叶欢就没有停下来过的嗑瓜子动作，冷冷地为自己的话画上了总结。希望叶欢师弟你能一直这么有胃口。叶欢懒得回应了，简单哼哼了2声，就继续嗑自己的瓜子了。下午的决战也终于到来了。擂台升起，75名选手从4面方向跃起，落入擂台之上，隐隐的分成了2块阵营。一方以惊鸿仙子沈金红为首，一共39人；一方以祸心神女严可儿为首，一共36人。叶欢嗑瓜子的手顿了一下，他知道这2女人为了这一次的宗门大比费了很多心思，整整半年都在不停的东奔西走，到处拉人头备物资。但他没想到的是，他们俩为了能拜入上官婉的名下，能做到如此地步。这场上支持他俩的居然1人1半，这长春宫有这么大魅力。2人与叶欢鏖战之时，也分别跟叶欢提过想入上官婉门下，想叶欢去说和一下，增加点胜算。毕竟在他俩眼里，叶欢是9长老的亲姐姐收的亲传弟子了，应当是能常常见到上官婉的才对。只是他俩没想到，叶欢和上官婉的关系比他俩想的还要更进一步。大战开始了，擂台之上，2边的人马各自结阵，开始了对抗。现在的叶欢对这种炼气境界的战斗兴趣缺缺，只是时不时的拿眼睛瞟一眼进度，然后又继续低头嗑自己的瓜子。毕竟今天对自己来说，最重要的是能招揽几人入麾下，过程并不是太重要。事关逍遥煞啊，哦，
还有那话音丹。随着不停的有人被击飞出去，擂台上的人越来越少，只剩下10几人的时候，叶欢终于直起了头，停止了嗑瓜子，然后发动了破望之眼，全神贯注地看着场上所有人的一举一动。终于台上只剩下了10人，果然与叶欢之前所说的最有可能进入前10的名单一模一样。烈山刀、萧斩、冷月剑、苏清寒、千面郎君、莫独影、汉地府、孟夯、穿云剑、叶惊风、焚天老怪、严禁、玉面医仙、落水瑶、奔雷手、雷破、惊鸿仙子、沈惊鸿、祸心神女、严可儿。此时叶欢与莫尘渊2人依然镇静自若，老神在在。又终于台上从这10人开始继续乱战，一个一个的减少，伤重不知者陆续跳下台去，直到台上只剩下了惊鸿仙子沈惊鸿、祸心神女严可儿2人。这就是江湖，江湖从来不是打打杀杀，江湖是人情世故。叶欢从怀里掏出来了之前2女给他的情报，果然这一切和开始之前他们预计的并没有太多的差别，就连另外那8个的排名也早就定好了顺序，除非你另有奇遇能大幅度领先对手，否则一般到了排名差不多的时候，那些人就自动跳下台去了。这一次宗门大比真正要拼个你死我活的，自始至终就只有2个点：一，争前10名入内门的资格的时候；二，争第1名拜上官婉为师的资格。其他的都不重要，这就是外门。上官婉起身，元婴境界的他声音不大，但场上的每一个人都能听得清清楚楚，这也是实力的体现。你们2人都不错，今天我要收一关门弟子，谁赢谁就可以入我门墙。来了，2人这一番辛苦为的不就是这件事吗？谢九长老，我等全力以赴。随后场上2女开始了死斗，这是真正的不死不休之战，一本地级功法，而且是目前全欢宗内公认的最强地级功法，值得豁出一切。当然作为功法的创造者，他的弟子是有资格直接学习的，不过入了内门，只要你贡献点够，也是可以直接去换这功法来学的。但50万贡献点可不是个小数目，不是谁都有这个机缘的。哎，你们说为何九长老不在内门选个弟子，非要来外门挑？你不懂了吧？听说是九长老想观察中品灵根的弟子修长春宫的效果和进度如何，所以才这么安排的。怪不得内门全都是上品灵根以上的，只有外门全是中品灵根，那为何会是他俩争？那8个人有2人实力可不一定比他俩差的，因为据说上官婉长老不想收男弟子。卧槽，还搞上性别歧视了。行了，别聊了，看场上吧，也不知道他俩谁有这机缘。严可儿那绝美的脸上冷若寒霜。沈惊鸿，你我自从入门以来一直争斗不休，今日之战结束之后，你我便如云泥之别了，这将是你最后平视我的机会。沈惊鸿倒是一如既往的轻松惬意，满脸不在乎。可儿妹妹，别这么说，万一赢的人是我，那你岂不是丢脸？呸！几乎是同时，2人各掏了一张回春符出来，啪的一声贴身上，同时恢复满血状态，开始对攻。2人实力本就相差无几，又是有意识地研究过对方的战法，一时之间居然势均力敌，互相攻了上百招都被对方破解。一声巨响之后，2人再次分开，各自又掏了一张回春符出来，又准备贴身上。2人一模一样的动作引得全场一片笑声。上官婉眉头一皱，看了一眼叶欢，没有说什么。莫尘渊摸着下巴，若有所思。场上的2女几乎同时意识到了什么，也瞥了一眼叶欢，那眼里直冒火星，眼里的意思很明显，为什么我有的对面也有？只有叶欢这个罪魁祸首低着头嗑着瓜子，坚决不肯抬头，只是那颗瓜子的速度明显快了许多。叶欢心里狂喊，看什么看，天地良心啊，我也没想到真的会是你们俩争夺第1名啊。完事之后一时兴起，就一人给了一些起爆符和回春符，谁能想到你们能同时拿出来用？完了，还有起爆符。果然2女贴完回春符后，一人一把起爆符捏在了手里，人手一打，开始互相丢，场上噼里啪啦爆炸了起来。好好的外门大比冠军争夺战变成了消耗战。上官婉的头伸了过来，看起来像是在和叶欢说什么，实际上手从后面伸了过来，捏住了叶欢腰间的一点软肉，吓得叶欢连忙传音，九长老，师叔，婉儿，别误会，我心里只有你。上官婉指尖恶狠狠的一转，真的只有我吗？哦，还有你姐姐。还有吗？哦，我不想骗你，还有龙葵宗的龙离，还有
暂时没有了。上官婉目瞪口呆，小欢欢，你这是不是多了点儿？那老娘在你心里是什么位置？叶欢眼珠一转，在我心里，你是不一样的，独一无二的。怎么个独一无二法？只有你是有资格做脸的。我保证。上官婉听到叶欢提起这事儿，小脸一红。呸！传音入密也不是那么稳当的，别乱说，晚上回去再收拾你。哼！上官婉和叶欢聊得正热，场上却胜负已分。最终，沈惊鸿以微小的差别抓住了严可儿的一个破腚，一张起爆符把他炸得七荤八素的，被沈惊鸿的手中剑抵在咽喉上，烟尘散尽。严可儿嘴色一丝鲜红，脸色一片灰白，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他受了内伤。而沈惊鸿则是有些气喘，但西湖之间规律稳定，明显还有一战之力。何况那指向严可儿咽喉间的剑，胜负了然了。大长老出声了：“好了，胜负已分，名次已定，你等10人明日入内门注册身份牌吧。下面还有什么事，你们自己看着办。”大长老的意思很明显，这次外门大比真正精彩的要来了，叶欢和莫尘渊两人的赌局要来了。上官婉接过大长老林玄风的话，开始收徒。按我之前所言，第一名沈惊鸿，你可愿入我门墙，做我的关门弟子？沈惊鸿两眼一润，急忙拜倒。他为了这一天等了太久太久。徒儿愿意。正式拜师当然不是这么简单，但他也立即起身，飞身上了观战台，站在了上官婉身后一侧。沈惊鸿就是会来事儿，他站的这个位置，莹莹也正好在叶欢的后面。叶欢微笑，向莫尘渊丢过去一个挑衅的眼神。1比0，莫尘渊起身，9师叔收徒完毕，接下来就是我和叶欢师弟两人的赌局了。各位，前10的天骄上台一叙吧。话音刚落，刷刷刷，台上9个人就站成了一排。莫尘渊开口，正式开启了他的条件。各位师弟，你们即将入内门，但是内门也有派系，这事儿你们是知道的。若入我麾下者，我可以答应乱星海换房，只要你完成筑基，我必定带你去。乱星海10年镇守，可得至少30万贡献点，抵得过你未来100年之功。现在愿意入我麾下者，站到我的身后。乱星海换房历来都是挑战力彪悍的弟子前往，但是挑谁不挑谁，这是领队决定的。但是莫尘渊拿此作为条件，就实在是太无耻了一些。正常入了内门，谁不是努力做任务或者修炼，熬个几10年才有资格勉强被看上，挑走眼前这9人。虽然都是天骄，但是还没有成长起来的天骄有什么资格现在就去乱星海？莫尘渊此言一出，场上所有人顿时一惊，就连大长老林玄风都眯起了眼睛。拿和欢宗上战场的名额来争输赢，乱星海是什么地方？人族抗击妖族的前线，那是要死人的，此举过分了。但是莫尘渊这个行为却也没有违反宗门规定。眼见那9人有些异动了，叶欢急忙给上官婉传音：糟了，我没料到他会用这一招。婉儿助我，你再收一个弟子吧，把那个严可收了。上官婉闻言脸色一变：啥？刚才说了收的是关门弟子，本来收这一个也只是为了观察长春宫在中品灵根弟子身上的情况用的，多了有什么用？而且我这马上再收一个，还要不要脸了？我怎么自圆其说？哎呀，管不了那么多了，晚上给你做好吃的。上官婉也知道这一次的比试对叶欢来说非常重要，也只好站了起来。慢着，本长老思来想去，决定再收一名弟子。严可儿，你可愿入我门墙？本来心灰意冷，都打算抬腿投入莫尘渊麾下的严可儿，抬起了头，满脸的不可思议，却看到叶欢正在给他点头示意，顿时明白了，是叶欢给他争取到的机会。这么多晚上还真没白陪他，他竟为了我，真的向9长老求了这个恩典。一时之间，原本已经心死的他芳心乱颤，眼里再也没有了别的男人。但是站在上官婉身边的沈惊鸿有些不愿意了，可怜兮兮的道：师父，我不是关门弟子吗？他这一声吃惊之下调门起得高了些，全场都听到了，所有人都一脸的疑问。对啊，你刚才还信誓旦旦的说的是关门弟子，怎么？众目睽睽之下，上官婉小脸一窘，银牙一咬，豁出去了。你是关门弟子，他是锁门弟子。随即脸一板，好了，不要问了，多一个师妹又不是啥坏事。场上众人想笑，但是又不敢笑出声来。要是惹恼了9长老，以后他的传功大会开讲，你就不要想有位子了。他可是唯一的传功长老，合欢宗功法第1人。只是锁门弟子，这 TM 也可以啊。众人在努力憋笑，
把这一辈子所有难过的事情都想了一遍，这才勉强没有笑出声。叶欢则向严可儿狂使眼色，严可儿会意，急忙下拜，然后同样起身来到了上官婉的身侧，与沈惊鸿并肩而立，脸都要笑烂了。管他关门还是锁门，是个长老弟子就行。地级功法长春宫，我来啦！现在场上叶欢与莫尘渊比分是2-0，叶欢暂时领先，但是场上的情形却对叶欢很不利。10年30万贡献点的乱星海轮换房实在太有吸引力了，眼见着有5-6个人抬腿向莫尘渊那边走去，莫尘渊嘴角的嘴角都要裂到耳根子边上去了。上官婉儿也着急了，小欢欢，你还有什么招？快出啊！只要有6个人过去，你就输了。叶欢缓缓站了起来，各位且慢。场上正准备到莫尘渊身后的众人顿时停下了脚步。我还没有提出我的条件，各位就草率的做出选择，可不太好。万一我的条件更优厚呢？莫尘渊一声冷笑，叶欢师弟是在说笑吧？别忘了，你个人的贡献点是不能划给别人的。除此之外，你还要跟我比什么？比法器，比人脉，还是许诺给他们泡1个月的灵泉福地？10年时间30万贡献点，你一个新进的弟子，拿什么跟我比？怎么，莫尘渊师兄，你这是脸都不要了，连条件都不打算让我提？叶欢一句话把莫尘渊给顶了回去，然后看向场中，猎山刀削斩，你的斩击刀法与天刀门的功法有相似之处，这不是合欢宗的功法，应当是你的家传绝学。但是第3招向下劈之时，行宫路线的中符门学若改为右符门学，可提升你那一招的威力至少2成，你可当场一试？这只是看过他出招就能准确判断出对方功法中的问题，还当场给他修改，世上从未有人能做到。叶欢师兄是来搞笑的吗？不一定，别忘了他那恐怖的贡献点都是怎么来的，说不定他真的可以。我以为那些功法的改进是9长老的手笔，只是以他的名义上缴宗门罢了，没想到真是他的。这天赋太可怕了，可他不是10长老的徒弟吗？这是9长老的本事啊！2姐妹共交一图，场上已经议论开了，所有的人包括几名长老还有莫尘渊，猎山刀削斩有些不信叶欢的本事，但是这说的有鼻子有眼的，是一试倒也无妨。于是取刀在手，按叶欢所言高高跃起，向着空地一刀劈下。猎山刀削斩这一刀，刀芒居然比之前长了半尺有余，竟然真的提升了2成的威力。全场一片哗然，是真的，是真的，只是看过对方出招就能做到如此。当场改功法，当场啊，这是什么天才？叶欢却没有笑，而是继续开口：玉面一仙落水摇，你的攻击方式很独特，虽说医毒不分家，但你在医道上明显比毒道更强，所以你之前用出来的毒粉真的很一般。如果你将那毒粉中其中一味的附子改为毒竹，立马就会变得无色无味，施毒于无形无影之中，你的排名还能上升至少2个位置。冷月剑苏清寒，你的剑法建议都不错，但是你的剑诀运功路线有问题，你是否感觉在施展那一招横断剑技之时，腰腹之间有隐隐疼痛感？其实你只需要将伤春穴那里的路线换成龙门穴那边，就不会再有这种感觉，从此再无走火入魔之忧。奔雷手雷破，你穿云箭夜惊风，叶欢将每一个人的功法全都点评了一遍，而且句句直指要害。几人当场验过之后，居然当真与叶欢所说一般无二，场中之人无不称奇。各位，我初入内门，的确还没有资格带你们去乱星海战场镇贡献点，但是现在不能带你们去，不代表将来不能带你们去。这个10年不行，那就下个10年总能带你们去的。不过，只有入了我麾下，我才会助你们完善功法。在上层楼，何去何从，各位可以自行决断。是啊，这个10年不行，那就下个10年嘛，总有机会去乱星海的。但是能让叶欢为自己提升功法，这可是千载难寻的机会啊！功法的改变可是终身受益啊！我看叶欢师兄以后，怕是比莫尘渊圣子走得更远，也许要不了多少年，连圣子之名都要易主。莫尘渊的脸已经黑得不能再黑了。台上几人再次抬脚，准备做出自己的选择，但是这一次明显是向着叶欢的方向去。慢着，我师父合欢宗2长老杜子腾还有收徒名额，虽不是亲传弟子，但长老弟子之名也能为各位带来诸多便利，各位可以再慎重考虑入我麾下。而且之前找人带话给各位所提到的福利翻倍。莫尘渊这下真的是脸都不要了。不过叶欢很敏锐地察觉到了他话里的问题。莫尘渊师兄，每个长老可收弟子3名，这是宗门规矩，2长老的名额
只有2个了吧？这么多人怎么分？至于你答应的那些好处，别说2倍了，就是3倍、4倍，又能如何？仙途漫漫，又能支撑大家修行多远？一句话，把莫尘渊又给顶了回去。刷刷刷，这下没有人犹豫了，有6人站到了叶欢的身后，只有最后2人咬牙思考之后，选择了莫尘渊一边。毕竟长老弟子带来的好处也是不少的，何况这2人还有很多认识的故旧，本就是莫尘渊一边的人。叶欢对莫尘渊，8比2，胜局已定。大长老林玄风看着2长老肚子疼，口中发出啧啧之声。啧，我说老二啊，你这徒弟心真大，连续2次输给叶欢了，上回输了半比胜气，这回连化阴丹都丢了。哦，他不会说话不算数吧？也能理解，那毕竟是化阴丹。肚子疼实在忍不住了，大喝一声站了起来。住嘴！关系好的话，你叫我一声紫藤师弟，要是关系你觉得一般，你就叫我杜师弟也行。什么老二的，你才是老二，你们全家都是老二。莫尘渊，把化阴丹给他，我们走。叶欢接过对方抛过来的化阴丹，顺手塞进了怀里，嘴里也是没有放过莫尘渊丝毫。哎，这只是一时的得失罢了，若把全欢宗比作是一座高楼大厦，那莫尘渊圣子就是根基吧。我等还是望尘莫及啊。莫尘渊明显愣了一下，敢当着他的面骂他，难道还以为他听不出来？刹那之间，那脸色也是由白变灰，再由灰转紫，由紫变黑。叶欢，好，你等着，内门大比之时，我要让你生不如死。我们走。叶欢这边也得胜回朝，兴奋的大步走在前面，一手执圣器逍遥扇，一手拿着那盒化阴丹，从外门走到内门，又在内门转了2个圈圈，活活一副钓鱼佬炫耀战绩的样子。哎呀，叶师兄，你这是出来逛逛啊？对，是化阴丹，我赢的，还有这逍遥扇，都是莫尘渊圣子输给我的。上官婉带着关门弟子和锁门弟子走在后面，笑得花枝乱颤的。行了，2圈了，差不多的了。上官婉发话了，叶欢也只好恋恋不舍地回去了。次日，严可儿和沈惊鸿正式拜入上官婉门下。拜师礼过后，上官婉拉着2人的小手，谆谆教诲：入我门墙，当知我门规。总之，外门之时，有些不必要的感情，该断就断了吧。你2人可明白我的意思？上官婉给2个新弟子说这话的时候，叶欢也在一边。上官婉看了他眼又一眼，不过他一直在翻白眼，假装没看见。2女互相看了一眼，师父是让我们断了在外门时的一些不必要的感情，以免影响修行。师父，我等明白了。2女频频点头，心中有了计较。次日，严可儿找到了同为内门弟子的陆景然，诀别分手。陆师哥，你是个好人，是我对不起你。沈惊鸿也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上官婉的师命，回去外门把荣有路也给一脚踢了。荣师哥，你这么爱我，总不能阻止我奔向更好的人吧？而且为了让师父知道，他们照做了。2人都还是在公开场合提的分手，当天消息就传得内门外门到处都是。听欢和上官婉听闻此消息，一时纳无言。这俩是不是有啥大病？我说的是那2人吗？我说的是你，是你啊！上官婉暴跳如雷，而叶欢则忍着笑。这2人的行为就像是前世那些考公上岸的女人一模一样。考公上岸，上岸第一件，先斩意中人。这2人进内门第一件事，不约而同把自己道侣给踹了。虽说侍奉师命，但一点犹豫都不带的，也不是什么好鸟。随后，叶欢闭关准备参加内门大比所需的各项物资，而莫尘渊要在内门大比上对付叶欢的消息，已经散播得到处都是了。内门的大比可不像是外门那般随意，搞个草台班子就开始了。内门的大比分成了3个境界的比试：筑基境、金丹境、元婴境。元婴境的师兄师姐们基本上都是领了任务，去乱星海镇贡献点去了，所以每年的元婴境比试都是表演性质的，且多由长老们负责，一丝一丝也就是了。真正拼命厮杀的，其实只有筑基和金丹2个境界。先报名，再随机分配，捉对厮杀，胜者晋级，败者淘汰。要是不小心第1轮就碰到些怪物选手，那就是你倒霉了。毕竟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而且内门的大比奖励也丰厚得很。叶欢在筑基组前10名是入魁星阁修炼1个月，那里是筑基们冲击金丹最好的圣地。而莫尘渊在金丹组前10名是入猎鹰阁修炼1个月，那里也是金丹们最想去学习如何化丹为鹰的地方，全是宗门历代先贤的感悟，所以2人根本碰不上面。
但这并不妨碍莫尘渊给叶欢使绊子。喂，听说了吗？四顾剑要出山参加这一次的宗门大比，是那个顾头就不顾定，顾前就不顾后的四顾剑。操，你不要命了？这是人家的混名，请叫人家正式名号。剑痴顾青，剑痴顾青，听说是铁面长老顾青瓷的后代，天生剑意随身，剑法通玄。单按实力来算，莫尘渊都不一定能打败他，但是偏偏他却只是个筑基境，所以他要参加宗门大比，当然是要分到筑基境这一组了。筑基境有什么？有叶欢啊！内门的规则是不能输的，输了就淘汰。听到这个消息的叶欢立马就知道了，这是莫尘渊给自己使的绊子。一个实力堪比金丹后期巅峰的家伙，一个几乎从来不参加合欢宗内任何活动的家伙，一个隐士一般的存在。基本上不出意外的话，第一轮抽签分组就会碰到他。不得不说，莫尘渊的实力还是够雄厚啊。宗门大比抽签配对这种事情，他都有本事去插上一脚。果然第一轮公布了，叶欢对顾青，次日下午申时正13号擂台。很快叶欢站上了13号擂台。这个号称剑痴的顾青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能以区区筑基境界匹敌金丹境界的强者，怎么着也应该是一个彪形大汉吧。一身腱子肉，头发像鸡窝，不修边幅，而且破衣烂衫，怀里抱着把破剑的那种。除了剑，他怀里再也容不下别的。正在思索间，一个很轻的声音落在了叶欢的身后。人来了。擂台之上，叶欢转过身，一个长相绝美，身材修长，有着一双超级大长腿的16、17岁少女亭亭而立，一头乌发用银环松松竖起，随风飘扬，几缕碎发贴在沾着薄汗的颈侧，手中一柄比身形还长的古剑，剑鞘斑驳，似有百年风霜，一双超级长的修长双腿晃得人睁不开眼。那双映着一汪秋水的眸子忽然弯起，像极了邻家小妹妹。顾青，等等，剑痴，女的。来给叶欢汇报的人一口一个他，根本听不出来是男是女，唯一能看出来和剑相关的就是他的眼神。叶欢愣住了，这怎么舍得下手？顾青，叶欢，没想到有剑痴之称的你居然是个女人。顾青看了一眼叶欢手上的折扇，我也没想到让莫尘渊如此忌惮的人会是一个手摇折扇的翩翩公子。很明显，在顾青这里，翩翩公子不是啥好词。莫尘渊给了你多少，我出双倍。不好意思，一笔交易未完之前不接下一单。还挺有原则，就是脑子不太灵光，一句话就把买主给卖了。莫尘渊那边，他知道叶欢知道是自己派来的人，而叶欢也知道他知道自己是知道似的，但也不要说出来啊，要脸。擂台边上，莫尘渊派来查看情况的人脸都绿了，不过看顾青的样子，也不像是会在意这一点点瑕疵的人。动手吧，有我在，你赢不了。叶欢霄摇扇一摇，没有使用上官如玉星交给他的手法，直接就这样激活了一张神行符和一张金钟符，同时将破望之眼开启。我从来不小看任何一个人，包括你，也希望你不要小看我，毕竟死我手里的有元婴境的高手。顾青眼神一缩，终于收起了轻视。一个筑基境能弄死元婴，不管他是用的什么手段，那绝对是值得他慎重以待的对手。裁判一声令下，一声轰鸣巨震响彻全场，转瞬之间，一把长剑插在了叶欢面前的金钟罩上，因为受到攻击而显形的淡金色中纹死死地把那把长剑卡住了。连上官如玉都需要至少5息才能攻破的金钟符，顾青的长剑居然突进来至少5寸之深，好快，而且强，同为筑基后期巅峰境界。除非叶欢洞用那100张起爆符组合成的助手，否则以叶欢的攻击力，绝对做不到如此地步。这一击之力压得叶欢后退了至少5步。此时叶欢才看清楚顾青手上的长剑是什么样子，细长而且通体符文。站在原先叶欢所站的那个位置，顾青摆了一个起手式，破望之眼可识破万物，但顾青的起手式，叶欢的破望之眼却看不到任何的破绽。于是叶欢动了，没有4象阵的束缚，他的速度在这一方小小擂台里那就是极速。顾青的速度也很快，但相比叶欢却又差了一筹。叶欢围着那顾青开始了游斗，顾青陷入了防守之中，但他的剑势散发，居然浑圆一体。叶欢丢出一张起爆符，在起爆符的冲击波下，顾青的剑势才有了一丝变形，进而产生了破绽。就是现在，叶欢以扇为剑，拨开剑尖，点在了顾青的手腕之上，受了叶欢一击。顾青剑势一乱，破绽进一步增多，最终叶欢一扇停在了顾青的咽喉之上。全场所有关注这一场比斗的内门弟子全都呆住了。
因为在他们的角度看来，其实双方就只过了3招。第一招顾青那快到极致的一剑直刺，被叶欢护体之物挡住，但也叶欢后退了5步。第二招叶欢同样施展急速，围着顾青攻击，并丢出了一张起爆符。第3招是叶欢拿扇子挡开了一剑，并制住了顾青。3招，这他娘的一点观赏性都没有！你以为看话本吗？还大战300回合？真正的高手对决就是这么简单直接。这剑痴也不行啊！你行，你上。这剑痴号称跨境无敌，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与金丹交手都没有败过。没想到叶欢师弟这才入内门半年时间，居然已经强到如此地步了。顾青战败，快去禀报莫尘渊圣子。一只珍贵的龙纹青瓷茶盏被莫尘渊摔在了地上。不可能，他才入内门半年，还只是个筑基境，怎么可能连顾青都战败了？那岂不是说内门大比筑基境的前10挡不住他？姬无常舔了舔自己有些干裂的嘴唇，圣子怕是没有办法了，咱们还是把精力放在乱星海换房上面吧，提前敲定，免生祸乱。莫尘渊来回踱步，转了好几个圈儿，这才有些不甘，就是有些不甘心。也罢，先锁定乱星海换房的事。叶欢赢了第1战，淘汰了顾青，那顾青自然就不用参加后面的比赛了。但是叶欢回自己小院的时候，也甩不掉这个莫名其妙跟上来的小尾巴。我说小祖宗，比斗已经结束了，你还跟着我干嘛？叶师兄，我想拜你为师，学习你那急速身法。你在想屁吃呢？你爹是顾青瓷执法堂的铁面长老，我挖他的墙角，那他还不得打死我啊？叶欢听完理都不理他，直接进了小院。没想到顾青居然直接跟了进来。不是，这是我家，你怎么能这么自然的走进来？切，我在这里长大的，这和欢宗那个地方我不是自然的走进去，你还能赶我走不成？正在此时，上官婉带着2个新收的弟子进了叶欢的小院。惊鸿关门，可儿锁门，2声娇滴滴的声音几乎同时响起。是，师傅。小欢欢，听说你赢了4股剑。咦，卧槽，你怎么在这里？九姨，你又叫人家4股剑，我不要这个名字了，这个名字好难听啊。那你也不要叫我九姨啊，我才比你大多少？你一口一个姨的，我不难受啊。叫姐。叶欢看着2人有些愣神，感情顾青和上官婉不但认识，感情还很不错。叶欢知道了顾青这个4股剑名号的来由，差一点笑出声。原来顾青小的时候练剑总是顾头不顾腚，顾前不顾后的，于是被上官婉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4股剑，后来干脆让他练成了一种一往无前的剑法，居然也是小有名气了。小青青，你来小欢欢的院子里做什么？看我们家小欢欢长得帅，实力强，所以输给人家了，要以身相许。呸，人家只是来拜师的。听完顾青的来意，叶欢和上官婉算是明白了怎么回事，这是看上叶欢的神行符了啊。单从战力来看，的确，顾青这本来就超出叶欢10数倍的速度，要是再配上神行符，天下极速。要是和叶欢比赛跑步，怕是叶欢连他的屁股都看不到。上官婉胳膊向来是朝里拐的，闻言嘶的一声摇了摇头。叶欢的神速是他的秘密，也是他所依仗的重要手段之一。小青青有些难为人家了，那我以这剑上符文交换。听到符文2个字，叶欢来了兴致。擂台之上，顾青一剑刺入他的金钟防御之中，达5寸之深，这可是正牌元因上官婉验证过的，非武息不可破的金钟罩啊！那剑上居然有符文，怪不得差一点就刺破了，难道是专项破甲的符文？唰啦一声，顾青直接把剑拔了出来，递给了叶欢。不是，我都还没有点头同意，你就直接给我看了，万一我看了之后说你的符文不行，反悔怎么办？顾青一脸的理所当然，如果看了觉得不行，我就再去找别的符文啊，总有你满意的吧？上官婉、严可儿、沈惊鸿还有叶欢4人齐齐扶额，这单纯的没边儿了。符文这东西给一名优秀的符篆师看过的话，就等于没有了任何秘密，然后人家骗你说不行，你就乖乖算了。和欢宗内还有这样单纯的少女，怪不得被人叫剑痴。叶欢接过剑，这符文的笔法有些眼熟呢，不知道是出自哪位名师之手，这走线，这用料，这阵法剑的配比，真是一绝啊！系统检测到宿主手上的符文有改进的空间，请问是否将提升后的符文下发给宿主？叶欢一愣神，一般的符文系统也是看不上眼的，起码叶欢在研读周天符文12卷的时候，系统就从来没有出过声，但是现在居然主动扫描并且修改了这一组符文，说明他的确有可取之处。传给我吧。
很快，一串新的符文流进了叶欢的脑海之中。小欢欢，这符文可是一位符道天骄自创的独家秘符，你能看得懂？切，这算什么？我不但能看懂，我还能改进它。你就吹吧你。叶欢不言，拿出一张画符篆的纸，开始临摹了下来，然后修修改改之后，重新找了一张纸，开始画系统传给他的修改过后的符文。几人在一旁大气都不敢出。良久，终于完成了。一道隐晦的波动散了开去，居然已经隐隐有一丝的瑞金道韵。上官婉跃跃欲试，拿走符文，啪的一声贴在了顾青的剑上。叶欢会意，取出金钟符，用上官如玉胶的手法激活，这是能最大程度发挥金钟符的方法。上官婉灌注了他元婴级的灵力，挺剑便刺，居然刺入了有近1掌的深度。而原来能支撑30息的金钟符所幻化的铜钟，也只坚持了3剑，第4剑时便片片破碎了。几人当场呆住了，好厉害！花儿，你居然还能修改为师的瑞金符文！一道清脆的声音从后面传来，上官如玉的声音。叶欢转过身，师傅，这是您创造的？没有人注意到上官如玉的出现，更不知道他到底看了多久。叶欢当场改符文的本事，自然也就暴露无遗。顾青生在合欢宗，长在合欢宗，他要找人在剑上刻符文，又怎么会不来找我这个符王呢？对啊，想也想得到，上官婉口中的符道天骄，在合欢宗里，除了自己的师傅上官如玉，还能有谁？马蛋，被坑了！倒是你，小欢欢，作为我的亲传弟子，能轻易修改为师创造的符文，可见你在符之一道的确很有天分，不枉为师当初抢你回来啊！顾青一脸好奇，啊，抢回来的？上官如玉往他脑袋上敲了一记响背，抢着收徒，想什么呢？叶欢脸微微红了红，系统的功劳，看来以后都得算自己头上了。叶欢把新符文递上去，上官如玉同时把顾青的那把长剑也收了过去。小青青，用叶欢修改过的符文，给你重新铸一把瑞金剑吧。你别忘了问小欢欢要身法秘密哦。顾青这才醒悟过来，娇憨地向着叶欢一伸手。啊，对，谢谢叶师兄。叶欢微微一笑，取了10张神行符给他。这东西含有大道印痕，画给你你也学不会，直接给你符吧。用完了再找我要。顾青眼前一亮，一句用完了再找我要，说明叶欢可没有把顾青当外人。当然不是因为她长得貌美，而是上官两姐妹看着她长大的原因。叶欢这是爱屋及乌了。谢谢叶师兄。顾青踮起脚尖，在叶欢的脸颊上亲了一口，然后转身拉着上官如玉走了。小青青，你这么急吗？当然，我等不及要见到我的新瑞金宝剑了。过了几日，第2次抽签下来了，这一次就正常多了，没有什么特殊人士出现，自然叶欢也很快取得了胜利。如今筑基境界根本没有人是他一合之敌，很快便是第3次、第4次，最终的筑基境决赛，叶欢如愿得了第1名。另一边金丹境的决赛也有了结果，不出意料，莫尘渊不知道哪里重新找了一把扇子，发挥正常，同样得了金丹组的第1名。至于两人麾下势力在这次宗门大比的排名，总体来说还是莫尘渊的势力更高一些。叶欢这边虽然也不差，但高端战力方面还是不及莫尘渊。这一日，内门广场上，颁奖典礼就要开始了。同为第1名，叶欢和莫尘渊两人并排着站在一起，身后是第2名、第3名，以此类推。两人又开始嘴贱了。叶欢师弟，听说你打败顾青只用了3招，那可是号称跨境无敌，与金丹之战都未曾一败的顾青，3招，莫不是演的？莫尘渊师兄，听说是你请顾青那丫头来的，还花了10万灵石啊！要演也是顾青演吧，毕竟你花了钱的不是。两人阴阴阳阳的站在一起就不安生。很快轮到两人上台领奖了。领完了奖，一前一后的下来之后，两人又并排着站在了一起。虽然前2场我吃了一点小亏，但也无妨，马上就要乱星海换房了，我要带着师弟师妹们上前线正贡献点去了。你带着你那帮小屁孩儿继续在宗门里吃土吧。叶欢眉头一皱，这次乱星海换房领成未定，莫尘渊师兄此言过早了吧？莫尘渊阴冷一笑，用只有2个人才能听到的声音继续得意的显摆，我是圣子，年轻一辈中最强者，而且已经参与过2次换房了。论实力，论经验，论人脉，谁比得过我？我可以明明白白的告诉你，宗门已经把领队之人敲定了，就是我。这一次我不会带你和你那帮臭鱼烂虾去，下一次我也不会带你们去。你和你的那帮人永远都不要想去乱星海，你就老老实实滚回上官如玉那婊子怀里吃奶去吧。叶欢脸色一黑，看了一眼台上，
台上的上官如玉也正巧看着这个方向，但是估计离得太远，他绝不可能听到莫尘渊说了些什么。即便是身后站着的那些同门，他也不太可能听到莫尘渊说了些什么。其实叶欢知道这一次大概率还会是莫尘渊带队的，毕竟他经验丰富，还是年轻弟子中的战力第一人。但是莫尘渊这嘴脸他很不喜欢，而且最后还提到了叶欢的师傅上官如玉。虽然上官如玉做叶欢的师傅时间不长，对叶欢也是真的好，认真传授，细细教导，无论什么东西都很舍得给他。叶欢是很喜欢这个师傅的，但是刚才莫尘渊的言语中带着强烈的侮辱之意，这就不能忍了。不过刚才他说话的时候也只有叶欢听到了，要以此为证让执法堂处罚他是不可能的，但叶欢不可能装没听见。前世面对上级的羞辱时要忍，这一世你敢把手伸过来打老子的脸，老子就砍了你的手。于是叶欢转过头来，第一次当着他的面恶狠狠地看向了莫尘渊，那目光之中一片冰冷。莫尘渊，你会为你刚才说的话付出代价。什么？中间广场之上颁奖完毕了，下一个项目应该是元婴战。当然原本就是表演性质的战斗，突然原本给元婴们准备的战斗场地上出现了一人，叶欢。合欢宗的宗主还有一小半的长老以及一批弟子们此时正在乱星海上驻扎，宗门大比上最高职位就是大长老林玄风。林玄风对叶欢是很有好感的，上次晴朗小世界若不是叶欢解围，那一次合欢宗绝对要把脸给丢尽了。叶欢站出来，司仪人员立马想要呵斥，却被林玄风伸手拦住了。叶欢抬手抱拳，向台上及四周一礼：各位长老，各位同门，我是10长老上官如玉的亲传弟子叶欢。今日此地本该是8长老和5长老在此演示元婴之战，但弟子叶欢有一请求，还望各位长老应允。林玄风一脸的慈祥：叶欢，你有什么想法说说看。叶欢向大长老丹独行了一礼：大长老，历来为了体现宗门大比的公平性，宗门从不允许跨境进行比试，所以筑基境有冠军，金丹境也有冠军，每一次都有2个冠军，但是这2个冠军却从来没有进行过比斗。叶欢话才说到这里，顿时嗡嗡声一片，下面不用他再讲，场上所有人顿时明白了他要做什么。不是吧？难不成他想以筑基境界去挑战金丹境？不止如此，莫尘渊这个金丹可是压制多年，听闻甚至有元婴初期的高手栽在他手里。一个境界有3层，初期、中期、后期，说是跨一境，实际上这可是天与地的差别啊！我倒是觉得叶欢师兄未必不能胜，别忘了四顾界那个奇葩都输在他手里了，看来也是为了乱星海领队的事情。林玄风懂了，但是他还要确认一下。你是说你想在这里此时此地挑战莫尘渊圣子？不错。为什么？因为他刚才站在我边上说他是年轻一代的第一人，说宗门已经选定了他做乱星海换防的领队，还说这一次、下一次，甚至于以后永远，只要他是领队，我和我麾下的师弟师妹们就永远没有机会去乱星海。所以弟子想要称量这个年轻一代第一人是不是有说这个话分量。这话说的完全是不客气了。但是叶欢很理性的，没有把他话里侮辱自己师父的事讲出来，一来没有实证，二来也没有这个必要。但是作为一个入内门仅半年的新人，想要称量成名多年的圣子，这也是丝毫没有给他莫尘渊脸面了。场上观礼的人群也嗡嗡声再起。什么？已经内定了莫尘渊圣子？就算不内定，难道还能有别人？那也不能说不让叶欢他们去啊，这太霸道了。是啊是啊，怪不得叶欢这么生气。叶欢话锋一转，看向莫尘渊的方向，不知道莫圣子是不是有这个胆量敢下场来与我一战。叶欢的话刚落，第一个出声的反倒不是莫尘渊，而是他的师父2长老肚子疼叶欢。不要胡闹，宗门大比自有章程，你一个区筑基怎可越级挑战金丹？何况莫尘渊乃是圣子，地位尊崇，若是谁都可以跳出来挑战，我看他也不必修炼了，就天天处在这广场上接受别人挑战好了。不过我要指正你一点，乱星海换防的领队并没有定下来，你可不要胡乱攀咬他人哦，小心执法堂找上你。既然乱星海换防的领队并没有定下来，那今日正好让他们俩比试一下，分个高低，将来选领队的时候也好做个参考，不是吗？上官如玉向来不在这样的场合发话，但是今天场上是自己的亲传弟子，那就另当别论了。肚子疼却不高兴了，那怎么可以？领队之职责任重大，怎么可以如此儿戏的由比试决定？莫法渊经验丰富，实力强大，
众望所归，不是早就。早就二字一出口，肚子疼猛然惊觉，急忙住口。叶欢心里着急，早就怎么样？你倒是说啊！他妈的，你要是敢当场说出来，你看我喷不喷你就完了。林玄风看了看场上的情况，行了，老八和老五两人的元婴演武，我看也没有什么意思，就让他们俩打一场，还新鲜些。不过先说好，这可不是选拔换防领队，纯纯的就是你们俩切磋一下。莫尘渊，人家都向你挑战了，你的意思要不要接？不接，脸还要不要了？接了，赢了，你是应当的，谁让你是圣子，还高人家一个境界。输了，就这样还能输？你就真的是没有脸了。其实莫尘渊自信还是有的，只是叶欢这家伙太过诡异，自己已经2次败到他手上，而且叶欢能3招击败顾青，实力也并不差，所以才有些犹豫。大长老开口了，现在是退无可退了。莫尘渊飞身下了场中，遵大长老令，那莫某就领蕉叶师弟的高招了。肚子疼此时却伸手喊了停，慢着，莫儿，你昨天晚上落在我这里的神火照忘拿了，这是你惯用的东西，拿去吧，好好表现，别给为师丢人。底下的观众坐不住了，神火罩，卧槽！三妹大阵一烧，那叶欢还能有个渣子留存下来吗？这他娘的还要不要脸了？谁不知道那是半圣器的存在？我丢雷老木，太阴了吧！上官如玉瞥了一眼肚子疼，花儿，你昨天落在我这里的一沓都天神雷符忘拿了，这是你惯用的东西，拿去吧，好好表现，别给为师丢人。全场寂静。都天神雷符，一沓，还惯用的，这东西是仅次于紫霄神雷符的存在，这一打丢下去，元婴都能劈得重伤难愈。他惯用个屁啊！谁没事儿整天拿斗天神雷符劈人啊？上官长老是不是心眼小了些？这是要莫尘渊死啊！我看2长老和10长老差不多，都是个护犊子的。大长老林玄风额头上青筋直冒，够了，只是个比试，你们俩要不要亲自下场去替他们？少废话，直接开始。未了还补充了2句，叶欢，你那紫霄神雷符更加不许用，别跟我嘴犟，我知道你有。总之你们俩都给我点到为止。观众们都懵逼了，紫霄神雷符，操，那是比都天神雷符更猛的东西，乱星海战场上的神器，一张丢出去100%能换1名元婴的。叶欢居然有，好吧，实锤了。上官如玉比肚子疼更加护犊子。全场所有人对于叶欢这个人类的危险性有了更深的认识。莫尘渊和叶欢相对而立，我没想到你这么有种，把你屎给打出来，你就知道为什么了。叶欢右手直扇，左手掐诀，大道符文、神行符、金钟符以标准手法击发，先以急速冲刺向莫尘渊，正面吸引他的注意力，随后逍遥扇一挥，一枚助手悄悄在莫尘渊的身后浮现。空间圣器的威能，没有任何波动，没有任何痕迹，甚至没有花费任何时间，就这么凭空出现在了他的身后。与此同时，莫尘渊同样开始掐诀，金甲神通10层起。哼，叶欢，小小筑基破得了我金丹的防御在，后面再怎么样他没有机会说出口了，因为助手爆炸了。叶欢还是留了情的，毕竟是同门，弄死也不好，所以助手出现在莫尘渊身后的位置很巧妙，能把他黑尘渊炸伤，但不会把他炸死。不过莫尘渊的金甲神通有如给他全身上下穿了一层极致防御的盔甲，进一步减低了助手带来的伤害。但是助手这种总共用了100张起爆符，按照9宫8卦的方式排列而成，再收缩成团的一颗超级炸弹，元婴都挡不住一颗，区区金甲神通又怎么可能完全抵挡他的威力？所以他飞了，巨大的冲击波将莫尘渊炸得向前飞扑而出。正前方有什么？有叶欢，一颗很是标准的助手出现在了叶欢的手上，直接丢向了莫尘渊的面门，然后叶欢以更快的速度冲刺到了莫尘渊的背面。这就是世间极速，上官如玉教的特殊手法激活的大道符文神行符，速度快到就像是慢动作一般。第2颗助手就在莫尘渊面前爆炸，又把他炸得向后击射而回。所谓一不错则步不错，叶欢上来就直接用了自己的最强手段，buff叠个没完，还直接用了助手，而莫尘渊只是开了一个金甲神通的防御，还逼逼赖赖个没完，这就是差距。第3颗助手爆炸的时候，莫尘渊身上的金甲神通碎了，叶欢的最强神通破妄之眼启动了。莫尘渊好不容易才稳下来心眼，在抬头时只看到一个砂锅一般大的拳头在自己的眼前越放越大，然后
就彻底的失去了意识。扑通一声，莫尘渊倒地，叶欢停下了急速，就这么静静地站在莫尘渊的面前。呼啦一声打开了折扇，为自己扇着凉风。全场静着，连根针掉在地上都清晰可闻，连大长老用尽了全力都无法看清的急速，远比上次晴朗小世界平台上那一次叶欢所展现出来的急速还要快上数倍。还有那突然出现的小球，爆炸威力还好说，起爆符是叶欢最常用的手段，那东西是可以叠加的，关键他到底是怎么出现在莫尘渊身后的。林玄风终于知道叶欢的底牌是什么了，空间神通。是空间神通，一个金丹境的强者，一个圣子级别的高手，自始至终就只使出了一个金甲神通，然后就被叶欢一招接一招的连招压着打，一点喘息的机会都没有。从两人动手到莫尘渊倒地失去意识，前前后后总共才过了5息。当场上烟尘散尽，叶欢独自一人站在中间摇着逍遥扇，而莫尘渊倒在地上生死不知的时候，没有人相信这会是真的。5息，莫圣子好像只出了一招，这还有天理吗？相差一个大境界，是大境界啊！5息，会不会是莫圣子故意让叶师兄的？屁！你让一个试试。肚子疼从看台上冲了下来，第一时间查看莫尘渊的情况，发现只是昏迷之后，这才长长舒了一口气。上官如玉也同样冲了过来，只不过他站在了叶欢的身前，看似漫不经心，实则关注着肚子疼的一举一动，生怕他暴起发难。不过还好，肚子疼只是看了叶欢一眼，然后抓起莫尘渊，一个闪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上官如玉脸上的笑容从刚才开始就一直没有断过。花儿，先跟我回去吧。说完，同样一把抓住叶欢，一个闪身回到了自己的长老院子。现场只留大长老、还有5长老、8长老以及广场边上观礼的弟子们还在窃窃私语。和欢宗成名几十年的圣子莫尘渊，在这一天成为了一个入内门仅半年新贵的垫脚石。林玄风站了起来，一声长叹：没想到啊，没想到叶欢居然还真的能击败莫尘渊，而且还是如此干净利落。虽然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莫尘渊的实力也不弱，只是太过于大意，被叶欢的连招重创失了先机。但若是真的在战场之上，此时的莫尘渊已经是一个死人了，所以能怪得了谁？输了就是输了。看来几个长老私下里达成的意见，让莫尘渊做领队一事要有变数了。上官如玉把叶欢往院子里一丢，背对叶欢，把手一背，就是一言不发。不过看得出来，上官如玉胸口起伏的厉害，叶欢有些忐忑。今日之举的确太过孟浪，让外人知道的话，这是合欢宗不团结。从内部来看，也是不利于将来叶欢的发展，毕竟树敌太多。不知道上官如玉是不是因为这个而生气，但是真实的原因他也不能说，总不能直接告诉上官如玉自己是因为莫尘渊言语上侮辱了上官如玉吧。师父，弟子此举是有些不妥，不过做也做了，你要罚就罚吧。叶欢眼一闭，头一抬，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许久都不见上官如玉有什么动作，正要睁眼，突然感觉到自己唇上一点温热，还伴随有上官如玉身上独有的那种墨香混合着少女的那种体香，直往自己鼻息里钻。那温润的触感如此美好甜美，一时之间叶欢竟然呆住了。睁开眼，上官如玉已经不见了踪影，只远远传来了一句：傻瓜，下回别这么冲动了。一句辱骂为师还是承受得住的，这是奖励你的。叶欢伸出舌头舔了舔自己的唇，不是幻觉，是真的。师父那话的意思是，他其实是知道莫尘渊骂了他，知道叶欢之所以站出来挑战莫尘渊，就是为了他出头的。可是那么远，他怎么会听到？正在此时，顾青抱着他那把新的锐金剑走了进来，看着叶欢一脸疑惑的样子，有些想笑。不明白，11会读唇语的，莫尘渊和你聊天的内容他听不见，但是他全看见了，一个字都没漏。叶欢顿时恍然大悟，转头看向顾青：那你怎么知道的？顾青饶有兴致地围绕着叶欢转了个圈圈，俏生生又很骄傲地昂着头：因为11的唇语是我教的啊，你知道吗？因为对方一句辱骂就冲出去和对方单挑，简直帅爆了。对了，11的嘴子好吃吗？顾青最后一句把叶欢闹了个大红脸。当然好吃，简直棒极了。顾青面对着叶欢，直勾勾地盯着他的嘴唇，急切地问道：什么味？什么味？叶欢一时有些搞不清楚顾青啥意思。什么味？叶欢还没有反应过来，顾青就吻了上来，贪婪地吸吮着叶欢的嘴唇，生怕漏掉叶欢嘴唇上面上官如玉的每一丝气味。
简直没把叶欢当外人。于是今天叶道第2次失了神。顾青的身上没有墨香，但却有着少女独有的那种微汗体香，青春洋溢的荡漾，直往自己鼻息里钻。那香丁温润的触感如此美好和甜美，和上官如玉完全不同。一时之间，叶欢竟然没有推开他。许久，叶欢回过神来，那里还有人在面前。背后不知道何时出现的上官婉儿轻轻拍了拍叶欢的肩膀，一脸的戏谑：“别傻了，你以为人家是在吻你？人家吻的是上官如玉。”叶欢闻言如遭雷击：“等等啊，我捋一捋。顾青喜欢你姐姐，但是你姐姐对他并没有那种喜欢，只是拿她当妹妹，所以顾青才……”上官婉儿点了点头。叶欢懂了。操！那刚才自己只是做了一个间接接吻的工具人。敢问九长老，你又是什么时候回来的？我从姐姐吻你的时候就到了。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姐姐突然要吻你？难道就因为你打赢了圣子莫尘渊？这没道理啊！到底是为什么？叶欢没有理叽叽喳喳的上官婉儿，轻哼一声，骄傲地回了自己的小院子。叶欢待在自己的小院里面清修，准备着调整状态。过2天，他就要进魁星阁修炼1个月，以备将来冲击金丹。而莫尘渊则闭门不出。有传言说他的小院每天都要换一套家具。至于合欢宗内，上上下下全都吵翻了天。长老们在研究究竟是让莫尘渊做领队，还是叶欢做领队。师妹们在研究到底是叶欢更帅，还是莫尘渊更帅。师弟们则开始研究起了符篆之道。因为叶欢能打败莫尘渊，靠的正是那神鬼莫测的符篆之术，特别是那个会爆炸的小球。当天晚上，叶欢房里来了一个不速之客。叶欢头也没回，弄好了，放桌上了。不过像这样威力并不强大的术法，有改进的必要吗？许久没有听到回音，叶欢觉得不对，这才回头。自从上次严可儿和沈惊鸿被上官婉儿警告过后，就再也没有来过叶欢房里了。现在这半夜3更的，除了上官婉儿，还有谁敢到他房里来？一身的酒气，东倒西歪，没个正形的，居然是顾青。顾青一进来就呆呆地坐在那里，口中喃喃：“我到底是哪里不如你？为什么？”叶欢无语，要是别的事情他还能开解2句，这种情况让他如何开口？叶欢，你说十一到底看上你什么？为什么他愿意吻你，却不愿意吻我？懂了，索吻失败，借酒消愁来了。叶欢收起给上官婉儿准备的那些修改后的功法，坐到了顾青的边上。感情这回事嘛，不能勉强的，特别是你和他同为女人，更难产生感情。你要是个男人的话，说不定要容易一些。顾青迷糊着眼睛，男人女人不是一样的吗？只要是真心的就好啊。叶欢轻轻摇头，怎么可能一样？比如男人为阳，女子为阴，阴阳调和，这就是女无法做到的。顾青还是不解，怎么调？虽然我不会，但你是男人吧，你可以教我啊。具体要怎么调和？叶欢这一下子大窘，这要怎么说？无意之间看到床上盘成一团，睡得正香的大母龙小米。咦，没人盯着我了。一个坏坏的心思顿时在叶欢脑子里产生，眼珠子一转，这个吗？不好描述，要不我给你示范一下。叶欢一把将顾青拉进自己怀里，趁他没有反应过来，一口就吻了上去，开始狂吐信子。良久，两人才分开，中间还拉了一条明晃晃的丝线。顾青清醒了一些，用手捧起叶欢的脸，双眼迷离。这就是男人能做的事。不等叶欢回答，翻身上马，把叶欢压在了身下，然后学着叶欢重重吻了上去。主动权这东西一旦失去，后面的事情就不受叶欢的控制了。一夜缠绵，叶欢把该教的不该教的一晚上的功夫全都给他教了。天光大亮之时，两人还在被窝里面睡得死死的，直到日头都快要上3竿了，才一前一后醒了过来。顾青缩在叶欢的怀里，默默的流泪。我做不了男人了，我做不了男人了，我……叶欢这会儿也醒了，许久没睡得这么舒坦了。听到顾青的喃喃自语，忍不住问道：为什么这么说？顾青可怜巴巴的抬起头，瘪着嘴：你这个我没有。叶欢忍着笑，拿开了他的手：没有就没有吧，我有不就行了，以后想用随时来用。两人终于起了床，顾青满脸不高兴的走了。叶欢倒是神清气爽，合欢大法一运转，居然不再是筑基后期巅峰。所谓九转成丹，居然莫名其妙就进了九转的第1层。完成九转，叶欢就是金丹境了。没有九转金丹，怎么也能进步这么大。顾青这妮子这么猛。叶欢收拾好东西，
准备去收取自己宗门大笔的奖励了。魁星阁修炼1个月，走出小院，前往魁星阁。一路之上，凡是见到叶欢的人，全都停下来和他打招呼：“叶师兄好，叶师兄辛苦了，见过叶师兄。”无数人脸上多了很多的真诚和敬畏，那是叶欢拿实力打出来的尊重。进了魁星阁，门口几位看守的弟子和叶欢打起了招呼：“叶师兄来了，早就给您预备好了。魁星阁最好的房间，最极品的阵法，1个月的时间，相信叶师兄一定能九转成丹的。叶师兄，我加入您那边了，您加油。”叶欢进了自己的那间房，然后在中间阵盘处坐了下来。大母龙小敏正好睡醒了，伸了个懒腰，从叶欢的帽兜里爬了出来。这就是魁星阁，能助人九转结丹的地方。大母龙这个生活习惯，叶欢算是摸得有点透了。睡一段时间，醒一段时间，但是总体来说还是睡着的时候更多。怪不得10几万年了，还跟个长不大的孩子一般。因为醒着的时间加起来总共也没有多少啊。但是别的不说，小敏的眼力叶欢还是认可的，不然也不会从鬼市上面精准的把逍遥扇的扇坠子找到。所以当小敏飞在空中把这里的法阵东看看西看看的时候，叶欢很果断地停下了手上的动作，静等小敏评判。果不其然，小敏看完了之后摇了摇头，原理挺简单的，也就那样吧，一般般。以你的能力，用这样的阵法完成9转，1个月的时间最多只能供你完成1转，加上昨天晚上那妮子的元婴柱，你完成了1转，也就是说1个月的时间，你顶多完成2转。你这天赋比一般人还要差一些啊！叶欢有些不信，怎么可能？我半年时间就从炼气5层一路升到了筑基后期巅峰，就算不是绝顶天才，也不至于说我的天赋比一般人还要差一些吧？小敏看了叶欢一眼，你自己想想，你的那些境界提升，那些是靠你自己。我从你身上感应到不低于6个女人的元婴，其中1个还是元婴级的高手，还有1个是先天元婴圣体。那，昨天晚上你还霍霍了顾青那丫头，人家16年积累的元婴，一晚上被你吸了个干干净净。就这，你也好意思说是靠自己？叶欢手指头一数，还真是，半年时间，自己与6位女子都有了肌肤之亲，有的是胁迫的，有的是自愿的，有的干脆是骗到手的。按照前世的道德水准来说，自己那是渣的不能再渣了，但是没有办法，这里是合欢宗啊，修行最快的方法本来就是合欢，要不然为啥宗门要给每一个入门的弟子，包括外门弟子，只要进门就全部统一学习合欢大法？小敏想了想，轻叹一声，总之以后尽量不要用合欢大法了。上次做完了实验之后，我就怀疑你那么容易冲动是和这功法有关。昨天晚上你霍霍顾青的时候，我再次感觉到了大道之运的律动，虽然很微弱，但的确是有的。那个时候合欢大法自动运转了。总之你还是暂时转修上官婉的长春宫吧，本来长春宫就更高一等，效率也更高。叶欢想了想，点了点头。这那魁星阁这1个月的修行，小敏又四处看了看，从叶欢的身上拿了些灵石出来，东改一点西改一点，把周边的阵法做了一点小小的修改。行了，这效率起码提高1倍，1个月后起码达到4转是没有问题的。你玩吧，我再睡会儿。小敏说要睡，那马上就会睡，也不管叶欢在做什么，直接就飞回帽兜里去了。叶欢回到阵中间盘坐，感应了一下，果然效率提升了很多。突然叶欢灵机一动，不是说破妄之眼、阵法、丹药、符篆、功法等等所有的一切都可以看破吗？小敏都能看出来这里的缺陷，没理由系统看不出来吧？系统在，看看这个聚灵阵有没有可以加强的地方，提升一下效率。好的宿主，经小敏加强过后，效果已经翻倍，但是系统经过推演，这个阵法还有3处地方可以微调，还能再增强 50% 的功效，现将新的阵图发给你。叶欢静静地等着系统把修改过后的阵图发过来，依图把3个地方进行了微调，然后再做了回去，这才重新开始运功。天地灵气从4面8方扑面而来，经阵法提纯压缩之后才注入叶欢的身体。经大母龙和系统双重修订之后的阵法，相比叶欢第一次做下来时，果然天差地别，这效率比把人埋在灵石堆里汲取还要高效得多。昨天晚上顾青的元婴注入后，叶欢实际上就已经达到了1转，但是经过灵气风暴一洗礼之后，居然再重新压缩了一遍，叶欢体内的灵气也比之前更加的凝实，压到不能再压的时候，叶欢开始了第2轮，当体内再次充满就进行2转的压缩，如此这般要压9次，最后压无可压，灵气方才会由液转丹
进入结丹期，也就是金丹境。炼气是基础，筑基才算入门，而金丹是修行路上的重大里程碑。金丹不仅能极大的储存和强化灵力，还能赋予修行者种种神通。从此一粒金丹万法通，各种术法、神通、威力更上层楼。就连乱星海战场那边，最少也要上了金丹才有独立出任务的资格，否则你就只能充当杂兵。压到第4层的时候，叶欢就已经力竭了。可惜上回赌斗的9转金丹，后来换成了更高级别的化阴丹，而化阴丹是金丹境生元阴境才用得到的东西，现在根本用不上。不然这个时候吃上一颗9转金丹，立马就能多压1层。这就是9转金丹的功效。正当叶欢在后悔的时候，阵法一阵抖动，慢慢停止了运转。奇怪，不是说1个月吗？这才半个月，阵法就不动了。叶欢停下了修炼，出门去查看情况。魁星阁里到处都是人，全是出来查看状况的。怎么了？不知道啊，好像是阵法枯竭了，好像是魁星阁提前预备好的资源提前耗尽了。是谁吸得太狠，吸干了？不至于啊，我们这一次进来的10人，现在最快的估计也就完成了1转吧。虽说后面每一转都是前面10倍的灵气量，但是也不会如此之快啊。叶欢听完心里咯噔一下，每一转都是上一转10倍的灵气量，自己都4转了。虽然说第1转是顾青垫了个好底，但是后面3转每一转都是前面1层的10倍量，这样算起来，那个罪魁祸首有可能是自己了。哎呀，叶师兄也出来了，您可还顺利？几转了啊？我才刚当1转完呢，和你们差不多。叶欢打着哈哈混了过去。外面乱了许久，终于还是宗门扛下了所有，重新送来了一批资源填进阵法里面。充能完毕的阵法轰轰运转了起来，众人这才慢慢返回自己的小房间。叶欢坐下来一运功，立马恢复了之前的压缩效率。原来不是自己力竭，而是阵法枯竭了。现在叶欢已经进入了第5转压缩。此后的日子，每过几日，外面的人就骂骂咧咧的往阵法里加资源，加了一批又一批，没个完，连大长老都惊动了。最后还是大长老拍板，加，妈的，顶了天也只是个结金丹的福地，又能耗多少？给我往死里加！于是这才没有再枯竭过。但是随着叶欢这边吸力越来越大，同在魁星阁内的其余冲击结丹9转的弟子则叫苦连天，根本吸不动啊！这 TMD 到底是谁啊？吸这么快，也不怕撑爆了？又没了，又没了！操！原打算至少2转的，现在才刚过1转，这破魁星阁到底还是不是5大福地之一啊？1个月满，叶欢完成了7转，虽然还不是金丹，但筑基后期巅峰7转，已经比以前的实力强了很多倍了。不过叶欢倒是感觉变化不大，因为他与人争斗之时多用符转，少用境界实力，所以也只是感叹了一下7转的变化，然后把所有阵法恢复原来的样子后，默默离开了魁星阁。上官如玉摸着叶欢的手，注入灵力在叶欢身体里面探索，眼睛睁得大大的。7转，花儿，你这是偷吃了人参果，还是服用了几颗9转金丹？上官如玉摸完，上官婉接着摸，不过他摸的地方不一样，还差2转就能结成金丹了。你就是结丹期的修士了，你到底怎么做到的？顾青原本瘫坐在榻上，对什么都提不上兴趣，眼里就只有上官如玉一个人。听闻此言，也立马凑了上来，借手就同样探索了起来。那晚和叶欢一通乱来之后，回到家一查自己身体，发现身体里元阴耗尽，但是体内叶欢传给他的元阳却史无前例的充沛。一通修炼之后，居然也提升了1转。之前自己5转，现在没有进魁星阁，居然也能升1转到达6转。所以他原本以为自己是占便宜的那个，没想到叶欢从魁星阁出来，直接就是7转了，更猛。顾青这才仔仔细细看了看叶欢，这家伙不但实力强，长得其实也不赖的。要不今天晚上再找他修炼修炼。严可儿和沈金红2人自从得了长春宫后就闭关了，不然他们也会忍不住上来摸一把的。毕竟1转到7转，平常修士怎么也得20年之功啊，有的慢一些的30年也常见啊。叶欢这1个月就7转，太匪夷所思了。上官如玉想不通，于是上来继续给叶欢好好探查。不对，花儿，你以前不是中品金灵根吗？怎么突然多了一条极品空间灵根？上官婉更加吃惊，上来又开始摸。灵根不是天生的吗？怎么可能会多一条？顾青也在摸，不过他纯纯的就是过过手瘾。叶欢这身上8块腹肌，一身腱子肉，摸起来可得劲儿了。3女就这样把叶欢浑身上下摸了个遍。叶欢被摸来摸去的，倒也不恼，
想来想去，怕是只有把胶里拿出来说事儿了。我猜可能是这样的。上次去晴朗小世界，我在里面机缘巧合之下得了颗水果，吃了之后就凭空多出来了这一条极品空间灵根，还有其余资源上也有一点提升。三女一愣，异口同声：水果？什么水果？叶欢从储物袋里取出来那只剩一节灵根的盆栽。胶梨。三女终于放过了叶欢，转而去研究那一节胶梨的灵根去了。晴朗小世界里居然有这东西，上次你们在晴朗小世界外面的平台上就是为了这个东西才闹成那样的吧？胶梨啊，东荒大陆之上3大先天灵根之一，怪不得那5大宗门恨死你了。听说他们在现场连这东西的名字都不敢说出来，是我的话我也不敢说啊。胶梨很多人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谁能想到只是一个产通天食乳的小世界会有这种逆天的东西存在。吃了这东西必然会产生一条空间灵根，而且还能综合提升身体的各方面能力。突然上官如玉一脸正色地看向叶欢，此物牵连甚重，那扩建门不一定会说出去，但必定会再来找你麻烦，华儿你可要小心啊。叶欢默默点头，他当然知道，因为已经来找过一次麻烦了，但是那些人的嘴可真是严啊。也是直到今天，叶欢才知道那胶梨居然还有3大灵根之称。有胶梨对叶欢身体的全面提升，1个月的时间达到7转也不是没有可能。叶欢直接把那一节胶梨的灵根丢给上官如玉去研究，自己一个人慢慢回了小院。刚才躺下就听到院子里有人闯了进来，撑起半个身子一看，顾青进来了，羞羞答答，扭扭捏捏的。叶师兄，我是想来跟你探讨一下人生的意义。声若文丁，脸若春桃的样子，这是来探讨人生的意义吗？这是想来探讨生人的秘密吧？顾青找的这个借口实在是有些蹩脚。叶欢嘿嘿一笑，起身一把将他拉入怀里。小别胜新婚，1个月的闭门苦修，叶欢也是憋屈的厉害。2人折腾了半夜，顾青实在是有些招架不住叶欢的雄风，跑了。后半夜，叶欢正在回味，上官婉儿也偷偷摸了过来，吓得叶欢连忙往身上贴了2张回春符，并且一挥手把房间里的味道清洁一空，这才把上官婉儿迎了进来。那小欢欢，我和姐姐为了你能当乱星海幻防领队的事可是操碎了心，我有机会。当然有你当着所有人的面不出5息就把莫尘渊给打晕了，虽说有运气成分，但也说明那小子和你之间并不存在很大的差距，你也是可以试一试的。那婉儿这么晚还过来，是有什么特别急的事要我去办吗？上官婉儿拿出一封信，这是我和姐姐一起写的信，你明天拿着这个去一下龙葵宗做客，有了他们的支持，咱们和欢宗这一次的领队位置你真的可以争一争的。叶欢有些不好意思，这陆景然和龙菜宗。上官婉轻轻一指头戳在了叶欢的脑门上。陆景然个屁阿陆，你在晴朗小世界外面平台上和人比试时，是不是用了那龙角符宝？得，被人家龙葵堡的长老看出来了，来信让我们仔细核查过了。陆景然那小子一问3不知，只说那起爆符是你给的。嘿嘿，你的马甲早就掉了，还拿它做挡箭牌呢。叶欢这才舒了一口气，也是啊，现在天刀门的大长老周云帆已经被自己给控制了，这个马甲要不要都无所谓了。上官婉有些疑惑，也不知道为什么，查明白你才是救龙离的人之后，那边反而对你有了兴趣，来信特地点名让你去龙葵宗做客，你明天就跑一趟吧。说完转身就要走，叶欢一把将他拉住，怎么能让上官婉就这么走了？他要是走了，自己那2张回春符不是白贴了吗？于是也一把拉上了床。次日，叶欢收拾好准备出发去龙葵宗。叶欢帽兜里的大母龙小敏不知何时也悄悄醒了过来，他知道要去的地方是那个有着他血脉后代的龙葵宗了。虽然血脉淡薄，但毕竟是我的血脉传下去的，去看看他们过得好不好，也算尽一点心意。叶欢却有些纠结，我和龙离有了那层关系，小敏阿姨你又是他们的老祖宗，那我以后还能和你那啥吗？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叶欢也明白了小敏是个什么样的性格。她的种族和人类不同，没有那些弯弯绕绕，因为龙族真的太难有后代了，哪里有时间情情爱爱的，所以都是打直球。他们族内要是有母龙发情了，公龙是会直接冲上去就问的，来嘛，来，完事儿还可以再问，还来嘛，还来，要是受不了的话也可以直说，再来，不了，受不了。所以叶欢也就直接问了。小敏也很直接的回答了，都说了，起码几百代人了，血脉淡薄的不成样子，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了。而且我现在不是发情期，你别老问好吗？烦着呢。小敏嘴上说着烦，
其实爪子上一直在玩着叶欢的头发，还一边玩一边拿到鼻子边上迷醉的嗅着。叶欢听完也不恼，反而有些兴奋。好，龙骑士还是有希望的，努力修炼，早日达标。一人一龙在外门大广场上上了宗门的非洲，这是上官如玉特的向宗门申请的。龙葵宗虽然不远，但叶欢这一次可是因公出差，排场还是要的。巨大的飞船从广场上起飞，然后巨大的桨叶在空中虚滑不停，非洲就动了起来，向远方而去。龙葵宗，我来了。叶欢站在飞船的船舷内侧，看着下方无数向后掠过的山林和江河，人类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痕迹比比皆是。小敏从叶欢的帽兜里探出头，那个湖10多万年前还要更大一些，我的族人们常在那里洗浴。湖底的淤泥湖在鳞甲上很舒服，可以去除掉很多的小虫子。那个山头上原本应该有一棵很高大的古树，700多万年的寿命了。叶欢微微回头，700多万岁，那现在是被人类砍掉当柴火烧了吗？切，我都打不过他，你还想拿他当柴火？那他去哪儿了？我怎么知道？可能是找个像晴朗小世界那样的地方躲起来了吧。叶欢望着那片光秃秃的山梁，几十个黑漆漆的已经没有了树根的大洞，还看得出来那里原本应该有的一个参天巨物生活的痕迹。如果那树还在那里，想必会是一道很壮观的风景。可惜了。一路行来，叶欢看到的是人类在这个世界努力留下痕迹的身影，而小敏看到的竟是过往与回忆。但无论两人如何看，世间滔滔，时光渺渺，世界总是向前，不会因为两人的注目而产生一丝一毫的变化。终于，龙葵宗到了。小敏重新缩回到了叶欢的帽兜之中。山门前的大阵开了一个小通道，叶欢的船从那里进入，然后稳稳地停在了广场之上。领头的正是龙葵宗的大长老。以前叶欢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这一次临行前功课都是补了的。龙葵宗大长老龙傲天，还有一个少女静静立在那里，亭亭玉立，华彩照人。龙葵宗少主龙离，两人身后则是一对古乐班子。叶欢的船落地之后，古乐班子就吹吹打打了起来。叶欢一伸手，古乐停了。合欢宗10长老上官如玉亲传弟子叶欢受贵宗邀请，特此前来拜谒。晚辈见过大长老，见过少主。叶欢礼节周全，对方同样排场面子也是给足了的。哈哈，几个月不见，叶少侠风采更盛啊。龙离只是微微扶了一扶，便没有出声，只是静静地看着叶欢，两眼神采奕奕，默默生辉，看着叶欢都有些不自在了。然后龙离上前一步，伸出手掌：叶大哥，那天晚上我离去之前赠你的符宝可曾带在身上？晚上不是早上吗？叶欢不解，取出符宝交在龙离的手心里。此物曾解我危难，故半刻不敢离身之事。我记得龙离少主离去之时，日已东升，应当是早上吧。叶欢此话一出，龙离的眼神都亮了。没错，只有和他共度一晚的那人才知道龙离离去的准确时间，而且也只有那人才能拿得出来这枚符宝。叶欢才是真正救他的人，怪不得他带着长老一起去合欢宗感谢的时候，对陆景然居然完全无感，却对第一次见面的叶欢一见之下念念不忘至今。眼睛会骗人，但是身体不会骗人。叶大哥，你救我之时曾当着歹人的面声称自己是陆景然，故而我们才找错了人。幸而大长老在晴朗小世界外面平台上认出来那枚符宝是我赠给你的，核实之下才知道原来真正的恩公是您。叶欢有些不好意思，当初他之所以报陆景然的名字，实在是自己太过弱小，需要这么个马甲，而且自己之所以跟过去，其实也是为了他的先天元婴圣体，目的不纯。没想到这龙离居然对救命之恩念念不忘。几人一齐往龙葵宗里走去，一路也是边走边聊。叶大哥，小妹请你来龙葵宗做客，其实是想叶大哥帮小妹一个忙。果然邀请函里特别标明请叶欢来玩，是有目的的。原来龙葵宗也面临着近期要去乱星海换房的问题，两家的住房地并不远，轮换的时间相差也不多。合欢宗换完马上就会是龙葵宗换，现在龙葵宗这边要选领队之人，原先龙葵宗领队人选意外身亡，需要重新选拔，这一次龙离这个少主想要竞争一下。如今龙离已经不是当初那个练气境的少女了。叶欢仔细一看，龙离居然也是筑基境后期巅峰的境界了。那龙离，你找我来是有什么能帮你的吗？龙离小脸一片酥红，叶大哥可以叫我离儿。少女的脸红胜过世间一切，叶欢差一点就看呆了。你是说你作为女子少宗主，如果要去乱星海换房，则需要先留下血脉，
然后宗内那些长老才愿意让你。龙离羞得恨不得挖个洞钻下去，但是此事重大，他勉强说完，也只是强撑着没有逃走，点头嗯了一声之后就没了下文。身后的大长老龙傲天看不下去了，直接抢过了话头。哎呀，是样的，龙离在宗内有众多的爱慕者，我龙葵宗的少主作为嫡系血脉也是不能外嫁的，所以需要挑选一人成为龙离的道侣，等有血脉之后，龙离才会被允许去乱星海那样的危险之地。龙离少主的意思是想请叶欢少侠也参与这一次的选拔，不知道叶少侠是否愿意为了龙离。叶欢终于明白了龙离和龙傲天的意思，抬头四望，四周的人看向自己的目光果然充满了敌意，龙离也终于鼓起了勇气。叶大哥，那晚之后我的心里总之是不能再接受别的男人了。当初你能在炼气境界时就把我从一群筑基境的手上救走，后来听傲天长老回来所言，你还能以1敌5，片刻就取胜，我想以你之能一定能在这一次的选拔中得胜的。龙离走到叶欢的面前，抬头深情地看着他。离儿忘不了那一晚，离儿这一生除了你也不会再有别的男人，如果叶大哥不愿帮离儿，离儿宁死也不会让别的男人碰离儿一下。叶欢被龙离眼中的决绝给震撼了。上一辈子曾经有一个女人愿意为了自己去死，当时他说你再缠着我我就去死，没想到这一世真的有个女人愿意为了自己做到这种地步。一时之间叶欢豪情万丈。放心，你是我的。龙葵宗内的选拔还要等2日才进行，因为还要等那些在外游历的弟子归来。不过这2日叶欢在龙离的陪伴之处把龙葵宗里里外外的风景看了个遍，然后叶欢也在无数的年轻弟子的目光中脑海里被杀死了无数遍。叶欢知道龙离这是带着他故意到处去露面，但那又如何？叶欢就像一个斗胜的公鸡，带着自己的战利品到处炫耀。这天叶欢正和龙离在山顶小亭里面小憩，俯瞰下方整个龙葵宗，突然从旁边冲出一少年。带，你就是那个姓叶的。龙离迅速靠了上来，一把挽住叶欢的胳膊。龙小云，你想干嘛？我警告你，这可是我选中的人。龙离香香软软的靠在叶欢的肩膀上，蹭啊蹭的，蹭得叶欢都有些心猿意马了。那个叫龙小云的少年拔出宝剑指向叶欢，姓叶的，龙离妹妹与我青梅竹马，我绝不允许让你这样的无名小卒成为她的夫婿。龙离听到青梅竹马这个词，直接现场翻起了白眼。先天元婴圣体已经给了叶欢，他回来之后也没有隐瞒此事。当时整个龙葵宗上下捶胸顿足，后悔不迭。但是龙离毕竟是少主，就算没有了先天元婴圣体，不管谁能和他成为道侣，那也是一飞冲天啊。所以不管是不是真心想与龙离在一起，龙离现在就是块唐僧肉，谁会对肉产生感情，都是冲背后的长生不老来的。所以龙离才那么生气。刚好龙傲天从秦朗小世界那边带回来了叶欢的消息，得知他送给恩人的符宝居然在叶欢手中，而陆景然这个正牌恩人就在一旁，居然一点反应都没有。那可是符宝，全力一击能敌元婴的东西，何况还是龙离送的，无论怎么想他都不可能平白送人吧，此中必有蹊跷。于是龙离才派人去和欢宗核实。听到陆景然口中很多细节根本对不上，而一切的线索全部指向叶欢的时候，龙离居然眼前一亮。上次和欢宗一行，他当时就对陆景然完全无感，却莫名其妙对叶欢有了好感。这下好了，嫁给谁不是嫁？龙离与叶欢阴差阳错的本来就有了肌肤之亲，干脆把叶欢请过来参加选拔，就算他不愿意留下来，留个种也行啊，省得让宗内那些少年弟子像苍蝇一样盯着他。那叫龙小云的少年一剑刺来，才筑基初期的实力也敢亮剑。叶欢一声冷哼，逍遥扇一展，一张起爆符出现在龙小云的侧面，还没有等他反应过来，巨大的爆炸冲击直接把他横抛了出去，远远的落进了不远处的一处小鱼塘里。龙离还有不远处跟着伺候人群，还有眼前的龙离，没人看到叶欢是怎么出手的。起爆符倒是好认，但是叶欢是怎么神不知鬼不觉的把那东西放到龙小云身上去的？这太阴了。叶欢伸手掸了掸身上并不存在的灰尘，然后继续摇着逍遥扇，宠溺地刮了一下龙离可爱的小鼻头。对不起，我没想到你这位青梅竹马这么弱。很快，龙小云上门挑战失败的消息传遍了龙葵宗。什么？龙小云才筑基初期，他去凑什么热闹？被人打落水池，脸都丢尽了。这丢的是谁的脸？是我龙葵宗的脸面。不行，得去把场子找回来。一传十，十传百，开始有人陆陆续续往后山顶去了。山顶上的冷风吹得差不多了，叶欢想着和龙离往回走，
却见山下乌泱乌泱开始涌上来一群人。慢着，你就是叶欢那小贼？叶欢皱了皱眉，虽然这里是龙葵宗，自己也才筑基后期巅峰修为，转金丹也才7转，不过有上次去晴朗小世界前师傅上官如玉给的那，随即瞬移玉符，要是真起了什么矛盾，跑还是能跑得掉的。孤身一人也是不惧，直接甩脸子。小贼骂谁？领头那人不管不顾，张口就来。小贼骂你！随着一声哄堂大笑才回过味来，脸一黑。妈的，别逞口舌之力！我告诉你，龙小云那家伙不能代表我龙葵宗的真实实力。随后手中长剑一指叶欢，我龙破天前来讨教你的高招。龙离正在呵斥，叶欢伸手拦住了他，冷冷地看着这个名字霸气无匹但却长了一张冬瓜长脸的男子。不知道你龙破天以什么身份来出这个头啊？哼，我与龙离少主青梅竹马，绝不允许你成为他的夫婿。又是一个青梅竹马，这没得说，人家青梅竹马，自己是个横刀夺爱的。这挑战的接，龙破天可不一样，他是金丹初期，按理说金丹比叶欢是要高一个境界的，不应该出来挑战。但这又不是啥正规比赛，以青梅竹马之名就够了。不过他还飞在半空，离叶欢还有10几米的距离，就同样被叶欢用一张起爆符给送到池子里去了，就连落水的位置都和龙小云一模一样。场上顿时一惊，没人看到叶欢是怎么把起爆符送到龙破天身边的。不知道，那还防守个屁，根本防不胜防啊！叶欢也不矫情，原地动都没有动一下，伸出逍遥扇继续摇着。好了，下一个，我龙无双，龙离少主的青梅竹马，前来讨教。叶欢都妈了，回头看了一眼龙离，心说你到底有几个青梅竹马？于是伸手拦住了正要跃起攻击的龙无双，直接大喇喇地喊道：别耽误我时间，只要是龙离的青梅竹马，一起上吧，老子一块收拾了。震惊于叶欢神鬼莫测的手段，本来有些人都打退堂鼓了，毕竟只要实力低于龙破天这个金丹，对上叶欢那就基本上可以说是去送菜的。但是叶欢这一句一起上，顿时场上怒气冲天，狂妄至极，那就如他的愿，一起上。一瞬之间，几十人飞身而起，扑向了叶欢。叶欢一愣，等等，老子说的是青梅竹马才可以一起上，你们全部都扑上来是几个意思？难道？转过头看向龙离，龙离正一手扶额，一边点头。没错，龙离自小出生在这里，生长在这里，要硬算的话也是。叶欢脑子里面出现了一幅荒诞的戏码，小时候的龙离骑着一只小木马，后面跟着几百上千个少年，也一起在他屁股后面骑着木马撵了过来。这是啥？青梅竹马团吗？还要不要脸？电光火石之间，那10几人就要杀到眼前。叶欢神行符、金钟符当即激活，然后就是满天飞舞的起爆符，10几个人接二连三，连亭子的边边都没有摸到，就被起爆符送去了池子里。叶欢也是杀得兴起，既然如此，就当是提前选拔了吧。龙离退至亭外，叶欢守在了亭中，还有源源不断的青梅竹马从4面8方杀了上来。快去叫人，东南西北4院，凡在院内的全部叫出来。元婴境的就算了，我龙葵宗丢不起那人，所有筑基金丹的全都叫来。叶欢也是打出了火气，所有被炸晕过去的人全都丢进了池子里，却也不担心会有人溺死，因为龙离已经在池子边上不停地捞人了。至于起爆符够不够，能用丝印机直接批量印刷的东西，怎么可能会不够？远远一棵巨大的松树下站着一个人，一白衣白衫的女子，戴着白色的围帽，身边跟着一丫鬟，也注视着亭子内庭的战斗。芍药，你能看出来他是如何拔起爆符送到了那些人的身边的吗？小姐，这芍药看不出来，不过这不是属于5行范畴内的手段。又看了一会儿，白衣女子终于是长舒了一口气。空间神通，要么是她身具空间灵根会使这样的神通，要么就是她手上的扇子有问题。空间，芍药从来没有见到过身怀此类神通的才俊。白衣女子转身慢慢离去，不知道我那刁蛮任性的堂姐到底是哪里找来的人，行事还真是霸道无匹啊。小姐，芍药看了半天了，那人是牲口吗？都不带累的。闭嘴，叶公子这样的人中之龙，岂是你可以随意污蔑的？回去之后自领3尺戒罚。是。叶欢没有注意到那白衣女子的离去，因为这会儿起码有上百人，一盏茶的时间全被叶欢丢进了池子。这些人连叶欢所在的亭子一片瓦都没有摸到。当然，叶欢其实也累得够呛，不过有回春符在手，哪怕一次只能恢复1半的灵力和体力，
那也基本上立于了不败之地。无他，福多。大长老、二长老龙小云带着一些金丹弟子去后山顶湖心亭挑战叶欢去了，这会儿已经交上手了。什么？这不胡闹吗？正在和二长老喝茶的龙傲天眼一瞪，就要起身去制止。二长老龙盾一伸手压了压，哎呀，大长老莫急，不过是些小辈有些好胜心，想提前去试试那叶欢的身手罢了。你我在此安坐就好。那叶欢听说不弱，不一定会输的。龙傲天想了想，也是。那叶欢在晴朗小世界外面以1敌5，对方还用的是阵法。听说叶欢还把合欢宗的圣子按在地上摩擦了，那可是号称合欢宗内元婴以下第一人的圣子莫尘渊啊。抬头瞥了一眼二长老，二长老就好像事不关己一般。龙傲天于是把屁股重新落回榻上，然后端起了茶继续品，那样子比二长老都还要悠然。心中一声暗骂，哼，装吧，一会儿有你哭的时候。果然，几盏茶后，大长老，您快去看看吧，我龙葵宗的青年才俊们就已经快要全军覆没了。大长老龙傲天继续喝茶，头都没有抬一下。二长老反而跳了起来，什么？不可能，那龙破天呢？龙无双呢？回长老，他们也败了，而且什么？快说！而且弟子离开之前听到叶欢让所有人一起上，现在应该也在团战了。茶室内死一般的寂静，良久，大长老才喃喃开口：若说1对1，叶欢很强，但他要以一人之力独占我龙葵宗所有金丹和筑基的才俊，这怎么可能？对面的二长老脸都要涨成紫色了，狂妄！再探，再报。是，长老。又过了几盏茶的时间，当叶欢把100多人全都丢进池子里的消息传来，龙傲天和龙盾两人脸上十分的精彩，龙盾的脸上更是灰白一片。大长老，必要的话让元婴弟子出动吧。龙傲天一翻白眼，不行，可是我龙葵宗10万年威名被一黄口小儿给踩在脚底下。龙傲天突然之间变得有些烦躁了起来，一声暴喝，行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小九九。龙小云他们难道不知道2天后就是选拔，非要这个时候上门去挑战？就算龙月那小姑娘也想争一争乱星海换房的领队资格，也没必要这样吧。龙傲天一边说，还一边用手指头狠狠地敲起了桌子，一是为了龙月他们的大脸，二是因为自家宗门丢了面子。而龙盾闻言，小眼睛则瞬间睁得老大，一脸的惊诧。大长老何出此言啊？天地良心啊！我家龙月怎么会是那样的人？龙傲天一挥手，行了，我不会同意派元婴弟子出手的，对付一个筑基期还需要出动元婴，你让我龙葵宗的脸以后往那哥出动元婴，你让合欢宗的人，特别是叶欢的那位5级符王师傅怎么想？乱星海上我龙葵宗负责的阵地以后用的那些符，你来画吗？数万年来的交情，就为了你这一时意气之争？麻溜的，让那些小子们都给我滚回来！龙傲天越想越气，本来邀请叶欢是龙离的主意，在他看来，为龙离引入一个强援也是一件好事，但这也太他妈强了，偏偏龙葵宗内还有人想搞东搞西，这下子好了，脸都丢尽了。后山山顶的湖心亭外，100多人被边上的龙离以一种很屈辱的姿势堆成了一座小山，真正的山高人为峰，叶欢就是那个峰，他虚空而立，双手背在身后，逍遥扇飞在身前，像一只蝴蝶一般上下翻飞不停，眼神扫过下方，目之所及，无人敢直视他的双眼。还有谁？叶欢这一声吼，声震云霄，霸气外露。长老的命令终于是传了过来，自然也没有谁敢再搞事情。而元婴境的弟子，没有长老的首肯，也是不会出手的。任何一个宗门的元婴都是很宝贵的战力。龙离在下面激动的脸都红透了，他知道叶欢很强，否则也不可能在炼气境时就能从那么多人手里把他给救回来。但是他没想到叶欢现在居然有那么的强，不是同境无敌，而是越境无敌。叶欢虽然已经是7转金丹了，但毕竟还不是金丹，严格的说只能算出激境，但是就连金丹后期的弟子在他手里都走不一个回合，如此实力实在太过骇人听闻。当然主要也是因为没有人能防得住叶欢那神出鬼没的起爆浮空间神通，恐怖如斯。叶欢从高处缓缓落下，龙离一个乳燕投怀，当即扑进了叶欢的怀里。叶哥哥你好厉害，还顺带在叶欢的脸上啄了2口，心里更是暗爽到没边了。哼，老娘在外面随便捡一个男人回来都是绝顶的天骄，龙月那小贱人就等着看笑话吧。
叶欢的双手轻轻环上了龙离的盈盈小腰，让她紧紧贴着自己的小腹，再用掌心在她腰上摩挲个不停。离儿，刚才那边松树下有一女子似在偷窥场中，你知道她是谁吗？见叶欢提到那白衣女子，龙离顿时翘起了嘴。还能有谁？龙月呗，我这个堂妹。哼，从小到大什么都要跟我抢，这次乱星海领队他也要跟我抢。提出少主为有血脉留下不便离宗的就是他，他还说我。说到这里，龙离突然声音小了下去，一脸的不自在和羞涩。他说我就在宗门附近晃荡，都能丢了先天元婴圣体，怕是上了乱星海能把命丢了，所以必须先留有血脉之后才能出宗门。龙离在叶欢怀里拱啊拱的，拱得叶欢心里也是痒痒的。那还不简单，今晚我就让你如愿。说完，张嘴就往怀里美人唇上啃了下去。叶欢在后山湖心亭中大杀四方的事情，当天就传遍了整个龙葵宗。龙葵宗是家族式修仙宗门，内门核心弟子大多数都是姓龙的，当然从外面引进的天赋卓绝的人才也是有的，这些本来就是为了加强龙葵宗的血脉之力而引进的人才，丹药、灵石、福地统统都舍得给，所以历来龙葵宗要招夫婿，大多都是从这里面挑。可惜这些天骄一是人少，二是大多在外游历，而且预计的选拔日子还有2天，如此这批天骄完美的错过了叶欢发威的场景。当天晚上，龙离就偷偷溜进了叶欢的专属贵客小院，不像第一晚在山洞里面的羞涩，因为龙离心中对叶欢的爱慕已经达到了顶点，上来一言不发，直接就把叶欢扑倒在地。次日一早，全宗早起的弟子都看到他从里而外打开了叶欢卧室的窗子透气，那披头散发一脸的春色，从窗口向里面望去，那真是好大一张床。2日之后正式的选拔来了，但是原定200多人参加的层层选拔，莫名其妙的只剩20多人参加。而叶欢因为那天的惊天表现，龙傲天大长老直接给了他一个决赛名额，叶欢不用从头打了，只需要参加最后的10人大比即可。当然也不是说谁得了第一谁就能被选上做龙离的道侣，而是入了前10的人都可以被龙离挑做道侣，得看龙离选谁。不过现在氛围全都变了，从龙离一大早的推开叶欢卧室的门开始，大家就都知道其实龙离已经选定了叶欢做道侣，所以今天这10人大比为的其实是前2天叶欢在后山湖心亭打了龙葵宗脸面的事。不过今天除了叶欢之外的9人清一色的金丹后期巅峰，至于是几赚的，恐怕龙葵宗为了把场子找回来绝对是精锐尽出了。龙葵宗家族演武广场之上，10个人整整齐齐的一排面向看台而立，叶欢也在其中，那个戴帷帽叫龙月的少女也在其中。看台上龙傲天缓缓站了起来，各位，今日是我龙葵宗少主龙离择婿之日，各位之前的表现我们都看在眼里，最终龙离少主选了谁，那得看他自己的意思，不过前10名皆有重赏，来吧，台上来吧。龙傲天话音刚落，一行10人每人捧着一个托盘鱼贯而出，这是我龙葵宗备下的10份礼物，分别给予前10名，所以今天各位还需要分个先后。那10个托盘里面最贵重的莫过于一枚符宝了，龙角样式的，与叶欢手上的那枚如出一辙，只不过那枚是全新的，3次次数1次都没有使用过的纯新品，而叶欢手里的那枚只剩1次了。台下嗡的一声，议论纷纷。符宝啊，能让金丹或者筑基修士直接与元婴相抗的东西，拿这东西做奖品，疯了吧？虽然台下议论的欢，但是叶欢并没有什么感觉。现在自己用100张起爆符，以9宫8卦的方式排列聚合成团，再用逍遥扇送过去贴身引爆，那威力和符宝没有什么区别了，还要符宝做什么？但是第3个托盘里面有一个残破的人偶，还有点意思。叶欢当即就被他吸引住了目光。第一，系统检测到前方托盘中有一个上古时代的残破人偶，与宿主怀里那枚从鬼市上购得的玉符属于同根同源，可能是一套，建议宿主得到它。许久不见说话的系统自动测了起来，叶欢仔细一看，果然那人偶胸前的有一个凹进去的位置，看形状大小居然正是好可以放得下那枚玉符。系统，那人偶是干嘛用的？神行符和金钟符都是从玉符里面提炼出来的手段，这人偶与玉符又是配套用的，应当很神奇吧？宿主离得有些远，得到这人偶之后再做仔细研究吧。别的托盘里面什么有大道运痕却只有半截的剑，一块黑不拉几的石头之类的，叶欢看不出来，系统也没有什么反应。帽兜里的大母龙小敏睡得死死的，也没有什么反应。叶欢懂了，
不是别的东西没有价值，只是那个残破人偶对他有大作用罢了。龙傲天环顾四周，各位，这10份第1名者优先选择，其余名次者按先后以此类推。众人应诺，遵大长老令。龙傲天又看了看叶欢，叹了口气：叶少侠，前2日你读的我龙葵宗100多弟子的战绩，龙某人也耳闻，所以有个不情之请，不知少侠可否应允？叶欢本来一直盯着那人偶来着，龙傲天此言一出，立马成了全场的焦点。但是叶欢也不是那么好说话的人，先听听他什么意思，再决定要不要答应下来。大长老先说说看，我龙葵宗年轻一辈中，金丹和筑基境界弟子，怕是已经无法与你相匹敌了，可否卖老夫个面子，一会儿比斗中不使那空间神通，可好？叶欢听闻此言，当即愣了一下。卧槽，阳谋！叶欢本来是龙葵宗请来的客人，叶欢打了人家的脸不说，人家宗门的大长老在大庭广众之下承认宗内年轻弟子1辈是不如自己的，还厚着脸皮请求不要用某一个特定的神通，这是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很低很低了。除非和欢宗以后都不要龙葵宗这一份友谊，不要这几万年来两宗的交好之情，否则叶欢还真的没有理由不答应。但是一旁的9人中有人不答应了。慢着，大长老，叶欢少侠的确实力强劲，但是我等也不弱。您这话说的好像我们这些从外地万里迢迢赶回来的弟子是个摆设一般。龙傲天顿时感觉一阵头大，说话的这人正是此次的夺冠的热门人选郑云舟，号称元婴之下第1人，原来是龙离预定的夫婿人选，自幼也是龙离一口一个大哥哥的人物。小时候的龙离也是屁颠屁颠的跟在他后头玩的，真青梅竹马的那种。想来也是憋屈的慌，出个远门回来时发现原本自己内定的老婆成了别人的，对方还在宗内大打出手，把年轻1辈直接堆成了一座小山进行打脸。现在倒好，龙傲天大长老还当着他的面请求叶欢不要用空间神通，就好像只要他用了，自己就铁定打不过他一样，太憋屈了。大长老也没有惯着他，直接一句：郑云舟，你给我闭嘴。然后郑云舟就只能乖乖闭嘴了。大长老的话他还是不敢不听的。然后龙傲天继续看向叶欢，眼里的真诚都快要溢出来了。叶欢点了点头，行，那我不用空间神术，不过就算我不用，也不保证他们就能赢的。那托盘之上有件东西我挺喜欢的，所以叶欢的意思很明确，我不用空间神术可以，但是我还是要打败他们的，因为托盘上的东西我也想要。龙傲天微微松了口气，只要叶欢答应就好。如果叶欢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能打败所有人得到第1，那也是命。行，多谢叶欢小友了。只有10个人，两捉对厮杀就是余下的5人，1人轮空，4人再来一次配对厮杀，最后就是3个人争前3名。至于其他的名次随便排一下就行，要是不服站出来再打过。总之是粗糙的不能再粗糙的规则了。第一个对上的是叶欢和龙月。那日龙月一身白衣，还有白色的帷帽，那么俏生生地站在松树下，远远地望着叶欢大杀四方。叶欢其实也注意到了他，后来从龙离的口中才知道她是龙离的堂妹，一个从出生起就一直戴着帷帽的女子。宗里只有少数几个人见到过她的真面目。用龙离的话说，长相不详，实力不详，目的不详，只有一样是确定的，就是爱和龙离争，什么都和他争。叶欢看了一眼站在自己对面的少女，她就静静地立在那里，却让人感觉有些不好下手。叶欢收起了逍遥扇，取出来一支长剑握在手中。自从顾青和他好上了之后，剑是他第2爱用的兵器了。神行符还有金钟符当即激发，叶欢眼中的世界再一次慢了下来。突然叶欢周边陷入了一片混沌之中，叶欢一惊，急速发动，哪怕叶欢的速度快到了极致，也依然冲不出这片混沌的范围。这是阵法。龙月是一名阵法师。叶欢倒吸一口凉气，妈的，大意了。阵法师和符篆师都是很稀有的职业，自己是符篆师，在和别人的战斗中都是便宜占尽，却也没有想到过碰到别的稀有职业怎么办。这还是第一次在战斗之中与一名阵法师较量。符篆师使用的都是自己预先制造出来的符篆，所以越级战斗是常事，无人小看。阵法师控制力可以说是所有职业中最强的，对方不一定打得过你，但是一旦你陷入对方阵中，那搓圆还是捏扁就只能任由对方施展了。而作为一名空间系极品灵根拥有者，叶欢又是一个极为不称职的，到现在为止一门空间系的神通都没有学过，只有逍遥山这个空间系的法宝使得顺手。
这也是他愿意答应龙傲天不用空间系的原因。结果打脸了。叶欢深吸一口气，两眼睁开，系统自带的神通破妄之眼启动了。还好有用，系统说过破妄之眼能看破天下所有事物，包括但不限于丹药、符篆、阵法、功法等等。这是叶欢第一次用它来看破一座阵法。破妄之眼下，叶欢的眼中周边不再是一片混沌，他清晰地看到身前10米处龙月的身影。自始至终他就没有动过一下，但是这片不知名阵法笼罩的区域基本上覆盖了整个擂台，而且阵法的变化开始了。风、火、雷、电轮番对叶欢所在的区域发起了攻击。看不出来是什么阵法，但是叶欢心不闲停了走动了起来，完全不像刚那样乱跑一气了，而且每一步都刚好让他躲过了龙月的阵法攻击。外面此时也议论开了，龙月这丫头还真是厉害啊，这还是他第一次对外展现能力吧，居然是阵法师。这10几年深居简出的，连这丫头长啥样都没有看到过。阵法师对符篆师，这也算是势均力敌了吧。可惜这什么破阵，完全看不到里面到底打得如何了，好焦虑啊。此时阵法之中的攻击阵开始了运转，快看快看，风、雨、雷、电都出现了。这要是我等困入了阵中，怕是会变成瞎子，两眼一副黑吧。大长老龙傲天皱着眉头看着下方擂台上的景象，二长老龙盾也是紧张的不行，眼都没有眨一下。所有长老和弟子都看着场中，这是第一次龙葵宗年轻一代中有人能和叶欢战到旗鼓相当。只有龙离一个人坐在长老们的下手，一脸放松地看着。不知道为什么，他对叶欢充满了莫名其妙的信心。阵法之中，无论那个区域发动，叶欢都能够提前躲去安全的区域。一圈之后，叶欢用破妄之眼锁定了所有的阵眼，只需要相应的位置破去那些突然出现的符文，阵法自然就被破去了。不过看着近在咫尺的龙月，叶欢决定在破阵之前先调戏一下。步刚踏斗，7转8扭之下来到了龙月的面前。龙月对于叶欢的到来毫无所觉，依然在专心地操控着阵法。刚才他突然失去了叶欢在阵中的位置，引得他一片惊慌。现在无论他怎么搜索，都无法再次锁定叶欢的位置。外面的人看来，他像是把叶欢给控制在了阵中，但只有他自己知道，其实情况早就失控了。还好自己待的地方是精心设计过的，叶欢总不至于找到这里来吧。下一秒，自己的帷帽被一人掀起了一角，一个英俊的男子把头伸了进来。阵法天才龙月。叶欢与龙月两人四目相对，龙月居然是一个十分罕见的绝色美人。正当叶欢奇怪，如此美人为什么长年累月的把自己的容貌遮挡起来，龙月的眼睛里面忽然闪过了一丝紫光，然后叶欢的身边景色在变，就连破妄之眼都在这一刻失去了作用，因为叶欢的意识被那一道紫光彻底操控了。16年前龙月出生的第一天，龙月的母亲难产，千辛万苦的把龙月生出来之后，就天人五衰，撒手人寰了。按理说修仙者怎么可能生个孩子难产而死呢？一张回春符就可以把肉身受到的伤害瞬间复原，运转灵力就可以知道孩子在肚子里什么状态以及什么姿势。自从人类开始修仙，就再也没有见过有修士难产的，但事实就是这么魔幻和无情。最后龙月的父亲冲进产房里面，看到的就只有还是婴儿的龙月与已经失去气息的妻子了。再然后龙月看向了自己的父亲，刚出生的婴儿本应睁不开眼的，但是龙月的眼睛却奇怪地睁得大大的，那眼里闪过的一抹紫光，差一点把已经元婴后期巅峰的龙耀明给控制了。还好龙月当时已经很疲惫了，很快眼睛就睁不开，沉沉睡去。龙耀明颤抖着将龙月用衣服包好，还给他戴上了眼罩，第一时间把龙月抱给了宗主龙顶天抚养。龙顶天也就是龙离的父亲，并且龙耀明再三叮嘱，绝不可让任何人看到龙月的眼睛，然后就离开了龙葵宗，再也没有回来过。从此以后，龙月一直成长到现在，一直与韦茂为伴。宗主龙顶天也到处找名医来医治，最终也没有解决。原来龙月眼中的紫光是天生的魅惑神通，无论男女，只要看他一眼，就必然会被他眼中紫光所操控。轻则失去自控能力，变成一个只懂得追求下半身的淫物；重则失去自主意识，犹如行尸走肉一般活着。甚至于他让做什么，被控制的人就会做什么，而且根本没有解除控制的办法。龙葵宗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消息隐瞒下来，没有人知道龙月生母的死到底是不是龙月造成的，也没有人知道龙月的父亲龙耀明是为什么连夜离开了龙葵宗。
只是从此，龙葵宗内多了一个戴着帷帽的女子，和龙离一起学习，一起修炼，一起成长。但是今天叶欢看到了他的眼睛，叶欢一时手贱，掀开了龙月的月白色帷帽。龙月抬头，一脸的震惊，根本没来得及做任何的反应，就和叶欢的眼睛直接对上了。龙月，一道紫光在龙月的眼底闪过，叶欢只觉得周围一黑，整个世界就只剩下了眼前的女子。他只觉得这个女人好美，好美。恍惚之间，一只小爪子伸了出来，一把揪住了叶欢的耳朵，365度回旋大转弯。同时，小敏的声音在叶欢的识海之中响起：“清醒一点，啧，天生魅惑，这么罕见的天赋，居然也能让你小子碰上。我要是再晚出来一会儿，你小子就准备一辈子做人家的傀儡吧。”同时，一道暖流流入了叶欢的身体。原本已经被关闭了五感，被那紫光侵入识海成功的叶欢，一瞬间又重新恢复了对身体的控制权。那暖流在他的识海之中又形成了一道坚固的防御，把那道紫光驱赶出去，又牢牢地挡在了识海之外。最终紫光消散，此时龙月才反应过来，慌乱中伸手想遮住自己的眼睛，毕竟她还是个善良的姑娘。却见叶欢只是一个恍惚，就已经迅速恢复了神志清明。龙月眼睛都瞪大了，一脸的不可思议：“你没有？”叶欢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简直吓死人了。这是他来到这白虎世界第一次如此巨大的危机。如果不是大母龙小敏一直在他的帽兜里盯着，怕是到这一步，叶欢就得提前结束他的穿越之行了。听到龙月那惊惧的话语，叶欢迅速伸出一指，直接把他点晕了过去。阵法师一旦被人近身，弱的就跟一只小鹌鹑似的。龙月只能软软的倒在了叶欢的怀里。阵法的主持者晕了，阵法自然也停止了运转。下一刻，阵法消散，众目睽睽之下，所有人都清清楚楚地看到，台上叶欢正把龙月软软地抱在怀里，谁输谁赢一目了然。台上的龙离有点小小吃味，不过他也知道这是什么场合，所以也没有吭声。倒是龙月的贴身侍女芍药急得不行：“放开我家姑娘！”然后一个闪身上了台，把龙月接了过去。仔细查看，发现自家姑娘只是晕了过去，并没有大碍之后，这才放心。没有人知道阵中发生了什么，但是看叶欢那大汗淋漓的样子，怕也是经过一场恶战才把龙月拿下的。叶欢缓缓走向台边，下了台，回位置上休息。那艰难的步伐看得龙葵宗众人心头一阵暗爽。虽然最终还是叶欢赢了，但也说明龙葵宗的青年才俊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弱。不过他们却完全忘了，这是叶欢根本就没有动用他最强手段的结果。下一场是龙葵宗的弟子们内斗，谁强谁弱，大家心里基本上有个谱，所以都是心不在焉的。全场的精力基本上都在叶欢还有龙月的身上扫来扫去。一会儿功夫，龙月终于醒了过来，他和叶欢就坐在众长老的下手同一排，只隔了几个位置。醒来的他不停瞟着叶欢的方向，内心却波涛汹涌不休。天啊，他居然完全不惧我的天生魅惑！16年来，哪怕是比我高一个境界的元婴，也只能落荒而逃。同级的金丹根本无法抵御，他一个筑基后期居然瞬间恢复清明，而且完全不受控。这世上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人？难道他是我的天命之人？龙月双目之中异彩连连，一时之间思绪万千。另一边，叶欢呆呆地坐在位置上，脑子里面同样是惊骇非常。妈的，差点死了！小敏阿姨，我刚才差点死了啊！全死是不会的，估计就是个略死。啥叫略死？就是被人家控制了，给人家做一辈子傀儡呗。小敏的话轻描淡写，不过她话锋一转，这小姑娘有点意思啊，天生魅惑之体，拥有这种特殊体质的人，这一辈子怕是难以成婚了。你要不要考虑考虑，凿了她？叶欢一窘，小敏阿姨，我又不是泰迪，见一个就凿一个。你是不是想我组一支后宫大军啊？总之，谁爱凿谁凿。我想通了，以后低调做人。我要做一名狗圣，狗到天荒地老，不天下无敌，绝不出关。叶欢暗暗发官誓言，这是被吓到了。这一次他的确危险，不过小敏没有打算放过他。哦，这样啊，其实我是知道一种修炼之法的，可以让他自如地控制自己的天生魅惑。原本想着让你用这个和他交换，凿了他，没想到你还是个正人君子，失敬啊。叶欢眼珠子一转，这个吗？然后往龙月的方向瞟了瞟，那浑圆的大腿修长有力，一身白衣素雅淡逸，却也裹不住那曲线玲珑。脑子又回想起当时掀起帷帽看到的那一眼绝色，
叶欢站了起来，小敏敏锐地注意到了叶欢身体的变化。哟，嘴上说着不要不要，身体还是蛮诚实的嘛。来来来，给你。说着直接把一段晦涩难懂的功法要诀传给了叶欢。叶欢小脸先是一红，然后两腿条件反射一般的一夹，后发现其实这遮掩的动作一点都瞒不了小敏，只好脸色一正。小敏阿姨，你误会我了，我真的不是你想的那种人。不过如此佳人，我实在是不忍心她受此苦楚，一辈子都只能以为貌示人，唉，于心不忍啊。小敏白眼都快翻到天上去了。爱要不要？场上2名龙葵宗弟子激斗正酣，叶欢在台下则动起了小心思，向龙月传音：龙月姑娘，在下叶欢，今晚3更时分，后山松树林下一叙，可好？龙月这会儿已经从震惊之中恢复过来了，见叶欢主动跟他传音，有些摸不着头脑，自己还没有去找他呢，他居然主动找上门来了。叶少侠可否提前告知一下是何事？叶欢也不矫情，直接就说了，关于姑娘的先天魅惑神术，我有一秘法，可以助你收放自如，具体的晚上见了面详细再说吧。龙月远远地看了叶欢一眼，隔着帷帽冲他微微一点头。台上裁判的声音响起，下一局冠军争夺，叶欢对郑云洲。叶欢抬头，眼神一眯，到我了，那人偶非我莫属。叶欢对郑云洲。随着裁判长老的声音响起，全场突然静了下来。其实他们已经不在乎谁能选上龙离的夫婿了，台上那些托盘里面的东西也不是那么重要了，最重要的明面上到底是龙葵宗元婴之下第一人郑云洲更强，还是外来的叶欢更强？之前叶欢根本看不起任何金丹境的高手，因为自己连莫尘渊那样的强敌都能秒杀，区区金丹。但是龙月这个阵法师差一点让他阴沟里面翻了船，所以现在叶欢完全警觉了起来。古人云，狮子搏兔亦用全力，这郑云洲还是要认真对付的。两人上台，在擂台之上站定。叶欢习惯性的拿出逍遥扇摇了2下，发现龙傲天大长老正看着自己，这才想起来两人的约定，于是悻悻的收起逍遥扇，然后取出那把没什么卵用的长剑一挥，对着郑云洲冷冷道：郑云洲，你我这一战将来史册壁。叶欢狠话还没有放完，郑云洲直接就灵气外放，像一颗陨石一般冲了过来。妈的，少屁话，唧唧歪歪的。郑云洲冲过来的时候速度并不快，但是奇怪的是，叶欢发现自己的速度也快不起来了。叶欢亡魂大冒，不对啊，神行符和金钟符都同时激发的，没理由速度提不起来啊。此时叶欢发现自己的身体居然比平时变得更沉重了，而且这种沉重的感觉在一点一点的加强。最后郑云洲冲过来挥出那一拳的时候，叶欢发现自己居然完全躲不开了。郑云洲那一拳砸在叶欢身上，虽然还是被金钟符给挡了下来，一道金色的古朴铜钟虚影显现，但是那一拳的力道击在铜影铭文之上，还是发出了一道巨大的响声。厚重的铜钟之声响彻整个龙葵宗，双方被这力道反震，双双都飞出去10几米远。什么？郑云洲的龙拳3击，第一击居然完全被挡下来了，这叶欢到底是什么怪物？郑师兄这一拳曾经将一名元婴击退，那可是足以媲美符宝的全力一击啊，居然奈何不了一个叶欢。叶欢这会儿其实也不好受，金钟符能为他挡下对手全力一击，但是依然震得他全身发麻。而且为什么自己的急速失效了？土系神通，重力无双，能增加大地对于身体的控制力。这方擂台已经被对方施加了重力术，而且是针对你一个人的，你跑得起来才怪。小敏的声音在叶欢的识海中响起。对啊，对方是土系的，而且我怎么就忘了把破网之眼打开？叶欢恨不得扇自己一个耳光，刚刚才发誓说不能小看对方，结果转眼就忘了。破网之眼发动，郑云洲第2次扑了上来，但是这一次他的行动路线就被叶欢看了个清清楚楚，而且在叶欢的眼中，擂台上地面上到处都是一种黄蒙蒙的东西，追根溯源，起点都是郑云洲的身体为中心散发出来的，这才是真正金丹级的高手水平。以金丹为核心，运转灵力，施展神通之术进行战斗，而不是像叶欢那样直接乱丢起爆符。而且神通之术本身也是五花八门的，有些威能更是神鬼莫测，之前龙月一个玩阵法的都差点把叶欢给阴了，现在郑云洲也能一拳把他打飞10几米，甚至于那攻击力比上官婉这个元婴都弱不了多少。叶欢终于明白，金丹境其实并不像之前想的那样很容易击败。现在是第2拳，叶欢的眼中
明显这一拳比上一拳强了足足有1倍。龙拳3击，每一击的力量都会翻倍，攻击的过程也是一个蓄力的过程。可惜叶欢的破望之眼是一个作弊器一般的存在，这一拳的弱点清清楚楚地被标识在了叶欢的脑海中。扬起手中长剑，在郑云舟第2拳马上就要碰到自己的金钟符范围时，刺向了那一处破绽。攻其必救的一剑，要么被叶欢刺个透心凉，但这一拳也只能击中叶欢的金钟符，还不一定能击破；要么就只有反身回撤，让积攒好的这一拳势烟消云散。郑云舟只能选择后撤。叶欢的礼不饶人，直接欺身而上，一剑快似一剑，渐渐不离郑云舟的周身，完全打乱了他龙拳3击的蓄势。两人错身而过的瞬间，叶欢用许久未用的搬运术把一张起爆符贴在了他的身上，随着一声爆炸声响起，郑云舟被炸下了擂台，全场安静的可怕。叶欢这一次的确没有使用他那神鬼难测的空间神术，但是那凌厉的剑法招招直取要害，无论郑云舟怎么躲，叶欢就跟一个老辣的剑手一般随身而动，剑尖居然一直指着郑云舟的要害破绽，不动分毫。最后就只用了一个犹如鸡肋一般的搬运术，就把郑云舟给搞定了。龙葵宗内元婴以下第一人啊，被一个筑基境的小子众目睽睽之下炸出了擂台。龙傲天宣布完结果之后，原本众人以为叶欢会挑那枚符宝，没想到最终叶欢却挑了第3个盘子里的人偶。龙傲天狐疑地看着叶欢，人偶除了材料有些特殊之外，这东西就是拿出来凑个数的，没想到叶欢连符宝都不要，却直接伸手取走了它。叶欢也没有解释，谢过龙傲天之后就回了自己的小院，留下后面还在争轮次的少年们为了剩下托盘里的东西继续奋斗。回到自己房间，叶欢把人偶拿了出来，系统，现在仔细看看这到底是啥？宿主，这是一个替身人偶，胸口启动它的玉符应该就是你手里的那枚，不过玉符还有这人偶都损坏了，无法修好。叶欢一个白眼翻了上来，不能用，你让我把它搞来干嘛？里面的符文应该有用。然后系统就不说话了，认真干着活儿，可能是在拓印里面的符文。小敏从帽兜里探出了头，看着叶欢面前摆着的人偶，一下子就来了精神。咦，这东西倒是少见。叶欢偏着脑袋好奇道，小敏阿姨，你认识？小敏干脆从帽兜里飞了出来，围着那小人偶飞了几圈，一边感叹着神奇，一边伸出一只爪子把玩。替身人偶吗？这可是你们上古人族的智慧结晶，也是你们人族当年逃命时的最顶级手段。这东西完整状态下的战力能抵一名元婴高手，而且它主要的作用是引开追兵，所以它的速度奇快，而且防御能力极强。当年我想弄一只研究研究的，那死鬼死活不肯给我。叶欢知道小敏口中的死鬼是谁，现在他们俩就在这个死鬼的后代建立的宗门里待着呢。一时之间，叶欢也不知道怎么接话了，只好拿着人偶细细看了起来。恍惚之中，叶欢也总算是把这一切连了起来。人偶神行符的极速，人偶金钟符的防御，其实都是人偶的逃命引敌的功能。当年人族先民到底面临的是多么巨大的生存压力啊！为了逃个命，引开追兵的人偶都是元婴级的东西，可是这东西就这么大一点，一眼就能看出来它是只人偶啊，这还怎么引开追兵？大慕容小敏白了叶欢一眼，啥？你手上这枚玉符里面是神行和金钟没错，但是这个人偶自身在坏掉之前可是有着极强的模仿能力的，它启动模拟的时候连我都分不出来真假。当年也只有你们人族里的核心精英能有一架替身人偶，可惜这东西坏掉了。小敏连连摇头，声声叹着可惜。一人一龙把玩着人偶一直聊到了夜深。行了，时间差不多了，别忘了你今晚还有一个3更之约，快去吧，别让家人久等。叶欢冒着夜色来到了后山湖心亭不远的松树林，这里最粗的松树居然有2人合抱那么粗，一看就得出来起码都是上千年的老树了，而且树与树之间离得并不远，地上也没有别的植物，脚下满是落下的松针，厚厚的一层，踩起来松松软软的，特别舒服，空气中还弥漫着淡淡松香。一抬头，树冠遮天蔽日，连一丝月光都透不进来，但是一个月白色的身影停在树冠之上，代替了满天的月华，正柔柔散发着微光。龙月到了，轻轻地落在叶欢的身边，月白的帷帽挡住了绝世的容颜。龙月姑娘，此地只有你我，而你的天生魅惑于我无用，帷帽是否可以去掉，也方便我们交流？叶欢这要求不可谓不大胆，但是却也正常的紧。龙月想了想，轻轻嗯了一声，摘下了自己的帷帽。在与叶欢对视的刹那，他还是有一些紧张的。
但是看到叶欢完全没有异样之后，这才微微松了口气。眼睛看着叶欢，美目流转之中，时不时还会隐隐透出紫光。毕竟这天生的魅惑能力也不受自己的控制。不过，没有了帷帽遮挡，深山老林，孤男寡女的，两人之间少了很多生分，氛围也渐渐缓和了下来。叶少侠果然不惧，看来叶少侠口中所说能控制我这天生魅惑的功法是真的。叶欢点头，自然是真的。不过，龙月嘴角露出一笔微笑，这就对了，我就知道叶少侠是有条件的，否则也不会深夜约我来此。说吧，什么条件？叶欢负手而立，看向远方，一时之间显得萧瑟无比，长叹一声，其实我命不久矣。龙月把叶欢上下扫了一眼，叶少侠气血充盈，经脉顺畅，神魂稳固，也没有中毒之象，观之并无问题，不知何出此言啊？叶欢眉头一皱，妈的，差点忘了这里是修仙界了，神识一扫就能知道个七七八八，想骗个人可真不容易。叶欢眼睛一转，哦，是这样的，我这个病情啊，情况有些特殊，是在特定的时辰才会出现的症状。每天早上醒来，我的身体都会发生一种奇怪的变异，身体的一肢会变得僵硬且肿胀，必须用特殊的手法才可以缓解。这些年来，情况也越来越严重了，而且肿胀起来之后就会变得十分痛苦。发病的原因，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搞清楚。不过，我在一本名为《精灵启示池中物》的书中看到一种方法，需要特殊体质的人以身医治。为了减轻痛苦，我只能满天下去找这种特殊体质的人，但是找了很多人都无法彻底解决。我也是好不容易才活到今天的。唉，叶欢用一声长叹结束了讲述。龙月听得一愣一愣的，每天固定时辰才会发作，需要特殊体质才能解决，怎么像是傻诅咒一样？搞不清楚叶欢说的是真是假，也只好作罢。听起来像是诅咒，那龙月能为少侠做些什么呢？来了，来了，重点来了！叶欢又重重叹了一声。龙月姑娘就是有特殊体质的人，我想你一定能帮到我，帮我解除这个诅咒。对，就是诅咒。我答应你，事成之后，无论是否能解去这诅咒，那控制天生魅惑的功法我都会交给姑娘的。叶欢眼里透着真诚，眼睛眨都不带眨一下的，就等着龙月回话了。龙月低着头，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良久才抬起来，两只眼睛忽闪忽闪地望着叶欢，眼里尽是疑惑。那具体是怎么个解咒法？这下子把叶欢给整不会了。我都说得这么清楚了，还不明白？也是，和欢宗里面的人当然打直球就行了。龙葵宗的16岁少女，未经世事，天真无邪，10几年来都是戴着帷帽生活，纯洁的就跟一张白纸一般。实在是思虑至此，叶欢觉得自己太罪恶了，但是箭在弦上也不得不发，话总不能说一半不是。叶欢从怀里掏出一本合欢手册，递给了龙月，看了没几眼，龙月脸就红得不行。少侠，这些动作是不是有些不雅？这样做的话，真的能解了你的诅咒吗？叶欢一脸正色，狠狠地点了点头。没错，这是我好不容易才找来的方法，非这样不可。龙月都快羞得不行了，结结巴巴的试图做最后的抵抗。那龙离他也是这样给你解诅咒的？他的先天元阴圣体也是特殊体质，有效果吗？叶欢一愣，好好的怎么反话扯到龙离那里去了？这个龙离的圣体有一点点效果，但是不太强，也许有你帮忙的话就能完全解除了。龙月半信半疑，反复翻着手上那本合欢手册，然后又抬头看看叶欢的眼睛，有些后悔没带芍药来，要是他在这里的话，一定能分辨得出来叶欢这话的真假。叶欢心里也突突直跳，同样在庆幸一直跟着龙月的那个侍女没在这里，不然非露馅不可。而小敏在叶欢的帽兜里面都快笑抽了。良久，龙月咬了咬牙，好吧。叶欢一掌击在松树树干之上，满天飞舞的松针落下，很快在他灵气引导之下铺成了。那真是好大一张床。喂，记得不要运转合欢大法，改为运转长春宫，听到了没有？叶欢抓起装着小敏的那件外袍，直接丢得远远的。远方山峦叠嶂，连绵起伏，月色如水，一泻汪洋。龙月本身就未经人事，也不像龙离那般的主动和疯狂，但是这种含羞带怯的感觉却完全激发了叶欢的潜力。一夜欢愉之下，居然让他越战越勇，最后还是人家龙月连连告饶他才放过。微微的晨光透过树冠的缝隙照了下来，
龙月像只小猫一般缩在叶欢的怀里。叶大哥，你的诅咒解了吗？叶欢摸着龙月光滑的背，意犹未尽。解了解了，多年顽疾，一朝解脱，还得是你这天生魅惑之体啊！多谢龙月姑娘。龙月一声娇嗔，还叫我龙月姑娘？哦，对，月儿妹妹。趁着太阳还没有完全升起，龙月溜回了龙葵宗。哎呀，小姐，你怎么才回来啊？谈个事情需要谈一晚上吗？那叶欢没有把你怎么样吧？芍药冲了上来，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把龙月检查了一遍。咦，小姐，你胳膊上的手工纱呢？你昨天晚上被那个姓叶的给……龙月连忙堵上了芍药的小嘴。嘘，小声些。小姐，芍药都快要哭出来了。昨天晚上要是他坚持跟过去，说不定小姐的清白就不会丢失。龙月连忙拉着芍药进了里屋。哎呀，别哭了，我故意的。闻言，芍药这才收起了眼泪。故意的？小姐，你为什么要这样？龙月轻哼一声。哼，从小到大，龙里有的我都要有，龙里要的我也都要。龙里想要留下血脉，然后好去乱星海，那我要比他还要更快的留下血脉。可气的是，随便失个身罢了，为什么龙离会碰到像叶欢这样的万年难遇的青年才俊？我哪一点比他龙离差？所以我的夫君也必须是这样万中无一的人，所以我也要。芍药点点头，他这位小姐的心思向来只有他懂。小姐，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龙月一把拉过芍药，眉飞色舞地讲起了经过。我告诉你哦，你可不能告诉别人哦。叶欢昨天晚上骗我和他上床用的理由是啥？你打死都猜不到。是什么？他说他命不久矣，还说什么？他真的是这样讲的？是真的，而且他还以为我真的什么都不懂，拿了个合欢手册给我看呢。那是什么？就是这本。龙月递了过去。这什么烂绘本，还没有小姐你上次收藏的那本画的好呢。芍药随便翻了2页，就一脸嫌弃，翻着白眼的把它丢在了桌上。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小姐都讲给芍药听听呗。别的嘛，这叶欢也算是财大气粗。是吗？有多粗？龙月把头附了过去，低语了起来。是真的吗？他真有能让小姐控制自己天生魅惑的功法？那不亏啊，日头都要上3竿了。叶欢还躺在那厚厚的松针床上不想动弹。小敏阿姨，你觉得龙月真的有那么单纯吗？他不会现在还没有回过未来，其实我就是在骗他的身子。小敏没有正面回答叶欢的话，只是瞥了一眼叶欢，然后狠狠地翻了一个白眼。我是觉得你比较单纯。叶欢给自己拍了2张回春符，这才慢慢起身。我为什么这么说？小敏也不接叶欢这话头，只是伸出一只爪子，从爪子尖端逼出了一滴金色的血液。龙离和龙月这2女娃我都很喜欢，不过作为我的不知道多少代的血亲，这血脉之力稀薄的实在不像话了。我这里有心头精血1滴，只有我的血脉后人可以熔炼入体，能助他们以后修行顺遂，再无障碍。可惜啊，我这心头精血有限，只有1滴。你说是给龙离好呢，还是给龙月好呢？小敏噼里啪啦把这些话说完，就开始定定地看着叶欢，等着他做决定。我来决定吗？当然，都是你的女人，你来决定更公平些。叶欢偏了偏头，拿出一枚玉瓶，把血装了进去，往里面一看，悬浮在瓶中居然还在散发着恐怖的波动，于是又往上面贴了些遮掩波动的符，这才安静下来。龙血还是最本源的心头精血，还是自家先祖的最亲本的母体现级的，自己身上没有龙族血脉，根本融不了。但是龙离和龙月是可以用的啊，熔炼进自身，能极大程度提高他们体内的血脉纯度，这可是天大的机缘啊！不亚于叶欢当初得到焦离那样的福缘。给谁？叶欢有些犯难了。这龙离是少主，资源应当是不缺的。龙月柔弱不能自理，这些资源怕是对他来讲极为难得。要不给龙月？小敏一下子来了兴趣，飞到叶欢的对面，定定地看着叶欢的眼睛。为什么这么说？我看那龙月有些茶，说不定他昨晚的柔弱是装的呢。茶？对啊，茶，就是那种我也不想姐姐难过的，我只是心疼哥哥那种，你懂的吧？虽然小敏很努力地夹起了嗓子，但叶欢依然一脸茫然，半点感觉都没有，依然一脸的真诚。没有啊，我是真的觉得他很柔弱的。小敏长叹了一口气，操，男人都他妈一个样，鉴察能力基本为0啊。算了算了，不逗你了，2个女娃我都喜欢，一人1滴吧，省得将来你把他俩收进后宫，还要来埋怨我这个老祖宗偏心。
哼，说着又从爪尖挤了一滴出来。叶欢连忙取瓶装好，如法炮制进行封印。哈哈，我带他俩谢过小米阿姨了。接下来的日子就简单多了。选拔结束后，龙离果然选择了叶欢成为他的夫婿。简单的仪式之后，两人就在叶欢的客人专属小院里面开始了蜜月生活，整天腻歪在一起，整晚的谈心。当叶欢把龙血给了龙离之后，龙离当场就炼化吸收了，然后他就发现自己的龙族血脉纯度提升到了一个非常恐怖的地步，单纯如他却没有深入的思考这东西背后所代表的意义。而龙月的那滴，叶欢也让芍药送了过去。龙月收到的时候还是很高兴的，毕竟这代表叶欢并不是一个拔屌无情的男人，如此珍贵的东西居然说送就送了。所以最开始的时候他也并没有问叶欢此物的来历，只当是有情人送来的补品。听门内的师姐们说，男人嘛，最喜欢在得到一个女人的初夜之后就狂送东西了。但是当他炼化入体时，还是被狠狠地震惊到了，居然是龙族心头精血。只有最纯正的龙族，他自愿剥离而出才能得到的龙族心头精血，哪怕是古龙一族，在剥离之后也要休养好久才能恢复，而且一生之中最多只能剥离出来10滴，再多就要伤根本了。叶欢居然有这东西，那就是说叶欢认识龙族，而且关系极好，否则绝不可能得到它。不过叶欢能把这样的宝物毫不犹豫地给他，说明他在叶欢的心中是很有分量的。虽然龙离肯定也有，但龙月第一次生出了别样的感觉，他对叶欢不再是那种龙离要的我也要的心理，而是真正爱上了。此后龙葵宗内因为后代血脉稀薄的原因而无人能修炼成功的那些古卷，终于能够有人重新开始修炼了。很快叶欢就到了要离开的时候，龙葵宗外广场之上，叶欢和龙离一一惜别，龙傲天大长老也在场。叶欢少侠，我这里有一封书信，麻烦转交贵宗大长老林玄风。我在信中言明，若此次贵宗乱星海幻防领队由少侠你担任，则我龙葵宗必定全力支持你。我两宗在乱星海的驻防之地不远，本就应守望相助，有我们支持，少侠要争取这个领队之职，应当容易许多。叶欢接过信，放入怀中。太好了，终于搞定了。龙傲天话还没有说完，我龙葵宗换防的时间比合欢宗晚上1年，正好龙离留下血脉之后，多半会是他带队前来。到时候你二人还可以在乱星海阵前相见，也算是一件美事啊。叶欢谢过龙傲天长老，看向了已经万分不舍的龙离。离儿，我先回去了，你在家好好修炼，别老跟龙月斗气，要和和美美的，听到没有？龙离一低头，轻声答应着。随即反应过来，龙月，什么意思？你为什么会替他说话？叶欢也不解释，亲了一口龙离的小脸，转身就上了飞舟。别问那么多，反正别内斗。飞舟上的阵法启动了，缓缓升空，升到差不多的高度，就要转头向合欢宗的方向飞去了。也正因为飞得高，叶欢抬头注意到了龙葵宗后山那片松树林，一个月白色的身影正站在树冠上，遥遥看着这个方向。那是龙月。叶欢向那个方向也挥了挥手，他知道龙月看得见，下一次再见面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希望两女都能好好的，一路无事，平安返回合欢宗。把龙傲天的信交给大长老后，叶欢就回了自己的小院，坐在自己平时制服的工作台前。叶欢进入了天人合一的状态，因为系统开始给他传输替身人偶身上的符文了。一道极为繁复的符文像流水一般涌过了叶欢的识海。不对，这不是一道，而是一组，一共72道符文。叶欢当时就懵逼了，这72道符文拆开来之后很普通，根本没有玉符里面神形和经中那样的神奇之处，但是这72道组合在一起之后，居然能控制小人偶按照指令做出各种各样的动作，甚至这人偶还能发出攻击。当然具体是什么样的攻击手段，完全看组合符文中用了什么样的攻击符纸。这替身引敌之法果然精妙，叶欢越看越喜欢。不过人偶已经损坏了，系统能完整的提取出里面的符文已经是很幸运的事了。但是要验证这组符文到底有多少能力，还得重新做一个身体试试才行。人偶的原生材料主要是几种金属混在一起的炼金材料，如此才能在引敌的过程中不至于被轻易打坏。不过叶欢没有配方，很难炼出来原身一模一样的材料，干脆直接用符纸做一个临时的应付一下吧。说干就干，叶欢用符纸开始做起了人偶躯干。人偶中原本的控制核心单元应当是一道残魂，在那里10几万年过去了，早就消失殆尽。
叶欢找小敏要了远古之时妖族控制人族用的那个六芒星契约，去后山找了只散养的灵鸡回来，那是宗内不知道那位长老养的湿布材料，想来少吃一只他也不会心疼。先用契约控制完成，然后抽出魂魄，把一枚灵石雕刻成一只脚盆的样子，把抽出来的灵鸡魂魄装进玉盆，用阵法固定在盆里，再丢进了纸人的控制核心里。灵石还能给魂魄功能，让它不至于消散，就叫你脚盆鸡吧。如此，控制单元也有了。组合单元里应当是一枚玉符，有神形，还有金钟，也许还能替换别的阵法盘之类的。叶欢顺手塞了一张神形和一张金钟进去。最后是攻击单元，原本的攻击单元位置放什么都可以，就是放一张紫霄神雷符都可以。不过叶欢灵机一动，放了一枚助手上去。助手爆炸起来，如果是贴身爆的，就是元婴都抗不住的。要是谁敢打这一具替身人偶的主意，就可以炸他丫的。如此攻城。只是叶欢把这具纸人偶翻来覆去的看了又看，拥有天下极速和金钟防御，跑得快，而且有一定的防御能力。肚子里还装了一枚助手，那是100张起爆符按9宫8卦的方式排列的，不是1+1等于2那么简单，而是会造成连锁反应的组合起爆炸弹，而且还很听话，叶欢指哪儿就能打哪儿。小敏给那个灵魂契约还真是好用。这叶欢两眼一瞪，挠了挠头，妈的，老子搞了个什么东西出来？脚盆鸡家里的神风敢死队吗？操！最后72道符文集合一起，叶欢下达了激活指令，工作台上的纸人偶就坐了起来，然后晃晃悠悠的下了工作台，呆呆的站在那里。叶欢心念一动，纸人偶外表一闪，立马变得和叶欢一模一样，而且气息波动都完美复制。叶欢当场倒吸一口凉气，这远古人族先民发明的替身引敌人偶果真很难识破，不失为一大底牌。要是以后被困或者被追杀，这东西用好了，的确可以让本体逃得一命。突然，叶欢灵光一闪，这纸人偶除了逃命的时候用，平时是不是也能当做苦力来用啊？脚盆鸡1号，以后就叫你这个名字了。你给我去后山，再抓几只和你一样的灵鸡回来，不要被人发现。叶欢面前的纸人偶马上点了点头，一闪身消失不见了。叶欢看着面前空空的地面，有些发呆。这么好用的吗？还挺智能的。半晌之后，脚盆鸡1号回来了，手上拎着几只灵鸡。叶欢看着脚盆鸡1号顶着自己的脸，这才反应过来，操，谁让你顶着我的脸去做的坏事？快，给我取消模拟，以后不得我许可，不可以用我的脸，听懂了没？脚盆鸡1号马上变回了纸人的样子，然后点了点头。你这一路没人看到你吧？脚盆鸡1号摇了摇头。叶欢这才松了一口气。来，我教你做起爆符。又过了一会儿，叶欢看着正一板一眼印刷着起爆符的脚盆鸡1号，心头陷入了狂喜。天选牛马，还是免费的。按照灵石消耗的进度，那一枚灵石做成的玉盆能供他使用1个月。也就是说，从此以后，叶欢不必再自己亲自印刷起爆符和回春符了，只需要多做点纸人偶，再供一点点灵石就行。除了神行符和金钟符这2种大道符文，必须叶欢亲自动手外，其余的3级及以下的符篆，全都可以让脚盆鸡来干了。说干就干，叶欢立马开始了第2架纸人偶的制作，然后是第3架、第4架。2天之后，叶欢看着面前这一排共8架脚盆鸡人偶，长长的松了一口气。累死累活2天，终于让他做出来了8架。然后安排好8架纸人，开始流水线式的印刷。起爆符是3层符纸合成的一张，中间是灵石粉末供应的爆炸能量。这条流水线是重中之重，以免不小心给弄爆了，所以它的流水线需要防呆设计，足足又花了叶欢2天的时间才设计完成。而回春符没有什么危险性，倒是1天就完成了流水线的设计。最后叶欢还特别用2只纸人开了1条人偶的生产线，一共3条流水线开工。然后叶欢就坐在流水线的这一头，开始了等待。8架纸人一顿操作猛如虎，起爆符还有回春符一张一张的从流水线这一头冒了出来，只有人偶线慢一些，需要3天才能出来一架新的人偶。但就是这样，也把叶欢高兴的差一点跳起来。从今天开始，老子也是有工厂的人了，印都给老子好好印，给老子24小时不停的印，谁干得好，老子给他做个母人偶。很快原材料要用光了，叶欢大手一挥，10号脚盆鸡，你带上一些回春符，还有起爆符，随便换个谁的脸去趟黑市，卖了换些材料回来。10号鸡点了点头，拿上装着东西的储物袋，转身走了。叶欢2只眼睛瞪得大大的，这 TM 也可以啊，连鬼市都不用自己去了。
资本家的生活太美好了。叶欢这边的符篆工厂开得如火如荼，和欢宗内关于乱星海上换房一事也讨论得如火如荼。继续让莫尘渊去，以前段时间这位圣子的表现，宗门长老会也实在拉不下来这个脸。可是要让叶欢去，毕竟叶欢只有筑基境，而且没有带队经验，万一有啥事就麻烦了。谁做这个决定，谁就要担这个责。最后，龙葵宗大长老的一封书信一锤定音，这一次乱星海换房，派双倍，也就是2队人去，一队由莫尘渊选拔带领5000人，一队由叶欢选拔带领5000人。莫尘渊本来就已经去过2轮换房了，宗门自是放心，但是叶欢可是第一次，虽然有龙葵宗的支持，但毕竟没有经验，所以上官如玉和上官婉2人从长老会上回来，第一时间就把叶欢叫了过去进行交代。事情就是这样，2个月后，乱星海那边我和欢宗的镇守之地的换房就要开始了，提前1个月出发，那么留给你的准备时间就只有这1个月了。以你现在的号召力，组建5000人当没有什么问题。花儿，你可还有什么需要我俩为你做的？上官如玉这个师傅真的是没得说，上次防身的符篆给了一堆，根本用不完。紫霄神雷符还剩2张，十方往生符也还剩了1张。最珍贵的是那枚随机瞬移玉符，只有生死关头才可能用得上，所以还在身上带着。看了看叶欢的消耗，上官如玉觉得够用，也就没有给叶欢补货。不过上官婉倒是给了叶欢1张名单，那这些是我知道的不属于莫尘渊那边的人，这些人都很有个性，但是实力很强，你可以考虑让他们做小队长。叶欢有些好奇，但是当着上官如玉的面也不好像平时那样叫婉儿，于是恭恭敬敬地开口，就是说这些人的情况你怎么如此清楚？上官婉一脸的骄傲，我好歹也是和欢宗第一传功长老啊，要梳理一个这样的名单太简单不过了。不过嘛，你上次让帮你找空间系的神通，这个确实还没有找到。叶欢有些吃惊，和欢宗的传功长老亲自去找都没有什么眉目，看来空间系的神通确实太少了，真的只有抽空去赵晨阳说的那个秘境去看看了。接下来的日子，叶欢开始了出发前的准备工作。赵晨阳说的那个秘境，只有到了乱星海之后再抽空去一下了，毕竟征召5000弟子是当务之急。次日，叶欢在内门广场东，莫尘渊在内门广场西，2人分别摆下了报名点。乱星海换房的事，不是说你报了名就一定有资格去的，但是如果你不报名，你一定没有资格去。莫尘渊看到叶欢出来，几乎是全程黑脸。上次一战，等他醒过来后，睁开眼时已经回到了自己的亲传弟子小院，身边坐着脸色铁青的2长老肚子疼。狗腿子鸡无常语气低沉的把莫尘渊被炸晕过去之后发生的事情全给讲了一遍。莫尘渊闭口不言，因为无可辩驳，只是心头暗暗滴着血。3次了，连续3次输给了叶欢。如果说前2次是叶欢耍诈，那这一次他莫尘渊就没有了任何辩解的借口。众目睽睽之下，他莫尘渊连一个完整的神通都没有使出来，就在叶欢的连环攻击之下失去了意识。奇耻大辱，真的是他不强吗？修仙70余年，身怀极品火灵根，死在他成名绝技天火变之下的敌人不知凡几，甚至还有元婴境的高手陨落在他的手中。但是此时就连他师父2长老肚子疼努力张了张嘴，依然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根本不知道怎么安慰他了。说叶欢耍诈，擂台如战场，难道上了战场还期望你的敌人能给你讲什么规矩吗？说是自己太过大意，那活该你输啊。最后师徒2人什么话都没有说，莫尘渊关起门来大病了一场，差一点就走火入魔，最后还是肚子疼心疼这个亲传弟子送来了一枚定魂丹，这才让他勉强稳住心神。然后就收到了叶欢从龙葵宗回归，以及龙葵宗支持叶欢的消息。如果真的让叶欢代替莫尘渊带队去乱星海，那莫尘渊可能就真的毁了。作为师父，2长老肚子疼拼了老命，才最终推动在长老会上敲定了由他莫尘渊和叶欢各领一队人马前去换房，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现在2人一个坐在广场东，一个坐在广场西，2人遥遥相对，凌厉的眼神在广场正中间沉默地对抗着。叶欢冷笑一声，掏出了2枚助手，学着前世那些喜爱健身盘铁球的大爷们那样，在手上盘起了圈圈。看清楚了叶欢手上把玩的是什么东西后，莫尘渊眼神一缩，浑身微微一冷，率先移开了目光，不再与叶欢对视。然后2方招募点各招各的人，从此相安无事。多年以来，莫尘渊圣子这一派系一家独大的光景终于不在了。那些和莫尘渊不和，或者与他麾下之人有各种各样局龉的人，
这一次一股脑的全都投到了叶欢的麾下。毕竟内门的年轻弟子10几万人，每次只有5000人有机会去乱星海，而以前莫尘渊向来只偏向于他自己麾下的人，所以年轻弟子苦莫尘渊这个圣子久矣。而这一次将去2支队伍，整整1万人，整个合欢宗都沸腾了。20天不到，叶欢就召集了他需要的5000人，还按照上官婉的名单提拔了4个小队长，每队领1000人，然后叶欢再自领1000人。如此，队伍终于成型。1个月之后，宗门广场上，一共10只大型法宝巨舟整整齐齐排着队。这一次出行的弟子达到了1万人，一只飞舟只能乘坐1000人。就算以合欢宗的财大气粗，宗门里面也没有那么多巨型飞舟啊，所以有几只飞舟还是找别的宗门借的。广场上的弟子都排好了队，等待上船。乱星海那一片战场上，人族元婴境及以上境界的精英们都集中在2座关口上。一个铁王座山实际就是一座死火山形成的岛屿，但是位置更靠前一些，主要作用是驻扎军队。一个樊龙城位置稍稍靠后一点，关押的都是擒获的那些妖族。2个城市都是建立在这一片海域中最大的2个岛屿上的。而叶欢和莫尘渊他们带来的全都是金丹还有筑基境的弟子，他们要换防的其实是2边小一些的岛屿。这些小岛屿密密麻麻，星罗棋布，由整个东部大陆上所有的宗门统一划定了自己的防御区域，然后一个宗门负责一个岛来防守。拢共170多个岛屿，每一个岛的换防时间都不一样。170多个各宗门防守的岛屿，就总有人在换防。如此，对面的妖族也就习惯了。叶欢带着自己这5艘飞舟起航，上官如玉和上官婉远远地站着送别。严可儿和沈惊鸿跟在上官婉的屁股后面，也偷偷地跟叶欢打着招呼。这2人自从拜入上官婉门下之后，倒是和气了很多，不像以前那样总针锋相对了。上官如玉看着黑压压的人群，有些心绪不宁。婉儿，你说叶欢这次去不会有什么危险吧？能有什么危险？合欢宗镇守的防线已经100年都没有战士了，这10年就是去混贡献点的，可我总觉得心慌得很，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上官婉儿仔细盘算了一下，你那枚随机瞬移玉符不是给他了吗？爹给你的保命之物，你居然就这么送人了，还真是舍得。不过有那东西在，真要有什么危险，他跑总跑得掉的吧？随机，谁知道会把他传送到哪里去？算了，希望他用不上吧。莫尘渊的5只飞舟先行，叶欢的船队随后，一行上万人浩浩荡荡地出发了。航行1个月的时间，途中无风无浪，平安度过。一路上莫尘渊也没有做什么妖。这1万人平平安安地到了乱星海的第1大城铁王座山。中间是一座死火山，山顶是凹下去的，但是不知为何却缺了一个角，使这座死火山看起来像是一个王座一般，所以取名铁王座山。人族的元婴军团主力就在围绕着这座火山驻扎。像叶欢和莫尘渊这样带队来铁王座山，其实也仅仅只是路过报备一下，很快就会去自己的驻防地的。2人把队伍安顿在停船的广场上，就下船准备去拜见人类军团最高指挥官了。神霄公主，剑苍兰，修仙等级，炼器、筑基、金丹、元婴、化神、合体、大成、渡劫。而剑苍兰是大成后期巅峰的高手。剑苍兰倒是没有见着，在闭关，但是却见到了自家合欢宗的宗主，还有一众战斗型的长老在迎接他们俩。和其余宗门情况差不多，合欢宗也是擅长战斗的长老们都在乱星海，不擅长战斗的就在后方做贡献。合欢宗主苏清妹是剑苍兰的道侣，合体境高手。与他同行的3长老林泽川、4长老沈慕瑶、5长老陈墨宇默默跟在他的身后。苏清妹这位合欢宗的宗主，对于宗内近期发生的事情也是十分的好奇。陈渊那孩子边上的就是叶欢了吧？3长老林泽川也就是莫尘渊第1狗腿子级无常的师傅，他接过了宗主苏清妹的话头，应该是，看起来气宇轩昂，很有气势啊。老五，这小子是你当初从天南那边接引入外门的吧？5长老陈墨宇轻轻点了点头，没错，我记得他是中品精灵根来着，因为品级不够，所以分去了外门。林泽川语气当中充满了莫名的意味，在外门10几年才修炼到炼器境界，但是听说他最近只用了还不到1年的时间，刷直升筑基后期巅峰了，连莫尘渊都被他给击败了。如此蹊跷，不会是被那个邪修给夺舍了吧？众人齐齐转过头，瞟了一眼3长老，毕竟这话十分的诛心，但是谁都没有把他这话当真。据内门传来的消息，叶欢入内门那天，先去合欢宗祖师像前去进了香的。外人可能不清楚，他们几个长老可是知道的。那祖师像其实是件法宝，专门用于检测神魂的。
有祖师像在大门镇守着，夺舍重修的人绝对混不进内门。那叶欢成长这么迅速，只有一个理由，他叶欢一定另有机缘，而且还是大机缘。但是这机缘毕竟是属于合欢宗的，又没到外人的手上，所以众人只是瞥了一眼林泽川，并没有理会他。但是也都看出来了，三长老林泽川这是不喜欢叶欢啊。但是不喜欢你又能怎么样？人家只是路过这铁王座山，然后要去合欢宗镇守的前线岛屿驻扎，眼红人家的机缘还是怎么的？要是敢对自家宗门的后辈出手，还真以为苏青妹这个宗主是吃素的。远远的，两人行来就看到了台阶上的宗主和长老们。弟子叶欢、莫尘渊见过宗主及各位长老。两人到了台阶前，恭恭敬敬的行礼问候。苏青妹这位宗主成名已经数千年，他与自己的道侣的故事，可以说整个人类阵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叶欢行完了礼，抬头看过去，他乌发如泼墨般泄落腰际，几缕湿发粘在颈间，衬得那截肌肤银白如蜜，眉峰画的细长，眼尾微微上挑，晕着层桃花色的烟霞，眼波流转时漾开3分慵懒7分勾魂。朱唇噙着眉嫣红的蜜饯，唇角总挂着若有似无的笑意，说话时舌尖轻卷，连吐气都带着甜香。一袭绛紫色纱裙裁得极贴身，露出精致的锁骨，裙摆下的玉足踩着双绛紫绣鞋，脚踝系着银铃，稍一动便叮当作响，像勾人魂魄的符咒。抬头看清苏青妹宗主的那一瞬间，叶欢居然有一丝丝的失神，因为后背帽兜里的小敏传了一道灵力过来护住了叶欢的识海，于是叶欢的双目很快就恢复了清明。苏青妹，几位长老顿现惊异之色。哟，第一次见宗主，居然没有被他无时无刻不在散发的魅惑之力给迷住，这小子可以啊。叶欢，宗主修多情道的，魅惑之力无时无刻不在散发，这他自己也控制不了的，可不是有心想要考验你哦。宗门内清心诀你休息过吧，运转一下就能抵消了。叶欢这才惊觉，刚才自己差一点着了道道。偏头一看，莫尘渊圣子正满脸失望地看着自己，好像自己能很快清醒过来，有些出乎他的意料。看来这坏种是知道这事儿的，故意不告诉自己，想看自己出丑。苏青妹看到叶欢的表现很满意，点了点头，开始吩咐两人。陈渊来换房过几次了，倒是熟门熟路的。叶欢是第一次来，你要多学习啊。另外，我和欢宗还是第一次双人带双队来换房的，这样的阵容说是固若金汤也不为过了啊。不过我还是要叮嘱你们一句，任何个人的矛盾都不要扯到乱星海，这里是我人族第一道防线，谁敢在这里使绊子，别怪我当场清理门户。你们明白了吗？最后一句充满威胁意味的话出口，虽然没有灵气外放，但苏青妹话语中的威胁意味很是浓厚。叶欢和莫尘渊相视一眼，低头抱拳，口中称是。看来叶欢和莫尘渊两人之间的那点事，苏青妹也是知道的清清楚楚的，所以才在这里敲打两人。毕竟这两人都是合欢宗千年难得一遇的才俊，任何一个死在内斗之中，都是合欢宗巨大的损失。见两人乖乖听话，苏青妹语气终于缓和了下来。好了，只要你二人精诚合作，此次换房应当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不过就是10年罢了，好好相处吧。小欢欢，你还有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啊？叶欢连忙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储物袋，恭恭敬敬递给了苏青妹。宗主，这是我师父让我给您带来的，里面是他最近制作的一批紫霄神雷符以及10方往生符，另外还有一封信给您，都在里面。哎呀，月儿是真乖，当年不枉我奔赴万里才把他给请过来。总之你们师徒俩都很好，行了，你们也不要在这铁王座山久留，带着弟子们去住房地吧。是。叶欢和莫尘渊两人走远了，苏青妹和一众长老却还站在台阶上远远地看着，没有离开。感觉到了吧？是的，很危险，很强大，但是却没有恶意，因为他并没有完全掩盖自己的气息。难道他就是叶欢的机缘？不对，叶欢从晴朗小世界回来之后才带着他的，时间对不上。他应该知道我们注意到他了吧？不知道，不过他和叶欢的关系可不像一般的人类与灵宠之间那样的简单。苏青妹只起了一句头，余下的都是几个长老在七嘴八舌的乱猜一气，但是没有一个人说到了重点。苏青妹只好一声轻叹，点拨了一下众长老，行了，别猜了，他身上的波动很熟悉，龙葵宗的宗主在施展功法时也有同样的波动。几人顿时眼前一亮，差一点惊呼出声，龙葵宗的那位龙族先祖，操，是哪位大神？叶欢这小子，这什么狗屎运？是那位的话，应当不会与人族为敌，但是也要小心戒备着。听说叶欢带着他去了一趟龙葵宗，那可是他们自家的祖宗啊，居然没有人认出他来。
那刚才他应当是故意没有遮掩自己的那一丝气息了。他是什么意思？这是怕我们对叶欢不好啊？几人讨论的热火朝天，只有三长老林泽川目光闪烁，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叶欢和莫尘渊各自带着5艘船，又向前在茫茫大海上航行了3天，这才到达了合欢宗的驻地岛屿。那是一个很平坦的海岛，海岛之大，住几十万人都绰绰有余。现在岛上只有5000合欢宗的守军以及他们的队长朱清河。朱清河是5长老陈墨宇的亲传弟子，一直以来和莫尘渊也不是很对位不过，他和叶欢也不熟，所以只是简单打了个招呼，然后带着自己那5000人跳上了船，准备启程。倒是他麾下的5000兵士和新来的这1万人有说有笑的打着招呼，双方的交接换防也是很顺利。来的路上，这边岛上的防御阵法大家都演练过很多次了。交接过程中，莫尘渊破天荒地向叶欢这个方向找了过来。叶欢师弟，有件事情跟你商量一下。叶欢不置可否，伸手示意对方说就是了。我的人中有些已经来换防过2轮了，他们对岛上的防御阵法非常熟悉，不如就让他们继续维持阵法的运转吧。如此，你的人也可以多休息一下，毕竟10年很长，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莫尘渊的话里很是真诚，但是叶欢回过头，认真地看了一眼莫尘渊。哼，宗主前脚吩咐完，你后脚就还跟我玩这些把戏，你就直说，不参与阵法运转维护的兄弟，是不是也可以分贡献点？莫尘渊直接就否定了，没参与，那当然不能分。叶欢轻笑，圣子这是拿我当猴子耍啊？莫尘渊，我告诉你，事情一起做，贡献点一起分。我带来的人和你带来的人都是合欢宗的弟子，别玩这些花花肠子。说完，也不管莫尘渊脸上什么表情，径直就走了。最终换防完成。这个驻防大阵本来就是靠海量的低境界弟子贡献力量来镇守的，阵的特性就决定了，其实它的形态很好改变，毕竟战场上就是这样千变万化的，否则敌方破掉你一个脚，你的大阵就完蛋了吗？大阵在2方人马的一阵操作之下，变成了东西两端为阵眼的一种防守模式。叶欢的人守北面，莫尘渊的人守南面，两方共同面对西方妖族进攻来的方向。然后叶欢开启了他10年驻守生涯的日子。镇守这片海域其实事情还是很多的，因为这乱星海的海面之下一样有着生灵，他们是海族，他们觉得自己不是妖族，但也不是人族，所以向来不参与妖族和人族之间的争斗。但是妖族和人族在他们的头顶上杀来杀去的，搞得他们上火得很，两边他们都很讨厌，所以人和妖都在想办法和这些海底的生灵打交道。毕竟海族的强者并不比妖族或者人族少，因为这茫茫大海的面积比东大陆还有西大陆加起来都还要大，可想而知那深海底层之下会有多少强者。当然海里的天材地宝之多，自然也不会比陆地上差了。所以除了分出一半的人和莫尘渊那边的人一起镇守这岛上的大阵外，就还经常有一些小任务可以去做，比如按照宗门的要求去收集一些矿物、植物、海底的一些特别的天材地宝之类的，让兄弟们不到于太过无聊。而叶欢安排好这一切之后，就要去做一件他期盼了很久的事情了，就是去赵晨阳说过的那个秘境查看查看。那个号称必须身负空间灵根或者有蛟离，最不济也必须有蛟离的灵根才能进得去的秘境。而进这个秘境之前，叶欢要先去一下离合欢宗3天路程的阔剑门镇守的海岛。阔剑门那边比合欢宗要早半个月完成换防。这一次赵晨阳身为大长老不一定会来乱星海，但是刘西瓜是很有可能来的。刘西瓜啊，叶欢想起了那晚的美好，也不知道他长春宫练得怎么样了，正好找他检验检验。于是叶欢随后去随便领了一个不重要但是耗费时间比较长的任务，这样他就有正大光明的理由去办自己的事了。与此同时，一个神秘的人族通过海族的中间人联系上了妖族那边的人。一座无人的小岛上，遮得严严实实，一看就是人类身形的生物正负手而立，等着什么人到来。半晌之后，一个体型巨大的长腿生物从天而降落了下来，虽然看上去还是有些人类身形的，但禽类的特征更明显，所以这是一个妖族。如月中天，有心共鸣。对完了海族的中间人给他们的暗号，两人都知道正主来了。人类，你有什么消息可以给我？一头起码10几万岁的龙。什么？你有龙族的消息？龙族在这个世界已经消失了快10万年了，快告诉我。那2脚瘦高的飞禽妖激动的伸手就想去抓那个人类。妖族就是这样，动手永远比动脑子更快。可惜那名人类不是弱者，强大的气息一出，压得那妖族不敢再寸进一步。
哼，想知道消息，拿东西来换，否则哪里来的，滚回那里去。一点气息就把那妖禽压得喘不过气。没办法，打又打不过这名人类，只好老老实实从怀里取出来一个袋子，里面装着中间人事先说好的代价。毕竟一头10几万岁的龙族消息，的确值得中间人说好的那个价值。人类拿到了袋子，却看都没有看，抛出一枚只能读取一次的玉简抛了回去。对方收到东西，匆匆忙忙的一张双翅飞走了。那名人类看着那妖禽飞远了之后，这才一声冷哼，将手上妖族给的那个袋子震成了齑粉。看得出来，他根本就不是为了那点东西而做的交易，随后才慢慢隐没在了黑暗中。叶欢安排好了所有的事情，预计至少半年的时间，这里的一切离了他一样可以运转，这才放下心出发去了。东南方向3天路程，刘西瓜，我来了。叶欢一路向东南方向飞去，3天的路程，说远也不远，但是说近也不近。临行前，叶欢在和欢宗驻守的岛上找了一个地方，安顿好了自己的符文流水线工厂之后，就仔细的盘算过自己当前的情况，这秘境还真是非去不可了。因为他这一身的空间灵根，连个合适的神通都没有，说出去简直笑掉大牙。虽然自己当前的战力主要依赖的是起爆符和破网之眼，但叶欢有预感，后续随着境界的提升，起爆符能给对手造成的伤害怕是会越来越低了。而那一处秘境，是叶欢唯一有可能找到与空间相关神通的地方，这是他不得不去的原因。很快，阔剑门驻守的岛也要到了。远远的，叶欢找了一处礁石暂时落脚，然后取出宗门给他的通灵玉发起了信息。合宗欢的弟子都有统一的制服，还有一块标配的通灵玉，只要在一定的范围内就可以用它互相感应，甚至能传递一些简单的消息。这还是当时出发去晴朗小世界时宗门给配发的。阔剑门自然也有一样的东西。当时刘西瓜和叶欢分开的时候，两人碰了碰，早就加上好友了。果然，叶欢拿出通灵玉感应到了刘西瓜，输入灵力激发，刘西瓜马上就知道叶欢来了，正在这一处礁石等他。叶欢坐下休息，开始养神。虽然信息发出去了，但是刘西瓜什么时候能过得来就不好说了。2个时辰之后，一道虚影悄悄出现在了礁石上，来的正是刘西瓜。一声嘤咛，刘西瓜扑进了叶欢的怀里，修长又健美有力的一双大腿自然地环上了叶欢的腰肢。不愧是玩重剑的姑娘，那晚要不是叶欢给自己贴了回春符，怕是根本就斗不过他。眼见着刘西瓜又开始媚眼如丝地凑了上来，叶欢连忙叫停：停停停，西瓜，我来找你是有正事的，请叫我西瓜圣女。闻言，叶欢嘴角笑起了一个好看的弧度。哟，赵晨阳那老小子还蛮给力的嘛，这么快就给你办妥了？那当然，主要还是我自己给力。你给我的地级功法长春功真的是太厉害了，我现在也是筑基后期巅峰，已经3转金丹了。刘西瓜虽然没有继续进攻叶欢的嘴，但是依然盘在他的腰上，舍不得下来。好了好了，知道你厉害，快下来吧，我们要去一下那处秘境了。见叶欢说起了正事儿，刘西瓜这才不情不愿地下来了。我带队来换房的时候，赵晨阳长老说你大概率是要来乱星海的，而你只要来了，必然会去那处秘境，因为那秘境就在乱星海的中央，所以他让我把这个图带上，还给了我一架非洲。叶欢接过刘西瓜递过来的2样东西，先打开地图看了起来。上次分开的时候只知道大概的方向，这赵晨阳还真是懂事，画了份更详细的地图，还贴心的给备了非洲。非洲这东西叶欢也不是没有，但是赵晨阳准备的非洲明显品质等级都要高出一大截，原本要飞个10天半个月的路程，有他在3天就能到达，这东西太合心意了。叶欢高兴，赏了刘西瓜一个吻。你方便跟我一块儿去吗？营地那边会不会生乱？刘西瓜拿过非洲一抛，运足灵力一催，非洲就原地迅速变大了。放心吧，我手头上7、8个任务呢，3年5载的不回来都很正常。然后刘西瓜飞身上了非洲，叶欢也紧跟了上去。刘西瓜操纵着非洲自动航行后，就迫不及待地拉着叶欢进了船舱。那真是好大的一张床，一路向西南，又是3天的路程。但是这3天非洲行进的距离，比叶欢从合欢岛到阔剑岛飞那3天远了不下10倍之多。这3天叶欢是夜夜笙歌，要不是他和欢宗功法的底子在，这3天的时间他就被刘西瓜给踩不干净了。叶欢好不容易争得一个中场休息的时间，坐在非洲船头长叹了一口气：小米阿姨，我有件事想不通啊。说吧，老娘10几万年可不是白活的，这刘西瓜不是被我算计才失身于我的吗？而且还被你用契约给控制了神魂，他不是应该恨我吗？
难不成被你控制的神魂会不由自主地爱上我这个主人？卧槽，那4个原因，难不成也？叶欢思虑至此，菊花一紧，大母龙小敏从帽兜里面飞了出来，一屁股坐在了船舷上。呸，你想多了，白虎世界本就弱肉强食，你这人皮相还是不错的，加上个人能力又强，实力还变态，甚至能越级击杀元婴。你这样的男人，不管有没有契约，只要是个少女，爱上你的可能性都很大。不过这刘西瓜嘛，玩重剑的女人天性就是慕强的，你这是歪打正着罢了。叶欢这才放松了下来，重重叹了一口气，随即眼神一亮，不如我们来聊聊小敏阿姨你生活的那个时代吧。10几万年前的物价水平如何？龙们都爱吃些什么零食？你们睡的窝里面有没有金灿灿黄澄澄的珠宝？小敏又要开始笑了，她艰难地捂着嘴，笑得一耸一耸的。你要真的不想回去那仓房的床上，大可以直接给刘西瓜说就行了，不用没话找话的在这里陪我。要不你认个怂，给刘西瓜下个话，承认自己不行不就可以了？叶欢闻言不干了，当即腰一挺，眼一瞪，我是男人，男人怎么可能不行？切！不屑眼神一丢，转过身悲壮地走向了船舱。赵晨阳给的地图上标的是一个3不管的地带，妖、人、海3族在这个地方处于混居状态，类似于叶欢前世听说过的著名的金三角。同样的，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空虚岛。非洲快到时候，叶欢终于把刘西瓜喂饱了，一个巨大的城市也出现在了下方。等等，城市，这他娘的会是秘境所在的？刘西瓜操纵着非洲降落在了空虚岛的广场上，这是非常专业的停泊码头。两人收起非洲，缓缓步入城中。一些修为低，只有下品灵根的修士，年老的年幼的，犹如普通市井小贩一般围了上来。来来来，走一走，看一看新鲜出炉的空虚海眼图。空虚老人传承真正入口地图，1块灵石1份嘞，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空虚老人的秘境开启条件大揭秘，10块灵石就能得1份。空虚老人与他师妹不得不说的故事合集套装，只有10分，只有10份。叶欢和刘西瓜站在广场上，看着涌上来推销的人群，目瞪口呆。秘境，这都快搞成菜市场了。反正也是有钱，所有推荐的叶欢来者不拒，每样都来了1份，然后拉着刘西瓜钻进了一间茶楼的2楼包厢研究了起来。叶哥哥，这大街上买来的东西靠谱吗？叶欢摇了摇头，重要的信息当然不会有，但是一些生平、传记这些东西还是能看出来一些的，也有些作用。良久，两人从面前那一堆的纸张、玉简、羊皮卷中抬起了头，居然来对了。空虚老人是5万多年前的一名散修强者，身负空间灵根，并修有一身的空间神通，其中裂空斩神通之强，横扫当世一切敌。不仅人族中无人能和他抗衡，就连妖族和海族也鲜有强者能匹敌。而且空虚老人的洞府的确是在这里，只是5万年前他作化之后，他的洞府就自动隐去了。但是他生前的赫赫威名还是吸引来了不少人在这空虚岛上徘徊。那裂空斩神通以及他的其他传承很有可能就在他的洞府之中，只是5万年了，直到现在也没有人真正进去过。从眼前的资料上来看，空虚老人的洞府每过100年就会现世一次，供人们前去尝试获得机缘，而上一次才过去了10多年，离下一次开启还早着呢。如果平时想要进去，这周围的海域倒是有100多个海眼，有一个海眼也是能通向洞府入口的，就是很难找到它，因为它随时都在变换位置。最后一条有用的消息是，要想进去空虚老人的洞府，当找到入口还不够，还得有2样条件，一是身具空间灵根，二是需要洞府的秘钥。看到这里，叶欢有些不解了，抬头看了看窗外那繁华的不成样子的空虚城。因为一个秘境而兴起一座城市，这种情况实在太魔幻了。5万年了，这茫茫白虎世界就没有过空间灵根出现，或者说就没有身负空间灵根的来过这里。刘西瓜抽出一张羊皮卷，有啊，这里记载的前前后后有5个身负空间灵根的人来过这里，每一次都激起一片腥风血雨。叶欢眉毛一挑，已经有人来过了，那秘境没有打开吗？上面写着来的都是些下品、中品空间灵根，一个上品或极品的都没有，所以有可能是秘境考验没有通过吧。反正的确是没有进去。叶欢点了点头，这就说得通了。不过自己是极品空间灵根，也许机会大一些。叶欢叹了叹气。另外，进洞府2大条件的另一条秘钥，3万年前就被一个姓李的人得到了。那人带着秘钥在这空虚岛上，围绕着他在这里搅动风云，居然发展成了一个大家族。
真是世事难料啊！刘西瓜也苦起了脸，这一点他也没有好主意。叶哥哥，就算你这极品灵根有用，没有秘药也不行啊！要不咱们去抢吧，把你上次炸元婴用的那个球球，放他几千个精力加，炸他个人仰马翻，然后我们再偷偷去把那秘药借来，如何？叶欢看着刘西瓜那兴奋的样子，有些头大。这女人天生暴力分子，对重剑、爆炸之类的东西有超乎寻常的热爱，但是几千克，叶欢无力地翻起了白眼。就算自己现在有流水线工厂，一天24个小时不停地在印刷，现在的库存也没有几千克驻手啊。几千个？你当我是批发商啊？还有，女孩子不要整天打打杀杀的，要动脑子。走。刘西瓜一脸疑惑，干嘛去？叶欢起身，头也不回了下楼去了。去谈合作。两人一路打听，很快到了厉府，一座占地超过了1000亩的超级大宅。门房见有人在厉府门前驻足，于是上来讯问：请了，这里是空虚岛厉家，两位在此驻足，敢问是有什么要事吗？叶欢点了点头，有礼貌，但是不多，麻烦通报厉家家主，就说何宗欢弟子叶欢有要事前来拜见。然后取出临时准备的拜帖递了过去。那人应诺，进去通报去了。不多时，有人出来领叶欢两人进了主殿会客厅，自有丫鬟上来奉茶。茶过一巡，门口来了人。哈哈哈，听说有合欢宗的贵客莅临，我厉某人有失远迎啊！一声爽朗的连串大笑，带着一个微胖的年轻人出现在了门口。在下合欢宗叶欢，这位是我的红颜知己刘西瓜，见过厉家家主。叶欢礼数周全，但来人却连忙摆手：不，我叫厉飞宇，是厉家少主，我爹现在闭关中，所以由我来招待二位。两位刚才递拜帖时也有重要事情相商，不知是有何事啊？厉飞宇回过礼后，自去主家位置上坐了下来，也是与二人坐下商谈。叶欢也不言语，只是运动周身灵力，激活了自己的空间，极品灵根丝丝空间波动在叶欢的周身，向四面八方扩散开去。厉飞宇眼睛一缩，空间灵根，而且波动如此纯粹，上品？不对，是极品。极品空间灵根。厉飞宇惊诧莫名，吓得站了起来，手上的茶杯啪的一声被他捏了个粉碎。他厉家自从得到那空虚老人洞府的秘药之后，来到这乱星海空虚岛已经足足3万年了。原本以为找一个空间灵根的人不算难事，没想到下品中品的空间灵根根本不顶事。组织了好几次很大规模的洞府探险，结果都是死伤惨重。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奠定了他厉家在空虚岛数万年来的根基。先祖曾经断言，那空虚老人的洞府非上品空间灵根不可破，此事也就慢慢耽搁了下来。3万年过去了，厉家在这空虚岛上的经营暂入佳境，能不能打开空虚老人的洞府，反而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没想到今天，居然有一个极品空间灵根的男子出现在厉家面前。厉飞宇很快冷静了下来。叶少侠身负极品空间灵根，看来是来找我们厉家合作的。叶欢收起了灵力，端起了茶盏，慢慢喝了起来。没错，厉家有秘药，而我有灵根，我想我们是有合作基础的。不过此事事关重大，不知道厉少主是否需要请示一下厉家家主。毕竟，厉飞宇挺了挺还不算太险的肚子，傲然道：不必，如今我父亲在闭死关，厉家之事我做主就好。虽然有些不幸，但厉飞宇这个少主都这样说了，叶欢也只能作罢。叶少侠，你既上门合作，有何条件？叶欢上门来求合作，当然最终目的是为了空虚老人的空间神通功法，其余的给厉家也无所谓。厉少主，你我合作进了秘境之后，发现的所有功法都归我所有，其余的天材地宝、法器、丹药，甚至于洞府本身都可以归厉家，如何？厉飞宇也端起了丫鬟新送上来的茶盏，借着品茶的时间，在脑海里面反复不停地盘算着。好，一言为定。不过，叶欢轻轻一皱眉。不过什么？不过，组织人马闯那空虚老人的洞府，人数少了是不行的，需要一些时间准备。在正式成型之前，叶少侠可否就在我厉府小住？我再派几个护卫保护你的安全。当然，主要是为了得的安全。毕竟咱们的合作可是大事，一点闪失都不能有。在这期间，空虚岛上的风景，叶少侠可以好好逛一逛。厉飞宇这话倒也没有什么问题。叶欢想了想，点了点头。如此，甚好。叶欢和刘西瓜被安排在了客房，两人的自由倒是没有受到限制，但是门口站了2名高大的金丹境的护卫，声称是来保护他们的。而且叶欢和刘西瓜要是想出去逛逛空虚城，他们也会寸步不离地跟着。刘西瓜有些不喜，叶哥哥，他们不会是想监视我们吧？怕我们跑了还是怎么的？
叶欢倒是老神在在。很正常，在我们修仙界，其实只有3种人，一种是前辈，一种是道友，还有一种是蝼蚁。我们俩不过是筑基境后期巅峰的人，金丹也就几转罢了。能随时拿出来2个金丹护卫的家族，怎么会把我们放在眼里？在厉家的眼里，我们就是蝼蚁。等着看吧，只要进去了空虚老人的洞府，等我这个空间灵根没有了必要性的时候，他们的嘴脸就会露出来了。现在我们是上宾。叶欢倒是对自己的处境很清醒，反正他也不惧厉家耍什么手段，干脆躺到榻上养起了神。在非洲上损耗的精力可不是回春符能填得上的，还是需要真正的休息才能补得回来啊。但这一番话却把刘西瓜听得一愣一愣的。厉飞宇坐在后院小厅中，一个管家模样的人静静地立在他身边。这2人的来历查清楚了吗？当真是合欢宗的。少主，根据情报来看，那男的确实和最近合欢宗风头无两的叶欢很吻合，但是那女子没有查出来是合欢宗的什么人，而且这2人的实力的确是在筑基后期巅峰境界，查遍了整个空虚岛也没有发现他们后面带跟了什么人。厉飞宇眼里闪烁着危险的光芒，也就是说，如果我把他们俩给弄死在这里，也不会有人察觉，对吧？管家虽然微微佝偻着身子，但言语之中却表示了反对的意思。他既然有胆子来，当有保命的手段在身，还是进了空虚老人的洞府再下手吧。只要进去了，在那里面就是天王老子也跑不掉。而且他身负极品空间灵根，这一次的确更有可能拿到空虚老人的那些东西。不如等进去了，拿到了东西，再把它练成铁石傀儡吧。厉飞宇点了点头，好，就这么办。不过事后万不可让外人知道那空虚老人的洞府被我们搬空，我还要让这个摇钱树世世代代为我厉家揽财呢，这可是个会下金蛋的神机啊！去吧，好好安排。管家欠了欠身，应声而去。是，少主。第2天，整个空虚岛沸腾了。厉家放出了消息，又找到了一名空间灵根的拥有者，将在3天之后再次开启空虚老人的洞府。本着为岛民服务的原则，只要缴纳1万灵石，就有资格随厉家少主一起进入。只要进去了，内中机缘自是各凭手段。但是这1万灵石可不是谁都能拿得出来的什么。厉家要再开空虚老人的洞府，这都第几次了，每一次都要死一大批人，偏偏这些人还乐意去，还是自己交灵石买来的去死资格。操！那你去吗？去啊，干嘛不去？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你有1万灵石，去借，去偷，去抢，反正不能少了我啊！有理有理，同去同去。正在和刘西瓜逛街的叶欢，身后不远还跟着2个金丹，听到路边这相当炸裂的对话，顿时目瞪口呆。这还他妈可以收门票？1个1万，10个就是10万，100个就是100万枚灵石。这要是去1000人，他怎么不去抢？感觉自己痛失最少几百万枚灵石的叶欢，后知后觉，恨得牙痒痒，但又无计可施。而且叶欢打听了一下，以前不是没有进去过，只要有空间灵根和密钥这2项条件，就一定能进去。但是空虚老人的洞府里面，阵法林立，杀机四伏，每一次都至少进去几千人，能活着出来的还不到1成，9成的人都会死在里面。就这，卖1万枚灵石一个位置，还照样挤破头。现在叶欢总算是知道这厉家到底是如何在空虚岛创下如此大的家业的。但是叶欢心里却有了一个新的疑问，这厉家是真心想要把空虚老人的洞府探查干净，然后收取一空的吗？让这座因为他几万年的威名而成长起来的空虚城，因为失去空虚老人这个噱头而慢慢凋零？不见得吧。空虚岛乱了。叶欢带着刘西瓜就这么在街上信步走着，也没有个什么目的，也没有个固定的速度，反正就是这么走着。慢慢的，厉家在想些什么，在计划些什么，开始在叶欢的脑海里成型，异地而处。如果是叶欢碰到这样的情况，自己是利用完了之后就搞死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小子，还是任由对方取走秘境里的机缘，让空虚岛就此衰落下去呢？呵，好难猜啊。不过叶欢从来不带怕的，瞥了一眼身后2个金丹保镖之后，转过身带着刘西瓜往来实路回去了。3天之后，厉家广场上乌泱乌泱的挤满了人，全都是缴纳了1万枚灵石的人。这几天空虚城的物价简直毁得不成样子了，原本价值5000灵石的东西，作价2000灵石就卖了，全城到处都是大甩卖。因为厉家只收灵石，市面上灵石几乎被一扫而空，那么谁家用灵石低价收购呢？这些原本高价值的东西去了谁家？还是厉家左手以低于原本价格的1半来买进各类物资，付出去海量的灵石，
右手再让报名的人每人缴1万灵石的报名费，又把灵石给收了回来。左手倒右手，一个圈下来，挣了何止1000万。想到这里，叶欢的心里在滴血，太他妈会做生意了。无论是那个世界，都有狗资本家的存在啊。但偏偏叶欢又没办法说些什么，毕竟自己是外来的，玩什么手段都不容易争得过厉家这个地头蛇。好在马上就不用想这些破事儿了，因为广场上的人到齐了。厉飞宇和叶欢从厉家内宅慢慢走了出来。各位，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一次与以往有什么不同。这一次我们找到的是一位极品空间灵根的拥有者，相比以前成功率大大增大。1万枚灵石算什么？只要你敢拼，就是10万枚、100万枚也有可能挣出来。这一次我们一定能成功打开空虚老人的洞府。出发。然后第一个昂首挺胸上了厉家的巨型飞舟，身后那些买了门票的近2000人也一并上了船。厉家倒也不怕会有人不买票，在后面偷偷跟着，因为没有飞舟的庇护，他们过不了海眼那一关。很快飞舟向上升了起来，叶欢向下望去，这才看到整个厉家整个宅院的正中间有一座巨大的雕像。厉飞宇手上掐诀不断，很快那雕像就缩小，然后腾空飞起，落到了厉飞宇的手中。叶欢在一旁看得直发愣。秘药，感情这厉家得到的这宝物就这么露天放着啊？到底是艺高人胆大，还是厉家有万全的准备，不怕被人偷？雕像缩小飞到厉飞宇手中后，船上的人都发出一阵欢呼声。终于要启程了。空虚老人的洞府差不多每100年会自动现身一次，那一次就不需要去找，只要具有空间灵根者拿着秘药直接进就行了。但是平时要想进去那就麻烦了。空虚岛周边大大小小有100多个海眼，只有一个海眼能安全的通向空虚洞府，而且这个海眼还是不停变化的。选错了，那不好意思，你就等着被海眼中的阵法之力搅成碎片吧。而厉家手上的这个秘药能准确地感应出真正正确的那个海眼，所以飞舟并不是起飞向那个方向前进，而是向上，一直向上。上到一定的高度之后，下方的空虚岛变小，而周边海域一览无余。厉飞宇手上的小雕像开始有了反应，那边。厉飞宇一指他感应到的方向，飞舟顿时就向那个方向飞了过去。不多时，来到了一个海眼上方。此海眼与别的海眼并没有什么两样，众人也看不出来什么区别。但是厉飞宇手持秘药，他说是这里，那必定就是这里了。厉飞宇把手上的雕像秘药递给了叶欢，调动空间灵根，以空间之力灌注其中，至少坚持30息，飞舟才能安全通过此处。叶欢点了点头，方法倒是简单，于是照做。很快，随着叶欢空间之力的散发，雕像变得明亮了起来。下方的海眼一下子扩大了许多，原本纯海水填充的海眼，现在居然变成了一个通道。船上的众人顿时欢呼了起来。飞舟向下，慢慢进入了那个巨大的海眼通道。雕像在叶欢的支持下，散发出一种奇特的光，那海眼中的海水就像是被他隔绝在了外面一样，果真一点水都进不来。30息，说长也长，也不长也不长。只是叶欢并没有修炼任何的空间神通，单纯的用灵力调动空间灵根来产生空间之力进行灌注，对叶欢来说属实吃力了些。很快30息时间到了，众人眼前一亮，飞舟终于穿过了那个海眼通道，平安到达了另一边。这里居然是一个世界。没错，所谓的空虚老人的洞府并不真的是一个山洞或者一套房子什么的，而是一个世界。这里有天空，有大地，有山有湖，有树有鸟，除了天上没有太阳，可以说这里应有尽有。空虚老人的洞府，或者应该称这里为空虚界，一个和晴朗小世界差不多的地方，一眼过去都望不到边。厉家的飞舟一反常态的没有向前飞，而是就地下降，落了下来。厉飞宇像是在跟叶欢交代些什么，无论是那个海眼进来出通道的时候都会在这里，所以这里有什么危险我们是再清楚不过了，毕竟已经来了好几次了。叶欢不知道厉飞宇口中的危险指的是什么，因为这个世界看起来是那么的祥和，那么的无害，远山如黛，松涛群舞，总之很美的地方。近2000人下了飞舟之后，厉飞宇把飞舟收了起来，冲着周边人群一个拱手，各位，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前程，就看各位的福缘了。不管收获如何，1个月后的今天我在这里等大家，如果没有出来，那就只能怪你命不好了。珍重。轰然一声，整整2000人作鸟兽散了。送走那些花大价钱进来撞机缘的人之后，厉飞宇转过头看向了叶欢，叶少侠，接下来就看你了。厉飞宇向看叶欢，接下来就是叶欢展现他的能力了。
叶欢先是向四周看了看，他注意到一个人，这个人应当是第一次进来，每一步都小心翼翼的，完全不像有些熟手那样直接向着一个方向就冲。但是没走几步，突然整个人从左到右斜着变成了2片，没错，是2片。然后一阵血雾之下，众人才看清，把它切开的居然是一条无形无相无影无踪的空间裂缝。1万枚灵石换来的资格，还没有到5分钟就把命给送了。随即那道空间裂缝又再次隐去了，重新变得无影无踪。叶欢倒吸一口凉气，原来整个空虚界到处都是这样肉眼根本看不到的裂缝，谁撞上去必死无疑。刘西瓜也有些吓到了，从储物袋里面掏出一把重剑，向刚才那个隐身裂缝的方向抛了过去。果然重剑一样被他切割成了2截，虽然低级，但毕竟也是法器啊，居然也能如此顺利的切割。叶欢神色凝重，然后默默地发动了自己的最强依仗破望之眼。整个空虚界在叶欢的眼里全都变了样，一抬头，破望之眼下满天满地到处都是黑色的空间裂缝，一条条一道道的横在空虚界各个角度，完全没有任何章法。这非洲落地的这片区域居然是最安全的，而那些人离开的方向一眼望去也勉强能够通行。看来为了探出这些安全道路，之前几次进来的人没少死啊。可惜这些空间裂缝在叶欢的破望之眼下有如白纸泼墨一般的显眼。厉飞羽拿出了一张图，这是我厉家先辈们摸索出来的安全线路，不过这里的空间裂缝时不时会有新生的，也有湮灭的，这图只能保证大概，但也能省很多的功夫了。不过此图是我厉家机密，而且我也有些担心我们之间的合作，毕竟这秘境已经进来了，厉家密钥后面也用不到。叶少侠得了这图会不会抛开我厉家？我有些担心啊。叶欢知道重头戏来了，厉少主的意思是，叶少侠，我这里有一枚天尸丸，服下之后我就将这图交给你，事后之后你我按照约定的分配得到的物品，到时我再给你解了这天尸丸，如何？天尸丸，天师门的独门秘制药丸，服下后神魂受控，每旬都会痛不欲生，必须定期服下解药方可缓解。要想彻底解除这种控制，那必须要服配套的解尸丸才行。但是这天尸丸和解尸丸是1对1，一颗配一颗的，拿别的解尸丸来服用，不配套的根本就没有用。天师门靠卖这天尸丸套装，那可是挣得盆满钵满的。叶欢一听这天尸丸，立马就知道这厉飞羽打的什么算盘了。叶欢的身后4个方位上也站了4个元阴境高手，将叶欢的退路全都锁死了。厉家虽然比不上合欢宗这样的名门正派，但也是一方豪强，4个元阴还是能凑得出来的。那阵势用来对付2个筑基后期的修士，简直是10拿9稳。叶欢冷冷一笑，看向厉飞羽的眼神变得冰冷。我若是不从呢？厉少主是打算用强的？厉飞羽微微后退，躲至众人身后。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只要控制了你，这空虚老人洞府里的东西照样是我的。不如你束手就擒，我们也好省些功夫，如何？毕竟你叶欢想要走到最后，而且要得到空虚老人的功法，没有我手上的这张地图，怕是白日做梦了。叶欢不得不承认，站在厉飞羽这角度，这排场的确安排得很周全了。可惜他错算了叶欢的实力和底牌，性子也太急了一些。叶欢没有再回答，而是拿出了2张神行符，一剑符指，顿时场上所有人全都戒备了起来。叶欢以独家手法激活，一张拍刘西瓜身上，一张贴自己身上，然后这空虚界的一切在叶欢的眼中慢了下来。叶欢倒是很熟悉这种情况，但第一次经历急速的刘西瓜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叶欢拉着他直接从4名元婴的包围圈的空隙间光速跑掉了。2人从众人眼前掠过时，衣服与空气摩擦出的细小电火花噼里啪啦，甚是好看。这衣服也是合欢宗这样的大宗门给所有的弟子配备的统一服饰，还是法器。虽然这衣服只是最低级的法器，但是这种急速之下，与空气摩擦出电火花再多也不会被烧毁，也算是保证了叶欢和刘西瓜2人不会变成赤裸裸的白条。2人操着世间急速，很顺利的从厉飞羽还有一众元婴的包围圈中华丽丽的跑掉了。厉飞羽一脸错愕的表情，下巴都没来得及合上。速度快没什么，速度快成这样就实在是太过骇人听闻了。要是知道叶欢和刘西瓜还有这一手，他高低会搞一套限制速度的阵法啊。而且这到处都是空间裂缝，他算定了叶欢是需要那张地图的。没有地图上的安全线路，一路靠活人硬堆的话，起码死好几百人才到得了空虚老人的洞府所在地。而叶欢和刘西瓜只有2个人。叶欢这种一听说要他吃天尸丸，二话不说就跑路的作风，让他很是看不懂。
有些不自信的厉飞宇结结巴巴地问着身边的管家：“福伯被他跑了，怎么办？他没有地图，不可能知道安全的路线。难道这叶欢有能躲开这些空间裂缝的方法？”那管家正恭恭敬敬地站在一旁，一点儿也没有吃惊的样子。少主，世上奇人异事难说得很，不排除这种可能。厉飞宇顿时紧张了起来。什么？那怎么办？他可是有极品空间灵根的人啊！如果让他先到达空虚老人的洞府，让他先进去了，万一真的被他得了传承，那我们……福伯向前一步，表情终于有些凝重了。所以，我们必须赶在他之前到达，把他拦在洞府之外。厉飞宇终于认真了起来。妈的，这姓叶的敢敬酒不吃，吃罚酒！厉家子弟听令，全速前进，务必在叶欢之前到达洞府门前。是。叶欢拉着刘西瓜一口气跑出了10几里地，一路上吓得刘西瓜是心惊胆战的。毕竟这里到处都是空间裂缝，叶欢这样拉着他乱跑一气可是很容易撞上去的。终于，叶欢拉着他在一块比较平的石头上停了下来。刘西瓜的小脸已经被吓得一片惨白了。叶哥哥，咱们这样乱跑不会撞上空间裂缝吗？叶欢回头看了看，确定已经离厉飞宇他们远远的了，这才放下心来。放心吧，我有独门方法，能够看得清楚这些空间裂缝的存在。闻言，刘西瓜眼睛都瞪大了。是吗？那太好了，我们就能先一步到达空虚老人的洞府了。咱们现在就出发吗？不着急，我们先给信力的制造点惊喜吧。叶欢的话阴森森的。姐，我会让他知道，得罪我叶欢会是个什么下场。叶欢先拿了8架纸质的替身人偶出来。这段日子，流水线工厂那边已经有了一些存货了，起爆符、回春符数量都不少，人偶也有了10几架。叶欢出门的时候安置好了流水线工厂，自然也把生产出来的成品也带了一些在身上。眼前这几架纸质的替身人偶就是他带在身边以防不时之需的。虽然这些人鱼的威能不及正版的1/10，但是关键时候还是能派大用场的。比如现在，叶欢激活了这些人偶身上的阵法，然后输入了厉飞宇的面容。很快，这8架纸质替身人偶全部统一换上了厉飞宇的脸，连气息都一模一样。只要不动手，任谁也看不出来这是假的。先让每一架都带上几百张起爆符和几颗助手，然后叶欢借助契约的力量，识海中分出一点星神，附着在人偶的核心中，操纵着这些人偶的绞盆机神魂向4面8方飞扑而去。星神一分为8，控制力自然也就降到了极致。操控这些人偶和别人作战是不可能了，但是跑过去丢几颗助手，然后迅速跑开还是可以的。叶欢的破望之眼火力全开，因为他现在要同时关注8个方向，而且要控制8架人偶，负担可不轻。张家一行12人这一次一共凑了12万的灵石，买下了入场门票。现在他们手上拿着一张重金收购来的羊皮卷，正小心翼翼地向前摸索着。这里的空间裂缝虽然都有标注，但是架不住也会有新的裂缝会突然出现啊。所以一路行来半天的时间，12个人已经伤了3个，所幸还没有人丢了性命。这已经是有史以来他们最顺利的一次了。大哥，这羊皮卷还真 TMD 有用，才半天我们就已经走到了这里，这钱没白花。张家是一个小家族，凑出这12万的灵石是真不容易，加上买这块羊皮卷更是雪上加霜。这一趟要是没有什么收获的话，怕是张家好几年都会缓不过来。被叫大哥的男子满脸欣喜。二弟，加快动作，我们一定要最先到达空虚老人的洞府。可是我们没有空间灵根，就算到了也不一定能得到传承机缘吧。哼，那谱呢？还有外围那些天才地宝呢？听说那地方就是拆一块砖头回去都能换不少灵石。行了，别聊了，休息好了就继续走吧。正当他们抬头准备继续行进，一个华服男子站在了前方石头上。老大看着这人有些眼熟。喂，那少年，你拦着我们作甚？老二拉了拉老大的衣袖，轻声提醒道。大哥，这好像是厉家少主，我这羊皮卷就是花大价钱从他手下的一个叫福伯的老头那里买的。张家老大这才放松了一点。哦，原来是厉飞宇少主啊，久仰大名，如雷贯耳啊。不知道厉少主有何事？面前这名长得像厉飞宇的人从怀里拿出一沓起爆符。各位，卖给你们的羊皮卷有瑕疵，所以为保我厉家声誉，现在我们要无偿收回。听到收回2字，张家这12个人不乐意了。什么？收回？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可是拿灵石换来的，你说收回就收回啊？还他妈无偿收回？啊呸！这厉家不要脸到这个地步了。妈的，他就一个人，我们有12个，干他丫的！厉飞宇也不急，
微微一笑，开始了撒起抱符的表演。毕竟叶欢是远程操控，没有办法做什么太过复杂的动作，但是丢东西还是很简单的，拿出起抱符丢就是了。然后在重要的节点再丢出来一颗助手，把他们彻底激怒了。目的达成，厉飞羽转身就走，绝不恋战。同样的事情在空虚界里面到处都在上演着。他妈的，不能让姓厉的那小子跑了！左右包抄，堵住他！不好，是空间裂缝！他妈的，这小子怎么能这么完美的躲过所有的裂缝？这不可能！这有什么不可能的？羊皮卷就是他手下的福伯卖出来的，他知道更详细的裂缝分布，不是很合理吗？对，操他妈的，居然卖出来的东西还想抢回去，给我干死他！一群人身受重伤的倒在一个大坑边缘，中间这个很明显是炸出来的巨大爆坑，还有着微微火光没有熄灭。那横七竖八的修士正艰难的起身，准备查看同伴们的状况。一名男人悄然出现在了一旁边。兄弟，你们怎么了？也被那厉飞羽偷袭了？原本因为陌生人的出现而有些戒备的这一群人这才松了一口气。不错，就是厉飞羽那家伙，他说要无偿回收我手上的图。妈的，太不要脸了！那男子长叹一口气，果然是他。听说他这一路已经袭击了好几拨人了，都是想抢回地图。我也是好不容易从他手上跳脱的。那受伤的男子一脸悲愤，操，不要让我再碰到他，不然我刚才一路过来，那些被抢了图的人都说要去找厉飞羽讨回公道，已经有人加快速度，说要去空虚老人洞府外拦截他。你们休息调整一下，若是伤无大碍，一起前去，可好？受伤男人脸一喜，当真？敢问兄台姓名？唉，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在下合欢宗叶欢。说完，叶欢丢下几张回春符，继续向别处去了。其实连这后面出现的好人叶欢也是叶欢的替身人偶变换的，往往只要有队伍被厉飞羽给霍霍了，后面就会有好人叶欢去帮扶一把。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而真正的厉飞羽那边对此毫不知情。空虚界起风了。